甘草扶着腰从昏暗的土坯房里出来，身上沾着稻草的碎屑。看到外面举着铁锹、锄头就要打起来的人，一阵头大。堂堂玄衣世家传人，竟然穿成了一个农家女。甘草，甘云站在中间为难，突然看到甘草要偷偷溜走。本来要开价的人听到甘云这样喊，齐齐地看了过来，一脸的惊恐。诈尸？三姐。甘草笑得比哭都难看。原主抢的就是她三姐的丈夫，现在最为难的是她三姐。你甘云确定是甘草，也被吓到了。你是人是鬼？我是人啊。甘草甩了下手臂，故作轻松。要不现在再来一块陨石把他砸死吧。头发凌乱的朱氏挤了过来，指着甘草就破口大骂：是这个贱蹄子勾引我儿子，还寻死觅活的要埋到我们陈家祖坟，什么阿杂东西，要是我生的，我直接给按尿盆里淹死。甘家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他们把甘草抬回家的时候真的已经没气了，身子都凉了，怎么会没死？这个时候甘草的奶奶柳氏也挤了过来。草儿，你说是怎么回事啊？柳氏也知道今天的事不好收场。草儿，你别怕，咱奶奶在这儿呢。你到底是谁家人？你这个烂骚货，还敢管我家的事？你骂谁呢？杜氏跑过来就要和朱氏打。当初你们陈家求娶我家云儿的时候，说的千好万好，你现在是怎么对我女儿的？骂你们怎么了？你们一家子都不要脸，想往我儿子床上爬。朱氏越骂越难听。杜氏显然骂不过朱氏，直接去揪朱氏的头发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我三姐流产了。他看他三姐疼得那么厉害，就下意识地给他三姐把脉，发现他三姐竟然有身孕。甘草这一声吼，所有都停下来了，看着甘云的裤脚已经在滴血。快找大夫，找稳婆！杜氏看到自己女儿这样，一下子慌了神。赶紧找个干净的地方。甘草慌忙吩咐。阿杂成这样，别进来弄脏了我家的屋子。一直没说话的甘泉过来，直接把朱氏拉开。我女儿要是有个什么闪失，我让你赔命！哟，甘云如今是我们陈家的人，就是死了也是由我们陈家说的算。你敢进去试试？甘云是甘家的女儿，真当我们甘家没人了？柳氏也走了过来。我们秋水寨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就看着你欺负我们秋水寨的人。秋水寨的李正这会儿也不好不表态，朱氏这才不敢说话。娘，三姐流血太厉害了，赶紧烧点水来。甘草扶着他三姐躺下。杜氏有些纠结地看了一下甘草，要不是他这个女儿，事情也不会闹成这样。可是现在甘云的命重要。娘！甘云吃力地叫了一声。娘给你找最好的大夫，你肯定不会有事。别想让我们朱家出一文钱。朱氏在外面叫了起来。三姐，我先帮你把衣服解开。不要！甘云慌忙按着。三姐，再不处理你会没命的。三姐没事儿。什么没事？甘草强行解开他三姐的衣服，整个人都震惊了。三姐外面的衣服还好，里面都是破布拼起来的。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三姐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，青青紫紫的落在一起，看着让人心疼。甘草看到他三姐这样，鼻子也一酸。他三姐在陈家到底吃了多少苦？三姐，我也会一点稳婆。甘草解开他三姐的裤子，更加震惊了。
他姐姐那里竟然有一把锁。这是贞洁锁，男子在外行商，怀疑妻子不忠，便会用这个法子。娘，奶奶。杜氏因为烧水的事正和陈家人争执，柳氏也坐在外面想今天这事怎么收场。李正，快点派人把你媳妇儿找来。李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看柳氏那么凝重，慌忙让一边的人去叫。泽庄李正，你也去把你媳妇儿叫来看看吧。今天这事儿要是不给个说法，老婆子我去县衙击鼓鸣冤。泽庄李正段高山听柳氏这样说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去县衙击鸣冤鼓那肯定是大事。你少在这里吓唬人，我陈家人可不是瞎打的。钥匙拿来。什么钥匙？你不拿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稳婆来了，稳婆来了。后面有人叫，里面甘草正要施救，听到稳婆来了，只好让在一边。毕竟原主除了长得漂亮就是一个草包，突然会医术了会让人怀疑。哎呦，哪个挨千刀的给人用这阴损的玩意儿？稳婆也只是听说过这东西，还是第一次见。快救救我女儿！杜氏哀求。稳婆熟练地查看了一番，表情立马凝重起来。她这身子本来就亏得厉害，又喝了求子的药，现在这大出血怕是止不住了。什么？稳婆的声音不小，外面围着的人也听了七七八八，然后都看向朱氏。谁知道她怀孕了？她的声音越来越响。柳氏冷哼，自家的牲口他都不舍得这样打。连泽庄的人也都这样以为，这朱氏平时在外面千好万好的，没想到竟然这样苛待自己的儿媳妇。真的没办法了吗？镇上的大夫可能有办法，那要花很多钱。稳婆不确定地说。我可怜的女儿。杜氏扑在甘云身上哭。甘云这会儿已经虚弱的说不出话来了。娘，我来试试。甘草也不隐藏了。娘去烧开水，煮点吃的，红糖水、鸡蛋都行。小丫头，这可是人命，你不要乱动。稳婆提醒。三姐，你忍着点。甘草说着，手握成凤眼拳开始压血。甘云已经意识模糊，还是疼得动了一下。大约过去了2刻钟，甘云的大出血总算是止住了。甘草试了一下脉象，虽然虚弱，但是平稳了。哎呦，这比镇上的大夫都厉害。甘草累得满头大汗，坐在一边的草凳上歇息。杜氏端着红糖水进来，看了甘草一眼。这是他女儿吗？娘，喂三姐喝了，再给三姐擦擦身子，咱们商量商量这件事该咋办。甘草下意识地说。杜氏也知道不能让他女儿再在朱家待了，早晚会没命。段高山的媳妇赵氏也来了，看到甘云身上的伤，痛骂朱家母子真不是东西。李张媳妇苗氏也来了，看到甘云的情况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秋水寨出来的女儿，就让你们泽庄这么欺负的？苗氏劈头就问赵氏。我也是刚知道。两位婶子，情况你们都知道了，我三姐得休息，你们出去商量商量。甘草看他们离开，在屋子里找来找去。你找什么？娘，先把这锁打开。甘草让他娘站在一边挡着，这锁做得粗糙，甘草没用多长时间就给打开了，只是这伤要慢慢的恢复。娘，我们把三姐带回去吧。娘也想，可是他们都这样对三姐了，以后三姐还有活路吗？甘草是嫉恶如仇的性子。你可想过，
陈家不会轻易放你三姐走，就是你的事他们也会追究，到时候我们甘家怎么办？甘草只想着救人，倒把自己的事给忘了。他婶子，大雷媳妇儿怎么样了？赵氏从外面进来，命是保住了。哎，这事儿的确是陈家做的不对，但是谁不是从媳妇儿过来的？你也是从咱们泽庄出去的，也不想这件事闹得太厉害吧？段家嫂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从泽庄出去的，我就不用管自己女儿死活了？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赵氏说着，看了一眼甘草。哎呀，你这小女儿做的事也上不了台面，不是？杜氏一听就弱了气势。我做的事怎么就上不了台面了？甘草立马理直气壮。就在刚才，他想一定要把他三姐带回去。如今他生在原主身上，那原主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。若是处理不好，自己以后也没法做人。要不是你把陈大雷骗走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这事咱们就要好好理论理论了。那陈大雷是现在才做这种畜生事的吗？这是人家夫妻的事，你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。赵氏对甘草是理直气壮。行，今天话说到这里了，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。娘，照看好三姐。赵氏想，甘家这妖女是不是疯了？出去不怕丢人啊？屋子就这么小，赵氏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甘草给拉出去了。我知道你们都说是我拐走了陈大雷。甘草出了屋子，振振有词。可那都是为了我三姐。我知道陈大雷和他娘总是欺负我三姐，但是你们都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，我三姐一点活路都没有。所以我就在想，陈大雷不在家了，就没有人打我三姐了。现在你们都看见了，他们陈家根本不把我三姐当人，我三姐今天必须离婚。啊？离婚？离婚？离婚？周围的人皱眉，想着离婚是什么？合理。草儿说的对，我们甘家不至于养不起一个姑娘，让他们和离。柳氏也想过了，若是云儿的事情接过，那草儿的事情就不好说了。现在草儿做这些都是为了云儿了，那事情就变得简单。嫂子，都说宁毁10座庙，不拆一桩婚，这是何必呢？那就可以杀一个人。柳氏质问。我孙女怀着他们陈家的孩子都被这么苛待，能活到现在是她命大。众人听到柳氏这样说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我不答应。朱氏又跳了起来。你们甘家可是收了我们陈家的彩礼的，这样说来，我三姐现在还是你们陈家的人？甘草问道。那是自然。朱氏得意，她就是要把甘云死死地攥在手里，让这个死女人让她丢这么大的人。拿把枕巾算一下吧。婆婆，这样的情况，若想要救活，需要花多少枕巾？少说3、5两。稳婆立马说。看在是亲家的份上，收你3两，现在给。那是你姐，你救她是应该，凭什么让我们出钱？你们泽庄的人都是这么不要脸的吗？甘草看向泽庄李正，说人是自家的，看病又不愿意给钱，以后怕是没有大夫敢给你们泽庄的人看病了。段高山有点反应不过来，这怎么又扯到他们泽庄的头上了？陈家是陈家，可不是我们泽庄。那陈家可是泽庄的人，物以类聚。甘草不依不饶。柳氏狐疑地看着甘草，她这孙女今天怎么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？快点给钱！甘草逼迫朱氏，反正秋水寨的人都在这里，他也不怕这陈家敢怎么样。朱氏看泽庄的人也不帮他说话，直接往地上一坐。我不活了！你们甘家的人就是欺负我一个富人家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要是不给呢，我就找你儿子要，反正你儿子是个伙计，总要去做事的。
你说到时候你儿子的掌柜知道你儿子做了这样的事，一生气就不顾你儿子，那他就……你敢！朱氏直接跳了起来。他儿子在镇上做事，是个体面的伙计，这是他在泽庄最大的荣耀。我怎么不敢？你都敢不付诊金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没钱！朱氏一口咬定。娘，陈家给我三姐的彩礼一共是多少银子？折算下来不到2两。柳氏直接回答。杜氏点头。是一些鸡鸭鱼肉，还有布匹绒花。那他3年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。朱氏算账。你闭嘴吧！我三姐这3年在你家做牛做马，不为你要工钱就不错了。朱氏立马闭嘴。一般义士哪儿有女子说话的份儿？段理正。甘草看向泽庄李正。今天我三姐要是能顺顺当当的和离了，我们甘家吃点亏，我的诊金就抵当初陈家给的嫁妆。说今天陈家胡搅蛮缠，也别怪我们甘家蛮不讲理，到时候去县衙让关老爷断下这家务事。这事好商量，不要动辄就去告状，那可是要挨杀威棒的。朝廷规定，凡击鼓鸣冤者，要先受10杀威棒以正其冤。说白了，就是如果你连10大板都不想挨，能有什么冤情？甘草有点懵，原主没这方面的知识啊。挨20杀威棒又如何？我这老骨头还能为自家孙辈做点事儿。段高山头大，这甘家人都是疯子。那朱氏眼珠乱转，今天若是李正不给他撑腰，怕是真要让甘家把人带回去。谁？甘草看到有人在外面探头探脑，众人扭头。陈大雷看到被发现，拔腿就跑。陈大雷！甘荣和甘茂立马追了过去。他2个当哥哥的也对不住三妹，让三妹受这么多的苦。很快陈大雷就被拎回来。这边段高山和赵氏也商量好了。陈大雷，你虐打甘氏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我自己的媳妇儿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陈大雷不以为然。甘荣和甘茂听到陈大雷这样说，直接拳打脚踢。天爷呀，这是要出人命了！甘荣、甘茂，李章也叫着他们。现在说事儿呢。甘荣和甘茂这才住手。甘家人如今一定要和离，你可愿意？凭什么呀？陈大雷反射性地说。陈大雷，别以为我姐嫁给你了，你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甘草怒道。陈大雷长得贼眉鼠眼，看着卑躬屈膝，也就是一个窝里横。原主这眼是出气儿的吗？鬼啊！鬼！他一定是鬼！哼，你这是亏心事做多了，太阳下面都怕鬼。刚才甘草给原主擦了屁股，如今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三姐。段高山看着陈大雷这窝囊的样子。你若不和甘氏和离，甘家要到县衙去告你，你看着办。他们敢吗？那你试试。甘草盯着陈大雷。还有，你家欠我的3两银子先还一下。什么3两银子？陈大雷不知道这件事。众人一番说道，陈大雷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彩礼说过了，那我甘家的嫁妆也要带回去。这个应。段高山点头。不行。朱氏很坚决地反对。朱氏，你也是我们泽庄的人，哪有和离了霸着别人嫁妆的道理？这件事我做主了，让甘家把嫁妆带回去。不管朱氏怎么哭闹，杜氏带人把甘云的嫁妆找出来。这一找又尴尬了，甘家给甘云准备了桌子、柜子、洗脸架，这些东西都在朱氏的房间里找出来了。泽庄的人实在没眼看了，也都不搭理陈家。有2个村子的李正在，当即签了和离书。
甘家带着甘云和甘云的嫁妆离开，如今都回家了，都开始冷静了下来。曹氏和林氏也不敢问三姑娘怎么回来了，一声不吭的去做饭。杜氏一个劲儿的叹气：“娘，三姐不会有事。”姑姑，甘烟趴在门槛上谨慎的叫了一声：“祖奶奶叫你呢。”甘烟说完就跑。甘草想到他那个有些与众不同的奶奶，这个时候叫他有什么事？甘草只好硬着头皮过去。甘家的房子不多，柳氏一个人住在东上房，还算宽敞。奶奶，你找我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甘草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这是人老成精吗？你怎么会医术？柳氏最好奇的是这个。我也不知道。甘草只能装傻。就是我摔倒之后看到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，他教了我这些，我以为是一个梦，结果还真会了。这事儿你不要和别人说，这样的机缘不是谁都会遇到的。好。柳氏叹气：“今天这事儿闹成了这样，就算我们甘家占理，你的名声也毁了，以后想找个好人家也不容易，有点本事傍身，日子能过得好一点。”我记住了。你去吧，这2天不要出门。好。娘，点个灯吧。又不干活，点什么灯啊？从到甘家到躺床上，他觉得自己经历了99、81难。怎么不脱衣服啊？甘云已经醒了。甘草看着门上的缝儿都快比窗棂宽了，这让他怎么脱衣服？难道他以后要过这样的日子？那他就没个金手指、外挂什么的。三姐，甘草察觉到是他三姐塞过来的鸡蛋，赶紧吃了。甘云醒来之后状态好了很多。你现在身子虚，要多吃点才行。我吃一个就好，这个你吃。三姐，你现在必须养好身体，你要是不吃，我就告诉娘，告诉奶奶。甘云愣住了，这还是那个什么好吃的只想着自己的小妹吗？看来小妹是真的长大了。三姐，你要这样想，你吃好点就能快点好起来，娘他们不用担心了，家里也能好起来。那咱们一人一半。我不饿，我吃过晚饭了，我真的不饿。你说你呀，要是不想姐在陈家，咱们找娘商量商量。三姐又不是一定要在陈家，万一把你搭进去了，三姐可就罪过了。我也没想会这样，我就是试探一下他，没想到真是一个混蛋。三姐没事儿，你是要嫁人的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吃吧。我真不吃。甘草拒绝得很坚决。夜深了，甘家人都没睡安稳。如今这么一闹，甘草怕是不好嫁人了。可能是太累了，甘草竟然睡着了，一直到被外面的鸡鸣声吵醒。巧儿还没起呢。林氏到了厨房，看他大嫂一个人在厨房。家里谁敢说他？曹氏也是无奈。奶奶怎么想的呀？这让三姑娘回来了，这以后我们甘家在秋水寨算是抬不起头了。少说两句。曹氏提醒。你说他以前这个看不上的，那个看不上的，那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？林氏没有少说的意思。昨夜我和老儿商量了半宿，不如就趁着这事儿还没有传开，给他找个圆点的婆家。杜氏在外面用力地咳嗽了2下。娘，水马上烧好了。你们先去把猪圈清一下，羊牵出去吃草，我来做饭。杜氏说着进厨房。曹氏和林氏只好起身离开。肯定是偷偷的给三姑娘做好吃的，这家里鸡鸭猪羊都是我们的养，那可
是一点油花都没见着呢。你就少说2句吧，三姑娘受了那么大的罪，你要让她吃点好的也是应该的。她的姑娘就是应该的，我们就是活该受罪啊。林氏抱怨了一番，大嫂就没想过分家，奶奶身体还健朗，说什么分家？林氏讨了一个没趣。甘草睡得正香，杜氏推门就进来，看到是他娘，甘草那叫一个崩溃。娘，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？赶紧起床去摘点菜回来，一会儿要吃。甘草看着外面昏暗的天光，有点绝望。赶紧的！杜氏又叫了一声。看甘草出去，杜氏从怀里掏出2个煮熟的鸡蛋。玉儿，快起来给吃了。娘，不要给我一个人准备，给才儿也分一个。她在你奶奶那里没少吃好东西，你这身体亏成这样，要好好补补啊。你敢用热水洗脸？林氏进院子就看到甘草在用热水洗脸。我看里面烧一大锅，不是洗脸的。这柴是你砍的吗？那水是你挑的吗？天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就知道享受。林氏看到甘草这样就火大。甘家所有的钱都拿去给老四读书就算了，家里还养了一个白吃白喝的。我甘草想自己就是用了一点热水，至于闹成这样吗？草儿就是用点热水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你家人做什么都不是大事儿，和姐夫私奔都当无事发生，这日子不过了。他这一闹，杜氏他们也都从屋子里出来。不过就走。柳氏从上屋出来。杜氏本来想劝说的，听到她婆婆这样说，一声都不敢吭了。林氏，你到我甘家也2、3年了，无所出，我们甘家也没说什么。供老四读书也是全家都同意的，老大和老二也都去过学堂，他们不愿意在学堂，所以才回来的。老四是我们甘家的盼头，以后他出息了，我们甘家就真的抬起头了。你今天这么一闹，不过是草儿惹了事，云儿又回来了，这家里又多了一个人吃饭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家里又多了一个人做事？云儿没出嫁的时候是10里8乡的好姑娘，勤劳踏实，谁不夸一句好啊？如今她遇人不淑，我们甘家就是她的靠山，她就是在甘家一辈子，我们养她一辈子。柳氏掷地有声地说：你只觉得自己嫁给了老二，这家里别人和你没关系，才会总是觉得自己亏了。老二做什么你们都亏了。柳氏分析：既然你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，不过就是。甘草听的是一阵唏嘘，他怎么觉得他这个奶奶不简单呢？林氏听得低头，不敢再说什么。院子里的人都不敢说话，只有家里牲畜发出的声音。好了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林氏若是不想过，回头找李正做见证，就给你休书。柳氏说着转身进屋。林氏哭着跑回自己的屋子里。曹氏摇头叹气，在奶奶眼皮子底下，谁都别想翻出点浪花来。那这水我还能用吗？甘草眼巴巴地看着他娘。洗吧。杜氏也有些无奈。端屋里，让你三姐也擦擦。好。甘草端着水盆就进屋。他进屋的时候，看到他三姐在哭，看到他进来，慌忙擦眼泪。三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疼了？不是，要不是我回来，二嫂也不会这样。这怨我，和三姐没关系。甘草觉得他三姐太敏感了。掺着热水，你赶紧洗个脸。三姐，我跟奶奶说一声，去给你抓些药回来。花那钱干啥呀？我这养几天就好了。还是要吃药。甘草担心不吃药的话，他三姐以后可能不能生孩子了。等到吃早饭的时候，
甘草知道烧那么一大锅水干嘛了，竟然是做早饭的。早饭是菜粥，没多少粮食，大部分都是菜。上午你们把鱼儿的嫁妆抬到他屋子里归置一下。昨天村子里那么多人帮忙，筹划一下，请大家伙吃个饭。杜氏看向甘泉，甘泉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。娘，这请吃饭没个油水不行，家里没钱呐。柳氏想了一下，牵一只羊去卖了吧。奶奶，那我和爹去镇上给三姐抓2副药回来。2副药，1只羊怕是不够。1只羊抓不了2副药，抢钱呢。甘草想也没什么贵重的药，甘家人又都看着甘草，这昏迷了一次，脑袋是不是坏掉了？云儿的身体养养就好，先把请客的事情办了。好，那我上午就去。甘草想，他娘最心疼三姐，竟然不给三姐抓药。吃过早饭，甘泉就牵着1只羊去镇上卖了。草儿，看着练儿。曹氏在门口招呼了一声。菜架子上豆角再不摘就老了，你去给摘一下。好。甘草起身去拿箩筐。怎么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以前让他做一点事，他都能找100个理由。甘草是想去看看有没有药草，这里的植被很丰富，说不定能凑齐三姐要用的药。草儿，蒋氏不确定地叫了一声。哎呦，还真是草儿。蒋氏有些稀奇地看着甘草，你叔说你抬到泽庄的时候都没气儿了，咋又活了？甘草怎么觉得这人是在看他笑话呢？哎，你和你姐夫到底是咋回事啊？我咋听他们说你三姐还被那个什么了呀？甘草更加确定这人就是在看笑话，还幸灾乐祸。哎呀，说说呗。没你舌头这么长，说不了。哎，你骂我长舌妇？哎，你敢做还不让别人说了？别一天天谁都配不上你的样子，你看以后谁会要你？甘草头也不回地往家走，不想和这些人一般计较。等他回到家里，他爹竟然回来了，还有牵出去的那只羊在院子里拴着。甘泉一声不吭地坐在屋檐下。我挖了一些药草回来，快凑够给三姐用的药了。你进屋看着恋儿，你三姐下不了床。进了屋，三姐，你现在要歇着。我没事儿。甘云一脸担心。河狸的老姑娘回家，头发梢上都透着卑微。咱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咱家卖这头羊，就是为了请村里人吃饭。今天爹出门和他们打招呼，他们都拒绝了。那就不用请了。甘草不觉得这是什么事。傻丫头，这是邻里乡亲都不想搭理我们家了。哎，今天不是商量巡夜的事吗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还不是因为草儿。现在全村人都说勾搭姐夫，把云儿害得孩子都没了。甘草瞪大眼睛，他以为这事都过去了。一群男人也天天没事嚼舌根。他是我们甘家的庄稼，估计连野猪也不吃了。不用和他们一起巡夜。哼。三姐，是不是村里人来我们家吃饭，这事就过去了？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们两个如今这样，村里没人想和我们家来往的，都怕坏了自家孩子的名声，影响嫁娶。这有，那陈家怎么没事儿？这种事情对男人来说就是玩笑，说来打去，可是会要了女人的命的。两个人小声说着，外面柳氏站了起来。我去找李正说说。到了午饭时间，柳氏黑着脸回来了，显然情况不妙。吃了饭，你们兄弟俩多扎几个草人，咱们自己多去地里看看。娘，小妹真懂事儿了。她惹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奶奶都护着她，她还想怎么样？今天你没看你奶奶的脸色，
肯定是在李家吃瘪了。也有我的问题，小妹也是为了我。你那小妹嘴里没一句真话，说是为了你，指不定是眼看事情败露了，想自己脱身。娘，要不我去求求李伯，只要他来咱们家吃饭，别人也会来的。还是算了，你奶奶都没这个面子，别人去了更不行。可别自作主张啊，到时候你那2个嫂子就有话说了。甘云知道这件事他无能为力。下午林氏从屋子里出来，三姐，我想去镇上给人看病。甘云是甘草救回来的，知道甘草会给人看病。除了稳婆，没有女子给人看病的。那是以前没有。除了生孩子，谁家人有钱给女子看病？你又这么小，没人相信你。不过你认识药草，等我身体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挖药草，贴补一下家用。2个人正小声说着，外面有人急促地拍他们家门。干妹子，干妹子在不在啊？苗氏扯着嗓子叫。杜氏一听是苗氏的声音，这么晚了叫得这么急，莫不是发生了什么紧要的事？哟，李家嫂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叫草儿跟我去一趟，来喜媳妇要生了。不是还有一段日子吗？杜氏意外，一个村子谁家什么情况也都了解一点。李来喜的媳妇蔡氏是快生了，但是也没这么快。生孩子这事儿谁能说那么确定啊？稳婆说你家草厉害，赶紧的让你家草跟我走一趟。甘草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已经跑出来了。他姐刚说女子不能行医，这马上就有人来找他了，是时候证明自己的能力了。哎呦，草儿，快和婶子走一趟。吕家媳妇儿，柳氏突然从屋子里出来。婶儿，我家草还小呢，也就是他姐出事了，他拼命用的办法。你家媳妇金贵，还是到镇上请大夫来。哎呦，这个时候去镇上也赶不上了，这是救命的事儿啊！就是因为是救命的事儿，草儿一个丫头懂什么？到时候出了岔子，谁来负责啊？奶奶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他心里有底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但是他家人不让他去，也是为了他好。对，快走快走！苗氏怕甘草后悔一样，拖着甘草就走。刘氏看甘草是铁了心的要去，自己也拦不住，转疾看向杜氏：“草儿小，你跟着去盯着点儿。”哎，杜氏跟着就走。甘草跌跌撞撞，一路小跑的到了李家。哎呦，你可来了！稳婆看到甘草，像看到救星一样。摔了一跤早产，已经没有力气了，这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，再不出来就是一尸两命。苗氏听到稳婆这样说，嗷呜一声哭了起来。甘草已经给蔡氏把脉，蔡氏这会儿的确是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孩子还活着。稳婆意外。有银针没有？甘草看向稳婆，稳婆摇头。甘草只能手握凤眼拳，直接击在蔡氏的穴位上。你！苗氏被甘草的动作吓了一跳。我来。甘草看蔡氏食指全开了，倒是没有力气。赶紧给他准备点汤水，肉也行。苗氏之前没见过甘草给人看病，现在看到甘草这样，觉得他不是在开玩笑。你扶着。甘草吩咐稳婆。稳婆慌忙在一边扶着。条件艰苦，甘草使尽浑身解数，总算让孩子顺利出来了。但是孩子在里面憋的时间太长，浑身青紫，眼看是活不了了。他只好把孩子口鼻里的羊水吸出来，给孩子做心肺复苏。在稳婆和苗氏目瞪口呆下，婴儿的啼哭声响起。神仙啊！稳婆喃喃地说。他想今天最多只能保住一个，没想到2个都保住了。
接下来就辛苦婆婆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男孩女孩啊？苗氏慌忙问。是个男孩。苗氏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慌忙招呼甘草。哎呀，草儿，快到外面洗一下，喝口水。甘草也是筋疲力尽，先和苗氏一起出去。李伯在家吗？在的。我有事找李伯。甘草想，他三姐说的，只要李正去他们家吃饭，别人也都会去。你跟我来。甘草跟着苗氏过去，看到一个人影，躲了一下。李小翠。原主和李小翠关系很好，只是原主在月亮堤出事之后，李小翠就再也没有找过他。难道当初原主在月亮堤出事和李小翠有关？草啊，你找你伯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家为感谢李伯和大家，请大家去我家吃顿饭，到时候李伯一定要去。李章听到甘草这样说，下意识地看向周围的人。周围的人躲避了一下李章的目光，也都不说话。正在李章犹豫的时候，外面又传来一阵吵闹声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慢点，哎，慢点！爹，大哥找到了！院子里围了好多人，中间的李来喜浑身是血，奄奄一息。来喜，李章叫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甘草看到李来喜的伤也十分意外，这出血量有点大。大夫，快去请大夫！周围的人不动，伤成这样没有活的可能了。我来看看。你懂什么？一边的人直接嘲讽。他小不懂事。来喜媳妇没事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刚才他在外面听到了一些事情，这会儿要赶紧回去和当家的商量一下。娘，他这样再不救就晚了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。他嫂子，我家甘草真没什么能耐。我真能救。甘草不知道他娘怎么变得和他奶奶一样了。快救救我儿子！你们都让让，有没有空的屋子？先把他抬到空屋子里。快叫于老头去镇上请大夫。周围的人慌忙去找于老头。你们都让开，再点些蜡烛，让屋子里亮些。有没有酒？他这个时候不能喝酒。杜氏担心。是给他清洗伤口的。甘草开始检查李来喜的身体。准备剪刀，干净的棉布，药。好，好。刚才人都看着蔡氏的房间，这会儿都扭头看着这边。这甘草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不但会接生，还会治伤，这让他们好奇起来。哎呦，他怎么能脱男人衣服呢？外面的人看到甘草把李来喜的衣服剪开。是啊，这还没嫁人呢。估计是看多了。外面的人没有担心李来喜死活的，反倒开始指责甘草。杜氏在一边有点听不下去了，就悄悄地离开。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彩儿呢？你好好休息。杜氏说着就去了上屋。很快甘家人就聚在一起了。今天那些人就去李正家，说把我们一家子赶出秋水寨的事。杜氏把自己的听闻说了一遍。这事儿怪我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想着草儿死了是个游魂，连点香火都没有，想着让他葬入陈家，才闹成这样。杜氏心里是怨她婆婆的，但是她婆婆主动说了的，她也不好说什么。不如把伟儿找回来，他读书多，可能有办法。不行，伟儿还没考中秀才，这些人才敢这么对我们甘家，不能让伟儿知道这事儿。那怎么办？甘茂着急。真的是草保李家儿媳母子平安。是，稳婆都说最多能保一个。那就好。若他李章真敢把事情做得那么绝，我就说他李章忘恩负义。杜氏和甘泉对视了一下，都没再说什么。甘草对李来喜的伤势判定还是很准确的，
的确没有致命伤，就是外伤导致的失血过多，若不及时救治，命就真没了。我给你写一个方子，你们先抓3副回来，吃完之后我再来看。李伯，你就去我家吃一顿饭吧，因为我的事，我家人真的特别感谢你们。李章有点不好拒绝，甘草今天救了他儿子、儿媳和孙子，要是再不答应，就说不过去了。我这家里一堆事儿呢，等忙完了再说这个。甘草也没想到对方会这么坚决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外面的人大部分已经走了，甘草左右找不到他娘，就一个人回家。甘家人还没睡，那我回去睡了。你等一下。柳氏看了杜氏一眼，杜氏低头。他们要和草儿说今天李家的事，但是杜氏说不出口，倒不是他是老好人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奶奶，甘草谨慎地叫了一声。陈大雷的事儿，你可知错？我以后不会再那样了。有些事情一旦做了，就没有以后。柳氏叹气。你可知道今天那些人去李家商量什么？甘草想到他去见李正的时候，李正家屋子里的确很多人，见到他的时候表情还怪怪的。他们说你惹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还把你3姐带了回来，太晦气，所以李家才会出事儿，要把我们家赶出秋水寨，不然以后秋水寨会祸事不断。甘草想，这都什么和什么呀？怪不得这些人看到他的时候一个个闪烁躲闪。奶奶，我们家本来就不连着秋水寨，再说每年打野猪都会有人受伤，怎么就成我的错了？还不是那些人想分了我们甘家的田地。家里的地是你爹年下1年减粪养肥的，以前就是荒地，把我们赶走，我们家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了。人都走了，那些东西他们自然会分了。奶奶打算怎么处置我？我和你娘商量了一下，打算把你送到城里找个事做，有你4哥照看着，过2年这事淡了，咱们再想办法。不要怪爹娘狠心，咱们甘家好不容易在秋水寨有了根了，咱们一大家子能去哪儿？杜氏说着鼻子有些酸，但凡有点办法，他们也不会把自家女儿送出去。甘草正想说这是好事，院子大门响了，3个人的目光被吸引过去。这么大！柳氏走过去，看着架子车上的野猪。怎么死的？头骨被打碎了。谁说我家草儿晦气？我看我家草儿是福星。甘泉一想，也是，这秋水寨这么多年，还没人能一次捡到3头野猪的。这是不是村子里人追了很长时间的？万一找我们要怎么办？不会，今天村里人去巡山了，因为李来喜出事了，连陷阱都没挖。那这3头野猪怎么处理啊？甘泉看向他娘，他娘才是家里的主心骨。连夜给杀了，明天给之前和咱们一起去陈家的人家送一块，剩下的2头去镇上卖了。好。甘泉点头。奶奶，那我去城里的事。甘草想，家里人是不是把这件事给忘了？不用去，有奶奶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甘草觉得自己被误会了。你早点去睡觉，明天咱们吃好吃的。他进屋，看到他3姐趴在窗户那里。3姐还没睡。那野猪真是你发现的？我回来的时候绊倒一个人，带着爹去找的时候就变成了野猪。甘草说到这里，突然想起来，3姐，咱们这一带有没有野猪精什么的？蛇精、狐狸精倒是听说过，没听说过野猪精。那真的有妖精？甘草瞪大眼睛，那都是大人骗小孩的，哪有什么妖精啊？哦，甘草想，原主记忆里也没见过精怪。这下你放心了，
奶奶肯定不会让你走了。去城里有什么不好？都是在家里待不下去了，才会去城里给别人打工。你这样出去也只能给人当丫鬟，以后嫁人可就难了。甘草想，他才穿越过来不到2天，这些人3句不离嫁人，好像对他们来说，嫁人就是一切。好啦，你也累了，早点睡。外面甘家2个儿媳也出来了，烧水杀猪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他们？尤其是林氏，也不生闷气了，看着地上的猪，那叫一个激动。现在开心了，这是草儿在外面发现的。柳氏看了林氏一眼，林氏陪笑，回头你们2个也给你们娘家送一块去。哎，两人激动地应了。早上，甘家煮了一锅猪肉，整个秋水寨都是煮肉的香味，引得有些人家站在门口左右闻闻。不知道谁家这么不会过日子，这个时候敢吃肉。今天就我们这些人都吃吧。娘，我娘说吃点好的就能怀上了，多给我点肥肉。二嫂，大早上的吃的肥腻，对身体不好。这野猪我们也出力了，你晚上说了一晚上，我们还干了一晚上的活。草儿，你自己挑，给你3姐也带点，你们进屋吃。甘草听他娘这样说，立马端碗挑了一碗排骨，挑点肥肉香。杜氏看甘草拿的都是骨头。3姐身子弱，吃肥的容易消化不好。甘草抱着碗进了他们的屋子。3姐吃肉，家里还有很多，你也吃。甘草想，这大早上吃那么油腻的东西的确不怎么好。3姐要是不想吃，我一会儿给3姐煮成汤，也好消化一点。好。甘云点头。等吃了早饭，杜氏就让曹氏和林氏拎着肉一家一家的送。娘，3姐现在身体弱，我给3姐煮个汤。甘草端着他们吃剩下的肉进厨房。哎，怎么没吃完呢？我拿这个煮个汤。行。杜氏让了一下。甘草看着灶台上那口大铁锅，这玩意儿他肯定搬不动。刚从厨房出来，就看到他二嫂狂奔了进来。慢点儿，赶着投胎呢。杜氏有些生气。甘草看他二嫂直冲后院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怎么了？甘云瞬间担心起来。刚才二嫂好像有急事跑回来了。3姐，甘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快去看看。甘云担心有事。甘草刚好把碗筷送到厨房，看他二嫂又冲到后院。怎么了？吃坏肚子了，上吐下泻的。吃的时候像饿死鬼投胎，这会开始难受了，真是浪费粮食。肯定是那肉有问题。一家子都吃了，就你一个人有问题，还说是肉有问题啊？杜氏生气，在林氏眼里就是他们想害他。甘草也没办法，他们天天白水煮菜的吃，别说有水了，连淀粉都没多少。这突然吃这么多肉，肚子不出问题才有问题。林氏上吐下泻了一个干净，四肢无力地躺床上去了。杜氏虽然骂林氏，还是让甘草给他看看。怎么样？就是肠胃消化不了，喝2天白粥就好了。我看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吃肉。吃，还接着吃。3姐，二嫂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二嫂要是一直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我觉得奶奶说的话也没错。林氏听到甘草这样说，努了努嘴，扭到一边没有反驳。老太太做事向来说一不二，要是真把老太太给惹恼了，几个林氏都不够老太太收拾的。甘草把3姐扶到院子里晒太阳，自己去整理昨天挖回来的草药。这些都是药草，猪都不吃。这个3姐就不知道了，能吃的都直接被吃了，不能吃的就当药吃。3姐再等2天，等我采购草药了，就给你熬药。两人正说着，大门突然被人踹开，
李章气呼呼地站在那里。哟，李家大哥，这是怎么了？甘草呢？怎么了？甘草走了过来。哎，我儿子现在发热快不行了，你写的什么药方啊？连孙大夫都看不清楚。他受伤发热是正常的，我写的药方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孙大夫就在我们家呢，你和我去看看。李伯，甘草小，他不懂事。甘云几分哀求地看着李章。我的药方肯定不会有问题，我和你去见见那个大夫。草，大人说话没你的份。他转疾有些哀求地看着李正。草也是担心来喜，既然孙大夫来了，那就让孙大夫好好看看。孙大夫说他差点害死我儿。咱们讲讲道理，昨天那么多人呢，都说他活不成了，我给他处理伤口，他才活到现在，怎么就说我差点害死他？是啊，草好歹让来喜坚持到孙大夫来了。那这药方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这药方有什么问题？你说呀，这是什么字啊？这是什么药草啊？李章指着上面的字。连翘。甘草想，这李正不会不认识字吧？连翘？连翘怎么会这样写呢？那怎么写？李章被甘草认真的样子气得有些颤抖。读书人啊，读书人，都说你们甘家的人都识字儿，这都识的什么字儿啊？怪不得连个秀才都考不中。那你给我说怎么写？甘草那叫一个无语。李章左右看了看，捡起树枝在地上写道：连桥。看到没？这是连桥。啊？甘草挠头，原来是繁体字。这不是长得很像吗？写得快了就这样了。还有哪个不认识？我给你写。不用了。那还要做什么？李章是来兴师问罪的，现在真不知道问什么。草小不懂事，李哥还有什么问题？李章怎么觉得自己是上门找事的？转疾气呼呼地离开了。甘草莫名其妙，古人都这么改心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。你在家好好陪着你三姐。甘草更加莫名其妙，觉得自己这是遇到医闹了。你到底把来喜哥怎么了？我能把他怎么了？我就是给他治伤，别的什么都没做。这行医治伤都是大夫的事儿，你只要做了，不管做的怎么样，肯定都是你的事儿。为什么行医治伤的都是男子？甘草暗戳戳的不服。你听说哪个大夫是女子？对甘草来说，医院里男大夫和女大夫一样多，可是根据原主的记忆，还真没一个女大夫。好了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做了。就他能耐，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。行行行，你和别人相同。我是你二嫂，说你一句还不行啦？行，你说。曹氏回来。曹儿，你是不是把来喜的衣服剪了？要清理伤口，就把衣服给剪了。现在村里说的可难听了，说你对来喜又看又摸，你这几天不要出门。又是不要出门。大嫂，我觉得这样不对。曹氏听甘草这样说，很认真地看着甘草，想听他说为什么不对。我那样是为了给来喜哥治伤，要是别人说什么，我就躲在家里不出门，岂不是坐实了我有别的想法？其实你平时也不怎么出门。那我明天要去买山楂，燕儿他们肚子都不舒服，吃点山楂就好了。那还用买啊？后山多的是，回头让你大哥去摘点。甘草一想，后山还真有。那你就去边上近的那里。好。甘草想，距离最近的山楂树也比他昨天走得远，他刚好可以看看有没有别的药草。杜氏出门打听了一圈，回来脸黑的不能再黑。娘，甘草试探着叫了一声。家里人很少吃肉，吃的多了会吃坏肚子。中午我做饭，做的清淡一点。行，少做点。你二嫂没事吧？饿2顿，吃点清淡的东西就好了。
好。杜氏点头。甘草做饭，曹氏就抢着收拾厨房，甘草就背了背篓去摘山楂。这一路上又挖了不少药材，不过距离村子近的山楂树已经被人摘完了，甘草只好凭借着原主的记忆往深山里走。就在他看到一棵还挂着果的山楂树，准备去采的时候，看到草丛里隐约有个东西。他们这一带的山叫黑龙山，传说是黑龙坠落化成的。甘草想自己不会这么倒霉吧，第一次出门就遇到了野兽。想到这里，他大着胆子往前走了2步。人，确切地说是一个重伤的人。哎，叫了2声之后，甘草想这场景怎么似曾相识。我是秋水寨的村民，我叫甘草，就是来这里摘山楂的。楚凌寒的眼睛动了一下，楚凌寒试图离开这里，但是他按着地面也没有站起来。我扶你，你要去哪儿？楚凌寒无法发出声音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能说话。楚凌寒深吸一口气，扭到一边。甘草看他那倔强的模样，估计是谁家落难的公子，如今正闹脾气呢。我是大夫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那我扶你找个地方坐下。甘草也不强求。这里已经在山里了，甘草找了一块石头扶他坐下。你真不让我给你看病？甘草有些不死心地问。楚凌寒扭到一边。还挺犟。那你自己待在这儿，我去摘山楂了。楚凌寒从怀里掏出一块蓝色的玉牌。给我的？甘草意外。楚凌寒点头。为了感谢我扶你。甘草想，这人也太大方了。这东西一看就不便宜，我就是扶了你一下，受不起。楚凌寒抬头看着甘草。不如这样，我收了你的玉牌，给你看病。甘草提议。楚凌寒心里苦笑，他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也不在意。你别装了，每个人的脉搏都是不同的，尤其像你这么混乱的脉象，你怎么会中这么奇怪的毒？可能是2种非常毒的毒。楚凌寒有些意外，不过是山野的一个小丫头，竟然能看出她中的毒。你这毒一时半会儿我解不了，你住什么地方？楚凌寒看他这么认真的样子，好像可以解他的毒。他心中升起了一股希望，随即摇了摇头。你没地方住？楚凌寒点头。这让甘草为难了。你这情况要先好好养着，我慢慢找解毒的办法。你要是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就麻烦了。楚凌寒在一边找了一支木棍，用脚抹平一块地面，写道：你会解毒？会是会，可是我要弄清楚你中的是什么毒。我可以找住的地方。你这样走路都是问题，怎么找住的地方？甘草打量了一下楚凌寒。你要是相信我，我可以先缓解一下你现在的情况。楚凌寒点头。会有点疼。甘草说着，手握凤眼拳，开始给楚凌寒按压穴位。楚凌寒内心混乱，所以导致他行动受限。甘草用压穴的方法帮他疏导了一下，可以暂时缓解他的情况。楚凌寒一口淤血吐了出来，身体也轻松了很多。可惜没有银针。甘草惋惜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楚凌寒想了想，写道：凌寒。凌寒，凌寒独自开的凌寒，名字真不错。楚凌寒意外地看着甘草。她一个乡野女子，不但识字，还会念诗，只是理解错了。楚凌寒继续写道：我怎么找你？甘草想了想。我家就住在秋水斋的北边，单独一家。你要是晚上还在这里，我就给你送点吃的，刚好我家现在有好吃的。他这段时间的确没好好吃过东西，有人给他送也安全一点。甘草快速摘了山楂就回家，刚好看到一家人围着架子车分东西。
草儿。柳氏看到甘草回来，招呼他去了上屋。看到甘草去上屋，林氏勾头看了看，看见没？老太太肯定给他毒一份。这野猪本来就是草儿发现的，给他毒一份也是应该。不过老太太肯定是听说了什么，问草儿呢。你也大了，兜里该有点钱，这30文你收着。柳氏看甘草那不确定的样子，他们今天一共卖了快3两银子，往年1年也剩不了这么多。谢谢奶奶。甘草一脸欢喜。村里那些人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，那个孙大夫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要是你真把李来喜给支差了，李家会那么轻易放过你？对了，奶奶，我能去镇上吗？行，下次去带着你。你摘这么多回来吃不完的。曹氏看甘草在洗山楂，我打算给做成山楂糕。山楂糕，你什么时候会的？听说的，做着简单，我们试试。那我给你搭把手。曹氏看甘草做事慢得很，姑嫂2个人很快把山楂洗好上笼蒸。等做晚饭的时候，已经在熬了，满院子都是山楂的酸甜味，闻得人直流口水。浪费柴火，别搭理他。一家人开始做晚饭。老太太把家里几个男丁叫到堂屋去了，估计是商量这次钱的事。大嫂，我晚上容易饿，做2张杂粮饼放着行不？大嫂给你做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一家人吃了晚饭又开始干活。男人搓草绳砍柴，女人纳鞋底绣花。三姐怎么也开始绣东西啦？甘草进屋看他三姐也在绣东西。我闲着也没事儿。甘云在绣荷包。我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娘问了，你帮我掩护一下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出去干嘛？我扎萤火虫。那你把1、2带上，不要一个人出门。没事，我多扎一些放在屋子里，屋子里就不会这么暗了。甘草觉得自己编的借口太异想天开了。那你早点回来。好。有月光，外面也不算暗。甘草顺着白天的小路，快速地找到山里的那棵山楂树那里。林寒，林寒！甘草轻轻地叫了2声。林寒拎着2只兔子出现在一边。我给你带了吃的。你哪来的兔子啊？林寒把兔子送到甘草面前。给我的。林寒点头。我倒是担心多了，你会武功，在野外不愁找不到吃的。我给你带了卷饼。林寒对甘草给他带的食物不抱希望，但是吃了一口有些意外。好吃吧？昨天桑园那只野猪是你打死的吧？这就是那野猪肉。你用什么打的？把那野猪骨头都给打碎了。你这气息冲撞，可能有时候会陷入狂躁，不过最好不要动，会损伤经脉。林寒低头吃东西，听着甘草絮絮叨叨地说话。甘草也没指望林寒会回答，晚上写字他也看不见。等林寒吃完了东西，这才带着2只兔子回去。甘云没说，甘家人都不知道甘草出去了。你哪来的兔子啊？林氏去茅房回来，刚好看到甘草拎着兔子回来。捡的。哟，你还真是会捡啊！再捡2只回来给我看看。林氏想，甘草这半夜出去干嘛了？不给。甘草说着就走。2人在外面说话。杜氏已经出来了，看着甘草拎着的2只肥大的兔子。哪来的？昨天他们一家捡了3只野猪，算是一笔横财。今天草儿就拎着2只兔子回来，让人很怀疑。去抓萤火虫，看到兔子打架，撞死在树上了。甘草在路上已经想好了借口。兔子这东西傻嘛，这下坡的时候会把自己摔死。甘荣也出来，看到甘草拎着的兔子。
他这么一说，杜氏也不问了。咱们明天吃爆炒兔丁。他怎么觉得凌寒是他的送财童子呢？三姐，啊，甘云也没睡着。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女人怎么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就算出嫁了，上面也有婆婆看着，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媳妇熬成婆，那也要看下面儿子孝顺不孝顺。我不是说出嫁。甘草怎么觉得他们聊的不是一个话题？我就是想去镇上就可以去镇上，想给人看病就给人看病。去镇上简单，有时间就可以去，等三姐身体好了带你去。甘云以为甘草在想什么。甘草本想和他三姐聊聊怎么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，结果发现自己想多了，三姐根本不会往这方面想。天还不亮，甘家的一天就又开始了。你个贪嘴的烂婆娘，这都是草儿做的，你一个人要给吃完。杜氏突然叫骂起来：这也不让吃，那也不让吃，你们甘家人是存心饿死我，还敢顶嘴！甘茂这会儿刚好去挑水了，不然林氏叫的声音更大。大嫂，娘把女儿接回来，这是要打死家里的媳妇儿。甘草刚从屋子里出来，听到林氏这样说就来气。感情林氏这2天不停挑事指桑骂槐，是因为她三姐回来了。二嫂一个人偷吃，要拉着大嫂一起挨罚。对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你大嫂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媳妇儿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妯娌？我就是吃了点山楂糕嘛，那山里那么多山楂，回头我让甘茂多摘一些还给你们。二嫂，这2天我听你话里话外都觉得你不是甘家人，你也就跟我二哥是一家，甘家别人对你来说都是外人。草儿说的对。柳氏也从堂屋里出来，一会儿甘茂回来，我们就好好商量一下，看他是打算分家还是打算休妻。林氏一听要休妻，吓得脸色惨白，低头不敢说话。娘，就罚他1天不吃饭吧。柳氏没搭理杜氏，还不快进屋去！干活的时候不见他这么积极。还剩多少？你看被他给挖的。吃了早饭，家人都吃一些，健胃消食。行，你去洗脸，娘给你烧了热水，你和你三姐一起洗。当娘的不偏心女儿是假的，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。她端了水进屋，和她三姐一起洗脸。甘云也是时不时的打量一下甘草。我脸上有东西？你竟然没有跟二嫂吵架？我已经说过她了。什么？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今天有她难受的。甘云不理解是怎么回事。甘茂回来就被林氏叫到房间里，等甘茂出来的时候，耷拉着头也不敢说话。有话就说。林氏他就是想吃一口东西，咱家现在也不缺。咱家啥时候苛待过儿媳了？娘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小妹辛辛苦苦做的山楂糕，你奶奶都没尝一口，她一个人就快给吃完了，还就想吃一口。一点山楂，我今天再去摘点儿。在你看来，就一点山楂？甘茂低头不敢说话了。他来参加也2年了，吃懒怕动弹不说，还喜欢嚼舌根。这是想着是你的媳妇，你自己能管好。现在看来，倒是你被他管得死死的。奶奶不是经常交代我们兄友弟恭，夫妻同心。我教导你夫妻同心，不是教导你是非不分，耳根子软。老婆说2句你就唯命是从。柳氏看着甘茂，甘茂不敢说话。林氏是你相中的，家里人想你难得喜欢一个人，给娶了回来。娶她的时候的确比娶你大嫂的时候风光，她不但不感恩，
反倒是觉得自己有本事。这2年除了没直接当家，什么不是紧着他？他呢？曹氏在一边听得鼻子有点酸。自从你三妹回来，他看谁都不顺眼。今天老婆子我把话撂这儿，你们要是想分家就分家，不想分家就把他给休了。是会逼死他的。那我也不会让他这样祸害甘家。甘草在一边听得一阵唏嘘。如果你选择分家，这次卖猪的钱给你们兄弟3个平分了，这原本应该是甘草的钱，你们都记清楚了。你离开了甘家就各过各的，只要到时候负责你爹娘的养老就行了。柳氏已经把事情想得彻底。甘茂低头想了许久，那就分家吧。甘荣意外地瞪着他二弟，看来他二弟是真的和他们家人离心了。你这是让咱们甘家被人笑话呀！我也不想的，你们一天天折腾，我连个好觉都睡不好。行，茂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那猪肉咋分？林氏突然从自己屋子里冲了出来。你这个祸害，还想着分猪肉！甘草看着这一家子，他娘肯定觉得这一切都是林氏的错，不然他们的家也不会散。再看他二哥耷拉着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分就分了。甘泉一直没说话，这会儿起身出门。他娘主意正，既然他娘开口了，这件事没有转圜的余地。爹，甘草出门看到他爹坐在墙角那里。家里把卖猪的钱给分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，我只是遇到了，之后换成银子，是家里人一起努力的，算不得我一个人的。你三姐说你懂事了，是真的懂事了。爹是不是不想分家？甘泉的确是不想分家，自己还在，儿子就散了，谁也不想看到。爹种果树的时候，也不是所有的果都要留着，总要剔除那些不合适的，让剩下的好好长。你是在劝爹？人也不是果树，可以挑挑拣拣的剔除，但是可以换一种相处方式，不是近臭远香吗？分了家我们都能过得好好的，不是挺好？可是村里人怎么看我们啊？我听说一些大户人家，除了嫡长子，其他子孙一旦成年就要出去过，毕竟是一个单独的家庭了。我们家以后也会成为大户人家。你这丫头还真是心比天高啊。甘草笑了起来。他爹没事了，甘草回去帮大嫂收拾厨房。草儿，你过来。柳氏看到甘草从外面回来。奶奶。甘草应了一声，过去。你这山楂糕奶奶尝过了，味道不错，我和你娘商量着做了去镇上卖。真的？甘草开心。这是太酸了，放点糖就好了。糖多贵呀！要是有糖，我们就直接卖糖了。哦，甘草想可以放一些甘草，他还不知道甘草什么价。一会儿你带着嫣儿他们去摘山楂，不要跑太远。好。甘草看家里人没有去地里干活的意思，估计今天真要分家了。我一会儿去找李正看地。甘泉从外面进来，带上老二，省得到时候又要说我们亏待了他。甘草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，收拾好东西，带上嫣儿和灿儿去摘山楂。小翠，甘草找到山楂树，看到小翠和苏潇在那里有说有笑的摘山楂。李小翠看到甘草，眼神闪烁了一下。你也来摘山楂？你还有脸出门啊？如果我是你，找根绳子吊死了干净。甘草看着苏潇，这人也是够恶毒的。你哥哥是秀才，我哥可是秋水寨唯一的秀才，
不像你哥，上了这么多年学堂，连个秀才都没考中。那怎么有你这么一个没涵养的妹妹？看来你哥也不怎么样。甘草也很嫌弃。苏潇生气，你大嫂刚生了孩子，你大哥还躺在床上呢，你就有时间陪别人出来玩？甘草看着李小翠，人家的事要你管。我问别人一点小事你就不让管，倒是有脸说出让别人生死的事。你们苏家就是这样当人的？我们苏家怎么样轮不到你来说。苏潇急了，我也懒得说。甘草说着就带着嫣儿和灿儿去一边。苏潇气得牙痒痒。算了，他现在就是破罐子破摔了，我们不要搭理他。李小声说，虽然他声音很小，但是甘草还是听到了。这个李小翠和原主关系很好，如今完全不搭理我，却和苏潇走得很近，难道……往深山里走，山楂树也多一些。甘草找了棍子打，嫣儿和灿儿在地上捡。灿儿突然叫了起来，甘草看了过去，看灿儿把一条蛇给甩了起来。我看看。甘草慌忙过来看，看灿儿的手臂上被蛇咬了2个牙印。他看了一眼翻滚了一下要爬走的蛇，好在没毒。等着他带着2个孩子回去，甘灿被蛇咬，让曹氏担心不已。早知道让你大哥去了，这也太危险了。以后我一个人去，我没事儿。甘草想，带着2个孩子是麻烦了点。别劲的带着你二哥看好地方了，准备给你二哥盖房子了。分家这事儿应该是确定了。还给盖房子？总不能让他们2口子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也是。大嫂也想分家吗？你大哥是老大，我们肯定要跟爹娘一起住的。我听二嫂抱怨最多的就是一家子拼了命的供4哥读书，大嫂就不生气这个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好事，以后就算老4不能考取功名，也是一个读书人，去做个账房什么的，对家里也好。甘草没想到他大嫂还挺想得开，连种庄稼都要辛辛苦苦1年呢，谁能摆得好处？曹氏又解释了一下，这样甘草就放心了。林氏肚子难受的躺在床上，哎呦哎呦的叫个不停，家里也没人搭理他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甘泉黑着脸戴着干帽回来。爹，老二，收拾一下吃饭了。听到屋子里林氏的哎呦声，他先回房间了。叫什么叫？还没死人呢，叫的一个村的人都能听到。做什么呢？昨晚草儿捡回来的那2只兔子给炒了。老二，吃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甘茂才出来。草儿，你二嫂肚子实在难受，你给你二嫂看看吧。二哥，不是我不给二嫂看，是二嫂根本不听我的。昨天不让她吃那么多，她不听，吃得上吐下泻。我又给她说让她先不要吃东西，她把那1盆山楂糕都吃了，我能怎么办？草儿说的对，她这情况饿2顿就好了。甘茂有些犹豫地看了屋子一眼，林氏在屋子里东西乒乒乓乓地响，也不知道在摔打什么。李家村头那宅院要卖。甘泉坐在台阶上犹豫了很久，和杜氏商量。为什么？那宅院可是他们家辛辛苦苦盖起来的，用的全是砖瓦，说过年就搬进去的。还不是因为李来喜的伤，大夫说想要下床要花不少银子。不用吧？甘草刚好从屋里出来，伤的也不是很严重，治好一点，养2、3个月就好了。你可别乱说，到时候他出事了又要赖到你身上。我看老二是相中李家的房子了。他怎么不上天呢？甘草不太了解这些事情，去厨房清洗药罐去了。我们家也买不起啊。买得起就要给他买了，家里为了他一个人都不活了。我看这家分了挺好。林氏在屋子里听得清楚，想
想这甘家人果真对他们不好，以后别想让他孝敬。甘草下午去摘了菜，又把山楂糕给熬了，结果还没熬好山楂糕，甘灿就从外面哭着回来了。我就舔了一下，他们说我舔的太多，就打我。什么舔了一下？甘草看着哭得快断气的甘灿，疼！这也太不讲卫生了。你想吃糖？那你等几天，姑姑给你做。姑姑会做糖？应该会吧。要是姑姑做的不好呢，就给你买。你不要哭了。好。你刚才是装的吧？甘草好不容易把甘灿给哄好了，他大嫂回来，听说甘灿因为舔了一口糖被别的孩子打了之后，躲在屋子里大哭了一场。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这样。甘草也是无奈，好像每个人都不容易。草儿，这山楂糕真的能卖钱，我也不知道镇上的人能不能买得起。甘草有点怀疑这里的消费能力。咱们去试试，这种小吃食也不用家里男人去，娘和奶奶年纪大了，咱们去。甘草有些意外地看着他大嫂，怎么觉得他大嫂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好，对了，大嫂，我看山上有无患子，村里人怎么不用它洗衣服？什么叫无患子？就是油患子。曹氏听得更迷茫。就是搓搓和起泡的那个东西，那东西羊都不吃，但是可以洗衣服洗脸，回头咱们也捡一些回来。好。曹氏想，这草儿怎么突然知道这么多东西？甘茂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最后还是开口了。爹，盖房子要很长时间，李正那院子，你咋不要皇上的金銮殿呢？现在把甘家人都卖了，也不够给你买那个院子，你把甘家的人都卖了吧。甘茂知道这个要求太过分，但是林氏闹得厉害。这些年要不是为了供老四读书，我们家也不至于住这么破烂的房子。嫌弃自己家了？我看你出去是能吃星星还是能吃月亮？本来就是，一年少说4、5两银子，都攒下来就能买那个院子了。我让你买院子，我让你买院子！甘泉追着甘茂打，以往甘泉动手，杜氏都会出面拦着。这次他想拎着一边的扫把和他男人一起打，自己怎么就生了这样一个儿子？甘草顺着门缝看，不知道这要打到什么时候。你又着急出去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我运气挺好的，出去说不定能再捡2只兔子。那你带着大哥一起去，说不定还能捡到野猪。三姐，你在取笑我？那你跟我说，你到底出去干嘛？甘云狐疑地看着甘草。真不干嘛？草儿，三姐知道你也委屈，不过人要往前看。甘云是担心甘草想不开。我看着呢。甘草不知道他三姐这意味深长是什么意思。三姐，如果娘问起来，你帮我掩护一下。甘草说着，拿出藏在柜子里的篮子，悄悄地离开。他轻车熟路地来到那棵山楂树下面。林寒，林寒！甘草叫了2声，楚林寒从一边的草丛里出来。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不过你得等一会儿。这是你昨天给我的兔子，中午我们做了爆炒兔丁，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份。楚林寒坐下，还有这个山楂糕，我自己做的，你尝尝。楚林寒看着甘草那开心的样子，没有拒绝。他尝了一口山楂糕，的确不错，就是有点酸。有点酸。楚林寒在吃东西的时候，甘草又开始说自己的无奈。楚林寒吃完，拿着木棍在地上写道：明天不用来了。甘草低头眯眼，愣是没看清楚是什么字。你要走了？
去办点事情。哦，你现在最好是休养，不要奔波。楚凌寒点头。那我……甘草起身准备帮楚凌寒压血，可以缓解一下他身体的不适。楚凌寒突然拉着甘草避开，等甘草扭头看到他们之前的地方竟然有一条蛇。甘草奇怪，这条蛇3尺多长，不可能主动攻击人类，难道是受什么刺激了？楚凌寒抬手就要制服。抓活的，这是一条毒蛇，它的毒最珍贵。你今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了，我觉得有些反常。楚凌寒点头。甘草悄默默地回家，被等在那里的林氏撞了一个正着。好啊，大晚上的出去干嘛啦？林氏扯着嗓门叫了起来，唯恐别人听不到。捡蛇。甘草提了一下树枝，虽然蛇不大，但是5、6条穿在一起还挺重。林氏惨叫一声，吓得腿都软了，扑通一下摔到地上。甘家人听到动静已经起身，再听到林氏的惨叫，慌忙跑了过来。草儿，你怎么用蛇吓你嫂子？我没吓她，是她问我出去干嘛了。我白天下了陷阱去捡蛇。你抓蛇做什么？做蛇羹。造孽！咱们家不吃这个，明天到镇上卖了。那我能去吗？甘草眼睛亮了。行。不要动这个瓦罐，里面是活的毒蛇。明天就可以去镇上了，看看能做什么。秋水寨距离五华镇10来里路，走着要1个多时辰。甘草十分激动，听到院子有动静就翻身下床，到外面一看，是大嫂起床了。草儿，你跟奶奶说说，我跟你们一起去镇上，把那山楂糕带着，看看有没有人买。曹氏和甘草商量。好。柳氏听甘草这样说，也没有拒绝。若是这山楂糕真能卖钱，家里又多了一个来钱的门路。3人收拾了一下，时候已经不早了。到村口，看到于老头赶着牛车在村口等着。哎呦，听说你们甘家发达了。哎呦，一年到头啊，地里跑口吃食的日子，发达什么呀？3个人。他说着拿出6个铜板。哼，一家人都舍得坐车了，不是发达了是啥？于老头看向甘草拎的袋子。哎，里面装的啥呀？蛇。甘草直接说。你个小丫头，怎么拿那种东西？死的。不行不行，你们带着蛇啊，别人就不敢坐我的牛车了。今天你的车我们包了，一共20文。柳氏又拿出4文钱，剩下的回来给。你把那蛇往后面放放。好。甘草点头。于老头不自觉地又看了甘草一眼。这丫头从小就娇气，谁说她一句不对就开始哭啊？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？坐好了，我们走。于老头说着就赶起了车。奶奶，那里就是李正家的新院子。可不是嘛，李家2、3年辛辛苦苦的盖了这么一个院子，可惜没福气住啊。牛车比人快许多，他们到了五华镇时候还早。你们去吧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。柳氏带着曹氏和甘草去集市上。今天刚好是五华镇10天一次的大集，比平时热闹不少。曹氏要卖山楂糕，甘草要卖蛇，2个人去的不是一个地方。你就在这里等着，我带着草儿把蛇卖了就来找你。柳氏带着甘草去菜市那边。今天大集，来卖东西的人很多，他们只能找了一个边角的位置。奶奶，这要什么价合适啊？
你在这等着，我去问问行情。柳氏也不知道。柳氏离开，甘草把蛇放整齐，就四下张望。几个人围了过来，甘草看他们的样子，警惕起来。沈铎歪头打量了一下甘草，这种地方还有这么水灵的姑娘。哎，这蛇是哪来的？抓的。甘草说着认真，看起来却有点呆萌。你家有捕蛇人？没有。那你一个小姑娘哪来这么多蛇？捡的。沈铎示意了一下。卢超蹲在地上捋了一下蛇，都是死于昨夜，7寸受创。卢超回禀：你买不买？不买不要耽误我做生意。小姑娘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就是找捕蛇人，只要能捕到我们想要的蛇，报酬丰厚。有多丰厚？甘草想自己抓的那条毒蛇，不知道他们要不要。50两。什么蛇？黑眉锦腹蛇。那不就是他抓的毒蛇？50两。甘草不确定地问了一声。沈铎想，小姑娘就是好骗，那蛇在深山里，想抓到并不容易。1条。对。沈铎很确定地点头。那甘草把后面放的罐子往前一放。黑眉锦腹蛇。这次轮到沈铎懵了，还真有。小姑娘，你可不要骗人，那蛇可不好抓。我刚好捡了1条。捡的？沈铎想，你再给我捡1条看看。我放出来给你们看看。别！沈铎的脸色煞白。你们站前面。沈铎身后的人立马护在沈铎前面。胆小鬼。的确是黑眉锦腹蛇。卢超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沈铎也不尴尬。死了？活着的，过一会儿就跟之前一样了。你赶紧给放罐子里。甘草把蛇丢到罐子里，然后捧到沈铎面前。沈铎距离那罐子远一点，看了卢超一眼。卢超接过罐子。50两。给钱。卢超掏出1张银票。我要银子。甘草直接拒绝。卢超以为是村姑，没见过世面，就掏了1包银子出来给甘草。甘草掂量了一下，还差5两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差5两？属下身上的现银就这么多。你们谁身上还有？沈铎狐疑地看着甘草，这丫头到底是干嘛的？谢谢惠顾。甘草捧着银子，给个礼貌的鞠躬。哎，你要再捡到黑眉锦腹蛇，也给我送来。好。他终于有银子了，只是这银子要不要给他奶奶，或者说给多少？草儿，柳氏叫着回来，看地上光光的。蛇呢？卖了。哦，你怎么这么快就给卖了？卖了多少钱？我听说这2天镇上高价收蛇，1条能卖30文呢。奶奶，我们一边说。奶奶。甘草把钱袋子塞到他奶奶怀里。这是什么？哪来的？卖蛇卖的。甘草没给自己留，他想看看奶奶能给他留多少。他们要那条毒蛇，说给50两，我就给卖了，没卖便宜吧？哎呦，傻丫头啊！那些拿命做事的捕蛇人，1条蛇也就几两银子，少见的剧毒蛇也不过10两，你那1条卖了50两。他们可能是于大爷说的贵人。草儿，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银子你拿出来给我了，我肯定要用到家里的。我知道。只是这银子不能让家里别人知道。你4哥读书花钱，到时候要进京赶考的话更花钱，家里要提前准备着。现在你2哥又闹着分家，
若是知道有这一笔银子，你二嫂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不过你放心，这里我给你留10两，给你当嫁妆。奶奶，我想买点东西。你想买什么？看到甘草来药铺，柳氏想到甘草要给甘云买药的事，心想他真是一个好孩子。我要一副银针。药童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不确定地看着他。什么银针呢？就是针灸的银针。哎，大夫，有人要买银针。孙文健有些慵懒地从里间出来。要什么？银针？对，就是针灸的银针。你要银针做什么？你们家有没有？小姑娘，银针可不是随便买着玩的，而且贵得很。多少钱？甘草就想要1副银针。10两。甘草看向他奶奶，想自己刚好有10两。孙文健一脸嘲讽地看着他们。这种穷酸的乡下人，别说10两，1两都拿不出来啊！买。孙文健眼睛亮了起来，抬手就要去拿银子。银针呢？银针可不是普通的东西，你们先把银子付了，1个月之后来拿。哼，没有银针就想收银子，做梦！那银针可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买到的，你们要是不先付银子，那就别想买到银针。那只能证明你这里连银针都没有，还当什么大夫啊？奶奶，我们走。哎，孙文健那叫一个惋惜。等走远了，柳氏才小声说：“镇上东西不多，回头啊，咱们去城里，那里东西多，肯定能买到的。”那我能不能买一些糖？行，你想买什么都行。2个人买了糖，就去找曹氏。看到曹氏站在那里，不过山楂糕已经卖完了。娘，草儿，山楂糕卖完了？卖完了，一个贵公子全给买了。是不是穿一身葛金紫锦袍的贵公子？是紫色的。曹氏也不知道什么叫葛金紫。你认识？我的蛇也是他买的。这样，柳氏还以为甘草认识什么贵人了。这银子你收着，给3个孩子买点东西。这有1两，收着吧。柳氏示意。曹氏有点不敢拿。还是奶奶收着吧。回头你娘问起来，就说是我准的。看来这山楂糕可以啊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细一点的瓷胚卖，还有糯米纸。行。我能不能给孩子买点糖？我买过了，2大包，都是给央儿他们的。曹氏没想到甘草惦记着，感激地看了甘草一眼。得了好处，回头嘴都严着点儿，别在外面炫耀。本以为他们带的东西要1天才能卖完，结果不到中午就卖完了，就出去找于老头。找了半天，连牛的影子都没找到。这个于老头，莫不是去拉别人了？反正时候还早，不如我们走回去。也行。等于老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再说今天没太阳，也不怎么热，3个人就这样往回走。快到旧义庄的时候，甘草远远的就看见一个人扁担上挂着一只细长的东西。奶奶，我们歇一会儿。你干嘛去？我就看看那个是什么。那我们歇会儿。老乡，你这水貂卖不卖？卖。多少钱？15文。老头一看真有人买。你还要不要了？要啊。那边他们还抓了几只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拿来。那你等着。你要这水怪干嘛？没有2两肉，皮子还做不了1条围脖。我有用。你要是想要，回头让你大哥下几个鱼笼，这东西偷鱼吃，容易钻到鱼笼里。我已经跟人家说好了。你想买就买了。那奶奶给点钱呗。甘草兜里如今只有15文了。还价，别让人给骗了。对哦。
甘草想，自己怎么就不还价？曹氏心里惊讶，奶奶管家一分一毫都算得仔细，怎么给甘草钱袋子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？三个人正说着，远处走来一群人，领头的抬着猪笼，里面装了石头和一个捆绑着的女人。咋了？甘草好奇的想看。进猪笼有什么好看的？进猪笼？奶奶，让甘草看看也是好事。什么好事儿？若无男子，女子何以犯淫戒？出了事，却只把女子置于死地。草儿，你可千万记住了，不要犯这样的错。奶奶，我们救救他吧，没有律法规定要把人处死。律法没规定，但是族里的人确定了，县太爷也不会管这件事儿。甘草想去阻拦，他不能看着一个人就这样死在自己面前。你看见没？走在他身边的是他家人，他家人都要把他进猪笼，你怎么救？就在他茫然的时候，抬人的队伍已经走远，一直到拎了3只水貂的老头跑过来，甘草才回过神来。买的多了便宜一点，3只40文。行吧，行吧。付了钱，3个人继续赶路。曹氏担心地看向老太太，这孩子心善，没经历过这事儿吓的，晚上我给他叫叫魂就好了。等回到家，甘草默不作声地回自己房间。怎么了？三姐，我遇到进猪笼的了，他们真的要把人放在猪笼里淹死。我以为是什么事儿，把你吓成这样。什么叫把我吓成这样？甘草看着他三姐那毫不在意的样子。你不要怕，被进猪笼的都是犯了淫戒的，那种女人就该死。若有一天我被人玷污，你们也会这样对我？甘草盯着他三姐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莫说被人玷污，就是坏了名声都不好嫁人。甘草知道他三姐的答案了。那他家人呢？他把甘家人当成他的家人。若他们知道自己如今已经有了身孕，会不会冷漠地送他去进猪笼？好了，不要想那么多。甘云觉得甘草的反应太大了。走了半天，我累了。草，杜氏在外面叫了一声。昨天有人去山里被蛇咬了，你们今天不要去摘山楂了。好。甘草应了一声。今天早上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吃肉了，而且二哥好像又和家人生气了。莫安哥哥，你看我这个绣的怎么样？我一个男子不懂这些东西，你和仙儿说吧。莫安哥哥是嫌弃我绣的不好？怎么会？实在是我真的不懂。甘草的心情不好，可是看到这样一幕，还是有点想笑。谁？甘草慢慢的走出来。草。草儿也来了。我来找小翠。你也好久没找仙儿了，又和她闹别扭了？我和她向来不和，就是小翠总想让我们一起玩。仙儿有些任性，你不要和她计较。不来往就行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甘草说着，走到李小翠身边。你哥怎么样了？我哥吃着孙大夫开的药，看着好多了。李小翠不看甘草的眼睛。苏慕安就这样被忽略了，他有些尴尬地颔首离开。不管是李小翠还是甘草，苏慕安都没打算去。他想等他金榜题名，肯定有很多大家闺秀抢着要嫁给他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甘草又没打算给李来喜看病。那天我在月亮堤等苏慕安的时候就想通了，觉得我伺候不了读书人，就不喜欢他了。啊？你是不知道，因为我四哥读书，我家过得那叫一个紧吧，我以后可不想过那样的日子了。啊，李小翠这样应着，心里窃喜。你喜欢他，就让你爹去说说，万一他进京赶考了，
不是要耽误很长时间？我没有。李小翠还是否认。对了，那天我从月亮堤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，他说你在月亮堤等我，要不是我刚从那里过来，就相信他了。怎么可能？他认错了吧？可能吧。最近我一直好奇，还想去问问他是怎么回事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可能是认错人了。那他为什么说是你？他骗人的，可能是知道我们两个关系好。也对，我还是叫上我哥去问清楚，万一他对你不利怎么办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天天晚上不出门，肯定不会出事的。小翠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就这样定了，我回家找我哥。李小翠想阻拦，可是甘草已经走远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甘草并没有走远，转身看了李小翠去的方向，跟了过去。甘草避开那些人，走了小路，然后看着李小翠进了李四娃家。李四娃是村里有名的无赖，但是他是李家人，父母双亡之后得了看宗祠的差事，天天游手好闲，人人嫌弃。想到李四娃的为人，甘草想，李小翠不会是打着帮他约苏蒙安的名头把李四娃给找过去了吧？难道原主怀的是李四娃的娃？想到这里，他转身回家。李小翠晃了好久才把李四娃给晃醒。小翠儿啊，最近咋一直不见你人呢？你那天跟甘草说我在等他。什么等他呀？李四娃一脸迷糊。就是我让你去月亮堤那天。嗨，那天我去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他说着摸着下巴。哎呀，你啥时候再把甘家那小妮子给骗去？你叔也老大不小了，也不能一直打光棍儿啊。甘草在骗我，那甘草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想到这里，他起身就走。哎，小翠儿！甘草回到家的时候，家里人已经回来的差不多了。你去哪了？出去走走。甘云怎么觉得甘草是生气了？三姐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没有什么打算，大哥大嫂若不嫌弃，给一口吃的，这辈子就过去了。你就没想过再嫁？你今天怎么突然说这件事儿？毕竟三姐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很长。河里的女人也有再嫁的，但是能找到什么好人家？不是给人当续弦，就是那种一把年纪都还没找到老婆的，嫁给那样的人，不如不嫁。那换个地方好好生活呢？换个地方，能去哪儿？我一个女子，肯定不能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啊。去别的地方，肯定要被人欺负。城里呢？甘草觉得城里人多，机会也多一点。城里要查户籍，去得远了要有路引，不然我们县城的大门都进不去。甘草没想到会这么麻烦，怪不得他们家不想离开秋水寨。别想这些没用的，分家的时候都闹腾，等过一阵子就好了。甘草觉得自己好不了了。外面说着说着又吵了起来。什么男人啊你？草儿，那野猪是你发现的，你也坐在这儿。老二要分家，在这个家里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不是我，那你是不分家？要我说，这样的不孝子断绝关系，赶出去就行了。这个时候就这么闹腾，老了还能指望？我没有。甘茂又想辩解，甘草更加觉得他奶奶不简单，做事这么果决，想得这么通透，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普通的村里老太太。现在事实就是这样，你要分出去，应该是你父亲主持，但是家里的银钱都在我这里，这些银钱也是一家人攒起来的，就坐在一起说。柳氏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下，家禽牲畜也都在其中。如今你的房子还没有修，
就全部折成银子分给你。柳氏说完，看着甘茂：“你可有异议？”“没有，没有。”“闭嘴！这里一共4两3钱，大部分是草儿发现的野猪卖的。如今这样分给你二哥，你可愿意？”柳氏看向甘草，甘草想了想：“如今这样分家，也是撕破脸了。不如连爹娘养老的事情也一并说一下。爹娘多少岁之后，二哥一家每个月要给爹娘什么东西。”甘草慢慢地说，他并不想掺和这件事，但是问到他这里了，他总要发表一下意见。草儿说的对，那就你爹娘50岁之后，你们每个月给20文孝敬。20文？那他们活到7老8十，我们得给多少钱？我们甘家怎么娶了你这样的毒妇？现在就诅咒公公婆婆早死！甘茂，这孝敬钱你可愿意？那要是生病了什么的，我可还要出钱。我一个人出。甘荣气得牙痒痒。自小一起长大的弟弟，平时都是让着他，现在说这话也太让人心寒了。大哥他自己说的。行，既然分了家，就各过各的，以后老四读书的钱也不用你出。柳氏可不想老四被他们2口子给赖上。那老四要是发达了呢？老四发达了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甘家的苦都让别人吃，肉都给你吃？那我以前有供过他呀。行了吧，就你做那点事儿，还不够你一个人吃饭的。甘茂有些不服，但是没有反驳。那这文书要再写一下，没有异议就让你爹去找李正来，你和林氏拿了银子就可以走人了。柳氏一点都不留恋，虽然说1个月每人10文，积累下来不少，但村子里60岁的人没几个，甘茂就痛快地点头答应了。甘泉就硬着头皮去找李正来当见证。李章这2天因为他儿子的药钱挣头大，觉得甘家最近的事实在太多，来走了一个过场就要回去。李叔，啥事儿啊？其实来喜哥的伤只要养着就好了。甘草作为一个医生，还是提醒了一下。你懂啥呀你？那是我们李家的独苗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了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李章气呼呼地离开。甘草无奈地吐了一口气，这事他真管不了了。他一转身就看到二哥和林氏欢欢喜喜地离开。林氏路过甘草的时候，还冲他翻了一个白眼，那叫一个得意。甘草又无奈地摇头，能怎么办呢？人都是求什么得什么。等他回到家里，看到他娘坐在桌子那里，眼眶红着。曹氏在厨房做饭，甘草走了进去，看他拿着烧火棍发呆。大嫂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，今天柴火有点潮，不好生火。大嫂是在想二哥分家的事吧？大嫂放心，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日子总要有个奔头，万一你4哥成秀才了，咱家以后就要风光了。吃了饭，甘荣就又去地里看庄稼。今天分家，有些地也分给老二了。等到庄稼熟了，他们要自己收。你说他们夫妻俩这个时候出去能去哪儿？村里也有空的房子，先花点钱租一段时间，等他的房子盖好了，自己搬进去就行了。唉，村里这么分家，也没像我们家这样的。杜氏说着又开始叹气。甘泉知道村里分家没有这样分的，他想到这里，抬头看了甘草一眼。甘草坐在院子里发呆，他想自己怎么才能从这个家里分出去呢？草儿，你看一下亮儿，我去河边把衣服洗了。你一会儿给鸡圈清理一下，粪堆到后面。带着链儿。杜氏叮嘱。杜氏看甘草一言不发，带着链儿去清理鸡圈，
不自觉地多看了一眼。这丫头还真转性了。这几天闻着家里的各种味道，甘草也习惯这样的味道了。清理了鸡圈，把鸡粪拎到后面堆肥。谁知道一动一边的松毛，好几只蜘蛛跑了出来。娘！甘草看着那蜘蛛叫了起来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蜘蛛？一只蜘蛛怕什么呀？这蜘蛛有毒。别瞎说，睡觉梁上还不爬几只蜘蛛啊？你把肥堆好，去看鸡都进圈没有？杜氏说着就走。甘草看着那蜘蛛，蹲下仔细看了看，确定那蜘蛛有毒，然后回头看看他娘离开的方向。秋水寨的人都这么彪悍的，谁家房梁上都爬几只毒蜘蛛？想到这里，甘草去一边的干柴上抠松香。你干什么去？我甘家的儿子去林家像什么话？我去把他给找回来。你这是要闹大亲家去？分家了就各过各的，你就是当爹的也不用管。可是甘泉生气，林氏也就看中了那点银子，银子没了，他们就消停了。要是那些银子没了，他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啊？都分家了，还管他们怎么过日子？甘草想，幸好不是说他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了，引得别人纷纷看了过去。这是不是要下雨了？地基这么湿。这2天闷得厉害，的确像是要下雨了。你们明天先去把半山那块苞米给收了。我今天去看了，要过2天才行。要是下雨怕发芽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甘草摩挲着林寒给他的玉牌，想着玉牌能卖多少钱。你睡不着？没有啊。要不是我回来，咱家也不会分家。三姐，你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。你看二哥那样子，估计是想分家想了很久了。他不知道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，咱家日子就没法过了。他还是想多拿钱，根本没有想咱们家会怎么样。是一家人就要先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他们2个天天想着自己亏了，好像不管做什么都是为别人做的一样。那就分家让他们自己过。甘草说着有些生气了。甘云不说话了。哎，三姐，你认不认识常年卧病在床的人？咱们村春来他爹躺床上10几年了。我说的是年轻人。甘草想自己陈述的不够清楚。年轻人？甘云奇怪，你想做什么？甘草想救命之恩让对方以身相许，就他现在的情况，一定要找个信得过的人才行。我就是问问。要说年轻人，泽庄有个叫段小光的，自小体弱多病，天天走路腰都站不直，家里花了大价钱给他找了个媳妇，他还打媳妇呢。没有成亲的。你这到底是要找什么？我不找了，睡觉。一大早，大嫂就起床准备一家人的吃食。甘草起床的时候，水已经烧开了，给你倒了热水，你快去洗脸。我们上午要去收苞米，你在家里把午饭做了给送去。一家人正在吃早饭，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嚎啕大哭。怎么回事？听说春来家儿子死了，全身青紫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好好的怎么突然没了？杜氏想，春来也是可怜，有那样一个爹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儿子，就这样没了。甘草起身就往外走。你去哪儿？我就去看看。哪都不许去。你忘了李来喜受伤的时候，那些人是怎么说的？我得去看看他是怎么死的，万一村子里还有人因为这个原因死了怎么办？那也和你没关系。奶奶。甘草看向柳氏，我早儿去看看。杜氏还想阻拦，但是知道阻拦也没用。谢谢奶奶。
李春来家也住在秋水寨边上，这会儿他家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。怎么死的？不知道啊，昨天还和狗剩他们在捉泥鳅呢。这浑身青紫的，不会是被吸干了精气了吧？哟，咱们村是不是来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？众人探头议论纷纷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！他怎么来了？谁知道呢？不过柳氏在秋水寨是个能人，他要到前面，没人拦着他。春来媳妇，节哀。赵氏听到柳氏这样说，哭的声音更大了。我可怜的儿啊！甘草的目光却落在尸体上。我真是中毒了。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快出去！快出去！我就想看看吉娃是怎么死的。怎么死的？还不是你招的晦气给害死的！那天要不是甘草保他儿媳母子平安，又保住了他儿子的命，李章肯定要把甘家给赶出秋水寨。李正，吉娃死的蹊跷，我们要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村里别人再出事了怎么办？小孩子夭折，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？李章不想搭理甘草，一个黄毛丫头，动辄就敢和他叫板。你说是我孙女招来的晦气，又说小孩夭折很正常，这话里里外外都让你说了。我孙女也是为了咱们秋水寨好，不然在家里不出来，省得听你这埋汰话。李章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是他和柳氏比是后辈，也不好说什么。那看出点什么了？春来嫂子，我看一下。甘草掀开草垫开始检查，翻过吉娃身体的时候，赫然看到他后颈上有2个并排的伤口。不会是被蛇咬的吧？是蜘蛛。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蜘蛛啊？我们秋水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啊？人群里难以置信。对啊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蜘蛛啊！我听说黑龙山深处倒是有这么大的蜘蛛。众人议论，也相信了甘草说的。李章觉得丢了面子，抬手就要去摸那蜘蛛。别摸，有毒。都死了，能有什么毒啊？那村里不会还有这样的蜘蛛吧？应该还有，不要靠近，就不会咬人。吉娃很有可能是睡觉翻身的时候压到了蜘蛛，就被咬了。众人点头。大家回去拿松枝熏一下屋子，床头放一些松蜡，蜘蛛就不会靠近。哎呀，都是苦命人。柳氏带着甘草离开，外面的人也纷纷离开。他们出门的时候，李四娃一个趔趄，差点撞到甘草身上。走路不长眼啊！不会走路就不要用腿了。李四娃一脸讨好的笑，他那是故意接近甘草的，娶不到家里能蹭一下也是好的。甘草这会儿头脑无比的清明，不是李四娃，那会是谁？那天在月亮低的还有一个人。刘氏拉着甘草离开。草儿，你愿意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好。你现在名声不好，别人看不起你，要是你能力强，自然有那些好的人家娶你。只是这路不好走，你要顶住很多压力。柳氏有些心疼，也就这样的地方，把女子压得死死的。若是权贵人家，女子也没有这诸多限制。前朝有位皇后还是寡妇在家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奶奶知道富贵人家的生活，戏文里听的。甘草看他奶奶不想说，自己也就不问了。哎哎！沈铎看到甘草，老远就开始叫。甘草扭头看了一眼，奶奶，那个就是买了我蛇的公子。柳氏打量了一下，沈铎已经跑过来了。漂亮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沈铎几分玩笑地说：“老人家好。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”我姓沈，叫沈铎。
还不知道漂亮姑娘叫什么名字？甘草。甘草直接说。姓什么？沈多想这丫头不实在。我姓甘，叫草。哦。沈多不好意思了。你们来我们村干嘛？之前买了你的蛇，我就想肯定是这一带有蛇，就来找找这里的李正，看看能不能再收一些。哦。甘草想这货也不傻。叫蜘蛛表，毒蜘蛛。毒蜘蛛？沈多的眼睛亮了。要啊！甘草狐疑地看着沈多，这家伙果真是找毒物的。那村子里突然出现这些有毒的东西，会不会和他有关？你是不是派人进黑龙山抓毒蛇了？甘草好聪慧啊！先前我派了几十个捕蛇人到黑龙山抓蛇，结果遇到了瘴气，捕蛇人死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跑了。我还以为这次要无功而返了。那你说毒蜘蛛多少钱一只？别人1两一只，你嘛2两一只，怎么样？沈多表示，谁让你长得漂亮呢？好，奶奶，我们去找李正。哎，你不会想赚差价吧？沈多叫了起来。这丫头看着不怎么说话，怎么感觉是一个鬼机灵啊？为什么不赚？沈多听到他这样说，反倒笑得更开心了。公子，你这就是标准的冤大头。卢超有些同情地看着自家公子。你懂什么？有什么比美人一笑值钱？甘草一到李正家，就看到李正的手肿得像一颗馒头，还泛着青紫色。李章看到甘草也很尴尬。你来做什么呀？李伯可想好了，你这毒还在蔓延，就算人没事，手可能保不住了。甘草想，愚昧还嘴硬，活该受罪。你有办法？我试一下，拿一根棉绳，还有绣花针来。苗氏慌忙去拿，很快就拿了出来。手臂露出来。甘草连续按了手臂上的几个大穴，然后用棉绳把他手臂勒住。拿个碗。苗氏慌忙拿了一只碗出来。甘草刺破李章的手背，流出来的都是黑色的血。这一幕刚好被进来的沈铎看到了，眼睛都看直了。这丫头竟然这么厉害！拿纸笔来，麻烦写一下药方。甘草看向沈铎，沈铎连忙坐下帮着甘草写药方。他也学过一点医术，这用的都是普通的药材，不过配方是真精妙。让人去镇上抓3副回来。苗氏不敢耽误，慌忙请人去镇上抓药。等放了血，李章的手看起来好多了。这位公子有什么事儿啊？听说你们村有毒蜘蛛，我愿意1两银子一只购买。我出1两1钱。甘草当着沈铎的面截胡。沈铎看向甘草，甘草那叫一个得意。哎，好，我这就让村民给公子找。李章一脸激动，没想到这毒蜘蛛这么值钱。那就有劳李正通知村民。李伯，我出1两1钱。你们甘家有钱吗？沈铎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。甘草扭头看向沈铎，气呼呼地离开。他一进家门，就看到他奶奶坐在屋檐下面，好像是在等他。奶奶，李正没答应帮你收毒蜘蛛吗？他之前抓毒蜘蛛手中毒了，我还帮他解毒了呢。受人以恩，不能图报。我没想到他会报答，就是沈铎出1两，我出1两1钱，他还是选择跟沈铎合作。女子就是会被这样对待，你可怕了。怕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可是这样赚钱的机会不多。那就去争。奶奶要去干嘛？你直接去村里人手里收。你说李章手中毒了，抓那毒蜘蛛应该十分危险。你知道怎么抓吗？知道。你直接去村民手里收，告诉他们怎么抓。柳氏说着，
拎着铜盆就出去，甘草跟着就出去。大家伙儿，我甘家收毒蜘蛛，1两1钱1只，愿意抓了卖给我们甘家的，我孙女会告诉他怎么抓。1两1钱1只，那毒蜘蛛竟然那么值钱！众人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这个时候，李章也过来了。哎，你们聚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甘家收蜘蛛，1两1钱1只。他们甘家有钱吗？都是一个村的，我人又跑不了，我出得了这么高价，自然是做得了这件事儿的。对啊。一边的人点头。我这里啊，有个贵公子收毒蜘蛛，虽然是1两银子1只吧，但是拿了蜘蛛就直接给现银。你那手在春来家里摸了毒蜘蛛，这会怎么样了？刘氏知道这些人都惧怕李正，毕竟村里大部分事情都要李正出面。已无大碍了。李正缩了一下，把手藏在袖子里。看来我孙女的医术就是厉害，不然你这只手可要废了。刘氏想，李章既然不知好歹，自己就得让他记起拼命柳三娘的名号。李章无法反驳。大家一定要注意了，那毒蜘蛛非常毒，不光咬了会有事，就是碰到它的绒毛也会中毒。甘草开始科普。众人想，李正就春来家摸的那只蜘蛛是死的，竟然就中毒了，那也太毒了。那蜘蛛咬人怎么办啊？这人一说，众人也纷纷担心起来。一旦被咬，性命之忧。嗨，她一个女娃，她知道啥呀？就一只蜘蛛，只要我们不碰不就行了吗？众人想想，也是。走，都和我抓蜘蛛去。李伯，你不能乱动，要在家里等着尽快吃药，不然手臂会出问题。我现在好得很呐。李章转身就走，剩下的人相互看了看，也跟着李正走了。甘草吐了一口气，看向他奶奶。没事儿，你要知道，事与愿违才是常态。甘草差点就想问他奶奶的出身，最后还是忍住了。沈铎在一边看得兴致勃勃，这个丫头不简单，这要是在京城，肯定是一个天天惹事的主。公子很看重这个甘草姑娘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村子里好像只有她了解毒蜘蛛，她是怎么了解的？公子，差事为重。卢超想，自家公子不会是看上人家美色了吧？我是那种轻重不分的人吗？是。卢超很认真地回答。甘草和他奶奶只好先回家，却被沈铎拦住了。你又想干嘛？那蛇更贵，你就不想再抓一条？甘草想，横财这种东西，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你知道怎么取蛇毒吗？杀蛇取毒，轻而易举。你还真错了，蛇是可以活体取毒的，而且可以反复取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只要蛇毒低温保存，取出来之后保存不好就是浪费，所以没有保存条件，最好取出来就用。多少钱啊？什么多少钱？甘草不解地看着沈铎。你教我活体取蛇毒多少钱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，也就是说，教你怎么捕鱼，比直接给你鱼更贵。说个数。200两。成交。我这就让人把那条黑眉锦腹蛇取来，你教我怎么取毒？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这次取出来的毒我要留着，让你的人给我带一个小瓷瓶，还有一些箫。没问题。沈铎听甘草说，这蛇毒取出来不低温保存也放不了多长时间。商议好这个，甘草带着沈铎去他们家。草儿，你可回来了，你看你看。曹氏指着院子一边被蜘蛛丝裹着的3只鸡。那么大的蜘蛛，鸡圈里还有。大嫂，拿一根长棍，先打草再过去。知道了。哦，
你这是要打草惊蛇。沈铎卖弄自己的才学。要不是你，这周围也不会有这种毒物。今天我们村有个孩子就被毒蜘蛛给咬死了，算起来也是因为你们。沈铎瞬间有些理亏，他也没想到黑龙山里那些东西会跑到外面来。你得给我们买一些药草，我做成驱虫粉，不然马上秋收了，我们到地里干活遇到毒物怎么办？好。沈铎一口答应。吃过午饭，甘草开始教沈铎如何活取蛇毒。原理我也跟你说了，但是这蛇毒要低温保存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甘草笑眯眯地看着沈铎。如果没什么问题，那就把银子结一下，一共220两。方法我是知道了，但是敢这样做的人不好找。哎，不如你和我回去怎么样？甘草愣了一下，这样岂不是说他就可以离开这里了？我1个月给你10两银子。不行。坐在屋檐下的柳氏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。我们还不知道你家在哪里，要把我孙女带走多长时间？再说你这一走，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对我孙女？老人家放心，我就是让甘草姑娘去做工的。去什么地方？沈铎想，他大哥让他此番行事低调，他不好和别人说自己的家事。连什么地方的人都不敢说，肯定是骗我孙女的。沈铎想，自己看着像骗子吗？先结钱。甘草想，自己也要好好想想。沈铎让人把钱拿过来，现银220两。既然该交给沈公子的已经交给沈公子了，沈公子就请回吧。那个，哎，甘草姑娘不是要药草吗？你写一下，我买好了给你送过来。哦。甘草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。做完了这些，沈铎就带人去李正家里了。我们有钱啦。你想跟着他走？柳氏看着甘草。也没有，就是想出去看看，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的。草儿，我们家现在有钱了，你若是想出去，回头我和你爹去看四哥的时候带上你，咱们不用去别人家。甘草想的是离开甘家，毕竟自己的身孕瞒不了时间太长。那沈铎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，带一个女子回去，你让他们家人怎么看你？这种事情不是你们说清清白白，别人就相信了。你是个有本事的，若是你能靠着自己的本事走到他们面前，谁都不敢低看你一眼。我知道。甘草点头。那种大户人家见不得光的地方多了，家里死了人就死了人，高官都没人搭理。柳氏看甘草对这方面好像没什么认知。奶奶，我怎么觉得你知道富贵人家的生活？而且你写的字那么好看，肯定是从小就学的。能让女子从小就读书，肯定不是一般人家吧？柳氏意外地看着甘草，没想到他早就看出来了。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他说着，眼底有些没落。那这些钱，奶奶有什么打算？给你20两，加上之前的就是30两。等过了秋收，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下，剩下的就给你四哥读书。你可愿意？自然愿意。你就不觉得这些钱都是你赚的，只给你这么点儿少了？奶奶已经单独给我1份了，再说剩下的是用到家里的，我也是家里的人，那也就是用到我身上了。其实这是委屈你了，只有咱们家过得好了，就没人敢低看你，谁都会跟着水涨船高。对。草在家吗？嫂子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听说这毒蜘蛛能卖钱，这死的你收不收啊？死的会便宜些。甘草不好意思地说。多少钱？我给你500钱。
甘草试探着说：“好，嫂子等一下。”甘草去准备钱。对了，嫂子，李伯的腿怎么样？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你春来哥想着能换点钱的话，就找大夫给看看。说到这件事，赵氏又苦愁起来。要不我给看看吧，说不定没那么严重。你呀？赵氏意外。我会一点医术。行，那你什么时候去看？就现在吧。甘草这会儿也没事，赵氏领着甘草去他家。李旺很瘦，皮包骨头那种，这样的人在村子里就是活一天算一天。甘草给他把脉，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身体虚弱。我爹怎么样了？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早上给李伯吃2个鸡蛋。啊！李春来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不吃，吃那多费钱呢。那是药，连续吃1个月我再来看。我长了这么大，我还没听说过鸡蛋是药呢。春来哥算一下，吃鸡蛋便宜还是吃药便宜？再说鸡蛋最差能差到哪？而且是先吃1个月，1个月后要是没好转，我就给换药。李春来觉得不靠谱，但是甘草说的这么认真，再说鸡蛋的确比药便宜太多，就点头答应了。他从李春来家出去，看到不少人围在水井那里，估计是在卖蜘蛛。他也没过去看，直接回家了。奶奶，我们买一只牛吧。行。甘荣差点被水呛到，震惊地看向奶奶。他以为家里因为分家1个大子儿都不剩了，奶奶竟然这么轻松地答应买牛。今天草儿卖毒蜘蛛赚了20两。什么时候我家草儿这么能干了呀？那我们能买牛了吧？哎，我去打听打听，要是有半大的牛犊，买这便宜的还好养呢。行，回头你和你爹商量商量。刘氏应了。我们家能买牛，都要感谢草儿啊。是给我们家买的。可不是嘛，自从草儿想办法把云儿接回来，咱家的日子还没这么好过。哎，三妹你放心，回头哥给你找一个好的。大哥，甘云有些尴尬。三妹愿意嫁，咱们给她找个好的。三妹要是不愿意嫁，咱们养她一辈子。一家人正说得开心，外面有人敲门。哎，谁啊？草儿在不在啊？苗氏惊慌地叫着。怎么了？甘草也走了出来。哎呦，草儿，快去看看你大伯吧，他胳膊不会动了。苗氏拉着甘草就走。甘草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苗氏拉着走了。你快跟着去看看。柳氏叮嘱甘荣。哦，哎，你快看看，快看看！我今天让大伯抓的药没吃。甘草闻着李家没有药味，忙都顾不上。再说，你大伯说他没事儿。要是真没事，我就不让你们去抓药了。甘草说着，给李章把脉，然后拉着他的胳膊活动。是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都没有啊。感觉不到胳膊的存在。甘草想，完了，就是没劲儿啊。大伯，是你找我来给你看的，你得好好说你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你不是大夫吗？你一看不就知道了？我是大夫，大夫也要讲究望闻问切。你这胳膊现在是酸是木还是麻，你总要说清楚，不然我怎么知道？是啊，你快说。苗氏在一边着急。酸。李章没好气地说。甘草想了想，按着他一个穴位。哎，你是想废了我的胳膊呀你啊！李伯，我小妹给你看病呢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要是不想让我小妹给你看，那我们就走。不是，哎呀，你大伯病得难受，语气不好。李伯，我要给你诊治会比较疼，之前的药也不能吃了，得赶紧换新药。刚抓的药为什么不能吃啊？李章心疼钱。
因为蜘蛛的毒在你体内情况不一样了，你这条胳膊现在就算能保住，以后也做不了重活。什么？苗氏脸色惨白。你个庸医，我不让你看，让孙大夫来。走走走，我们走。给人看病还看出仇来了。苗氏想，甘草可能真的不行，不然也不会说的这么严重，就没有再阻拦。回家和奶奶说了这件事，奶奶倒是平静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李章是李正，不能在别人面前丢了面子。以后他家的事儿，你还是少掺和。好。甘草点头。你要这个做什么？药和毒是一个东西，只是看怎么用。甘云不懂这个，他觉得药就是药，毒就是毒，怎么可能是一个东西？天不亮的时候，苗氏又来敲甘家门了。甘家一家人都被敲了起来。草啊，你快去看看你大伯吧，他快不行了。甘草到李家的时候，李章从喉咙里发出很吃力的声音，把家里的油灯都点上，让屋子里亮一点。李小翠原本是不愿意过来的，但是被他娘吆喝，她只好过来帮忙。甘草检查了一下，不对呀，怎么了？苗氏不解，李伯吃了什么药？快把药渣拿过来。苗氏现在慌了神，慌忙地把药渣拿了过来。甘草一看药渣，脸色大变。这药有什么问题？苗氏看甘草一脸凝重。先救人。甘草说着转身去压血。等到李章的情况稳定了，甘草立马去准备药草。苗氏紧张地站在甘草一边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。甘荣也一直在外面等着，他不放心小妹一个人来李家。等药煎好，苗氏端着碗给喂了，李章又昏睡了过去。草儿，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我给你写几种药材，你让人抓回来，我给配一下，能省点钱。婶子，谢谢你啊，以前都是你大伯不好。等甘草忙完这些，已经过了早饭时间，他和他大哥一起回家。李家可是咱们村的地主，用你给他们省钱吗？倒也不是省钱，就是他们家那些药草用不上，就浪费了。桃儿，你还收蜘蛛吗？朱大长远远地看到甘草，就叫了起来：“不收了，遇见那东西小心点。”嘿嘿嘿，你搭理他干嘛呀？甘荣有些不开心。好，我以后不搭理他。家里给他们2个人留了饭。你爹去地里了，你吃了饭赶紧去，眼看要下雨了。哎，好。下午果真下雨了。把那嫩的挑出来，晚上煮了吃。都不太嫩了，煮了也不甜。过了时候了，这同时种的一片庄稼都长不齐，更不要说不同时候生的孩子。这老二还没回来呢，是怎么想的呀？要不我们去旧义庄打听一下吧？打听别人家的事干嘛？杜氏没好气地说：“老四该交束修了吧？等到秋忙完了，我带着草儿跟你一起去。去长环来去好几天，路上要花不少钱。没事儿。”有事没有和他儿子商量的意思。曹氏看了甘荣一眼。甘荣长这么大都没去过长环，老太太竟然要带着草儿去。这雨下了2天还没晴的意思，让甘草觉得跟着沈铎走应该是一个好选择。第3天的时候，沈铎来了。快快让我进去，这雨下个没完了。寒舍笔漏，沈公子还是不要进了。我又不是没进过你家。那个时候没有下雨，沈公子不知道我家外面大夏，里面小夏，还要把牲畜赶到屋檐下，怕牲畜淋雨病死。甘草没有让开。沈铎想想，那的确没地方下脚。你要的药材我给你送来了，你还要什么？多谢沈公子，不用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些可是我去长环买的，五华镇连药材都不全。下着雨，沈公子早些回去。
甘草接了药材，转身就关了门。沈铎叫了起来：“公子是真的喜欢上人家姑娘了。我亲自给他送药材，他都不让我进门。可是下着雨，公子为什么要亲自给甘草姑娘送药？我做了这么好的事，当然要让人知道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回去。”沈公子来了。送药材来了。回头还得缝点袋子，把这些药草装里面，可以防虫蚁。反正下雨，我和你娘他们一天都缝不少。沈公子亲自来的。怎么不让他进来？他锦衣华服，被下人背着，即便是进了我们家，应该也没有落脚的地方。是觉得咱们家穷？奶奶，我觉得这不是穷富的问题。说沈公子今天是自己走到我们家门口，我自会盛情招待，但是他想来又不想脏了自己的脚，那就不要进我们家了。对，咱们就是光脚走路，也要靠自己走路。好。这雨一下就是4天，之前成熟度高的庄稼可能会出现发霉或者发芽。天一晴，各家各户就开始忙了。草儿，我带这个是不是可以去采山楂了？曹氏还惦记着做山楂糕。行，我和大嫂一起去。山上不积水，晴了一天，路就可以走了。哎，蒂尔！甘草看地上一团一团深绿色的蒂尔。一下雨这东西就多，踩到还会滑倒，你离它远点。这个很好吃的，会吃？曹氏狐疑地看着甘草。我捡一些，咱们回去炒了吃。不要走远了。曹氏叮嘱了一下。好。回家，自己先去把蒂尔清洗一下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听到丽儿在院子里哭了起来。草儿，草儿！曹氏在院子里紧张地叫了起来。怎么了？甘草这才从厨房里出来。你快看看丽儿这是怎么了？曹氏抱着甘炼到甘草身边。甘草看甘炼的嘴肿了起来，手上也是红疹子，刺挠得不停地挠，一看就是过敏。他碰什么了？丽儿，快告诉娘，你碰什么了？他把小姑姑放那里的东西吃了。甘灿指着被啃得活活口口的黄金。甘草一看头大了，快给他洗洗，多漱口。这不会有事吧？过敏了。甘草也没想到甘炼会把黄金给啃了。这几天开始收庄稼，连甘云都要去地里干活，甘草就在家里做饭。一大早，李春来拎了2条鱼来。甘叔，怎么拎了鱼来啊？给草儿送的，我爹竟然真的是好了一些了。甘草听到他的声音出来。好一些就好，鸡蛋不能停。好，我昨天下的笼子，给你们送2条过来。你家粮食收的怎么样了？我家就那2亩薄田，没什么好忙的。甘叔要是忙不过来，你就叫我哈。行，要是忙不过来了，就叫你。李春来捂着肚子就走。不行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甘草回到厨房给自己把脉，这个问题现在是拖不得了。等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，甘草蹑手蹑脚地去找他奶奶。奶奶看什么呢？黄历，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。收庄稼还要看黄历？我是想着去找找镇上的媒婆。找媒婆干嘛？你说找媒婆干嘛？还不是为了你和你3姐打算。奶奶不是说等我变强一点，到时候好找人家吗？等你变强一点是好找人家，那也得有人家呀。过了合适的年纪就不好找了。奶奶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四哥不是在城里吗？我医术这么好，去城里肯定能赚很多钱，而且和四哥有个照应。在外面做事不是你做得好就行了，尤其是个女子在外面。柳氏看着甘草，
奶奶也为你想了，最好啊是找个家里是行医的，这样你也算是有个靠山。这镇上行医就是那个孙大夫，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骗子。他自然是个骗子，你放心，他家没有适龄的男子。我就不能不嫁吗？不嫁？你有钱吗？奶奶说给我30两。甘草表示自己有钱。你若是不嫁，只2个选择，一个是一直在家里当甘家的老闺女，到时候别人对你指指点点，连带着对甘家指指点点。第4个是个读书人，要是能进一步，这就是他的污点。2啊是自属力女户，自属力女户每年要另外交税银，而且要有房产落户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你4个是读书的。那我想自己选个。甘草觉得自己没得选了。那个苏木安不合适。我还没说呢。除了苏木安，你还正眼看过谁？那我从现在开始正眼看看。那个苏木安眼高于顶，咱们厂的人家他铁定是看不上的。我不喜欢他。甘草是真不喜欢苏木安的德行。那还有谁？要是我看上了，奶奶得答应才行。行。柳氏没把甘草这话当真。甘草也不好再说了，坐在院子里气闷地吃山楂。你不酸呀？还有什么比我家人更心酸呢？晚上蛙鸣声连绵不绝，甘草坐在院子里缠苞谷，不知不觉的就走神了。也许他奶奶说的对，他可以找一个和医生有关的人家嫁了。但是和医生有关的人家肯定容不下他吧。这个时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，甘灿小跑着去开门，结果外面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谁啊？甘荣叫了一声。没人。甘灿还左右看了看，怎么会没人呢？甘荣不相信，他们明明听到了敲门声。草儿，去看看。甘草站起来走了过去。真的没人。甘灿很倔强地看着他小姑姑。的确，甘草也没看到人，但是他低头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个东西，他弯腰捡了起来，随即狂喜起来。银针？怎么会有银针？是有人特意给我送银针的，可是放在这里却没有人。知道我想要银针的只有奶奶。不对，我还在一个人面前停过。凌寒。娘，我带灿儿去抓萤火虫了。就知道你这丫头不想干活。杜氏说着却不生气。甘草带着灿儿走远了一点，就站住了。灿儿，小姑姑对你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在这里等着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一会儿小姑姑回来，咱们再回家。小姑姑要去哪儿？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不要让家人知道。哦，小姑姑放心吧。甘灿点头，叮嘱了甘灿。甘草快速地去山楂树那里。凌寒。甘草看树下站着一个人，楚凌寒转身。他没想到甘草会找来，只是习惯性的来这里。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甘草确定是凌寒，就慢慢的走了过来。楚凌寒站在那里没动。哦。甘草忘了凌寒不会说话，走到他面前，把手伸出来。楚凌寒看甘草伸手，有点想笑，还是在他手上写道：有事。给我买银针。甘草想自己只是随意提了一句，凌寒竟然帮他买回来了。不全是。那你还会在秋水寨吗？你能解我的毒？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是应该能解。甘草不是完全确定。你可以帮我解毒吗？你不要动。甘草说了一下，然后摩挲着摸凌寒的手。
你的疮开始变硬了，疼不疼？楚凌寒以为甘草要做什么，原来是关心他身上的疮。不疼。怎么可能不疼？甘草想，凌寒就是嘴硬。我给你解毒可以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你说。娶我。楚凌寒直接愣住了。我不是让你真娶，就是走个形式，这样我可以在你身边帮你解毒。你也不是我们这里的人，等你毒解了之后就离开，我也不会纠缠你。好。甘草意外。你就不问为什么？你可不要反悔。你放心，我帮你解毒，其他的都是我的事。楚凌寒突然觉得他有趣。那你找人去我家提亲，就说是林公子，我肯定答应你。我们尽快把这件事给办了。对了，我给你熬了貂油，再配几种药草，可以让你的肌肤不疼，好了之后不会留疤。我有的嫁妆，有钱买药草。楚凌寒听甘草解释自己的情况，想这丫头太实在了，也不怕被人卖了。你就不怕我利用你？有用很好。甘草感知到他写出来的字，笑了起来。那你有钱吗？你要是没钱了，明天在这里等我，我给你钱。有。花了多少你记着，回头我给你。甘草现在只想解决他有一个孩子这件事。要钱。甘草笑了起来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我在家等你。他说完就跑，只要他跑得够快，凌寒的拒绝就追不上他。楚凌寒久久看着甘草的背影，他竟然有点相信命运了。甘灿竟然在那里抓了几只萤火虫。走，回家。草儿，再打个鸡蛋茶。好。甘草去烧水了。睡觉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开心啊？有吗？甘草反问。当然有。甘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。可能是家里要买牛了。甘草随便扯了一个理由。甘云正要回答，突然肚子有些不舒服，披了衣服就出门了。了许久，甘云才回来，整个人都虚脱了。啊，家里什么时候能有2个茅厕？等农忙完，让大哥再搭一个。你没事吧？三姐怎么了？我拉肚子，大嫂也拉了，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？甘云说着，肚子又咕咕咕地叫了起来。哎呦，不行，三姐忍一下。甘草说着，拉过他三姐的手腕。奇怪，我去看看你们拉出来的东西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三姐先躺下。甘草如今有银针了，看诊也方便很多。甘草摸索了一下他的自身寸，给他扎了几针。哎，好多了，还是会拉肚子，不过不会太难受了。甘草并不能解决目前拉肚子的问题。好，甘云说着起床出门。哎，草儿，草儿！甘荣在外面叫了起来：“你快起来，给你大嫂看看，她拉肚子拉得难受啊！”哦。甘草带着银针就出门了。他大嫂的情况和他三姐是一样的。甘草给行针之后，就去给他们煮药。你大嫂和三姐是怎么了？杜氏也被吵了起来。他们2个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？咱一家人都在一起吃饭，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杜氏说着，肚子也咕咕的叫。娘，你没事吧？也没什么事儿。外面曹氏和甘云又开始吐了。我给你看看。他娘竟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。草，这是什么病？应该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这个时候，他大嫂从外面进来。大嫂，你现在病着，不要喝生水。没事，从现在开始，家里人都不要喝生水。我煮了水放在罐子里，只能喝罐子里的水。草氏大夫，听草的。折腾了大半夜，曹氏和甘云完全虚脱。甘草煮了药给他们喝了，才好一点，能入睡了。一大早就有好几个来他们家敲门的。
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甘草不解，这会不会是瘟病啊？大家不要慌张，应该不是。回头大家喝水的时候，一定要煮开了才能喝。我给大家煮一些汤药，有症状的人都来喝一碗。众人看向甘草，都有些不相信。哎，好，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？我家的药草也不多，我写一些药草，你们需要药草的人凑钱买回来就行。你那药有用吗？朱广武开始质疑。草儿的药没用，你找他来干嘛呀？就拉个肚子，其实也不用吃药。啊，地里还有好多活呢。有人附和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去忙了。很快只剩下李春来留在这里。草儿，他们就是看你之前送他们的药包，这会儿又不想出钱。没事，我家还有点药。车大哥进来喝一碗，回家之后千万不要喝生水。对了，家里要是有大蒜的话，煮一些大蒜吃，把水也喝了。哎，好。李春来跟着甘草去甘家喝了一碗药。李春来一走，杜氏就开始在家里闹脾气。这些人白吃一次就上瘾了，自己有病1文钱都不想出，也不想想去镇上看病要花多少钱。杜氏生气，你去和他们吵啊！杜氏被老太太一句话噎得不说话了。奶奶，这没什么好吵的，他们也就是想占点小便宜，占不到能怎么样？就是闹心。回头再去镇上了，我们买2把水壶回来吧。行。柳氏点头。爹和大哥要去地里干活，我上午去村里转转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我觉得可能是水出了问题。病的人太多是大事儿，你有能力就去做吧。草为他们想，不要回头又说我们家的不是。杜氏又开始念叨。娘放心，我会处理好。甘草很确定地说。前2次他是不知道怎么和这些人相处，都吃过亏了，肯定要长进，不能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你一个丫头，长到什么时候娘都不放心。杜氏小声嘟囔。收拾好家里的东西，甘草就出门了。拉个肚子就什么都不做了，我怎么娶了你这样一个懒婆娘？李宝拖着宋氏在打。周围路过不少人，看了一眼就去忙自己的事了。他已经病了。甘草过去阻止。我家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个没出嫁的丫头去勾搭自己的姐夫，不害臊！甘草想，这人实在是太没品，张口就人身攻击。你家的事是和我没关系，那我的事和你有关系吗？你敢这样说我，这件事就和我有关系。抬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吃我李家的，喝我李家的，还想做什么？那你就没想过是公鸡不行？再说了，谁家想让鸡下蛋不给鸡吃的？看他面黄肌瘦这样子，别说生孩子了，没给你家折腾死都是命大。你这样说我也不害臊。李宝指着甘草。我怎么不敢说你了？我告诉你，要是嫂子有个3长2短，咱们没完。宋氏听到甘草这样说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他娘家都没这样护着他。你狼嚎什么呀？赶紧和我回去，别在这里丢人。他生病了，他可是你媳妇儿，和你过一辈子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你好自为之。甘草转身就走。不好了，有人跳井了！谁跳井了？哟，这以后这井水可咋喝呀？可不是嘛，死了都要膈应人。众人议论纷纷，还是有人把跳井的人捞上来。宋氏。甘草看到捞上来的人的时候，表情一变，这宋氏竟然转身就跳井了，真是晦气啊！一边的人抱怨。死了没？有人探着脖子。甘草过去检查，落水时间短，还有气息。他把宋氏测了一下，把呛进去的水给吐了出来。真是个害人精。一边的人嫌恶地看着甘草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宋氏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。我回家了。甘草觉得宋氏有事，
不然不会这么平静。你个死婆娘，寻死觅活给谁看？有种你真的去死，还不快过来扶老子一把！甘草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闻到一股牛粪味，扭头看了过去，看到距离水井不远有个牛棚。前几天下雨，低洼的地方都是厚厚的牛粪。他看着牛粪流的轨迹，虽然没到水井那里，但是都会在低洼的地方，这样渗下去肯定会污染井水。想到这里，他去村子另外一边看了看。他还没到家，就看到他奶奶出来找他。奶奶，甘草快步走了过去。你管李宝家闲事儿了？你嫂子生病了，还在大街上被打，谁看得过去啊？你呀，柳氏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带着甘草往回走。那宋氏说是嫁给李宝的，不如说是卖给李宝的。为什么？甘草还真不知道这件事。宋家要的彩礼高，别人家的闺女彩礼要看男方能拿出什么。只要找媒婆说了，两家人愿意了，领的鸡鸭是彩礼，送的猪羊是彩礼，讲究的会置办一些布匹首饰。那宋家倒好，开口就要3两银子。那李宝家不答应不就行了？要么怎么说就苦了宋氏呢？哎呀，李宝他娘也是个精明的，看中了宋氏能干，他们家就李宝一个男丁，还是个懒的，不找一个勤快能干的婆娘，怕他儿子吃苦。那买一头牛还是来2银子呢？甘草没好气地说。宋氏刚到李宝家的时候啊，比牛都能干，就是一直没孩子。李宝他娘就给宋氏喝各种药，可能喝药把身子给喝垮了。甘草想，今天应该给宋氏好好检查一下身体。后来李宝娘没有了，李宝自己什么都不做，却天天打骂宋氏。宋氏又没有娘家人帮衬，可不是成这样了。那他就不想想办法？女人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能有什么办法？要嫁个鸡狗不如的呢？你这丫头，学那些东西学的脑子都不同了。奶奶不是说一些大户人家的女子地位一点都不比男子低？你也说了，那是大户人家，里面的女子自小读书就学管家，重要的是有娘家支持。有事说着又有些感慨。对了，奶奶，我们村也没有人家缫丝织布，为何我们这里有这么一大片的桑园？说到这个桑园，柳氏站着看了过去。说到这个，他沉默了一会儿。算了。怎么能算了呢？甘草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桑园。当年你爷爷过世得了一笔钱，我除了修了房子，就种下这片桑园，想着女子养蚕缫丝，若是能做起来，女子的腰杆也会硬一点。后来呢？甘草没想到他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自主创业的独立女性。像我们这样的农户，也只能把蚕茧卖给织坊，不然自己头一个织坊要很多钱呢。一开始啊，我想着卖蚕茧攒钱，到时候可以开一个织坊，结果镇上的织坊搬走了，没人买我的蚕茧。唉，柳氏叹气。那我们明年还养蚕吧。这一带没有织坊，去城里来回不值当。柳氏想，甘草异想天开了。两个人一起回家，也没再提宋氏的事情。一直到家里，甘草才想起来今天他出门的主要目的，给他奶奶说应该是井水出了问题。说起来，之前那牛的确不在那里拴着，也就前段时间李章请了个神婆，给他帮看他儿媳妇怀的是男是女。
那神婆说家里的牛和他要出生的孙子相冲，李长才给拴到那里。他家不是有个新院子，怎么不拴到他家新院子那里？人还没住进去，牛怎么能住进去？正说着李家的事，外面苗氏来敲门了。草在不在啊？苗氏现在对甘草很客气。婶儿有啥事儿？有点小事儿，你和我过去一趟，家里忙着呢，小事儿草就不过去了。也有点严重。草儿一个丫头，能处理什么严重的事儿？苗氏一听柳氏这样说，开始抹泪。哎呦，婶儿啊，这事还真得草儿过去。我们家为了给老头子和来喜看病，在孙大夫那里花了100两银子，有些还是赊账。如今我家男人差点出事儿，那孙大夫还带人来要账，要是不给，就把我们那新宅子给收了。我们想让草儿给出面，说他的药没用，看看能不能省点银子。别说我说话难听，来喜出事儿的时候，草儿是不是说过不用花那么多钱？是。后来你男人出事儿，草儿给他写了方子，他不吃啊，还去找那个孙大夫，命都差点搭进去。是我们家糊涂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家草儿也没办法，那是你们已经欠下的银子，这是欠账还钱的事儿了。可是那药真的没用啊！苗氏哀求地看着甘草。这事儿我真管不了，你们欠他多少钱？30两，我们那宅子可是100两啊！这种事情啊，别人真的干涉不了，你们还是想想办法把宅院卖了，多少能留点钱在手里。既然你们认为那孙大夫是一个骗子，开的药没用，为何不先闹到他医馆？少出馊主意，那孙大夫是五华镇的地主，养了一群打手。柳氏看着甘草，甘草没想到还有这样关系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李正是村里的能人，他都没办法，别人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苗氏失望地离开，柳氏立马把大门给关了。奶奶让我争，为何不让我管这件事？奶奶不阻止你救人，但是这种欠债还钱的事儿，你拿什么管？还有，别动买李家房子的心思啊！为什么？甘草不解。那孙大夫这么闹起来，是真的要那30两吗？他就是想要那宅院。那是肯定，30两有那么大一个宅院底，反手起码是50、60两，这就是捡钱。他好歹是个李正，在村里说一声，还怕一个孙大夫不成？他是大夫呀，别人指着他救命呢。我也是大夫，他们为什么那样对我？甘草觉得不公平。等你成了这一代的神医，就没人敢招惹你。对了，奶奶，看病那么花钱吗？生死攸关，你说花钱不花钱？你知道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女大夫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女人没资格看病。其实啊，在大城池里有女大夫，京城啊也有女医馆，他们也只给权贵女眷看病。这种乡野地方的女子命还没有一副要贵，你觉得有多少人会给女人看病花钱啊？甘草听他奶奶这样说，背上冰凉。不吓唬你了，你有这本事就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晚上家里人回来，说起李宝和李正家的事。现在咱们这半边村的人呢，宁愿多走几步路去排队挑水去，都不愿意在这口井里头挑水了。幸好宋氏没死成，不然冤魂在那里，谁还敢去啊？甘云点头，甘草默默地听着，一言不发。我明天带草儿去镇上一趟，明天云儿留在家里做饭。柳氏看甘草低头不语，甘云看了甘草一眼，
以前他们一家一年也就去镇上3、5次，更不要说女子能去。这才多长时间，草儿就又要去镇上了。草儿，奶奶明天带你去镇上做什么？奶奶没说。这几天忙，大嫂的山楂糕都不卖了，为什么要去镇上？我也不知道。甘草被他三姐这样一问，也觉得奇怪。三姐也想去？我才不想去。既然奶奶要去，肯定有什么事儿吧？甘草猜测。甘云想想也是，奶奶向来能把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的，所以家里即便是农忙也是有条不紊。一大早，柳氏就带着甘草出门了，又包了于老头的车。你们上次把我留在镇上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说我们中午出来找你没找到，只好走着回来。谁想你们卖东西能那么快？今天你好好等着了，不然去的钱我都不给你。行。你家是有什么东西？3天2头往镇上去。闲着没事儿，磨驴蹄呢。李家的事儿你听说了没？欠人银子让人找上门讨债的事儿。可不是嘛，那孙大夫是随便一个人能请得起的。听说家里好几房婆娘，不都是靠坑病人养的？李家不会真把那宅院抵给他们了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是听说降价了，现在50两就能买了。我要是有50两，我肯定不买。为什么？你去问问，只要是秋水寨的人，谁会买啊？买了那宅院，就是和李家结下仇了。不对呀，李家着急卖，有人买，不是解了李家的燃眉之急吗？你这丫头不懂了吧？别人的地方的人买，那是解了李家的燃眉之急，但是咱们秋水寨的人买就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李家是秋水寨的大户，李章又是秋水寨的李正，那宅院让他得意了那么长时间，谁买不是让他难堪吗？所以就是说，李正宁愿抵给孙大夫，也不想咱们村的人买。咱们村要是有人买得起，为什么不借银子给他？要对他们家趁火打劫？树甘草不太能理解，这就是乡村版的宁与友邦，不与家奴。他们快到五华镇的时候，遇到了一辆马车对面而行，于老头趁着岔口给让了一下。马车很气派呀。于老头羡慕地看了一眼，甘草也没在意，那马车和他又没关系。到了五华镇，柳氏带着甘草去兑了一些铜钱。奶奶认识镇上的人？甘草意外，以前卖蚕茧的时候经常来，认识几个。镇上虽然繁华，但是住的宅院却拘谨得很，不似村子里那么开阔。一会儿叫金奶奶。甘草算是明白了，他奶奶今天带他是来见故人的。柳氏敲门，一个比甘草大2岁的少年开门。孟明辉一眼就看到甘草。明辉，你奶奶可在家？刘奶奶好，里面请。甘草跟着他奶奶一起进去。金氏听到动静，已经从屋子里出来。哎呦，你这个老婆子总算舍得来看我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你经常去看我一样。老了，腿脚不方便了，越是想找个人说说话的时候，越是出不了门。哟，这是你孙女儿吧？这是我的小孙女草儿。草儿，见过金奶奶。金奶奶好。哎呦，这丫头长得真水灵。金氏上下打量了一下甘草。快过来坐吧，给你带点零嘴。明辉，你去买点菜回来，今天我和你刘奶奶好好吃一顿。是。草儿，你不是天天惦记着逛街，也出去逛逛，跟着你明辉哥也不怕走丢。
好。金氏听到柳氏这样说，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柳氏。两个年轻人出门，两个老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你看我家草儿怎么样？是个好姑娘。不瞒你说，我这次来啊，就是为我家这两个丫头来的。两个丫头？金氏不解。你们家不是只剩下这一个丫头了？三丫头和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发生了什么就不能说和说和？草儿知道她三姐在陈家受了委屈，胡闹着想把她姐夫给骗走，结果出了一点意外。你是不知道，那天她婆婆当着我们的面打三丫头，还把三丫头给打流产了，命都差点搭进去。哎呦，这事怎么能忍？那陈家也太过分了。也是我们这些长辈疏忽了，不知道云丫头竟然那么苦。因为这个事儿，草丫头的名声也不好了。哦，你是想让我给两个丫头留意一下？草丫头如今也长大了，还会点医术，你看着给她找个人家，你找的我放心。你也知道我好多年不做媒了，如今镇上最好的媒婆是严三尺，他那里有不少好人家。我这突然给你找，怕也找不到合适的。你说你不是最好的，却是我最放心的，都是自家丫头，自然要找个放心的才是。说的也是，那我回头仔细找找。甘草和孟明辉已经到集市上，不到赶集的时候，五华镇也并不热闹。哎，干妹妹，想逛什么呀？甘草想也没什么好逛的，直接去买菜吧，不能让奶奶等时间长了。行，我们这边呢，去菜市刚好经过五华镇最热闹的一条街，干妹妹看看想逛什么？他正无趣地走着，突然看到前面草席上坐着一个人。宋氏。甘草不可思议地快速走过去。宋嫂子，还真是你！你这是……你李宝，不会是想把自己老婆给卖了吧？李宝，你还算个人吗？是他自己让我把他卖了的。干妹妹，这是人家的家事儿，我们还是……彩儿，你不用管了，的确是我让他把我卖了。宋氏看甘草那生气的样子，你不用再为了我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什么叫我为你坏了自己的名声？你让他卖你，他就把你卖了；你让他好好干活，努力赚钱养家糊口，他怎么不听？这关你什么事？你说这关我什么事？我们秋水寨的日子好歹能过得下去，若是被人知道秋水寨的男人卖媳妇儿，谁还敢把女儿嫁到秋水寨？你这是让秋水寨的男人娶不上媳妇儿。你少在这里吓人！不管谁说起来，都是他自己愿意的。那你都不想想，宋嫂子为什么甘愿被你卖了，都不愿意跟你过了？你再说一句。甘草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沈铎又是那风骚的姿态，一副开屏走天涯的样子。今天想买什么？那得看甘草姑娘今天卖什么。甘草眼珠子转了一下，走到宋氏一边。人？沈铎被呛得咳嗽起来。宋嫂子，多少钱？3两。宋氏立马说。沈公子，成交。甘草根本不给沈铎说话的机会。沈铎很想说，但是不知道说什么。谁说3两了？李宝这个时候反应过来。我说的，你当初用3两嫁妆把我娶回你家，那3两我报了父母恩，这些年我在你们李家做牛做马，就算利息，今天还你这3两，我们两不相欠。你是不想活了是吧？李宝说着又要打宋氏。宋氏没有回避，不过李宝的拳头被卢超拦住了。沈铎叹气，哎，谁让他这么善良呢？看不得人间疾苦。行，3两。卢超，你带他去找伢子过一下文书。是。我没说3两，
我的婆娘，我说不卖，你们就不能买！李宝叫了起来。卢超抽出自己的剑，寒光一闪，照得李宝一个哆嗦。卖不卖？卖！卢超带着李宝和宋氏离开，沈铎却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多谢沈公子了，沈公子真是人帅心善，救苦救难，一定会有好报的。那你什么打算？我什么打算？甘草想，为什么又扯到他身上了？我这2天就要回去了，你真不打算和我走啊？不，甘草拒绝得很干脆。我1个月给你20两。沈铎知道甘草喜欢钱，一边的孟明辉瞪大了眼睛。1个月20两，这是什么人家呀？你们这些富贵人家，不要说1个月20两工钱，就是1掷千金，皱眉也不皱一下。但是女子所行，必随我心。沈公子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那行吧，等你赚了大钱，也会1掷千金。承你吉言，就此别过。他说完就走。孟明辉也慌忙行礼，跟着甘草就走。沈铎本来没有留意到孟明辉，看到他跟在甘草后面，才反应过来。哎，那男的是谁啊？属下去查。一个侍卫行礼。不用了。沈铎想，他这次和甘草分别，可能是再也不会相见了。那沈公子得是什么来历啊？不知道。哎，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之前我捡了几条蛇，他买了。就这？甘草想，他和沈铎的确是这样认识的。你竟然敢抓蛇呀？捡的。接下来2个人也没说什么话，买了菜就回去了。卢超带着宋氏找了伢子过了文书，带着宋氏回到他们住处。公子，怎么处理？卢超回来复命。沈铎也头大。你会做什么？做饭、挑水、劈柴、耕地、浆洗、缝补，我都会。会种花吗？会。那就带回去吧。柳氏在孟家吃了午饭，也不多待，就带着甘草离开。刘奶奶和干妹妹慢走啊，有空多来坐坐。行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们俩出去买菜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也没什么事。甘草担心他奶奶说他。老实说，就是遇到李宝在卖宋嫂子，我生气和他吵了2句，然后遇到了沈铎，就让沈铎把宋嫂子买了。这还是没事儿，你详细和我说说，不要有隐瞒。就是甘草只好详细的给说了一下。你和李宝吵架有些不对，但是你说的没错。如今宋氏跟着沈公子，最起码比跟着李宝好一点，他也算是自己想开了。只是你用3两银子逼着李宝把宋氏给卖了，回村少不了一顿吵架呢。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李宝那样的人不能让他占了便宜。罢了，吵就吵吧。奶奶不生气啦？你都把事情给做了，我生什么气呀？李姓是秋水寨的大姓，是经常欺负别姓人，如今让他们吃点亏也没什么。柳氏已经开始想怎么吵架了。还是奶奶好。哎，对了，你觉得那个孟明辉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柳氏不知道甘草为什么会讨厌孟明辉。孟家虽然人丁单薄，但是金氏是个人精，倒是不会吃亏。今天我帮宋嫂子说话的时候，她一言不发，那样子觉得李宝是对的，反倒是我错了。甘草有些生气。孟明辉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人，他不会生一个陌生人的气。但是他奶奶这样问了，估计是打算撮合他和孟明辉。2个人说着打算去置办点东西，不然浪费牛车的钱。那边孟明辉也转身回家。你给我进来！金氏脸色有些不好看。
孟明辉跟着他奶奶进了堂屋。你是不是看上甘家那丫头了？奶奶看出来了。你最好打消这个心思。金氏直接说。为什么？奶奶不是说干妹妹挺好的吗？我和柳氏认识这么多年，她向来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。和她做事可以，过日子不行。如今她这么看重这个孙女儿，估计是这个孙女儿让她很满意，也就是和她的性子差不多。奶奶说的这个也不是确定的事儿啊。你本来对她也不怎么上心，怎么一起出去了一趟就这么上心了？奶奶可知道咱们镇上来的那个贵人？金氏点头。干妹妹和那个人很熟的，说是能走干妹妹的关系，说不定能在她身边谋个差事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卖老婆的，好像和干妹妹是一个村的。干妹妹让那公子买，那公子直接就买了。金氏思索起来。奶奶，那沈公子可是要离开镇上的，如果说的晚了，可能什么都没有了。行，那我先去打听一下那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顺便去甘家探探口风。奶奶，你可要快点啊！你急什么？你先前怎么不和我说？人家现在前脚走，难不成让我后脚给追回来啊？当然不是了。哎呀，您不是急着抱孙子吗？金氏是真没看上甘草，那丫头一看就不是一个好拿捏的。再说有柳氏给她撑腰，也不能拿捏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于老头看到有热闹，就吆喝着问：李正家的院子卖出去了，请了匠人收拾呢。这么快就卖出去了？可不是嘛。杨秋生也意外。刘婶儿，你赶紧回家看看吧。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就是他，就是他让我3两银子就把我媳妇给卖了。刘婶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怎么能让李宝卖媳妇呢？可不是嘛，3两银子说出去都丢了我们秋水寨的人。自家的事还说不清楚，就管别人家的事，你们甘家一定要给个说法。众人对着柳氏指指点点。我们甘家让你把媳妇卖了，李宝，你敢对天发誓吗？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是李宝自己去镇上卖媳妇。我孙女见到他们的时候，宋氏头上已经插着草标。至于为什么是3两，那也是为了秋水寨好。全村人谁不知道，就因为那3两彩礼，李宝这么多年不把宋二丫当人看。那3两银子是宋二丫自己说的，是为了还李宝家出的彩礼。回头啊，别的村说起来咱们也有个道理。要是真让他狮子大开口卖个10两8两的，回头别的村要说我们秋水寨娶媳妇儿就是为了卖媳妇儿，谁还敢嫁到我们秋水寨来？胡说八道！李宝急了。我是不是胡说八道？咱们去镇上问问就知道。卖宋二丫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之前来咱们村收蜘蛛的沈公子。人家一个豪门公子什么样的人买不到，要买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。只是看宋二丫可怜，想给她一条出路。众人一听是沈公子买的，顿时就相信了。你们要是无理取闹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们要是不相信我说的，咱们可以去找沈公子。李宝，刘婶说的是真的？那也是宋二丫自愿的。你媳妇自愿的，你就要把你媳妇卖了？我们李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东西啊？你还有脸来闹啊？李宝有些理亏了。老嫂子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们也是被这小子给骗了。这事儿的确是他不对，我家里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他说完就走。这里李兴盼的辈分最高，他这么一走，剩下的人纷纷跟着走。柳氏看向杜氏，这些事情啊，你学着点儿。有些事情男人不好出面，就得女人撑起来。
不要总觉得自己矮人一头。杜氏低头。她刚嫁过来的时候，她婆婆就这样说她，不过好多年都没说过她了。今天突然又这样说她，她竟然有些愧疚。李宝回家，左想右想，咽不下这口气。要不是甘草，他明明可以拿更多的银子，都是那个甘草坏他的好事。最后，他气呼呼地去李正家里了。说，李宝从外面进来，你还有钱买酒呢？你现在喝这药不能喝酒，那就给叔留着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说，甘家最近做事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咱们李家对他们家够仁至义尽了，是叔带着村里人为他们家草讨公道，可他们家是怎么对付我们李家的？差点耽误来喜的伤不说，让他出面和孙大夫说道他都不出面。昨天他还当着村里那么多人的面打我，今天要不是他从中作梗，宋氏也不会只卖3两银子。这什么？你把宋氏给卖了？他让我卖的，说反正他生不出孩子，卖些钱我可以娶个更好的。我想也对，他是宁愿被卖都不想和你过了呀。你怎么给卖的？赶紧给赎回来呀！3两银子卖的，钱我已经花了一些了。李宝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李章真想一巴掌把李宝给拍死。你赶紧去把宋氏给赎回来！我没钱。李宝直接说：叔得给我做主啊！要不是甘草，我还能多买几箱银子，现在得让甘草赔给我。你还让甘家赔给你？李章左右看了看，拎着一边的撅头把就要打人。说，我还给你送酒了呀！李宝说着就往外跑。哎呀，你不能乱跑！你赶紧出去打听打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去甘家一趟，这宋家要是不追究就算了，一旦追究起来，九义庄肯定拿这事儿说事儿，都忙成这样了都不消停。行。等一下，把李宝拿的那酒给拎到甘家去。苗氏很快就找到甘家了，把李宝去他们家的事前后后说了一遍。都知道李宝不是东西，竟然这么不是东西。草儿跟那沈公子熟，看看能不能让宋氏回来啊。现在不是熟不熟的事儿，是宋二丫愿不愿意回来。那沈公子是什么人啊？一次买半头猪，跟着他的人顿顿吃肉。宋二丫能跟着他吃一口油腥啊，都比跟着李宝好太多了。可这宋家要是找过来要人，咱们怎么办呀？那宋家有什么脸找来要人？宋家当初做那事儿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宋氏毕竟是娶进来的，这事儿真不好办。我们也就是买卖的关系。柳氏为难。可是现在除了你们，我们实在是想不到别人了。为了咱们村，好歹去试试。那我明天带着草去找找那沈公子。不过成不成我不能保证啊，那种公子哥做事儿，咱们穷人拿不准。哎呀，这事儿成不成都要谢谢你。要是成了，我让李宝好好谢谢你们家。甘草在一边听得翻白眼。宋二丫好不容易离开了李宝，难道真的要让他回来？你生什么气？奶奶真的要去找沈铎要人？宋二丫如今已经是沈铎的人了，沈铎放不放不是我们说了算。甘草想了想，恍然，他们拒绝李正肯定不好，但是沈铎可以呀。你和奶奶今天去镇上就是为了阻止李宝卖媳妇？不是，奶奶是去找媒婆给咱们俩说媒。给你说媒就算了，怎么还有我？我觉得奶奶应该趁着自己还有精力把咱俩的事给安排了。娘不擅长这些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甘云觉得有可能。人要往前看，日子要往前过，经历过不好的事情，
心里要清楚什么不好，不能因为经历过不好的事情，就觉得不敢再去追求美好。你现在说话也是一道一道的。天还没亮，曹氏就起床了。这2天正收庄稼，你二哥还没回来收，爹的意思是让你大哥去问问他。庄稼错过收的时候就要烂地里了，确实应该去叫二哥回来。你三姐昨天又肚子疼了，是不是干重活了？可不是嘛，和你大哥抢着干活，说他都不听。你说他，让他今天不要去地里干活了。哦，甘草想绕了一圈是说这事。昨天买了水壶回来，热水直接灌到水壶里。好，姑嫂2个人配合着做早饭。等天亮的时候，早饭已经做好了。甘家还没吃完早饭，外面就传来急促的拍门声。刘婶儿，刘婶儿！苗氏叫得急切。刘婶儿啊，宋家带着旧义庄的人来了，说只要见不到宋氏，以后我们秋水寨的人别想从他们旧义庄过。欺人太甚！我家当家的说，让你和草儿赶紧去镇上，不管怎么说，先把宋氏带回来。现在即便把宋二丫带回来，也改变不了我们秋水寨理亏的事实。那怎么办？苗氏着急。旧义庄的人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要不怎么说李宝做事混呢？旧义庄离五华镇近，李宝插着草标卖宋氏，被旧义庄的人撞见了。听说他们昨天已经去了镇上一次，要不是李宝回来的早，肯定被堵个正着。这件事儿，咱们秋水寨不怕他们。啊！苗氏懵了。走，我和你去。柳氏说着就走。苗氏也不知道柳氏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柳氏愿意过去就行。柳氏一走，甘家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。云儿，你们留在家里看家。甘草想，意思是他可以跟着去看。等到李宝家门口的时候，甘草又见到了自己刚穿越过来时的画面。旧义庄的李正、郭八站在前面和李章对峙，一边是宋二丫的爹娘宋富贵和江氏。哎，刘婶来了，宋氏的事情刘婶最清楚了。你们是来讲道理的，还是来把人打死的？郭八也认识柳氏，他比柳氏小一些，那个时候总见他去镇上。自然是来讲道理的。你们秋水寨把我们旧义庄家出来的闺女卖了。讲道理，我们就好好讲道理。谁不知道宋家是把宋二丫卖到李宝家的？你胡说，他们是请了媒人的，正儿八经的娶过来的。你这个恶毒后娘，就不要在这里说话了。谁家嫁闺女要那么的彩礼，回头一点嫁妆没有，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自己走到夫家的。旧义庄人的脸上有些不好看。宋家当年这件事办得实在丢人，但是别人也不能说什么，那是别人家嫁女儿。不管怎么说，宋二丫是嫁，不是卖。郭八咬住这一点，这一点不管柳氏怎么强词夺理都改变不了。那如今宋二丫是自赎自身，也不算李宝给卖了。你这是胡说八道。宋二丫好歹一个大活人，怎么可能只卖3两银子？她不过是当年用3两银子报了父母恩，如今又用3两银子了结了和李家的孽缘。我们村李宝的确不是一个好东西，但是你们村的人就做得对了吗？3两银子，只卖了3两银子。捉一只蜘蛛还给1两。两边的村民都开始议论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只卖了3两银子？宋富贵叫了起来。去把宋二丫卖身的文书拿过来。李章立马派人去问李宝要文书。这是正规的文书，伢子那里也有一份。郭李正，你看看。郭八看了看，真的只有3两。3两也是他卖我女儿的钱。其实
那买宋二丫的人我们见过，如果你们一定要人，咱们就去把人赎回来。只是这样一闹啊，李宝势必要和宋二丫和离，和离带嫁妆还彩礼，这是规矩。锅巴看向宋富贵，宋富贵低头，咱们2个村挨着，还有不少的姻亲，总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坏了2个村的关系，总的要说出个都能接受的条件来。我们商量商量。锅巴拎着宋富贵去一边。宋富贵去家哭闹的时候，并没有说宋二丫只卖了3两，这个数额和当年宋家敲李宝家的彩礼是一样的，让他不知道怎么说。柳氏很有耐心地等他们商量。没过多长时间，锅巴带着宋富贵过来了。这件事我们村的确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李宝卖我们村嫁出去的姑娘就是不对，他得把钱拿回来。1两。柳氏没得商量地说。什么？锅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那钱只给1两，宋家也就宋二丫一个亲人，就当是养老的钱。他爹又不止他一个孩子，给1两已经不少了。不行，那就按照之前的，我们去把宋二丫赎回来，你们还3两彩礼，咱们也各自安好。你们这是欺负人！我不活了，我要死在你们秋水站！锅巴看到江氏这样，觉得有些丢人。2两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柳氏看向李正，最后还得是李正点头。李章想，这事能这样过去也行。让李宝拿银子。几个人去李宝家，让李宝把银子拿出来。很快，院子里传出叫骂声。拿李宝的钱就是要李宝的命，他怎么可能好好给钱？告诉李宝，他要是不把钱给拿出来，就让九义庄的人自己去拿，到时候了打砸了他的东西也是活该。李章气恼地说，给他惹这么大的事，自己还不愿意了，真应该让他被旧义庄的人给打死。李章这样说了，李宝还是不给钱。他想，他是李家人，李章不会真的不管他。让路！院子里一阵打砸声，还有李宝的求饶声。最后，旧义庄的人拿到银子了，这才从李宝家出来。打扰了，也是我没看好这兔崽子。不做理政，不知道做理政的难。谁村里没有几个不听话的？今天这不合适，回头我们坐一起喝上2杯。好，好，等你搬新院子来，我一定来。家里出了一点事儿，院子已经卖了。锅巴不好意思的讪笑。没事儿，等我孙子满月酒了，你可一定要来喝呀。一定一定。今天这事儿啊，多亏了刘婶了。都是一个村的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是，那都回去忙去吧，现在都挺忙的。李伯，啊？今天咱们村怎么就来这么一点人？说到这个呀，刚好要找你。村里正忙着呢，不少人都上吐下泻的下不了床了。听说你能治，你想想办法呗。先前我就给他们说了，让他们去卖些药草。不过最主要的是，牛粪距离水井太近了，前几天下雨，雨水渗到井里，村民又喝了井水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样啊？李章想，这又是他的问题了。这样，你写一下药方，他们谁愿意出钱买，我派人去镇上买回来。好，最好是把牛换个地方，井水淘一下再用，以后喝水要喝煮开的水，喝过药之后煮点大蒜水喝几天。好。李章点头。说完这些，柳氏带着甘草回家。我觉得李正也没有那么可恶。你这丫头，看一个人不是坏人就是好人，
不是。甘草摇头。你放心，回头要是又遇到和你有关的事情，他还会为难你。上午，甘荣去旧义庄找甘茂，刚到林家门口，就看到甘茂拎着羊肉汤从外面回来。大哥，我刚去镇上买的羊肉汤，回家喝一碗。先前分给你那些庄稼都要收了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回去收啊？我正要和大哥说这个事儿呢。你看我现在连个房子都没有，收了也没有地方放，不如折价卖给大哥。你这是不打算过日子了？连自己的庄稼都不回去收了？我这不是没时间吗？茂儿在外面和谁说话呢？林氏说着从家里出来。哟，大哥这是闻着味儿找来了，家里那么多肉，我们可没拿。别这样和大哥说话。那我怎么和他说话？这都分家了，他还追到这儿来，谁知道他想干嘛？是爹让我来跟你说一声，家里还忙着呢，我先回去了。是，大哥。甘茂不好意思地叫了起来。叫什么叫啊？我娘他们都饿了，还不快进来？中午的时候家里说这件事，甘泉的脸一直阴沉着。那就去看看，把他的粮食折价买了，种了1年，不能浪费在地里。甘荣闷声应了一声。算了，这事儿我走一趟。下午，柳氏去找了李章，两个人雇了于老头的马车去林家，把粮食折价，这事办了。两个人回村的时候，看到河边几个妇人在撕扯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李章，你给评评理，甘家这儿媳妇翻天了，敢和我动手？一听是甘家的儿媳妇，柳氏转身看了过去。都忙成这样了，你们还能吵架呢？咋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柳氏走到曹氏一边。奶奶，他说咱家草儿嫁不出去，给他当儿媳他都嫌磕碜。你说的？哼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们甘家说甘草是为了他姐姐，那谁不知道他就是勾搭自己姐夫，还把自己姐姐闹和离了？草儿做了让人误会的事儿，被人构陷也是正常。只是你动手打我孙媳妇不行。那你想怎么样吧？既然这件事儿是因为草儿而起，那就让草儿来解决。哼，他能解决什么？蒋氏嘲讽。若我家草儿能嫁个好人家，你就跪在马车下面，给我家草儿当上车凳。哎呦，别说上车凳，只要有人愿意明媒正娶你家草，我那天就跪在你家门口1天。好。柳氏点头。李正作证。柳氏看向李章。哎，都是一个村的，至于？要是你家的草一直嫁不出去呢，成了老姑娘，那就去我家给我儿子当小妾。他话音刚落，柳氏一巴掌就抽了过去，抽的蒋氏有点眼花。蒋氏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收拾东西回家。好。柳氏带着曹氏离开，后面的人议论起来。哎，你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不过香春是把甘家老太太得罪死了。甘家也不是什么大户，吓唬谁呀？一直到家，柳氏都一言不发。奶奶，大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没事。甘草怎么觉得他奶奶和大嫂都怪怪的？金氏以前做媒认识不少人，稍微打听了一下就知道甘草的情况了。甘草那丫头，你是想都不用想了。孟明辉也知道没戏了，心里有些失望。不过找差事的事你放心，我这老脸在甘家还有几分薄面，去跟你说说。那我陪奶奶一起去。你是想去见甘家那丫头吧？你就在家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哎，好。孟明辉点头。甘草还是知道他大嫂在河边因为他和别人吵架的事了。
因为曹氏和蒋氏吵架的事，甘草又只能在家里。在想你大嫂的事儿。我没想到，因为我家里人在村里这么被动。不用想这件事儿，每个村里还没几个长舌妇啊，再简单的事情到他们嘴里都能拐个18个弯的。那我嫁不出去怎么办？2个人能在一起就是缘分，缘分没到，青梅竹马也分道扬镳；缘分到了，千山万水也阻隔不了。还有心思。刘氏看甘草不说话。我这个年纪有心思很正常吗？哎呀，我这刚到门口就听到你们祖孙笑得开心。哎呦，老妹子怎么来了？快！草儿，赶紧去准备点茶水。甘草起身去厨房准备茶水。今天我是有事求到你这里来了。咱们之间什么求不求的，快说。柳氏想，金氏求他的事估计不是简单的事。听明辉说你们认识那个沈公子啊？哪个沈公子？柳氏想，金氏求他的事和沈公子有关。就是最近在镇上的那个，明辉和草儿去买药的时候遇到了，还很熟络的样子。哦，柳氏恍然地笑了起来。他们算什么熟络呀？就是前段时间草儿在外面捡了几条蛇去卖，刚好被那沈公子买了，算是见过。可明辉不是这样说的。那沈公子就是个纨绔公子，喜欢逗草儿，草儿避他还来不及呢。那件事儿呀，草和我说了，那妇人是我们一个村的，草儿看到可怜，就硬着头皮让沈公子把人给买了。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。明辉也是读过书的，镇上也没什么合适差事，就想着跟着沈公子谋个差事。你看看什么时候带着草给引荐一下。草的亲事你就放心吧，草那么漂亮又那么乖巧，我一定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家。金氏开始和柳氏谈条件。柳氏想，这个条件是不错。这是甘家吗？严三池在门口叫了起来。你是谁？我叫严三池，是来甘家给甘草姑娘说媒的。这严三池当的媒可都是顶好的，谁家看上甘草了？是谁让你来说的？就是你们村的林公子。我们村的林公子？柳氏狐疑起来。我们没有姓林的呀。不会错，就在村口那宅院。严三池打量着甘草，觉得这就是他要提亲的姑娘。你里面请。甘草转身进厨房，偷偷得意起来。林寒2天没消息，原来是去搞大事了。哎呦，金婆婆也在啊！既然都是熟人，就透个底吧。咱们这个行当，彩礼是男方的态度和实力，就这彩礼放在五华镇都能数得上。再说你们是一个村的，来回也有个照应。这结亲讲究一个门当户对，严大没提这亲有点重啊。柳氏看向甘草，你的亲事你怎么看？嫁，而且距离咱家还近。老太太，我就给你交个底吧。那人原本也是读书人，家中富庶，可惜家道中落，就流落到咱们这里了。到了这里就不想走了。严三尺说的头头是道，说是原来从村子里过的时候见过甘草姑娘一面，就相中了。我做了这么多的媒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一见钟情的。看看人家置办的东西，足以说明人家对咱家闺女的重视。让我看了日子，担心婚期太赶，还问我要不要给准备嫁衣。这样的夫婿哪里找去啊？而且人家还说了，8抬大轿，沿路响器，
请你们秋水寨全村人吃席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得把草儿的爹娘叫回来商量商量，你看行吗？行，当然行了。谁家有这么一个宝贝要嫁，不谨慎一点儿？那你先坐。金婆婆，你也是来给草说亲的？这真是一家有女千家求，能遇到像草这么好的姑娘不容易。严大妹真会说笑，这是我姐妹来找我玩的。还真是凑巧啊。严三池以为金氏是来为他孙子提亲的。那我那事儿，这家里实在是太忙，等忙完了我亲自去镇上找你。行，你们忙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偷偷的把自己气得头晕了，这一起身一个晃悠差点摔倒。草儿，你快来看看你金奶奶。甘草立马过来，找了一把椅子给金氏坐着，然后给把脉。甘草拿出银针扎了几针，金氏慢慢缓过气来了。你哪来的银针？一个外乡公子给的，我看他倒在地上就扶了他一把，给他写了个药方。他说这银针他也没用，就给我了。哎呦，你说那外乡公子不会就是凌公子吧？这还真是缘分。你怎么没跟我说过？我以为这不是什么事。奶奶给金奶奶写个药方。柳氏看了甘草一眼，转身去拿纸笔。金奶奶，这药方你拿着，一副药早晚煎一次，水开了喝汤就行。以后若是有同样的不舒服，就再喝3天。要是别的情况，你再来找我就行。草，这嫁人可是大事，一定要找个知根知底的。今天我来，就是你明辉哥哥对你心心念念的，我还想着让你们多接触接触。严三池一听这话就不开心了。金婆婆，提亲也要讲个先来后到吧？我这带着彩礼来的，诚意十足。你是来空手套白狼了？哎呦，凭我们金家和甘家的交情，这点彩礼算什么？你说算什么？就是你们金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卖了，也置办不出来这些彩礼。嫁人要看嫁的人家，彩礼算什么？那你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人家？别的不说，金婆婆，你快把镇上的女子相个遍了吧，还小想崔大地主家的女儿，也不看看你孙儿配吗？读书不成，不愿意学手艺，天天靠着你赚的钱在大街上打趣小姑娘，别人都叫她流氓。严三尺这话说的多少有些仇怨了。甘草想，林寒给了严三尺多少钱，让严三尺这么拼命？草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为了赚没人钱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甘草姑娘，我说这话有一句算一句，你去打听打听。咱们的交情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金奶奶，我刚给你行针，你不能太用力，太用力的话容易脱力。金婆婆不是要走吗？我坐了马车来，让车夫先把你送回去。对对对，柳氏点头，赶紧去抓药，要不是你今天晕倒，我都不知道你病了。马车刚走，曹氏就回来了，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。曹，你先进去招呼一下严大梅。甘草歪头，怎么觉得他奶奶这是要把他支开？大嫂回来了也一起进来吗？你先回去，我们就回去等着。怎么样？李正家那房子的确是被一个叫林寒的买了，我刚才去看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看着英武不凡。他买李正院子的时候，李正见过他没？觉得那人怎么样？李正家那房子的确是被一个叫林寒的买了，我刚才去看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看着英武不凡。他买李正院子的时候，李正见过他没？觉得那人怎么样？林寒找了中间人严三尺买的，奶奶就放心吧。严三尺在镇上名声极好，他愿意出面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曹氏保证。柳氏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行。没过多久，杜氏和甘泉他们都回来了，看到严三尺带来的彩礼都很震惊。
草儿愿意嫁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们总得去打听打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吧？我见过。你什么时候见的？原本我也不知道是他，就是之前他晕倒在我们村路边，我帮他看病，他还送了我银针。我觉得人挺好的，最起码知道知恩图报。这样说不错呀，而且就我们村儿，回头草儿要是受气了，我去给他撑腰去。离咱们近是好，可是就一个人。他担心林家人丁单薄会被人欺负，只要人好就行。柳氏倒不是很在意这个，这也是好事，省得遇到恶婆婆，过去就能自己当家了。要是在村里有什么事，不是还有我们吗？既然这样，那这亲事就定下来。就是，甘荣为难，人家给了这么多彩礼了，我们家得出多少陪嫁呀？这事儿我已经想过了，咱家的确出不起这么多的陪嫁。况且李家那宅院什么都是新的，家具也不需要咱们家出，就把村头那2亩地陪嫁给甘草。不用。甘草直接拒绝。我不怎么会种地，那林公子大户人家出身，也不会种地，放我们手里租出去，还不如给家里种。草儿，这方面呀不能太懂事儿，有些东西傍身，别人不敢看不起你。娘说的对，毕竟人家给了那么多的彩礼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决定了这件事，柳氏和杜氏出去和严三尺合了八字，就准备选时间。这2个八字还真是天作之合，就是婚期有点近。什么时候？半个月后。行，那就半个月后，刚好农忙也忙完了。柳氏不在意。送走了严三尺，甘家人坐在屋子里看着甘草的嫁妆。不如我们给分了。众人看向甘草，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主动分自己彩礼的。这几天家里的人都做一套新衣服，到时候草出嫁的时候穿上，文房4宝就留下，给你4哥用，剩下的我们再给天点当草的嫁妆。这首饰也一人挑选2件。甘草提议。带那些做什么？什么时候掉了又要哭半天。逢年过节不下地的时候戴嘛。那你们就挑2件吧。这几天家里女眷都不用去干活了，人手不够就请几天短工，把草的嫁妆赶出来。好。众人纷纷应了。吃过晚饭，甘草就在院子里转悠，还时不时地看着门口。柳氏看甘草许久了，想出去。我就是想去看看是不是我救的那个林公子。女子嫁人之前不能和对方见面的。我偷偷的看看。偷偷的也不行。甘草想林寒体内的毒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快回去睡觉。公子，东西收拾好了，我们明天就要走了。你说我们走了，是不是要给甘草姑娘打个招呼啊？公子为什么要问我？第2天一早，沈铎就骑马去秋水寨。好像是沈公子来了。你在家里待着。甘老夫人，甘草姑娘在家吗？你找我家草干嘛？我家草过几天就要嫁人了。嫁人？沈铎听到柳氏这样说，心揪了一下。对呀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家草嫁人多正常。今天来的时候不知道甘草姑娘要成亲，也没买什么礼物。他说着，从袖子里掏出2张银票。聊表心意，恭贺欣喜。那就多谢沈公子了，只是他现在不方便见外男。可以理解。沈铎行礼，转身离开。他也没多看，把银票收了起来，转身回去了。草儿，你进来。杜氏安慰地看了甘草一眼，以为他娘要训斥甘草。甘草倒没什么感觉，跟着他奶奶进屋了。沈公子给你的贺礼，
你若是要，这些本应该都是你的。我还年轻，还会医术，赚钱比家人容易，这些钱就留在家里吧。可是拿后辈这钱总是有些不合适，这些呀，你拿着傍身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我留一半，咱们家现在也不缺钱。这个时候，曹氏也到旧义庄了，在门外就听林家人的嬉闹，于是上前敲了敲门。哎，谁啊？林成双不耐烦地应了一声去开门。你大姐在家吗？林成双打量了一下曹氏。大姐，找你的。谁呀？林氏从屋子里出来，就看到了曹氏。哟，这一天一个来找啊？那地里的粮食我们已经卖给你们了，不会想着还让我们回去给你们收了吧？不是，曹儿要出嫁了，家里忙，娘说让你回家帮2天忙。这都分家了，还想着使唤我们2个呢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回头你们修房子什么的，我们也会过去帮忙。我还能指望你呢？你们是想让我们回去添礼吧？我这话撂在这儿，草儿就是嫁给皇亲国戚，我们也不眼馋，我们也没钱添礼。你是他二嫂。曹氏生气。二嫂怎么了？我又不姓甘。林氏说着，啪的一声把门关上。曹氏被气得胸口疼，这林氏也太过分了吧。但是他也只能先回去。柳氏打算给甘草多做几床被子，这样到时候用石落抬着也好看。娘，老二家不回来。他说了什么？有样学样的给说出来。曹氏为难。我让你说出来，是让家里人都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别回头了还是非不分。曹氏只好大致给说了一下，也没说的那么刻薄。你没见到老二？没有。曹氏摇头。就那么大个院儿，就算没叫他，他也该听见了。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。娘这是怎么了？生气，自己生的儿子如今这样，气都不知道怎么气。甘草不说话了。对了，等草出嫁了，让嫣儿跟着我识字，把灿儿送到学堂里去。柳氏突然看着曹氏说。曹氏一愣，家里供4弟一个就很辛苦了，灿儿的。他其实是想让孩子去学堂的，不如让灿儿也跟着奶奶识字。曹氏不想再花钱。去学堂不单单是识字，只是镇上才有学堂，灿儿还小，每天跑来跑去。先前你去卖山楂糕不错，等草出嫁了，看看什么事能做。你和大荣去镇上做点小生意，刚好带着灿儿。可是山楂很快就没了。曹氏其实也惦记着这件事。其实山楂摘下来也能存放很长时间，再说不卖山楂糕还可以卖别的。卖什么？曹氏来精神了。到时候我给大嫂看看。甘家如火如荼地准备着甘草出嫁的事，才知道严3尺在林公子那边张罗亲事。时间不够，嫁衣也只能做成这样了。甘老夫人在家吗？严3尺在门口叫了起来。哎，严3尺这才抱着盒子进来。哎呀，这几天忙那边的事，也没来看看。你这是？啊，嫁衣。上次不是说了，时间太紧，就林公子准备嫁衣。他说着，把盒子放在桌子上。虽然说这嫁衣都是女子自己准备的，但是这匆忙的也准备不了什么。这是林公子让人从长环买回来的，老太太看看满意不满意？他把盒子打开。柳氏看到盒子里的嫁衣，眼睛亮了一下。哎呦，我都不敢碰，怕我这手粗把刺绣给勾丝了。甘草想，林寒这是折腾什么？他只是想让林寒娶她，没想他搞得这么正式。草儿，去试试。这嫁衣宽松，倒也合适。
呦，我这是见到仙女了。奶奶，行吗？行。柳氏突然很放心。行就好，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，那边还忙着呢。你们就不要送了，没几步路，我这回头还少不了来。收起来吧。甘草去换衣服。柳氏站在院子里看着天空。林家去长环买东西都回来了，老四怎么还没消息？甘草亲事定下之后，柳氏就给甘伟写信了，让他务必回来。娘。甘泉从外面回来。你和我进来。你是不是觉得不该给草这样大办？甘泉没说话。虽然对方送来的彩礼多，但是他们家也都没留。其实家里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家里不止先前草儿卖蜘蛛的钱，先前草抓的那条毒蛇卖了50两，都在我这儿。什么？甘泉惊讶。小点声，这些银子我没说，是因为都是草儿一个人赚的，难不成你想分家的时候分给老二啊？以后老四读书的钱你不用担心，今年把家里的房子翻盖一下。如今老四还没回来，你亲自去一趟，让他一定要回来。以后他读书的钱大部分可都是甘草赚的。那他肯定要回来。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，他们打算去镇上雇一辆马车，这样会快很多。晚上一家人还在忙，门口突然有人进来，院子里的鹅叫了起来。曹氏慌忙从屋子里跑出来。二弟，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听说草儿要出嫁了，我回来看看。甘泉也从屋子里出来。草儿，出来让你二哥好好看看。甘茂听他爹这样说，知道他爹生气了。二哥，都长成大姑娘了。甘茂这是没话找话说。二哥我也刚分家，用到钱的地方多，也不能给你添多少。他说着拿了20个铜板。你二哥给了，你就拿着吧。柳氏看着甘茂那没出息的样。谢谢二哥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站住！刚到家还没做呢，忙着回去干嘛？这刚收了粮食，家里事多。家里事多？你家在哪儿呢？自己的粮食都没时间收，惦记着别人家里事多。你给我说说，你分家拿走的钱现在还剩多少？我告诉你，到时候没钱修房子，别想让我跟你添一个子儿。老二，柳氏发话，过日子自己心里要有底，不能听别人说点好的就摸不到边儿了。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自己得打算好。是。既然你知道了，就走吧。甘茂转身就跑，生怕被他爹逮着一样。我这生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！甘泉气闷。虽然甘茂是回来添礼的，却让一家人都不开心，一个晚上都很沉闷。第二天，甘泉就去镇上租马车去找甘伟。爹。甘伟远远地看到他爹在脸红脖子粗的和别人讨价还价。你怎么这个时候到了？我跟着一个商队走的，不然这个时候路上不好走啊。哦，那我们回家去。这马车你还租不租？车夫不耐烦地说。不租了。甘泉瞬间底气十足。哎，小妹嫁的是什么人家呀？她自小就挑得很，没少相看吧？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，我慢慢和你说。那爹给我说说，家里都发生了什么事了？甘伟笑着跟着他爹。父子两个人走着说着，甘伟越听越生气。小妹要嫁的那个人，他靠谱吗？应该靠谱，不然也不会为了草儿在咱们这儿买宅院。那他买了李正家的宅院，
以后还不得被李正记恨呢？买都买了，又不能给退回去。哎，倒是你最近读书怎么样？先生夸我进步很快的。那就行，回头啊，你考一个秀才，咱们家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快看谁回来了！这就是我那便宜四哥。哎，娘，没想到一转眼的功夫，小妹也要嫁人了。四哥给你带了礼物，甘草点头。怎么和四哥生疏了？你也不看草多大了，过2天就要出嫁了，还是那个喜欢跟在你后面的小丫头啊？奶奶、大哥、大嫂。甘伟看到他三姐，愣了一下。三姐，赶紧过来坐。要中午了，就早点做饭吧。我来帮忙。曹氏说着就过去。爹跟我说了那个林公子了，我打算去见见他。千万别！甘草下意识地说。为什么呀？奶奶说成亲之前不能见。那是你不能见，又不是我不能见。四哥刚回来，家里还有很多事呢。等我们成亲之后，不就见到了？爹才给我说了那个陈大雷的事儿，我可不能让你遇人不淑啊。怕什么？他在咱们村，咱们的地盘。甘草很嚣张地说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你嫁给他了，就是他的人了，别人能过问的也不多了。趁着还没成亲呢，把底儿先给摸透了。你四哥说的对，今天晚上我和你四哥一起过去。甘草想，他们这一个两个的都来凑热闹，让他很难招架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没打算悔婚。为什么？甘伟不理解了。因为他长得好看，还有钱。肤浅。甘伟生气。我怎么肤浅了？难道你想让我找一个又丑又穷的？你要找一个对你好的。我觉得女人应该图一点客观的东西，看得见摸得着，图别人对你好，那太缥缈了。万一是昙花一现，或者雨后彩虹。小妹说的也对哦，我认为咱家的小妹被骗了嘛。既然草儿不想让你们去看，你们就不要操心了。这2天家里来的人多，你们在家招呼一下。是。你娘前几天就把你的屋子收拾好了，你去看看还缺什么。因为甘伟回来，家里难得欢乐起来。结果刚吃过午饭，门口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你们刚吃完饭呀？一家人的脸立马拉下来了。这不是李林家那贵人吗？来我家干嘛？娘，你这多见外呀！草不是出嫁了吗？我当嫂子的，回来帮忙。林氏说着往里走。站住！你大嫂去叫你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再说一遍。哎呦，当时家里事多，书记忙完了，那我要是不回来，别人还以为我们是一家人不和呢。行，既然你回来了，想必也知道林家拿了不少的彩礼，我们家也不能太寒碜，里里外外也没凑出多少陪嫁。你既然有这心，就拿1两银子出来给草筹办嫁妆。什么？林氏反射性的跳了起来，随即又意识到自己失态。娘，这彩礼是男方贴补女方娘家的，以后女儿远行不能在身边伺候，所以给的一点孝敬。你们家当初就是这么做的。如今呢，我那2孙子都跑到你家去了，那你家是不是应该把彩礼给贴补回来呀？我们那是没地方住，临时回家住2天。你们家那样，我们家可不那样。男方出彩礼，女方出陪嫁，是给他们开始自己的日子的。往后这是草的娘家，草想回来就可以回来。既然你说是草的2嫂，也该出这一份力。2嫂好。甘草笑眯眯地走到林氏面前，伸出手。林氏看着甘草那笑眯眯的样子，你还有脸笑？你出嫁就是要把咱们家掏空啊！以后咱们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
甘家谁都有脸说这话，就你没脸说这话。怎么，甘家给你什么都应该，让你出一点东西就是把别人逼死啊？奶奶，我是嫁到甘家的，我以后生的孩子姓甘。那你倒是生一个。柳氏打断林氏的话，林氏瞬间无语，她的肚子的确没一点动静。林氏委屈地闹了起来。说到底呀，你们甘家就是嫌弃我不会生孩子，你们嫌弃我，我也不在这里碍你们的眼。他说完就走。甘草真是大开眼界了，他这二嫂所有的心眼都用在坑子家人了吧？二嫂，甘伟叫了一声。林氏本想有个台阶下，结果一看是甘伟。甘伟回来了，肯定是要回来要钱的。万一让老二拿钱怎么办？甘家没人搭理林氏，心里都清楚林氏今天回来是干嘛的。别看了，都去收拾。刘氏看一家人还站在院子里，林氏快速地离开甘家。过了桑园，刚遇到要回家的甘茂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你说我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真是不知道你家人是怎么想的，一定要给甘草操陪嫁。只有卖女儿的人家才不会给女儿陪嫁吧？那你说我林家卖女儿了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甘家的规矩。三妹出嫁的时候也有陪嫁。他们陪嫁就让他们陪嫁，凭什么让我们也操？你不是想要小妹的彩礼吗？甘茂想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就你们家人对我抠门那样，会让我看到一根线头吗？你和娘他们好好说，一家人送小妹出嫁挺好的。杨林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林氏难以置信地看着甘茂。甘茂有些不好意思，想让我给你家白干活，没门儿！哎，我已经和邱尚书他们说好了，这2天小妹出嫁，我们就开始修房子。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。找什么地方？找地方住不用钱啊。等你房子修好了叫我回来。那你把钱拿出来。甘茂着急，还没修房子呢，要什么钱？人家干活，咱们买修房子的东西都得要钱。干完了再说。林氏头也不回。甘茂站在那里无奈，又看了看自己家的方向，转身去追林氏。你等等我。甘家，甘伟去收拾自己房间了。柳氏在屋檐下教甘草成亲的规矩。要说这规矩是有固定的规矩，也有不同的规格，只是啊，咱们这些乡下人吃饱肚子都不容易，哪有那么多规矩啊？能骑小毛驴儿盖块红盖头过去就不错了。林家想的也周到，让严大梅先过来和我们商定好这些，以免到时候闹了笑话。奶奶，我觉得那天金奶奶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，这段时间也没来咱家。你都要出嫁了，关心那些做什么？甘草觉得他奶奶和金氏的塑料姐妹花说的一个比一个好，翻脸也是比翻书还快。你这什么眼神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像金奶奶还有我二嫂那样的人，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。若是很强，就不需要和他们相处，他们无非是想占点小便宜。若你和他差不多，只用记住一点就行了。哪一点？甘草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。笑。甘草觉得自己笑不出来。你和他们一样，最好不好得罪他们。2个人别的不行，那张嘴是真厉害。就今天你二嫂那话，说到最后好像是我们甘家对不起她了。你好好想想，村里的人是不是更喜欢你二嫂啊？她出门嘴甜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反正啊，又不用她真干事儿，就是让她真干了，她也拉着你大嫂。最后你大嫂把好事干了，那好名声落在她头上了。柳氏看这些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要不然分家的时候他也不会那样对林氏。怎么听奶奶说这样的人还挺厉害的？不过是一些小聪明，你看他的日子呀，最后肯定不会有你大嫂过得好的。人呀，吹到天上那都不是真的，自己总要为自己的日子负责。孙女受教了。甘草一脸严肃。你这丫头。刘氏笑了起来。甘伟的房间没事，他就来前面帮忙。听说家里要买牛，他也很开心。草儿，草儿。甘伟悄默默地叫甘草。甘草狐疑，跟着他四哥去后面屋子里。这是什么？给你的贺礼嘛，本来想过年送你的，你既然都要成亲了，就提前送给你了。甘伟说着打开，里面是一只叶子错落的珠花。我用碎银子打的，很薄。真好看，真的是四哥做的。三姐出嫁的时候我还小呢，不能送给三姐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想着给你准备一样像样的东西。四哥的手真巧。你不嫌弃就好了。娘说你的彩礼里面一箱龙都是首饰。在我看来，四哥送的比那一箱龙都值钱。对了，四哥，你是不是要经常抄大量的书？千万别和爹娘说啊。其实我抄书挺好的，可以看那些我没看过的书，也能赚一点钱嘛。可是四哥不能因小失大。爹娘赚钱不容易的，偿还什么都贵，酒店里的一盘菜，他们就要辛辛苦苦的做1个月的工。再说了，我已经读了这么多年书了，靠读书学来的本事，赚一点钱也是应该呀。虽然四哥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，但是以后不能这样做了。咱家有钱。有钱也要省着花呀。我看四哥的肩膀有些塌了，肯定会影响仪态。我教四哥打一套拳，每天没事就打打，强身健体。你都开始关心我的仪态了，行，让我看看是什么拳。甘伟说着走到外面，甘草就到外面教他四哥打拳。其实打拳是次要的，他四哥也有营养不良的情况，他觉得得和他奶奶说一下，多给四哥一些钱。转眼就到了甘草出嫁这一天，甘家人一大早就起来了，柳氏带人去朱家门口围了，让蒋氏出来。蒋氏也没想到甘草能这么快出嫁，躲在朱家不出来。朱广武，这事儿李正也知道，是你媳妇自己说的。今天他去我家认错了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如果他不去，柳氏几分威胁。不去咋地？朱广武满不在乎。你还能把我家房子给砸了？这么说，你不让蒋氏去了？对。朱广武很确定。你们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朱家人的做事风格，欺人太甚，言而无信。哎，朱广武，这事儿真是你们家不对了啊！那样埋汰人家姑娘，如今打赌输了，该认赌服输才对呀。去，甘家给了你什么好处？那么向着甘家，一个外来户，还想骑在我们朱家头上不成啊？什么外来户？说的你们朱家不是外来户一样，你们朱家不过是比甘家早来一代。就是啊。一边的人纷纷附和。今天甘家大喜的日子，本不应该来吵你们家的事儿，但是你媳妇实在是欺人太甚。之前会埋汰我们甘家，回头啊还不知道要搬弄什么是非。我也就是给蒋氏一个教训，让他知道祸从口出。可是你却这样阻拦，简直和你媳妇蛇鼠一窝。你们朱家没有一个讲道理的，以后谁还敢让女儿嫁到你们朱家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句！朱广武说着冲过来要打柳氏。朱广武，你想干嘛？我要撕了这老巫婆的嘴！柳氏这会儿已经退到了后面，看到朱广武和几个青壮打了起来。那边几个人把朱广武打了一顿，压得死死的。
不过也有几个受了点伤。算了算了，也是我老婆子没本事，不能给家人讨个公道，还让你们受伤。我早就看朱家人不顺眼了，不就是出去给别人磕过头，就觉得自己上过天了？就是啊，他媳妇儿说那话的时候，就不想想该不该。众人一言一语，把朱家说的一文不值，喜欢惹是生非。这个时候，曹氏小跑过来：“奶奶奶奶，严大美已经来了，您快回去看看。”算了算了，咱们赶紧回去。大喜大喜啊！托你的福，是咱们家曹有福。严三池这嘴是真的溜。柳氏到屋子里看甘草，看他正在吃鸡蛋，他一进来，吓得甘草差点噎着。哎呦，慢点儿！不是说成亲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吗？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，一会儿啊，你要吃很多东西，一样少吃点就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有些不安稳。奶奶是不舍得我出嫁？甘草开玩笑。人你见过了，你也愿意，我能怎么办？奶奶放心，就这么近，我每天都能回来。哟，哪有出嫁的姑娘还每天都回来的？柳氏心里开心，却装作生气。那我就想回来。好啦，严大梅来了，有些事情啊，她再叮嘱你一下。好。甘草点头。柳氏心里就是很不安稳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。她径直回到自己房间了。不知道是家里没这么热闹过，还是去收拾了朱家的人，柳氏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甘草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还是被这繁琐的礼节弄懵了。丫头，你别觉得麻烦，这礼节做到了，那是人家在意你。像那种一头小毛驴挎着包袱就成亲的，日子都不怎么样。甘草就当自己被安慰到了，可能是他只是需要成亲，而不是对成亲充满了向往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杜氏欢欢喜喜的半天，这会儿甘草要出门了，她开始哭起来。三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要送小妹走了？三姐，你放心，我若是得了功名，到时候有的是人抢着娶三姐的，我定给三姐挑一个好的。甘云听到甘伟这样说，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了。哎，三姐别哭啊！三姐是高兴，只要你能得了功名，三姐就是一辈子不嫁也愿意。本来高高兴兴的事儿，看三姐这样，我都想哭了。那快去送小妹吧，我没事儿。啊，那我去了。一行人吹吹打打的去了林家，甘家瞬间冷清下来。甘云看前面没人了，这才从后院出来，坐在上屋的台阶上，显得无比的落寞。到了林家那边更热闹，但是新郎出来的时候，气氛瞬间变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甘伟生气地站在前面。哎呦，是我大意了。新郎好几天忙成亲的事，上火生疮了，这大喜的日子也不好看，就戴个围帽盖着。不行，我总要知道我小妹嫁的人是扁还是圆呢。甘伟不同意。严三尺知道这林公子的情况，若是摘了围帽，岂不是要吓坏这里的人？四哥，我知道他的情况，他那疮不能见风，没事的。小妹，甘伟更加狐疑起来。四哥，我大喜的日子就让我顺顺当当的吧。小妹说的对。甘伟有些气不过，也只得让步。林寒虽然没去甘家接甘草，却在大门口迎接他。两个人牵着红绫一起进了林家的门。朱广武在家骂骂咧咧，那甘家向来夹着尾巴做人，如今找了一个好女婿就想上天了。你轻点儿。那孙大夫也是个坑人，这么一点伤药就要200钱，他的钱还真是大风刮去的。
甘家嫁个女儿，全村人都请去了，看他们显摆的。朱光武听到他媳妇这样说，眼底都是怨毒。这要是早几年，你还能在外面走镖，那些人见你哪个不是点头哈腰的？甘家不让我们好过，他们甘家也别想好过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等着看。朱光武很坚定地说。甘草和林寒一起被送进洞房，洞房里甘草在纠结是自己掀盖头还是让林寒给他掀盖头。哎，你掀盖头不掀？你不掀我就扯了。楚林寒听到甘草这样说，有点想笑，拿起一边的秤杆掀开甘草的盖头。甘草歪头看着楚林寒，一时间把楚林寒看呆了。你还准备了秤杆？这叫称心如意吗？这把楚林寒给整不会了。哦，忘了。甘草把手伸到林寒面前，楚林寒放下秤杆，抬手却不知道些什么。做拳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捡的。那你也不能这样花呀，给你解毒还要花很多钱，你还剩多少？没了。这个败家妇太不会过日子了。这丫头已经在盘算怎么过日子了吧？着火了！外面突然有人喊了起来。是甘家的方向啊！那些人看着冲天的火光，甘伟慌忙跑了出来。三姐！他震惊地看着他家方向火光冲天。救火！快救火呀！他说着就跑。咱家着火了，你三姐还在家。甘伟跑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他们家的房子已经彻底烧起来了，他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进。三姐，三姐，不要进来！甘云吃力地叫着。听到那一点声音，甘伟直接冲了进去。甘伟！甘泉到门口就看到甘伟冲了进去。甘伟冲进去的时候，看到他三姐额头上全是血污，趴在地上奄奄一息。他端了盆去水缸里舀水，把自己和三姐都淋湿透了，这才背着他三姐往外跑。快救救我儿子！快救救我儿子！就在甘草跑来的时候，甘伟背着他三姐从房子里冲了出来。爹，三姐受伤了，快给三姐找个大夫。草儿，草儿！甘云挣扎着坐了起来。是朱光武放的火。这朱光武也太歹毒了，我们秋水寨不能留这样的人。对，一定要把朱家赶出我们秋水寨。柳氏看着火光冲天的宅院，才明白白天为何会不安。那朱广武早年走过镖，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都见过，如今恶向胆边生，趁着他们都没在家，来他们家把房子给烧了。柳氏有一种感觉，这朱家的人不能留。他这样想着，那些救火的人已经集结起来去朱广武家了。快点，小妹，三姐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我给她处理一下伤口。先把三姐背到我那里去。今天你成亲，见血光不好。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不好的？四哥，你背三姐。甘草他们一走，杜氏瞬间嚎啕大哭起来。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再说，李章带人去朱广武家。甘家着火了，凭什么说是我家男人放的？我家男人根本就没在家。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，甘云还活着呢，他亲口说的。听到甘云还活着，蒋氏的脸色变了。就在他发愣的时候，村民已经冲到了朱家。朱广武自然不在家，但是李章还是把蒋氏和朱大长捆了起来。这件事总要给甘家一个交代。甘草给甘云处理了伤口，幸好他今天出嫁的时候把之前熬的貂油放在石落里了，这会儿刚好用上。三姐先换上。我怎么能穿你的新衣服？
一会儿娘要是看到三姐这样，要哭了。回头我洗干净了还你。不用，我也穿不了那么多衣服。甘云换了衣服，好奇地问：“妹夫是不是生气了？”生气？甘草没反应过来。不然出这样的事，还不出来看看？甘云疑惑。他这几天太忙，又喝了点酒，我叫不醒。两个人说着，严三尺在门口敲门。我看时候也不早了，不如把屋子收拾一下，让3个孩子先睡觉。好，家里能收拾出几间屋子？3间厢房都可以收拾出来。那就都收拾出来。甘草看向他4哥，你去叫奶奶他们都过来，好歹人没事，休息好了再想办法。甘伟点头。甘草安顿好了他3姐，就进去找林寒。林寒也没睡觉，他看甘草进来，拉着他的手写道：“怎么样？我3姐没事，房子已经彻底烧了，我想让他们先住在这里几天。”甘草征求一般看着林寒。好。其实这事跟我也有点关系，要不是我奶奶要为我出这口气，也不会闹到这一步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倒有自己已经是人家女婿的自觉，不过有件事我要跟你说清楚。说。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，我只是需要成亲，我有身孕。甘草早就做好打算，成亲就摊牌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负责，这些钱我以后也会赚了还给你。而楚凌寒震惊地看着甘草，他以为甘草嫁人是因为她不是完璧之身，没想到她已经有身孕了。那天晚上他刚上岸，毒发之时根本控制不住自己，刚好遇到了在月亮堤的甘草。他想着自己若是能逃过一劫，定然会给甘草一个交代。但是这毒比他想的要诡异。那段时间他在山林里不断的昏迷和清醒，一直到那天甘草在桑园遇到他，他的情况才好了一点。之后很快就遇到了甘草。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，也不知道和甘草说什么。那个时候他无法给甘草保证，于是只好把身上的寒月给了他。看着甘草有些紧张的解释：“我一定帮你解毒。”楚凌寒不知道怎么说，他现在很纠结。两个人沉默了许久，楚凌寒慢慢的在甘草手心写下：“好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：“你就不问孩子他爹是谁？”楚凌寒歪头看着甘草，隔着帷帽，甘草也看不到凌寒的表情。几个月？什么？甘草有点懵。孩子？到现在2、3个月吧。楚凌寒确定那就是他的孩子，当即更不知道怎么说。她有未婚妻，是一个经验绝尘的女子，如今……好。甘草实在想不到这个有什么好的。这个时候，严三尺在外面敲门：“草，你来看看收拾的怎么样？”哦。甘草把屋子收拾好了，但是甘家人不愿意来。后半夜大火灭了，天亮的时候，甘家人看着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宅院。这个时候，杨秋生小跑着找过来：“全哥，朱广武跑了，村里人追了1夜都没追到，还媳妇儿和儿子被抓了，你们家打算怎么处理啊？”杜氏听到杨秋生这样说，跳了起来：“大海剑道的将士都是因为他，我要把他拔舌炼油，把朱家人赶出秋水寨。”李正也是这样想的。李正说：“你们一家不行，就先住到朱家去。”不用了，他那宅院就给村里吧。那我去跟李正说。看着杨秋生离开，甘伟有些不理解：“奶奶，为什么不把朱家人都给送到官府呢？”烧咱们家的房子，打伤你3姐的是朱广武，你把朱家人送到官府有什么用啊？到时候官府不收朱家人，咱们村还得好好的让他们回来。人呀，
想做什么事儿，都要付出代价。甘伟不知道他奶奶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严三尺把昨天宴席剩下的菜，还有提前准备好的蒸肉分好，让人给秋水寨的一家一户送去。好了，这些都和你说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甘草觉得这个严三尺做事真让人放心。你帮了我家这么大的忙，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。我拿钱了，你别谢我。严姐姐办事拿钱是应该的，只是严姐姐这么上心，我还是很感谢。你都叫我姐姐了，我就认下你这个妹子，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你有空也常来坐坐。好。这不是严姐姐的马车？他看着一边的马车。这也是你们家的？我家的？是啊，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好人家。我走了。严姐姐等一下，我去找个会赶车的人送严姐姐回去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又没多远路，你家里这么多事呢。那要让你走这么远？也没多远，你赶紧去忙吧啊。严三尺说完就走。甘草送他到路口，看到他奶奶一行人往这边走，他慌忙跑了过去。奶奶，他看奶奶怀里抱着一个罐子，银子还好说，融化了也能用，就是那100两银票估计没有了。一家人沉默地走到林家。你们休息，我这就给你们做饭。不忙，你夫婿呢？昨天喝多了，早上吃了饭又睡下了。把门关上。先前都没跟你们说，草儿捡的蛇卖了50两，之后草儿叫沈公子去蛇毒，卖给沈公子毒蜘蛛，还有给沈公子看病，一共是赚了220两。我拿了30两给草儿当嫁妆，你们没意见吧？先前花了一点，给草置办东西的时候啊，前后后花了快5两，这里现在还有230两。这些银子原本是想留给老四读书的，这是一笔横财，咱们甘家以后很难再遇到了，要用到刀刃上。如今家里出了这变故，我打算呀，一部分拿了修房子，剩下的给老四读书。嗨，我用不了那么多钱的。你好好读书就行。甘伟低头。全儿下午去看看谁家有空院子租，我们搬过去。你们住在这里就好，屋子都收拾出来了。你刚嫁人，哪有娘家一家人跟着你住在婆家的？可是甘草担心，就算找到了房子也什么都没有，你们怎么住？一会儿我就去镇上置办一些，你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就是嫣儿他们先在你这儿，回头我安顿好了过来接他们。柳氏看甘草那失落的样子，这丫头不会想出嫁了，这还能和以前一样吧？好。对了，我家有马车，你们可以用。这次柳氏没拒绝，他们去镇上买东西的确需要马车。甘草和曹氏去做饭，曹氏看着林家的厨房一阵羡慕。家里出事，二哥知不知道？应该还不知道吧。你二哥虽然耳根子软，处处听你二嫂的，却也不是那种自私到不管爹娘的人。大嫂看着火。他叮嘱了一下就出去。奶奶，昨天我成亲，二哥和二嫂就没来，这事闹得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你放心，林氏那性子一旦有好处肯定会凑上来的。那二嫂要是知道咱们家其实有这么多银子，是不是肯定会回来分一杯羹？以后四哥要真考了功名，他是不是还要回来？其实蹭点银子倒没什么，万一败坏了四哥的名声，可是影响一辈子的事儿。柳氏的表情变得凝重。你这丫头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了？我没有什么想法，我就是想着家被烧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不用哭都很穷。遇到对的人就好好的过日子，哪来那么多心思？我知道。甘草认真地说。
我去做饭了。哦，对了，中午叫上你夫婿一起吃饭，咱们家人啊，好好的感谢一下他。他上火了吗？不光嘴上起泡了，喉咙也发炎了。我单独给他煮了点好消化的。哟，这么严重啊？我去看看。真不用，我帮你给他说一下就好。我怎么觉得你一直不想别人见他呀？有吗？甘草狐疑。何止是有？那天严大梅去提亲，你一听是林公子就立马答应了，不让你大哥他们来看。拜天地戴着围帽你都愿意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柳氏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奇怪。奶奶，你想多了。他人是真的吧？咱们住的地方是真的吧？回头他好了，我让他来见奶奶。你可别受了什么气，自己忍着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好，那你快去忙你的吧。吃过午饭，甘泉和甘茂去找李正租房子，柳氏带着曹氏和甘伟去镇上置办东西。到了旧义庄的时候，柳氏突然叫停了马车。奶奶，你到前面的路口等着我们，我们去和你二哥打声招呼。我赶车过去不是快一点吗？这是人家林家的马车，你跑去显摆啥呀？那我到前面等着奶奶。去吧。看着马车走远，柳氏带着曹氏去林家，林家的大门已经紧紧关着。林氏，我知道你在家。柳氏在门口叫了起来。甘茂，你到底还当不当自己是甘家人了？甘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躲着不见是想做什么？林氏在家，甘茂也在家，但是林氏把甘茂锁在屋子里了。你让我出去。那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啊，你要是回去，咱们就和离。林氏很坚决地说。平时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现在我一家人都要露宿街头了，这事儿我不能听你的。咋地？你想和他们一起露宿街头啊？他们有好处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？现在家被烧了，想起我们了，没门儿！外面柳氏还在叫。现在家里连一口吃的都没有，你不能看着家里人饿死呀！旧义庄的人围过来看热闹。林家的女儿也太不像话了，她娘不也一样？当年是怎么对她婆婆的？林老虎去哪儿了？这事他都不管。有人问。林氏，柳氏还在那里叫，一定要把林家门叫开的样子。林喜梅，你赶紧把门给打开！你再不开门，咱们的日子也不用过了。你威胁我？你敢威胁我？我林喜梅离开你还不活了？走啊！你走！你走了咱们就和离。就你们家那穷酸样，还能给你娶个什么老婆啊？拿来。甘茂看着林氏。什么？钱？没有。咱们和离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没良心！你说什么？甘茂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林喜梅跟着你，我没享一天的福，你为了别人家打我你！够了！从你嫁到我们甘家，我们甘家可亏待过你一点。你闹着要分家，我想你分家了，咱们就能好好过日子。你天天找借口在自己家，连咱们的房子都不说修。我小妹要嫁人，你给10文钱都嫌多。听说我小妹的彩礼多，就跑着回去想要我小妹的彩礼。现在我家起火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我家人都要露宿街头了。你拿着我家的银子不给，这日子不过了。那我也是为了你，为了咱们俩的日子。林喜梅，你的厚颜无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奶奶，都是你们闹得我们的日子过不下去。家里都这样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把钱拿出来。没有。你到底拿不拿？就是没有。我娘说先拿那钱给成双收门亲事。什么？那可是修房子的钱，没了那钱我们拿什么修房子？我就那一个弟弟，他是娶不到媳妇儿，我们林家就断了香火了。
众人一脸滑稽地看着林氏，他们母女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奇葩。剩下的呢？哪有剩下的？这段时间买的东西都花完了。那可是5两多银子，你都给花完了？不过就是5两银子，又不是50两，凶什么凶？林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已经成亲了，那钱是你们修房子过日子的钱，你现在住在娘家，你弟弟成亲之后呢，你们夫妻俩能一直住在你娘家？我娘对我好，我拿5两银子给谁，他都能叫我一声爹，合理？合理？当初是你到我们村找我的，现在要合理？我们村的人都那么好欺负是吗？林喜梅，你已经嫁出去了，户籍都不在旧义庄，别说自己是旧义庄人。就是，旧义庄有这样的人，我都担心我女儿嫁不出去。你赶紧和人家回去吧，回头人家不要你了，你可别回来。旧义庄的人对林喜梅那叫一个嫌弃。你真不和他过了？你不和我过，你试试。不过了。那好，那就把他休了。林氏傻眼，休和和离是两码事。无后、不孝、口舌、擅妒，提出之条你犯了4条，我甘家休你理所应当。林氏这才知道怕了。我和他成亲不到3年，曹氏第2年就为我们甘家生了个孙女。诸位谁家有笔墨，借笔墨一用。我家有。干妈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忘了吗？咱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偷偷拿家里的钱给我买千叶糕给我吃，哈。柳氏看着甘茂还有些不忍，当即呵斥道：“跪下！你也是去过学堂的人了，纵然文不成，我也教你们什么叫做礼义廉耻。没想到你竟然在成亲之前和女子暗通款曲。”奶奶，甘茂还想解释一下，别一副我逼你休妻的样子，你是个男人。甘茂十分为难，让他休了林氏，他一时间还真做不到。你赶紧把钱拿出来，难道你真要看着爹娘他们露宿街头？你小妹嫁的不是很好吗？她肯定不会看着你家人露宿街头的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们家可没少给甘草准备彩礼呢，那彩礼也够你家用一段时间了。旧义庄的人真算是长见识了，他们旧义庄竟然有这么一个奇葩。小妹昨天才出嫁，你今天就想她的彩礼？她出嫁了就是别家人，那彩礼也是她过日子用的，这点道理你不懂。大不了以后你家人还给你小妹就行了。你家人，我们甘家和你不是一家。周围的人继续看热闹，刚好这2天闲。笔墨来了，拿来。甘茂直接站了起来。你想干嘛？我给你脸了，你还真敢凶我？你当了我们甘家这么长时间的孙媳妇，还是这泼妇模样，我们甘家实在是教导不了。你个老玉婆，老寡妇，你早早的没了男人，也不想别人有男人啊！你要敢让我和甘茂和离，我就死在你们甘家去！你说错了，是休妻，不是和离。你哪来的脸说和离？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是敢让甘茂不要我，你们甘家1文钱都别想拿走。柳氏瞥了甘茂一眼，看他弯腰走神。你的字可以写得不好看，但是要能看懂写的是什么，别写个字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。在林氏的叫骂声里，甘茂写了休书，并写下自己的名字。柳氏拿了休书当众读了一遍，然后让曹氏交给林氏。什么不和休书，我不识字。林氏拿到就给撕了。再写3份，1份给他，1份贴在旧义庄，1份送到秋水寨李正那儿，把这事儿说清楚了，
省得以后再有什么纠缠。你让他写啊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甘家休妻，看谁还敢嫁到你们甘家了。写。林氏还在叫骂，甘茂认认真真的写了3份，一份比一份写得好。柳氏把给林氏的那份直接丢到地上。走。我行李还在。不要了。看什么看？甘茂跟在柳氏后面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还舍不得林喜梅啊？你这痴情啊，也要用对了人。你遇到林喜梅的时候还小，如今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。甘茂主要是不想对不起林喜梅。他以后怎么办？他都不担心他以后怎么办，你担心什么？甘草一直盯着甘烟他们，怎么觉得他们对林寒异常的好奇？小姑姑，小姑父长得好看不好看？好看吧。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看？你说你这小丫头想什么呢？是不是奶奶和你说什么了？我和小姑姑说了，小姑姑不要告诉老奶。你说。老奶说让我看着小姑姑和小姑父睡在一个屋子里。甘草想，他奶奶还真是煞费苦心。那你打算怎么和你老奶说？别说我们要住的地方了，今天晚上就过去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真是个鬼机灵。楚林寒在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更加纠结。他觉得甘草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打算。晚饭是在林家吃的，也是吃晚饭的时候，甘草知道二哥竟然把二嫂给休了。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他奶奶的手笔。我们就搬过去了，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。我看二哥很低落，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？若不是那林氏无可救药，你奶奶也不会把事情推到这一步。送走了家人，林家一下子冷清下来了。楚林寒听外面没声音了，甘草却一直没回来，他就开门走了出来，看到甘草盯着大门在发呆。你出来了？这2天把你闷坏了吧？还好。看什么？这方面应该挂个牌匾，写林家会不会太俗了？草堂。草堂？就草堂吧。这是什么脑回路？不是不满意吗？就这样不满意的决定了。唉，甘草伸了一个懒腰。从明天起做一个自由的人，采药看病，成为富婆。楚林寒无语了。晚上楚林寒睡里屋，甘草去厢房睡觉。干干净净的房子，关得严严实实的门，还有没有补丁的被子，甘草得到了莫大的满足。然后他赖床了。醒来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，都快中午了。林寒赶车，镇上有固定的停靠马车的地方，交2个铜板就可以。他们停了马车就往里面走。连公子，甘草妹子。严3尺远远地叫了一声：严姐姐。你们今天不回门？回门？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成亲第3天要回门的。甘草算了一下，前天、昨天加今天算是第3天。我们就是买点东西回门。你们家那么多东西，还买什么呀？再说这个点儿了，你爹娘他们肯定等得急了。要买比较重要的东西。那行，就算晚了也回去看看，不然不合礼数。好，那我就回去了啊，家里还有客人。哎，严姐姐，这镇上还有别的药铺吗？就孙家那一间，什么病都治不好，还黑心的很。一天也有开药铺的，或者是外面来的游医，被人给打断了腿。这些年啊，孙家一家独大。我要是不看病只买药，还能去哪儿买？去采药人那里。你要是只是买点药草，那样最划算。要说那些采药人也被孙家欺负得够呛。谢谢严姐姐。
不用谢，有什么要问的就找我。好。严三池告别离开。甘草突然想到了一件事。唉，严姐姐总说有事找她，可我还不知道她住哪。甘草看向林寒。林寒想，这丫头也有迷糊的时候。哦，甘草突然想起来了，她是和你说的，你找过她，知道她家在哪儿。算了，今天时间紧，就不去找采药人了，贵就贵点。甘草一阵肉疼的去孙家药铺。走到孙家药铺那里，看到孙家药铺外面围了很多人，有热闹。我跟你说，你最好动作小点，不要用力，不然你身上的痂裂开了，有你疼的。看孙家药铺前面停着一辆平板车。大家评评理，我这一车的药草，他们孙家才给200钱，这都是我们父子拿命在山上采的。他们孙家说怎么处理啊？我们一家子起早贪黑的晾晒切断，这都整整齐齐的。不过一些草根树叶，你想要什么价？照你这么说，你卖的也是草根树叶，为什么卖的那么贵？你身为医者，却不敬重药草，还拿什么治病救人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重要吗？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？难道同样的话，不同的人说出来对错就不同？我们医者就是化腐朽为神奇，这些药草直接吃可是会死人的，但是我们配伍入药，那就是治病的良方。你说自己就说自己，别拉着医者。德不敬佛者无以为医，财不敬仙者无以为医。看看你，人家送这么好的药草你都要为难，你哪一点配为医者？好，好！周围的人欢呼起来。你，孙文健指着甘草。我怎么了？甘草理直气壮。他是医者，断不会容忍这样的害群之马。你给我等着！以后你别想找我看病，你家人也别想找我看病。但愿世间人无病，何妨架上药深沉。你却拿别人会生病来威胁，我看你就是用别人的性命赚钱。你这样的大夫，我怎么敢请？你别这个时候牙尖嘴利的，等你躺在病床上，你就知道了。医者应知生老病死是常态，唯有病之一劫可以改变几分。医者就是要陪着病人走过生病的那一段路，让他们消除恐惧，而不是增加他们的恐惧。孙文健看周围人的目光越来越奇怪。今日关门，要是耽误了谁家的病，那就是他耽误的。他话音刚落，外面一阵惊慌的叫声。孙大夫，孙大夫，快救救我爹！曲晓背着他爹过来。有人说我不配为医者，今天谁来了我都看不得。曲晓把他父亲放在地上，直接给孙文健跪下。我爹快不行了，求求您大发慈悲吧。甘草已经过去给老者把脉。别瞎说，谁说你爹不行了？你是谁啊？可以救你爹的人。甘草说着拿出针包。你别碰我爹！曲晓说着要推甘草。楚凌寒挡在甘草一边。这丫头还真能惹事。曲老头就是身上生了一个很大的脓疮，看着很吓人，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。甘草扎了几针，控制了脓疮周围的情况，然后揪了自己2根头发捻在一起，一用力把那个婴儿拳头大脓疮给勒了下来。众人看着脓疮落地，一阵惊呼：你爹不要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。这曲晓是个混混，但是是出了名的孝子，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他爹吃。我给你个方子。今天不抓药。孙文健鼻孔朝天，一脸得意。老伯，我能看看你的药吗？姜温有些犹豫的点头。给我拿点包药的纸。曲晓慌忙跑到一边的包子铺里，拿了几张纸过来。1天1服，煮开之后做茶饮，喝完了加水煮开即可。啊，那这多少钱呢？甘草看向姜温。老伯，你的药。这要是这位姑娘抓的，我也不好定价。
曲晓又看向甘草，给这老伯20文吧。姑娘，我看你是大夫，我这些药你要吗？要。要多少？全要。真的？哎，你这药不是说了卖给我的？他是药铺，自然不能没药。先前不过是想压价，现在卖给我了。小姑娘，你是哪个村的？是不是不知道我孙家药铺啊？今天刚知道。那你最好想清楚了。走，我们去商量价格。甘草转身就走。姜文，你可想好了，他可能只买你1次药材，以后你们姜家靠什么生活？孙大夫，你给的价格，我们一家老小得饿死。以后你要是不收，我们就另谋生计。一边的姜良也一直不说话，他本来就不想采药。姜文，你儿子还没娶媳妇呢，你家人要是病了……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方式威胁人？你不让别人活了，别人为什么还要一直供着你？你给我等着！甘草转身就走。我叫姜文，这是我的儿子姜良，我们是13里坝的。那你这一车药有多少钱？以前这一辆车能卖800钱，你给500就好。我给你2两。你以后采药就送到秋水寨村口的林家，我都收。真的？只是有几种药草，姜老伯能不能给采来？你说。甘草说了几种药，都是给林寒准备的。我们姜家也就固定的知道一些药，有些药啊也不认识。若是姑娘需要，带着我们父子出去找，我们见过1次就记得。好。甘草点头。那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从后天开始就有时间。好，那我们父子后天去秋水寨找你们。回门？他怎么把回门这件事给忘了？一到家门口，甘草就看到甘烟在门口抓石子玩。嘿，小姑姑，你中午怎么不回家？奶奶做了好吃的等着你呢。我有点急事，现在就和你回去。林寒把马拴到马棚里，开始搬甘草买回来的药草。我回家啦。林寒无语了。这丫头到底知不知道一个人回门意味着什么？租的院子也是单独一户，他拐个弯看到苏慕安在那里踱步。草儿，你怎么一个人回门啊？是不是林家人对你不好啊？没有啊，父亲对我很好。那他为何不和你一起回门？甘草看向甘烟，想这有什么问题？小姑姑别看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可知，只有不被婆家看重，被夫君嫌弃，才会一个人回门。哦，我夫君在家准备宴席，让我来叫我家人过去吃饭，说租的房子要是住不惯，就去我们那边住。甘草说完，像斗胜的公鸡，一脸得意地走了。奶奶，娘。甘草叫着进门，看到李正在他们家。李伯。一个人回来了？我家夫君有点风寒。哎呦，那你在家照顾他就行了，怎么还回来啊？我上午去镇上给他买了药，这会儿吃了躺下，我就赶紧回来。甘草说着，跟着他娘进厨房。一会儿，你李伯说什么，你都不要接他话头。怎么了？你二哥休妻的事，就义庄李正找来了，想把林氏送回来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你都回来了，那么着急干嘛？中午做来菜还在笼里盖着，一会儿热了你吃2口。好。外面只剩下李章和柳氏了。柳氏也不言语，就这么和李章耗着。哎呀，婶儿啊，你也知道，咱们秋水寨去五华镇要路过就义庄，闹得不好看了，对村里人不好。那路是官道，我们秋水寨的人家都交了税银的，又不是他们就义庄的。
倒是每年夏天水渠浇地的时候，水先从我们这里走，我们给卡死了，他们旧义庄只能是靠天收。日子能好好过，咱们就好好过嘛。谁不想好好的过日子？那些钱本来就是老二分家分的，现在让他拿回来，不过分吧？要么人和钱一起回来，要么都别回来。草儿，李章突然叫甘草。哎，甘草应了一声。你在那个宅院里住着还适应吗？李伯，一说这件事我就来气。李章想，你来什么气？那是我家的院子。我还以为那个林家特别有钱，所以买了那么好的院子。谁知道成亲之后一盘算，银子都花完了。我娘家又出了这样的事，挤了挤，凑出一点钱，先给我们家修个住的地方。你说他那个人怎么那么不会过日子？也没什么钱，婚事办那么好干嘛？现在找干毛净了，回头家里要是遇到个什么事儿，我们怎么办？所以我就想着，我们两个也住不了那么大的院子。李伯要是愿意，可以按照原价把院子买了回去。你说什么话呢？你们刚在里面成亲，卖了房子不好。我们也是现在缺钱，而且是李伯要，别人这个价肯定不行。我夫君也在里面添置东西了呢。这事儿啊，以后再说吧。以后要是宽松一点，我肯定舍不得卖。李章有些坐不住了。那你们忙吧，老二家的事儿啊，你们再想想，毕竟两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了。我二哥怎么了？你二哥把你二嫂给休了，你劝劝你奶奶，让你二嫂回来吧。劝不了，李伯也说了，他们已经在一起过几年了，肯定是确定不行才休的。你还没我家草儿看得通透。行，你家的事儿我不管了。李正要走啊，没事常来坐呀。你这丫头。柳氏看甘草在那里贼笑。怎么回事儿？回门都忘了？甘草是真忘了。这几天事多，一大早起来就去镇上了，刚回来。不信你问嫣儿，她看着我们回来的。那林公子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啊？一点小病，没事儿。现在家里事多，也没时间顾上你。爹他们呢？收拾房子去了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用得上。奶奶，你那银票是不是没了？我这给你，把咱们家这房子好好盖盖。有呢，怕他们知道有钱飘起来。奶奶想得周到。其实啊，修新房子也好。柳氏之前这样想过，要不是房子被彻底烧了，她有点不舍得。回头你出面买一批砖瓦回来，就说是林家给的，钱从我这儿出。甘草知道他奶奶是什么意思。甘家遭了这么大的难，怎么可能还有钱？祖孙俩筹算了一会儿，杜氏热了饭菜，叫人回来吃。不是饭点，不过一家人刚好说说话。一直到黄昏，甘草才说回家。甘伟提议送甘草。我到现在了都不知道你夫君长什么样呢，今天一定要见见。四哥，你看我很傻吗？我家小妹最机灵了。那我怎么可能找一个差的夫婿？那也不行啊，回头走在大街上，我连自己妹夫都不认识。四哥再等等，等你过年回来的时候一定见。听到甘草说过年回来，甘伟沉默了。怎么了？我不想去学堂了。为什么？是四哥不想读书了？倒也不是不想读书，你可知道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呢？可是读书总归是有用的。爹娘都希望我能考一个秀才，能金榜题名，能当个官儿。说家里不是这样辛苦，我也会努力让他们实现光宗耀祖的。可是回来看到家人这样，我实在是……四哥放心，你也知道奶奶手里有多少。你可知道百年斋一方好的砚台多少钱吗？多少？100两呢。哦。我那些同窗给学堂里的先生送礼，
都是送那样的砚台。他想告诉甘草，他和那些人的差别。你也想送？四哥，我觉得你重点搞错了。重点搞错了？四哥现在是学子，当以学习为重，了解一些以后要走的路也正常。可是不该忽略了当下最重要的事，那就是读书。我承认，有钱人和穷人先天资源是不一样的。有钱人家的孩子4岁开笔，请专门的先生教导，衣食住行皆有人负责，他们只用学习就行。可是四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家族的财富是每一代人往前走一步，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。我们甘家没有祖辈蒙荫，没有天才重心。可是奶奶跟我说过，爷爷去世的时候，她牵着爹的手把爷爷下葬了。现在我们甘家已经有10几口人了。若是四哥觉得自己看穿了一切，想在这里止步，那我们甘家这一代可能就止步在这里了。甘伟听得愣了，他真没想到他小妹会说出这样的道理。说四哥真的不想读书了，也不用强求，奶奶已经准备让亮亮去学堂了。我只是想四哥真的能想清楚，能确定自己的方向，而不是被自认为的外物所困。两个人说着已经到了林家门口。甘伟原本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妹夫长什么样，可是听了这些话，觉得自己好像走偏了路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四哥不进去坐坐？不了，我在读书的时候读过醍醐灌顶，读过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却想的只是文字。今天被你这样说，倒是让我清明起来了。我会尽快回到学堂的。穷人家的孩子想落落大方很不容易，因为捉襟见肘是日常，但是可以不卑不亢。四哥不欠他们任何人的，何必用他们做参照？天黑了，赶快回去吧。好。甘伟看着甘草进了家门才转身。他应该想想自己为了什么而读书，原因不同，对那些文字的了解也变得不同。甘草回家就一路小跑着去找林寒，看到林寒在写东西。你写的什么？林寒写的字也很好看，苍劲有力，方正的很。你这性子估计得罪了不少人。楚林寒看向甘草，不知道他冷不丁的为何说出这样一句话。字如其人，你太耿直了，字里都透着霸道。楚林寒想想，的确是这样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前二嫂竟然闹着要回来？你说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厚颜无耻之人，能好处占尽，还说得冠冕堂皇，好像别人都欠他一般。屋里光线暗，你晚上不要写东西了，陪我去练你的药吧。楚林寒鬼使神差地跟着甘草去了厨房。甘草拿出一口很大的砂锅，然后把先前熬好的貂油倒了进去，又抓了一些今天买的草药。楚林寒觉得甘草是有配比的，因为他每次都是掂量一下，然后增加或者减少。只是药也可以用手掂量着配吗？小火小火。甘草看林寒往灶肚里塞柴禾，那么大的火，一会儿都糊了。楚林寒只好又给抽了出来。等甘草把药都丢进去了，然后蹲地上弯腰看火，又把火给调整了一下。就这么大，你看着。甘草说完，开始去搅动锅里的药材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这些应该够你用了，而且保证你不留疤。楚林寒歪头看着灶肚里的火苗，他竟然干这种事情。哎，对了，你武功有多厉害？楚林寒看着甘草，其实我们家捡的野猪是你打死的吧？你是不是那种武林世家的传人？楚林寒无语了，他觉得烧火挺好的。你不承认算了，不管你武功再高，现在这样也不能乱动。可惜冤大头走了，得想想怎么赚钱了。冤大头？楚林寒想甘草遇到过什么冤大头。甘草把炼好的油倒到罐子里。从今天起，你要擦这个油，早晚一次。途均匀了，
只要有这种脓疮的地方，就都要涂。这把楚凌寒说尴尬了。要不我给你涂。楚凌寒在甘草的手上写道：我可以。你别给我浪费了。第二天，甘草起床又是太阳升起之后了。他起床看到凌寒在喂马。早上想吃什么？楚凌寒没说话。那我做什么你吃什么？吃过早饭，甘草开始给凌寒检查，放了他小半碗的血。甘草反复确定，一脸疑惑。是冰蓝蝉毒和火纹蛇毒，不过这冰蓝蝉毒好像在你身体里很长时间了。这2种毒，任何一种都会要了你的性命，偏偏你同时中了2种。那边楚凌寒却表情凝重，他中了2种毒。原则上，你中了2种死得更快。这就是甘草疑惑的地方。除非有十分霸道的药，在2种毒之前发作，你在亵渎的时候干扰到了这2种毒，这2种毒在你体内形成了一道微妙的平衡，虽然是平衡，却也在消耗着你。楚凌寒认真地听着，这关系到他的生死。你是怎么泄出来的？楚凌寒看向一边，原本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现在想想，他被人下了媚药，刚好遇到了甘草。原来他早就救了自己一命。你不要讳疾忌医，现在只有一种药能救你。楚凌寒有些激动地看着甘草。9叶胡角莲。甘草说出这5个字的时候，就像是说出了自己的宿命一样。他就是为了采9叶胡角莲才被陨石砸了，而凌寒却只有9叶胡角莲才能救。在这之前，我会用别的药先治好你的皮肤和喉咙。楚凌寒拉过甘草的手。很难。难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找。楚凌寒也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既然他早就中了冰蓝蝉毒，那就是早就有人对他下手。所谓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肯定会找到的。确定了楚凌寒中的毒，甘草开始制定解毒方案。楚凌寒看甘草在收拾东西，表情那叫一个精彩。不过大部分表情都是愁苦。收拾完那些东西，甘草坐在院子里，他突然想到一个东西，下午就等着江家父子来找他。可是过了中午还不见来人。要不我们去找江家人吧？楚凌寒点头，这都是为了给他解毒。甘草找到江家的时候，才知道江温被人打了，打得下不来床。谁打的？除了那个孙文健，还有谁啊？这也太过分了，我给你看看。多谢神医。甘草有些看不清楚。把他挪到院子里。我们去采药的时候也会受伤，用土办法处理了一下。江温身上虽然破口不多，但是多处挫伤，很有可能是骨裂。甘草看着江温的腿，这就意味着他最起码2个月不能采药。那你这也只能养着。我看看你家里的药，给你配个方子出来，先帮你活血化瘀。多谢多谢。江良在一边犹豫了许久。神医，能不能看看我娘？甘草之前就发现房间里还有一个人。你把他扶出来。江良慌忙去把他娘扶了出来。孙氏脸色蜡黄暗淡，眼神浑浊，整个人都充斥着死气。家里有什么吃的？昨天买了一些米面回来，路上也被那些人给撒了，如今只有一些豆子了。豆子也行，你先去泡一些。哎，好。甘草这才开始给孙氏检查身体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楚凌寒一直在观察甘草，觉得他可能是遇到麻烦了。我们今天得留下。甘草按向孙氏的小腹。孙氏虽然已经有气无力，可是甘草按他的时候，他还是缩了一下。你们平时给他吃了什么？一开始家里有钱就给他看病，后来家里没钱了，能卖的都卖了，
就给他吃那些温补的药材。总之挖来什么吃什么。他的身体虚成这样，温补燥热，有害无利。那怎么办？你们是不是给他煮黄金吃了？是。可是你不会炮制，也不能吃得多。冤枉，冤枉！人想活着，没什么好埋怨的。你们家没有鸡？都卖了。甘草站了起来，示意林寒和他出去。咱们来的时候有条河，河里肯定有鱼，你会抓鱼不会？会。那就好办了，我们先出去给他们找一些吃的。距离江家不远就有一条河，两个人很快就过去。就在甘草纠结怎么抓鱼的时候，楚林寒从一边的树林里砍了一根竹子过来。你想做鱼竿？楚林寒要让甘草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技术。只见他盯着水里的鱼，一竹竿下去，鱼被击得跃出水面，然后再一下就被甩到甘草面前。甘草真是长见识了，更加确定林寒就是被追杀的武林高手。刚到村口，就看到村口围了很多人，马车是过不去了，甘草只好下车去看情况。原来是林氏在哭诉，说甘家人有多对不起他。秋水寨的人看笑话一样看着林氏，甘草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林氏看到了。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勾引你姐夫，事情才会这样的。又是这件事。甘草无语地看着林氏，你就是个霍世精，你勾引你姐夫，还把你三姐闹和离了，把我和你二哥的日子闹得也过不去。林喜梅，奶奶说了，只要你拿着分家分给我二哥的银子拿回来，就让你们继续过日子。你在这里闹腾什么？我都好奇了，你们林家这是要逼死你吗？就义庄的李正都来说了，你们林家就是不把我们的钱拿出来，安的什么心？其实不用甘草说，秋水寨的人都知道这件事。我活了这么大都没听过这么滑稽的事情，你们林家到底怎么想的？哟，你还有脸来这儿闹啊？如果是我呀，找个麻绳吊死算了。林家真是没脸没皮的，不给我活路！你们不给我活路！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呀！甘草没有回去坐马车，径直回家了。林氏关注着甘草和楚林寒，看他们去了村口的宅院。奶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昨天去哪儿了？哦，昨天晚上有个病人，诊治的时间太长，就在那里过夜了。什么病人那么重要？是病人都重要，二哥这事还没解决呢。看林氏这样，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消停了。那二哥没有心软？说你二哥心软呢？你这有没有治伤的药啊？你二哥的脸被林氏抓花了。为什么？你就是个疯子，今天跑咱们家哭闹，眼看着你二哥就要心软了，说只要他把银子拿回来就继续过日子，谁知道让踩到他的尾巴。还说你二哥不在意他，就在意银子。两个人啊争执了几句，他就疯了一样的抓你二哥。你四哥去劝架也被抓了。那还了得，四哥是要走仕途的，若是破了相，前途不就彻底毁了？就想着他还年轻，长长就好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奶奶等一下。甘草说着就去取貂油。夫君，我回家一趟。楚林寒点头。柳氏也看了楚林寒一眼，看样子他们夫妻相处的还不错。甘茂和甘伟都是抓伤，对他们来说都没什么。看到甘草这么紧张，心里都暖暖的。你把这痂弄掉了，伤口怕是不会好了。柳氏还是第一次听这样的道理，都以为结痂才会好。四哥，你什么时候去偿还？这2天就要去了。甘伟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。那我给你装一些药，你带着，一定要按我说的方法养护。
嗨，没那么严重。听草的。是，听小妹的。二哥，我回来的时候见到林喜梅了，在村口闹呢。她说你什么了？还是三姐和陈大雷的事，我不在意。你不在意，你夫君就不在意了。他再敢说那些事，我撕烂他的嘴。他就是不说，他心里肯定会在意的。经历家道中落，心态会很低落。你们如今是夫妻，要多安慰他才是。我觉得他心态挺好的，处理了二哥和四哥的伤口，给他们说了如何养护。甘草打算回家，这瓶给二哥用，四哥走的时候我再给四哥装一瓶，外伤都可以用。哎，杜氏叫住甘草，你院子边上那么好的2亩地，打算种什么？种菜吧。那么大一块地，种菜你们2个又吃不完，不如种一些油菜。我想种点药草，明年开春了再种点瓜果。我们2个吃不了多少，就种的种类多一些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吃。你可别和女婿这样说，人家要说你都成亲了还想着娘家。没事，他一个人到咱们村，说起来是咱们一家人护着他。这话你可别和别人说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行，赶紧回去吧，回头家里养只狗。啊？甘草想，这和狗有什么关系？你那么大个院子，有没有人要有个响声啊？杜氏觉得以后自己还是多操心点。女人刚出嫁，没有婆婆教导也不行。哦，她刚出家门，就看到苗氏匆忙地跑来。草儿，快来看看你来喜哥。来喜哥做什么了？甘草奇怪。算算时间，李来喜应该好了才对。刚才突然晕倒了。甘草慌忙跟着苗氏走。杜氏一看也跟了过去，担心他女儿在李家吃亏。李来喜脸色苍白，嘴唇青紫，看着十分吓人。甘草一看也是一愣，中毒？但是这样也不像中毒。他慌忙给把脉，随即把李来喜翻过来，按着他的后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来喜哥到现在都在吃药。是啊，之前的孙大夫给了很多药，说要一直吃，巩固。是药3分毒，哪有那么多巩固？李伯，我要给他行针，麻烦你把他上衣脱了。甘草也不多说，快速的行针。煮点开水来，替我给他喝水。我儿子这到底是怎么了？肾衰，大量吃药会导致肾衰。来喜哥这样，以后肯定不能干重活，而且什么呀？你直说。不能同房。那我们李家岂不是？李章傻眼。你说我儿子是吃药吃成这样的？是。李章心里内叫一个恨，因为这些药他倾家荡产，结果儿子因为吃药吃成了这样。之后几天我都会来给他行针。那要吃什么药？每天早上2个鸡蛋，吃好一点，不能饮酒，不能劳累。吃好一点？我儿子他就是身体弱，受伤之后要补身体，而不是大量的吃药。吃好喝好，心情好，有助于他恢复。那以后有没有可能？除非有奇迹，身体的变化不是一定的。甘草没有把话说死。李章得到一点安慰。但是李伯，你千万不要给来喜哥乱补，也不要去吃什么偏方，一定要确定身体情况才能对症下药。好。一家人送甘草出门。李小翠藏在屋门后面，有些惊恐。等甘草离开了，李小翠才从自己的屋子里慌张地跑了出来。你这丫头是怎么了？让你去找甘草，你回来躲在自己屋子里干嘛？娘，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鬼！甘草家的不是人，是鬼！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呢？甘草成亲的时候我们都去了，大活人一个，怎么可能是鬼？真的！
李小翠很确定。娘，你想想，他们是晚上成亲的，新郎一直盖着脸，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啊。而且爹，你想想，咱们秋水寨什么时候这么多事？就在那个人来之前，就一直出事。你快别瞎说，村里人见他赶车和甘草去镇上，那可是在太阳下面。可是他一直蒙着脸，那脸，他没脸。李章和苗氏对视了一下，好像是这样，而且能把他们女儿吓成这样，可能真的有问题。你们相信我是真的，不信你们去凌家看看。你说草知不知道啊？他是不是被蛊惑了？甘草肯定知道，说不定甘草也有问题，要不然他怎么一成亲就那么漂亮？这样，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明天中午去凌家，一定要看看那个凌寒他长个什么样。啊，也好。如果那个凌寒真有问题，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，万一能把他们李家的院子收回来呢？甘草回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累死我了。凌寒从厨房里出来。你会做饭？我被发现了。你的仇家追来了。楚凌寒看着甘草，觉得他是在假担心。不是，你们村的一个女子。我们村的女子？甘草狐疑地看着凌寒，都这样了还能沾花惹草？来找你的，看到我被吓得尖叫着跑了。李小翠，完了，让他知道了，回头全村人都知道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麻烦倒是有一个，你得配合一下，我给你整容，然后带着你在村里逛逛，到时候就不会有人相信李小翠了。整容？确切的说是特化。我记得村口有一片西岩花，现在有很多种子，我去采点回来，到时候给你收拾一下。甘草有些好奇凌寒的脸恢复之后会怎么样。楚凌寒点头，同时非常狐疑。甘草晚上就把西岩花的种子调好了，吃过早饭就开始给凌寒做特化。女子都有鹰粉做胭脂，这西岩花种子的粉更白净细腻，你说我做胭脂水粉卖怎么样？甘草说完又低落了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务正业？一直到中午，甘草才画得差不多，自己看得有点呆。他是以凌寒的脸为基础修的，按理说凌寒要是好了，应该是和这个差不多。楚凌寒看甘草发呆的样子，还有什么？没修完。他没想到甘草说的整容竟然和易容差不多。不能修完，之前说你上火起疮，李小翠也看到你吓人的样子，所以要留一块，让他们知道你只是一小块有问题。为什么还戴？若隐若现知道不？朦胧知道不？甘草坚持给戴上。走。只是他还没出家门，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。甘草跑过去开门。奶奶，李伯。草儿，让你夫君出来让大家伙看看，省得他们说三道四。我夫君脸上有疮，不好看。甘草这样说着，心里却松了一口气。幸亏他准备的早。都是庄稼人，脸上长个麻子生个疮都正常，也不用一直不见人。谁说我夫君是庄稼人？我夫君是个读书人。我都看见了，假的是个鬼，他的脸。夜路走多了，总会遇到鬼的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听到甘草这样说，李小翠的眼神闪烁起来。我女儿能做什么亏心事？你男人要是好好的，你让我们看看怎么了？我不是说了，我男人脸上有疮。草儿，那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你带他出来让人看一眼，省得别人再嚼舌根。好。甘草点头，转身回去叫凌寒。楚凌寒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，跟着甘草出去了。今天太阳很好，
照在楚凌寒的身上，身后是清晰的影子。怎么还等着？苗氏看着凌寒还戴着围帽，甘草踮脚把凌寒的围帽摘下来。你们可不要被吓到，大家可看好了。娘，不是的，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，他整个脸，他整个脸。李小翠慌忙辩解，估计你是看到我夫君脸上的痂被吓到了。再说了，我夫君长什么样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值得你鼓动这么多人跑来看我夫君？我没有，我……好了，草儿，赶紧把围帽给凌寒戴上，有伤口不能这么晒。甘草这才把围帽给凌寒戴上。现在都知道我孙女婿长什么样了，没人叫舌根子了吧？最近要忙秋播了，还有心情折腾这事儿。嗨，走了走了。草儿真是好福气啊，找了一个这么俊俏的男人。众人试图用夸赞掩饰之前的尴尬。我们也是为了草好啊，怕他被人骗了。我家草是那么容易被骗的？不是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草儿，别忘了去给你来喜哥扎针。好。甘草点头。长儿把枕巾也准备一下。苗是一个趔趄，之前甘草去了那么多次，没有一次收枕巾的，这是把他给得罪了。好。苗氏应了一声就走。楚凌寒已经转身回家了，他不屑于和一群乡野之人计较，就是心情不好。众人离开，柳氏和甘草一起进了门。他真是生气了。不是吧？读书人都爱面子，更何况他家道中落，心里最为脆弱。如今被人质疑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人指指点点的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有可能。哎呀，看来李家还是不死心。李家不死心？甘草不解地看着他奶奶，闹这么大的动静，不过是想着凌寒有问题，他们就收回这个宅院。居然有这样的事？不然他找咱们家问问，带着咱们家人来就行了，干嘛拉着村里那么多人来？你以后给村里人看诊，多多少少都要收钱，不然别人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一点甘草刚才也想到了，所以才会那样和杜氏说。我知道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男人得哄，你好好的哄哄他。我知道了。把奶奶送到门口，柳氏又看到他院子边的地。你这地呀，也得收拾一下。你不会种，回头我让你大哥来给你种。不用，自己种。苗氏回家对着女儿一顿训斥。你说你胆小的成啥了啊？那么一块家能把你吓成这样？现在好了，甘草要收枕巾了。李小翠不敢说话了。苗氏反复想了想，看向他男人。哎呀，他会不会和我们算以前的枕巾？李章没有说话，他如今在想另外一件事。他儿子是吃孙文健的药吃成这样的，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哎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一群妇人瞎折腾，你去找个人把孙大夫请过来，就说我们儿子又出问题了。咋了？你就把孙大夫叫来。那我去叫曹儿。回来。那个孙文健把我们家害成了这样，我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了。可是他是镇上的，回头再……镇上的怎么了？你儿子以后不会有后了。听到这句话，苗氏嚎啕大哭了一阵，然后出去找人了。甘草想，凌寒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从屋里出来。吃饭了。甘草站在门口叫凌寒。楚凌寒这才从房间里出来。今天这事吧，是权宜之计，真的。楚凌寒没搭理他，径直去饭桌那里吃饭。好歹就这一次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
这也是为你证明。我奶奶催我种门口的地，要不你下午把地翻一下，回头我去买点种子，我们种点东西。楚凌寒看着甘草，想让他不要这么过分。就这么定了。我下午把那药草分一下。吃了午饭，甘草收拾厨房，楚凌寒就在外面收拾地了。甘草收拾着江家的那些药草，突然抽出来一根纤细的草，他激动地叫了起来。楚凌寒以为甘草出了什么事，一个起落就落到甘草身边。你不会以为我出事了吧？楚凌寒就是这样以为的。没事。甘草献宝一样的给凌寒看他拿的药草。这是7叶胡椒莲，有7叶胡椒莲就有可能有9叶胡椒莲。先前我只是觉得这种环境可能会有胡椒莲，没想到真有。而且看样子江家父子应该不认识胡椒莲，所以才会和别的药草丢在一起。虽然不能为你彻底解毒，但是可以治好你的喉咙。楚凌寒激动，真的？不过这一颗肯定不行，回头我问问他在哪儿采的，多采一点。楚凌寒知道自己的情况麻烦，也不敢奢求很快就会治好。甘草原本打算分拣好这些药就去给李来喜行针，谁知道还没分拣完，于老头跑着来叫他。甘草，李正把孙大夫骗来了，你快去看看。他这么兴奋干嘛？要打起来了，去晚了就没好戏看喽。于老头说完就跑。看戏，果真看热闹才是一切的真谛。李张家门口围了很多人，孙文健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去县衙告你这个庸医害人，我要把你流放3000里。这个时候，甘草挤到了前面。眼看无处可逃的孙文健一眼就看到了甘草。救我！甘草！李波，等一下。甘草有点懵。你刚派人打我，我怎么救你？是我不对，只要你能治好马仙，什么都好说啊。马仙？秋水寨的人面面相觑。那可是秋水寨的大王，出了什么事？那你是承认派马仙打我的了？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贪得无厌。我给钱，你说多少？救人可以，你们先把你们的事情处理一下。李正退钱的事情好说，我退给你10两。孙大夫，现在是钱的事儿吗？孙大夫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紧张起来。这个女人让他接连吃亏，总觉得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。你身为大夫，竟然让患者吃这么长时间的药，导致患者肾衰，这已经不是医术问题了。你可知道，若不是及时救治，他连命都没了，你这就是谋杀。孙文健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没想到那些药会吃死人呢。你是大夫，你开的药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吗？那也是你们没有及时复诊，耽误了时间。好，看来这事儿只能见官了。神医，你得救马仙呐！草儿，快来看看你来喜哥。甘草又给李来喜行针，情况比昨天好了很多。怎么样？吃好点也不要吃的太多了，他如今卧床不容易消化，吃撑了反倒不好。苗氏点头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过一会儿他若是有力气，就可以搀扶着下床走几步。离开李家，甘草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就去找他奶奶。奶奶，该做晚饭了还乱跑？有个事问问奶奶。什么事儿？奶奶知不知道五华镇的马地主？你问他做什么？就是问问。老实说，就是甘草把他们把马仙打了，然后孙大夫来求他治马仙的事大致说了一下。我不是担心再惹到什么事吗？你现在担心惹到什么事儿了？当时也担心，就是有点看不过去。如果那马仙真命在旦夕，我肯定要救的。
怎样了解一下？你不要招惹那个马勇。奶奶认识他？不过呀，我多年不接触五华镇的人，你若是想了解那个马勇，吃了晚饭，我们可以去找严大梅。甘草觉得他奶奶在回避说这件事。好，那奶奶去我家吃饭吧。你三姐在家做好了，到时候我过去找你。甘草回到家，我看看你的手怎么样。楚凌寒不让甘草看，明知道自己全身都是痂，还让他拔草。那我去做饭。楚凌寒觉得甘草不是真的关心他。吃过晚饭，柳氏带着甘茂过来，让甘茂给甘草看家，他们去五华镇。有马车去五华镇快很多。楚凌寒知道严三尺的住处，直接驾车过去。谁啊？严三尺对有人晚上来拜访也不意外。严姐姐，甘草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甘草和他奶奶进了严三尺家，林寒在外面守着马车。一进门，甘草就闻到一股药味。严姐姐病了？不是，是我家那位又有一个偏方，我们就试试，死马当做活马医。你们大半夜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？知道姐姐是爽快人，我就直接问了。姐姐可了解马地主这个人？你问的是哪方面？就为人吧。那我劝你不要招惹他。可我招惹了他家一个叫马仙的。那马仙不会是你打的吧？甘草点头。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还拍手称快，想着总算有人收拾那个活阎王了。知道是你，我可笑不出来。很麻烦。甘草一脸猜测地看着严三尺。今天马仙一出事，马地主就找到孙文健为马仙撑腰。你可知道为什么？一家人撑腰不是正常的吗？一家人？那马仙和马地主也就是都姓马，祖上的的确是一家人。仔细算算，却已经出了5福，算什么一家人？那为什么提到马仙，别人怕的是马地主？之前我不是跟你说，最好不要招惹马地主。严三尺知道是甘草打了马仙，有些话就要和甘草说清楚。这马地主在五华镇上也算是一个善人，表面上为人和善，别人却很怕他，就是因为这个马仙。那个马仙是五华镇的地头蛇，谁若是让马地主不痛快了，马仙肯定把他打得亲娘都不认识。回头马地主会训斥马仙几句，又亲自给被打的人送点东西道歉，别人也不好说什么。可是马仙依旧会打人，而且越来越嚣张。别人也都同情马地主，不好说什么。严姐姐的意思是，马地主和马仙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你这丫头聪慧，一点就透。这次马仙是为孙文健打的人，你觉得马地主会放过孙文健？为什么？马仙打了人要医治，马地主送去的那些东西肯定不够，就只能卖房卖地的治伤。这些钱呢，就进了孙文健的腰包，而那些地大部分是马地主买了，所以孙文健和马仙的关系也很好。这2年孙文健越来越有钱，开始直接要房要地，也是五华镇的一个小地主了。也就是说，马地主想借此机会吞了孙文健的地。我听说马地主去找孙文健的阵仗很大。那就不怕被别人看出他以前的伪装吗？老虎伪装成了猪，怕别人撕掉他的伪装吗？自然是不怕的。现在有这么大的利益放在他面前，撕下伪装又如何？你也要小心，毕竟是你打的马仙，马地主要对付孙文健，肯定会拉上你。甘草之前真没想到自己能引起一个阴谋。我听说这个马地主还很小的时候，他父亲看上了一个女子，他就有办法让那女子成了寡妇。之后要不是那女子为了赢钱闹得太厉害，他可能还会想办法把那女子收到家里，
什么？我也是听人说的。怎么说的？甘草不知道他奶奶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激动。奶奶，你不要打岔，你继续说。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我给屈老头的儿子说媒，他提的要求极高，我就说这要好多钱。他说钱不是问题，他知道马家一个秘密，到时候马家会给他很多钱。我当他吹牛呢，他就说马勇为了给他爹纳妾，害死了一个男人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后来我也听别人提起过，只是屈老头一直没钱给儿子娶好媳妇儿，我就没把这件事当真。后来当媒婆时间长了，见的人多了，就确定马勇这个人千万不能招惹，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可知道他们害死的那个人姓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个屈老头还活着吗？前段时间听说生病了，不知道活着不。他是老来得子，特别保卫他的儿子。如果他真知道马家有什么把柄，早就拿着威胁马家了。那你能不能带我找找那个屈老头？甘草看着他奶奶的反应，突然觉得马家弄死的那个人，难道……好。严三尺点头。严姐姐，你可知道马仙住在什么地方？甘草突然问。今天孙文健求他救马仙，估计马仙已经很严重了，现在马仙不能死。知道，快带我过去。严三尺带着甘草去马家，看马家的门开着，里面亮着灯，还有不断传出的叫骂声。你们都是一群废物，连个大夫都找不着。我家男人要是死了，你们谁都别想好过。何香云指着一群混混的鼻子骂，其中就有曲晓。哎呦，嫂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五华镇就孙大夫一个大夫，马老爷为了给大哥出气，这把人送官府去了。他知道还有一个女大夫，之前孙文健也派人找过，但是他不想让人找到那个女大夫，万一牵扯到这件事里来，可说不清楚了。毕竟那个女大夫救过他爹。严三尺在门口不走了。我就不和你进去了。他可还活着。甘草走到堂屋，那些人都没发现他。听到有人说话，众人齐齐地看向甘草。何氏警惕地看着甘草，想那死鬼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在外面有别的女人。怎么知道他快死了，想来分点家产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何香云在，你敢来，我就敢把你发卖了。好泼辣的女人！我是大夫，我能救她。他的确是个大夫，我爹就是他治好的。原来是神医呀！快来看看我家男人。他说着还抹了一下泪。这变脸速度，连川剧变脸的都得靠后把，关键感情还很到位。甘草没时间吐槽，赶紧去看马仙。马仙已经奄奄一息，脉搏都是时有时无的。大夫，他今天吐了好多血，该怎么办呀？不要哭。甘草听得头疼。甘草快速的行针疏通马仙的气血。马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不知道孙文健用了什么手法让马仙气血冲撞。一套行针，马仙虽然还很虚弱，但是想气血通畅了，人肯定不会有问题。何香云听着马仙的呼吸变得均匀。大夫，他这是好了。我给你开个方子。甘草说完，想到现在没地方抓药，你明天去买个猪肝给他吃就行了。就这？何香云觉得太简单了。我给你开药方，你也没地方抓药。啊，没事儿，神医把药方开出来，我现在派人把孙文健给带回来。好。甘草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严三尺看到甘草平安出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那何氏没为难你吧？没有。看来你是把马仙给治好了。他那个人坏的直接，好的干脆，就是脑子不怎么好使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
明天再来找严姐姐。好。严三尺点头。我一直以为爷爷是出意外了。那奶奶就确定严姐姐说的那个人是爷爷？我让你不要招惹马勇，是因为当年他小年纪就废了一个人的手，只因他想要的东西被那个人摸了一下。那个时候他多大？15、16，还是6、7。柳氏不太确定年龄，只是觉得当时他应该是那样的年纪。草儿，当年呀，我为了养活你爹，去马家哭闹了很长时间。奶奶不要冲动，我们从长计议。你说，你爷爷会不会怨我？柳氏自责起来。不会的，爷爷也想奶奶会过得好。刚强了这么多年的柳氏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眼泪掉了下来。甘草也不知道怎么安慰。他们把奶奶送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回到家里，甘草坐在院子里一言不发。早起，甘草还没吃饭，他奶奶就过来了。你刚起床？昨天睡得晚。别人家的姑娘晚上织一匹布才能睡，早上鸡一叫就得起床。你这幸好没有婆婆，不然啊。我家没养鸡。甘草听着他奶奶的数落，弱弱的反抗了一下。回头养一只大公鸡拴在你床头去。甘草今天不想带林寒去，担心林寒一直不说话，他奶奶会怀疑。林寒也没起。他脸上有痂，我们分开睡的。你们还没圆房啊？圆了，早圆了。你们可得好好的过日子。那肯定了，他那嗓子这几天都说不成话，要不我们今天不带他吧？这件事儿知道的人少一点为好。那他一直不说话，我觉得陪着奶奶挺尴尬的。话少好啊，你不是总说祸从口出？那好。甘草他们到镇上找了严三尺，然后一起去找屈老头。屈老头的院子破旧。屈老头，屈老头！哎，来了！屈小从里面跑了出来。哎，神医！甘草无语，他们认识？哎，神医忘了，你救过我爹，就昨天，咱们还在马老大家见过呢。是你啊？你们认识？见过。神医对我爹有救命之恩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我一定鞍前马后，肝脑涂地。那就简单了，屈老头就是他爹。我有事儿问你爹。这是我奶奶。哦，是奶奶啊！快里面请。你有什么要问我爹的，那你尽管问。别人是坟头草3尺高，屈家是家里草3尺高，除了中间一条过人的，两边的荒草无比的茂密。到了家里，甘草算是长见识了，这房顶留着是随时把这父子俩砸死的吧？爹，救你的神医来了。愿意给我儿子说媒了。之前你跟我说你手里有马家的把柄，说马家当年为了得到一户人家的媳妇儿，他把人家给害死了。那人姓什么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？果真是唬我的。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姓甘。柳氏咬牙让自己站稳。你又不在马家做事，你怎么知道？王大年和王大雷知道不知道？你听他们说的，可是他们已经死了。王大年和王大雷是前后脚死的。王大年是过年的晚上去喝酒，结果晕倒在路边被冻死了。至于王大雷，听说是被雷劈死的。你觉得他们两个死的那么简单？你别在这里卖关子，说到底就是没有证据，马家是不会给你钱的。我就怕我有命要没命花，我还想活着抱孙子呢。你真有证据？王大年的半年花天酒地的，长环的酒楼都敢去，你觉得他哪来的银子？屈老头也看向柳氏。
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我没见过你。曲老头狐疑，转疾看向甘草。我们肯定见过。爹，你当然见过了，就是神医救了你啊。不是，你在镇上卖过蚕茧。甘草看向他奶奶，觉得这个曲老头说的是他奶奶。神医啊，不要见怪，我爹他脑子不太好使。对，就是卖蚕茧。曲老头好像在回忆着什么。那个，他说着开始抓狂。那个什么，我看到了什么？甘草死死地盯着曲老头，怎么觉得他好像受过什么重创？爹，放开我！曲晓慌忙按着他爹。哎呀，你们不要问了，我爹有时候他会发狂。甘草拿出银针，一针下去，曲老头就昏死了过去。我爹他这怎么了？甘草在曲老头的头上摸了起来，很快就摸到一处不平的地方。曲老头的后脑受过重创。你爹什么时候受的伤？受伤？我爹没有受过伤啊。应该是小时候。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？暂时不用担心，不过这个我也无能为力。求神医一定要救救我爹呀！这倒不会伤害到他性命。那我们先回去。严三尺觉得今天能问出来这么多够了。曲晓犹豫了一下，示意甘草和他去一边。贤大梅和马地主他有仇，他男人杨一丈的腿好像就和马地主有关。我知道了。孙大夫被叫回来没？嫂子派人去叫了，就是人还没回来呢。马大哥他怕嫂子，神医要是和嫂子走得近了一些，之前的事情那都不是事儿了。甘草觉得这个曲晓还挺机灵。你就不觉得这是背叛你大哥？嗨，我们本来就是个混混，这树倒猢狲散的，哪有什么背叛呢？但是我对神医那是感激的。和曲晓说了这个，甘草和严三尺一起出门。听说严姐姐的夫君有腿疾，昨天太晚也没来得及看，今天顺便去看看，算是感谢严姐姐帮忙。曲晓和你说了我和马家的恩怨。她一个混混，也就知道严姐姐丈夫的腿和马地主有关，知道什么恩怨？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咱们去我家慢慢的说。行。柳氏一路上像失了魂，有些茫然地跟着他们后面。到了杨家，严三尺给柳氏搬了凳子，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柳氏就那样清冷地坐着，好像太阳也给不了她一点温度。你奶奶没事吧？有些事情她久远了，奶奶可能是想好好想想。你奶奶年轻的时候竟然是一个和你一样的美人。怎么看出来的？岁月不败美人骨，刻在骨子里的涵养是不会被消磨的。严三尺说着，带甘草去看她丈夫。杨一丈生得高大，即便是腿废了，坐在椅子上看着骨架也很大。一丈，这是甘草，就是先前连公子的娘子，这就是我家男人杨一丈。严三尺，杨一丈，连名字都这么有夫妻相。三尺最近总夸你们夫妻俩。甘草是来给你看腿的。我看杨哥的气色不错，腿是完全没有知觉，还是无力？有点知觉，不太明显。那请杨哥躺下，我要给杨哥检查一下。甘草按杨一丈下肢的穴位，杨一丈都有一点反应，看来他的下肢并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要给你行针，会有些疼。没事。严姐姐，你按着他。甘草还是担心。严三尺点头，过去按着杨一丈。杨一丈觉得多此一举，但是甘草一针下去，他全身都绷直了。要不是严三尺按着，他就直接跳起来了。一套针灸下来，甘草的额头上也是汗珠。怎么样？等杨大哥的疼痛过去，我再检查一下。你休息一下，我出去给草儿他们准备点吃的东西。甘草知道严三尺是想单独问自己一些事情，
就先一步离开了。有希望吗？有，只是这个过程很痛苦。只要有希望就好。这些年他受的苦已经够多了。我需要对他的断骨再续，就是要把他的骨头打断。那他……只要严姐姐相信我就行。罢了，这些年什么办法都试了，最差也不过是现在这样。我先给你们做点饭吃。严三池说着去厨房。我帮严姐姐。甘草跟着过去。虽然他不是一个喜欢八卦的人，但是曲晓说严三池和马家有恩怨，他真的很好奇是什么恩怨。刚好我和你说说你杨大哥的腿是怎么瘸的。为了给你杨大哥治腿，我们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地卖了，房子也卖了。我一个女子也做不了别的，就做起了媒人的行当。所以即便是这样，你们都没有证据是马家动的手？没有直接证据。看来这个马勇是擅长玩阴的。是啊。严三尺叹气。每年马勇只要行点善事，给普通百姓发一点米粮，那些人就会对他歌功颂德，却不见马家一年一年把他们的田地都吞了。你家的事你安抚一下你奶奶，既然我们心里都有数，这件事就要从长计议。说到底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，不能让马勇忌惮。若是家里有点权势，马勇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。甘草看着严三尺，听严姐姐这话，马勇在上面也有关系。上面收水要靠下面乡绅的支撑，马勇向来积极，而且上面只要换了县太爷，他就去拜会，上面的关系打点得很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就算是去告了，就算有证据，也可能是惹祸上身。你是一个聪慧的，一点就透。甘草不再说了，看来这个马勇的确是个麻烦。午饭还没好，外面就有人敲门。严三尺过去开门。严大姐，听说你认识那神医，那神医住什么地方啊？甘草刚好从厨房出来，看到花枝招展的何氏。神医，孙家的药铺开门了，你去给抓点药。孙大夫回来了。他那个庸医问他做什么？何氏拉着甘草出去，楚凌寒悄无声息地跟了过去。到了孙家药铺，甘草才知道何氏说的孙家药铺开了是什么意思。他们给砸开了。这不对吧？有什么不对？我们也是把门给敲开的。哎呀，不管出什么事儿我担着，先把药给抓了。严姐姐说的没错，这何氏的性子很奇特。他走到药柜那里开始抓药。神医都能治什么病？大部分病。不能生孩子呢？我就直说了吧，我和马仙这么多年没孩子，我们都着急。手伸出来。怎么样？身体很康健，那就要做别的检查。还有生孩子这事要讲究缘法，有时候不是身体的原因，也可能是坏事做多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那我是不是要去多烧烧香，多添一点香油钱，也好消除业障？你们不造业障不就好了？回头我试试。好了，药抓好了，这个我带回去看看。你随便拿。吃了饭我们就回去。好。回村的路上，柳氏一言不发，甘草也不敢问。到了村里，柳氏和甘草招呼一声就回家了。你说奶奶会不会出事？楚凌寒摇头。你摇头是不会还是不知道？算了，咱们先回家。你觉得那个曲老头有问题？何止是问题，他的头受过伤，我怀疑他根本不记得有些事情。楚凌寒恍然。回头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曲老头。此时马家真好了，眼看是活不过昨天晚上了，一个女神医给治好了。钱大富也很意外。雾华镇什么时候出了个女神医啊？好好去打听打听。是。柳氏回到家一直不说话，甘家人也不敢问。
不知道老太太出去了一趟，怎么回来就成这样了。老四，和我去看看你爷爷。甘锁葬在甘家不远的地方，没几步路就到了。柳氏看着甘锁的墓，心里很复杂。奶奶，给你爷爷磕个头，你一定要金榜题名，最起码有资格讨个公道。爷爷，我一定会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。甘伟磕头。柳氏看着甘伟，把那张100两的银票递给他。这本来就是留给你的，好好读书。这是一位公子给草的礼金，草留下来给你读书用。甘伟震惊，这不是3两5两，是100两啊！他小妹就这样留给他了。你好好读书。柳氏没有再多说。黄昏的时候，甘草去给来喜行针。草，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怎么可能？那怎么有人在村子里打听你呀？甘草立马想到了马勇。如果真的是马勇，这也太快了。可能是有人找我看病。甘草猜测。你来喜哥怎么样了？不用每天都针灸，到时候我会过来。啊，好。杜氏点头。等他回到家，正要和凌寒说这件事，结果看到屋里地上有个人被蒙着麻袋捆着。这丫头又在想什么？你仇家？你对，这人在村子里打听你。他一脚踢在麻袋上。叫什么？小的叫郭满。听说你在村子里打听我。我也是奉命行事。郭满如今已经被吓傻了。不就是打听一个人吗？怎么就被麻袋装了呢？关键他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装的。谁让你来的？钱管事。钱管事是谁？是马地主家的管事。早说嘛！甘草解开套在郭满头上的麻袋。郭满看甘草呆了一下。好漂亮的小媳妇啊！楚凌寒一脚踢在郭满的软肋上，疼得郭满又成了虾米。还疼不？说说，你们打听我干嘛？我就负责打听。那你打算回去怎么说？看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脸上写着怎么说吗？那你们想让我怎么说啊？你就如实说嘛，我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人。甘草真替郭满着急。就这样还好意思当狗腿子？最后2个人把郭满送走，附赠了一只麻袋。您怎么想的？万恶淫为首，论心不论迹，论迹则世上无完人。有时候怎么想的没那么重要。大半夜的，林家的大门被拍得震天响。甘草吓得拿了鸡毛掸子出来。甘草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是诚心不想让我李家好过是不？李章看到楚凌寒，往后退了一步。你让一边去，我找甘草。李正大晚上找我做什么？是不是你把马仙治好了？要不是你把他治好了，现在孙文健那个庸医已经被送到衙门了。都是因为你，这个庸医才会继续害人。李章痛斥甘草。甘草听这逻辑，差点笑了出来。李伯，我是大夫，遇到病人就治病，和别的没关系。要是李伯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那就去衙门告我啊。别天天把衙门挂在嘴边。是李伯说衙门的，先前孙文健已经答应退一些药费，为何要送给衙门？送衙门就送吧，没送成和我救马仙有什么关系啊？那马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为什么要救他？因为他受伤了。你记住，你是秋水寨的人，别给我扯那么多没用的。那什么有用？秋水寨的女子不能抛头露面的行医。我已经出嫁了。那你还住在秋水寨？好。这让李章更无话可说，一甩袖子转身走了。李伯慢点，天黑河边不好走。
甘草这话多少带着讽刺。李章走得更快，他很生气。楚凌寒把大门关上，扭头看着甘草。看我干什么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甘草说完，转身就回屋睡觉。今天甘草竟然破天荒地早起了，在院子里打起了太极。楚凌寒在一边看了许久。你会武功？强身健体的。但是楚凌寒却觉得甘草练的功夫不一般。吃了早饭，甘草去镇上找曲晓。曲晓不在家，甘草就在镇上晃悠着找他。曲晓，神医！曲晓狗腿一样跑了过来。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怎么了？我刚知道郭满那家伙去打听你了。你们认识？在五华镇就没有我不认识的混混。哦，你爹是不是不记得小时候的事？我不知道，我爹也没提过呀。那你就没爷爷？甘草奇怪。我爹是一个混混，30多了才捡了我娘生了我。曲晓解释。那你闲着没事就随便问问你爹他小时候的事，看看他都记得多大之后的事。这为什么呀？是不是和我爹的病有关呢？和你爹头上的伤有关。甘草凝重地说。好，那你去忙吧。我不忙，神医要做什么我可以帮忙啊。甘草看了一眼厚颜无耻的曲晓。马仙怎么样了？在家吃猪肝呢。这个回答让甘草不知道怎么接。神医要找马哥呀。曲晓已经做好了带路的准备。部长，你不要跟着我。哎，好。曲晓立马站在那里不跟了。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，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卖身的女子。围着的人都在打趣嘲讽，却都没有要买的意思。哎，我说唐枣，你卖什么身呢？跟着马地主什么都有啊。马地主是个大善人，肯定不会亏待你们妇女的。你也天天去马家，熟门熟路的，何必在这里丢人现眼啊？这些话越说越离谱。甘草听出了个大概。这个女子叫唐枣，是马地主账房的女儿。爹生病了，现在卖身给他爹看病。又是马家，这马家可真有意思。想到这里，甘草径直走了过去。就知道他又要管闲事了。多少钱？我爹治病需要多少钱，我就卖身多少钱。那不是无底洞吗？对呀，吃了马家，那就能填了这个无底洞了。五华镇谁还能填得了这个无底洞啊？我劝这位小娘子还是换个人买吧。唐枣低头，他只有这么一次机会，以后就要彻底离开他爹了，自然要让他爹好起来。要是我治好你爹呢？唐枣更加意外。你会做饭吗？唐枣点头。种地呢？唐枣点头。洗衣、做饭、种地、织布，我都会。你真的能治好我爹？我要看看才能确定。甘草没有直接答应。好。你站住！我让你买了吗？我。甘草看向林寒。神医。何氏不确定地叫了一声，快速地跑了过来。哎呀，神医来镇上怎么不去我家坐坐呀？大嫂，宋长丽看到何氏，就像耗子见了猫。你们在这干嘛？怎么，你们马哥躺2天，这五华镇就是你们的了？不是，不是。滚！何氏懒得和他们多说。哎，神医，去我家坐坐。马夫人以后叫我甘草就好。好，甘神医。甘草无语了。唐枣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和唐枣去看他父亲。甘草给唐枣解围。那甘神医先去我家看看我家马仙。甘草想了一下。行。马仙现在看到甘草就心里犯怵。这柔柔弱弱的小娘子，打他们的时候还笑着，这样的人最可怕。也不用把猪肝当饭吃。哎呀，
我不是想还能恢复得快一点儿，身体恢复都是有循序渐进的，哪有一朝一夕？甘草给马仙把脉，你紧张什么？我，马仙也想不紧张。瞧你那样，甘神医随便看，只随便看也没什么好看的，看他的气色已无大碍，好好休息就好了。不过要是再出去遇到谁，那就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了。是。汤早，我们走。甘神医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不如你在我家吃了饭再去忙。不了，病人的时间耽误不起。没事儿，要不我让人把那个唐丈房给带过来。甘草听何氏这话，是不想让他走了。你到底有什么事？就是那个，生孩子的事儿。你身体没事，生孩子这事儿不能急。甘草上次就和何氏说过了，没想到何氏还惦记着。哎呦，我怎么可能不急啊？甘草无奈，只好给何氏开了一个食补方子。这些东西入粥，每天早上一顿。那要吃多长时间？先吃2个月。甘草敷衍了一下。好。打发了何氏，甘草和唐早去找他爹。我家的宅院已经卖了，只好先在这里落脚。甘草走进昏暗的房间，看到唐全躺在里面的床上。爹，我找了大夫来给你看病了。这样有半年以上。是，我爹这样7、8个月了，一开始没这么严重，现在越来越严重。甘草想，可不是越来越严重。住在这样的地方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不严重才有问题。我爹这样多长时间能治好？病应该不严重，就是拖延的时间太长，身体损耗严重，想养回去需要的时间比较长。真的？你让一下。甘草扶着唐全侧身，迅速击打了他胸前几个穴位，然后在他后背上一拍，唐全立马吐出几口粘稠脏污的痰。是不是好多了？多谢神医。那就下床走吧，我治好你，你女儿就卖身给我。如今你已经好多了，需要吃几天药，我也没时间跑来看你，就让你女儿带着你先去我家住几天。爹，只要你能好好的，我没关系。什么叫没关系？早知道你这样做，我还不如死了。不要动辄就生了死了，我又不会把他怎么样。再说你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他暂时跟着我，对他来说是好事。甘神医说的对，刚好爹也跟着我过去看看，我一定能过得好好的。不行，唐全做不出这种卖女儿的事。你们商量。甘草说完就离开房间。他出了院子，坐在一边的木头上，表情凝重。怎么？他现在的身体情况应该是中毒引起的。楚凌寒意外。中毒？两个人都在想这件事。过了一会儿，唐早扶着唐全出来。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走吧。你们就住在这边。是。一会儿你的前面，我告诉你家里的东西都在什么地方，以后你就负责烧水、做饭和打扫。是。吩咐完唐早，甘草去前面给唐全配药。药草还没配完，甘烟就从外面跑了进来。小姑姑，小姑姑，怎么了？原来大二婶带了好多人来，有个人晕倒了，祖奶奶让你赶紧回去。甘草想，这灵事还没完了。凌寒，我出去一下。他打了一个招呼，就带着甘烟回家。唐早听到动静也出来了，看到甘草出去，他又回到侧院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好像是夫人的侄女来了。看来这凌家也是担保的，回头你给人家说一下马家的事，万一回头遇到了，也好有个准备。甘草到甘家的时候，外面围了好多人，有个人躺在地上，已经不省人事。哎，来了来了！有人看到甘草来了，叫了起来。晕倒的人年纪也不大，甘草检查了一下，开始行针。
人没事吧？都晕倒了，怎么能说没事？波巴的表情干干的。你们来我家找事，也带点年轻力壮的来，带这么一个羸弱的，是来我们家碰瓷的？怎么能说是找事？我们也是想着你们两家能好好的。林氏现在也知道错了。知道错有什么用？知道错了继续犯错，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？得知错能改。是。草儿，过来。奶奶，这救人多少钱呐？甘草恍然，1两。你救义庄的人，别指望我们甘家能出这钱。这，我孙女这医术，孙文健都得跪下求他救人，1两，便是便宜你们了。先救人，钱的事好说。哎，醒了，哎，醒了！他虽然醒了，但是心脏先天不足，以后不可动气，不可做重活。今天这事是我们旧义庄对不住了，我们这就走。给钱？我们也没带钱。写欠条。是你们村里正说，以后你们家的事儿他不管了。看着旧义庄的人离开，甘草奇怪地看了看左右。奶奶，怎么不见林喜梅？追着去找你二哥了。二哥不会又耳根子软了吧？他敢耳根子软，我把他耳朵给割了。这李章也太过分了，竟然这样对我们甘家。我知道原因。甘草把他把马仙治好引得李章生气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你是个大夫，治病救人是应该的。他可能找不到我的把柄，就找咱们家的不自在。这事儿啊，你不用操心，我来处理。好，我今天救了一个女子，她自愿卖身到我家。我想那院子那么大，我一个人打理不过来，就留她在家里。那人怎么样？若是一个钻营的，你这岂不是引狼入室？我有她生气，是死气。若是她真有别的心思，我也不会心慈手软。你们独一户住在村口，若是家里没人，的确是不方便，留个人也是好的。他叫唐早，奶奶下次去就见到了。好。这边没事，甘草打算回家，刚好他二哥和四哥一起回来。二哥，四哥。哟，小妹回来了。我和奶奶说了，明天就回书院了。明天什么时候？我让林寒赶车送你去镇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明天早一点，我到镇上看有没有商队们，可以做个伴儿。刚秋收完，路上的劫匪多。劫匪？不过大多收点过路费那就好了。好，那我给四哥多准备点貂油。哎呀，不用那么多，我这都好的差不多了。平时也能用，等天冷了可以用来擦手擦脸，保证四哥白白嫩嫩的。嘿，瞎说，我这一个男子，笑什么白白嫩嫩的？可以防治皲裂。那你是要备点擦擦。聊了一会儿，甘草回家，柳氏把甘草送到门口。买砖瓦的事儿，你和杨秋生说了吗？说了。怎么了？那就好。我想着这几天过去了，他也没个声响。可能是秋波耽误时间，这次的房子我们好好盖，也不着急。那就好。要不我催催？不用，只要你给他说了，他肯定会紧着办的。等他回家的时候，看到唐早在喂马。夫人，饭菜已经做好了。夫人？甘草听到这个称呼，笑了一下。那回来吃饭。唐早做事仔细，把他们的饭菜摆好，就站在一边。没你和你爹的碗。奴婢不能和夫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甘草正要说无所谓，结果看林寒看向他。那你和你爹也吃饭吧，我们这边吃完了，你收拾就好。是。你家也是这规矩？楚林寒不想和甘草说这个，不知道他又要怎么想了。这次是真直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我四哥就要去书院了，我们早点起床送他去镇上。楚林寒点头。我想给四哥10两银子。我知道家里银子不多，
但是4个在外面用到银子的地方多，我可以再赚。家里的银子都是你的，你可以随便用。那我也该和你商量一下。楚林还想说不用，结果写道：好。甘草这才开心的吃饭。吃过饭，唐早收拾厨房。如今刚秋收，家里要不要囤一些粮食？他发现除了厨房有吃的，别的地方并没有放粮食。行，你看囤多少，到时候买回来就好。好，夫人，要不要把一个院子收拾出来放药材，到时让人做一些架子？我还打算炮制药材，你看怎么合适，也给我说一下。炮制药材，奴婢……你不用自称奴婢，我这里没有那些规矩。是。那炮制药材都需要什么？需要……甘草想了起来。药材的炮制有很多方法，炒、制、炖、煨、铲、煮、蒸、制霜、发酵、发芽、水飞等。若不是需要的药材多，能买的地方少，甘草也不想亲自做这些。你就准备2口水缸、木桶、灶台、蒸笼、大铁锅、大砂锅、晾晒的簸箕这些。是。原本昨天就要去江家的，遇到唐早父母给耽误了。他们的马车比较快，上午的时候就到了江家。神医，你娘怎么样了？我娘已经都能站起来了。可按照我说的，你们一家都有喝汤药。一切都是按照神医的叮嘱做的。江良带着他们到院子里。是神医吗？我今天是想问问，这个药草哪儿有？这个……姜温仔细看了看，垂角兰就在后山。神医要是要，就让我儿子现在去采。有很多。甘草的眼睛亮了。如果有很多7叶胡角莲，那就有可能出现9叶胡角莲。要说很多，还是秋水寨后面的黑龙山里多。不过药铺不收这个，我们就没采过。你说秋水寨后面的黑龙山里多？是，只是有垂角兰的地方毒物也多，我们一般不去。那你去过黑龙山长胡角莲的地方吗？去过几次，那里是深山，去的时候要带干粮。只是我现在这样根本去不了。无妨，等你好了再说。甘草并不着急这件事。就算是找到了9叶胡角莲，也要在夏天开花的时候采摘，这个时候找到了也没用。那就麻烦你先给我采一些这个垂角兰。好。甘草跟着姜良一起去采7叶胡角莲。姜温说后山，但是没说他们家后山的山都是后山。3个人到黄昏的时候才回来，不过收获满满。等他们到家，门口围着很多人。是甘神医吗？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等了你1天。甘神医，快给我看看吧，我这眼睛都睁不开了。甘神医，甘草无语了，他的名声怎么突然之间这么响亮了？楚林寒护着甘草先回家，看到院子里着急的唐早。夫人，你们可回来了。今天外面来了好多人找夫人看病，我看几个是镇上的，好像是来者不善。来者不善？唐早犹豫了一下。原本想晚点和夫人说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找来了。你有事瞒着我，和马地主有关。我父亲说马地主那个人睚眦必报，夫人这样帮我，可能会为自己招来祸事。那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父亲一开始并不是生病，而是中毒。什么？唐早震惊。现在听你这样说，你觉得你父亲会病得这么巧吗？那日夫人在一边看了许久，应该是知道我的处境，又诊断出我父亲一开始是中毒，为何还要留下我？我要做的事，只是我想做。一边的楚林寒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眼眸转了一下，看着他。好了，
晚饭好了没？我都饿了。已经好了，我去给热一下。对了，你去告诉外面的人，就说咱们村李正不让我行医，让他们都回去吧。刚才从那群人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他已经看得七七八八，而且一个个中气十足，也没什么病气，估计真是来找茬的。是，唐早去说了，早点睡，我们明天一早去镇上。你怕？去买药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是挺怕的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第一件事肯定是给自己找一个保镖。楚林寒觉得自己成了保镖。早点睡，我看你这2天疼药也少了，你现在的情况不用忍着。甘草说完就走。楚林寒的心情有些复杂，如果甘草真把他治好了，他要不要告诉甘草真相？第二天，甘草起床打拳。如今有了糖枣，可以让糖枣多烧点热水。收拾好之后，甘草和林寒一起去镇上。谁呀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我知道自己医术不行，打算把药铺给关了。你知道了？什么？你不想想，为什么你那么快就被送往衙门？你好歹是五华镇唯一一个大夫。孙文健坏事做多了，以为被人嫉恨，还真没想过这些。这其中……你想不明白就算了，我来买药。我这里的药，神医随便挑。你这里没有银铃藤？那东西少见，我这里用不到。都是假的。假的？不可能啊！我这是实实在在花钱从长环的玉华堂买的。玉华堂很有名。甘草不解。要是说玉华堂有假药，那整个长环就没有真药了。这药可不便宜，你买这个药做什么？吃的。那我帮神医买。你送给我的。甘草一脸不信地看着孙文健。这药实在贵，我刚好要去买药。你不是不开药铺了吗？我药铺不开，神医去哪儿买药不是啊？孙文健才不舍得把药铺给关了，这可是他的摇钱树。你认识真假吗？孙文健看甘草丢在柜台上的药。那也不能你说真的就是真的，你说假就是假呀。甘草瞪了孙文健一眼，孙文健立马讪笑着不说话。他带着林寒就离开。楚林寒看甘草站在路边不说话，在想什么？早知道我们也去偿还，就跟4个一块去了。楚林寒犹豫了，他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去偿还。那些人对他下的是死手，定然是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甘草正这样想着，曲晓突然鬼鬼祟祟走到甘草一边，示意甘草和他走。哎，神医是不是把糖枣给带走了？你怎么知道？神医这是要和马地主作对了。你也知道马地主想收了糖枣的事儿。马地主50多了，只有一个女儿，这些年没少收女子到院子里，就是想再要一个儿子。这件事都是你情我愿的，也没有人说什么呀。什么叫你情我愿？唐泉根本就不是生病，而是中毒。曲晓愣住了。他中的毒不会要了他的性命，但是拖垮了他的身体，导致外邪入侵，才成了痨病。曲晓自然相信甘草，他又不傻。马地主若真是大善人，怎么可能用他们这些混混？你到底有什么事？我听说宋长丽找了几个赖皮去找神医看病，神医千万不要搭理那些人啊，他们就是找事儿的，不管神医给他们看的怎么样都没有用。甘草觉得这个曲晓倒是有点良心。你告诉我这些，就不怕马地主找你的事？所以我偷偷告诉你啊。你爹的情况呢？我问了，我爹完全不记得10岁之前的事儿了，我让他想他就头疼。你也不用问得急，就有事没事提提。那我爹真的没事吧？性命无忧。甘草很确定。神医，先找一个地方避避风头，那些人不好对付，却不会一直折腾的。行，你去忙吧。曲晓确定周围没人，这才离开。
甘草倒也没有避避风头的打算，就是在想要不要去偿还买药。不要怕。甘草感觉到林寒写的字，笑了起来。我不是怕，你说我们要不要立马去偿还买药？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我去和严姐姐说一下，让她有时间去咱们家一趟，安排一下糖枣妇女。他们去了一趟严家，又去买了一些吃的，然后直接上路了。晚上没有走到住宿的地方，两个人就在野外过夜。你先去睡吧，你要赶车，我白天在马车里眯一会儿就好。楚凌寒看着甘草，怎么觉得她一点都不害怕？一个女子晚上在外面过夜，不应该很害怕吗？怎么？不困。白天都没停下，怎么可能不困？你有身孕。甘草无语，他觉得凌寒比他还关心自己有身孕这件事。早睡。那我睡一会儿，你到时候叫我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一个女子的呼救声从远处传来。没过多久，一个女子跑到他们这里。救救我！有人要追杀我！而追他的人已经过来了，竟然是两个乞丐。那两个乞丐看到甘草和楚凌寒，相互看了看，转身离开。多谢两位。甘草和楚凌寒都狐疑地看着莫幽，把莫幽看得有些不自在。如果两位能把我送到南云州，我定重谢。甘草压根没听说过这个地方，转疾看着凌寒。很远。莫幽好奇地看着楚凌寒在甘草手心写字，甘草看向莫幽。其实你怕的不是那两个乞丐吧？那两个乞丐一看就是普通的乞丐，不然也不会看到他们就离开。我一个弱女子，你可不弱，你只是气血被人封了，浑身无力而已。你是习武之人，武功还不低。说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那你是什么人？我叫甘草，是一个大夫。我叫莫幽，是南云州莫家的小姐，因为贪玩和家人走散了。你撒谎！你怎么知道我撒谎？脉搏比你更了解自己，我可以解开你被封的气血。真的？但是我不能惹祸上身。甘草的意思是让莫幽把自己身份说清楚。好吧，我是浮云山莫家的人，想出来闯荡江湖，结果遇到高手被点了穴。你强行充血了。那你幸好遇到了我，不然你就会气血淤阻而死。没那么严重吧？没那么严重。甘草轻轻地按了一下莫幽的一个穴位。莫幽疼得吸了一口冷气，一直在一边一言不发的楚凌寒这个时候走了过来。你和他有仇？楚凌寒冲甘草摇头。这把甘草整不会了，这到底是有仇还是没仇？你真能救我？你等一下。甘草拉着凌寒就去一边。怎么回事？你认识他？我能不能救他？救。那你刚才……我的仇人在偿还。既然甘草一直认为他被仇杀，这样说也没问题。我想起来了，从决定去偿还开始你就怪怪的，是不是你知道你的仇人在哪里？楚凌寒之前是猜测，现在是确定。去。我知道了。就算他的仇人在偿还，凌寒的毒还得解，只是到时候谨慎一些。莫幽不知道他们商量什么，不过看甘草过来的时候很平静，就放心了。我现在问你行针，你忍着点。莫幽点头。楚凌寒去一边把风，甘草开始给莫幽行针。大概2刻钟过去，甘草把银针收了起来。感觉一下怎么样？莫幽起身活动了一下，好像好了。他说着一跃到马车的车顶。你给我下来。莫幽一笑，从车顶上跳了下来。你还真是厉害啊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整金100两。
江湖儿女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。你没钱，我家有钱啊，但是我不是被人抓了吗？钱都没了。甘草不想搭理他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家住哪儿？回头我给你送去。打住！甘草才不想和这些人有什么牵扯。你赶紧走，万一追杀你的人找到你，连我一起剁了。我这次啊，肯定不会再被抓住了。那我们江湖再见。他说完就跑。一夜无话，早起两个人又开始赶路。长环有城墙，城门口有官兵检查进进出出的人。四哥只比我们早出发一天，我们有马车，路上也没追上四哥。进城之后可以去书院看看。甘草也这样想的。两位也没带路引啊？茶肆老板看他们两个人看着城门。路引？甘草意外地看着茶肆老板。衙门说最近秋收，盗匪肆虐，凡是外面进城的人都要有路引。好多人到了城门口啊，只能回去。啊？甘草想，他们岂不是白来了？不过两位也不要太担心，若是在城里认识人，可以让城里的人作保，然后带到城里。我这里啊，可以帮两位搭线。他说着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。甘草无语，这样也可以？果真是近水楼台，赚钱这么容易。他正要详细询问，被楚凌寒拦了一下。甘草不知道楚凌寒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也没继续问。茶肆老板也识趣地退下了。我就是问问他，能不能进城找一下四哥。他们会严查进城看病的人，况且会牵扯到四哥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先看看。长环外面有客栈，价格也比城里的便宜。原本这里还有集市，但是最近全部给取消了。两个人住客栈的时候，客栈老板也详细地盘问了他们的住处，还有来长环做什么。这个两个人已经合计过了。把凌寒送到房间里，甘草打算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刚才上来的时候你戴着围帽，估计会有人来查看，我去看看能不能买点什么给你易容。楚凌寒有些担心。你放心，这里查得这么严格，不会出事。虽然这城外不是很热闹，却也算繁华。甘草出去买了一些东西和吃的，慢悠悠地回来。楚凌寒看他手里拿的马毛，想甘草不会是把马尾巴给剪了吧？你过来。在甘草的一番捣鼓之下，凌寒看着像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头。你注意点动作和眼神，习武之人会看体型，只要你自己注意点。现在没人能认出你。楚凌寒点头，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还有，甘草说着，把一根银针刺入楚凌寒的身体。习武之人的脉搏和常人不同，现在即便有人通过脉搏试探你，也不会有事。对了，你躺下，我封了你的穴，你体内的毒就不好压制，我先给你用点药。楚凌寒乖乖地躺下，他觉得甘草想的比他还周到。甘草刚把楚凌寒的腰带给解开，房门被人一脚踢开了。干嘛啊？潘傲海打量了一下甘草。老头，你叫什么？我家男人天生哑巴，你想干嘛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可是长环，有县太爷的，小心我去县太爷那里告你。潘傲海蔑视了一下甘草，心想这是哪来的泼妇。他叫什么？杜亮，声音响亮的亮。哦。潘傲海实在看不出这个人和他要找的人有什么联系。他得了什么病啊？先天性肌肤石化症。没听过。哎，可找大夫瞧过了？也不是一直这样，就是春秋的时候容易出现，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。是吗？刚好我是大夫，可以帮他看看。潘傲海说着，已经一个横移过来，握着楚凌寒的手腕。你……甘草一副被吓傻的样子。其实他也是真被吓到了。查看了许久，他确定这个人不会武功，而且也没有中毒迹象，这才松开了楚凌寒。
我要去县太爷那里告你。潘傲海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径直走了。你这仇家也太厉害了。因为被彻底盘查过，甘草再去找人介绍进城十分顺利，花了100大钱，2个人就进城了。到了一个叫贤雅阁的胭脂铺子门口，他站了许久。想要？我就是看看生意怎么样。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一群人冲到贤雅阁里，叫你们老板出来！江聪怒道：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想来我们贤雅阁闹事不成？我们家小姐用了你家的玉颜膏，脸都烂了。你说什么事？怎么可能？偿还谁不知道我们家的玉颜膏好？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砸了你们贤雅阁。我们袁家可不是你们随便能够得罪的。客官别生气，我们贤雅阁在偿还是老字号，但是每个女子的肌肤不同，回头我去看看，保证袁小姐的脸没事儿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哎呦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得罪袁家呀。那你现在随我去。我得准备点东西，马上就过去。你最好老实一点。肯定，肯定。要真是我们贤雅阁出的问题，我们肯定会负责。江聪这才带人离开，甘草却站在原地没走。他突然想到怎么弄到那3味药材了。走，我们去后门。贾氏让人把门关了，自己快速的去后院。赶紧收拾东西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做的玉颜膏让袁家小姐的脸烂了，如今袁家已经找上门了，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偿还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不可能，我的玉颜膏不会有问题的。不管有没有问题，现在袁家人找上来了，你先出去避避风头，我先应付一下。不行，我得去袁家看看。你看什么看？我们普通人家怎么可能和袁家对抗？你是毕家独鸟，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你爹交代啊？哎，赶紧走！我不走，我走了，娘怎么办呢？我一把老骨头能怎么办？你走的。他说着，看到甘草在门口笑盈盈地看着他。贾氏看到楚凌寒戴的围帽，就认出了甘草。2位这是来了帮你们的。我们毕家不需要帮忙。女子的脸毁了，那就……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说了，我是来帮你的，我可以治好袁小姐的脸。那你要什么？要钱。哼，你是大夫。你最近是不是睡眠不好，时常会偏头痛？你真的是大夫？自然是真的，不如我们进去慢慢聊。把你们的玉颜膏拿出来我看一下。我们家的玉颜膏？不要给我说你们家的玉颜膏没问题，如今有客人用出了问题，我们就要先看看玉颜膏。甘草打断贾氏的话。贾氏示意了一下毕恒，让毕恒去拿玉颜膏。大夫是本地人吧？不知道大夫怎么称呼啊？我夫家姓林，林家甘氏。甘大夫确定能治好袁小姐的脸？哎，我做的养颜膏在这里。这养颜膏我做了很长时间了，一直都没事啊。你说你做了很长时间了，那就是说偿还有很多女子都在用？倒也不是，之前做的没有美白之效，这是我特意加了一下美白的药草，效果甚好。那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养肌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这养颜膏里用的药草的确会让人肌肤变白，但是同样会让很大一部分人肌肤溃烂。啊？那这养颜膏我们卖的不少啊。老板不用着急，我给老板写个方子，老板去准备。回头我做一批修复膏出来，只要不继续用这养颜膏，再用修复膏，不会出问题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袁小姐那边我可以替老板去，最起码可以先稳住袁家。好，那甘大夫要收多少银子？5两。好，那就劳烦甘大夫。甘草留了方子，贾氏让他儿子去买药，
然后带着甘草去袁家。袁小姐这次回来是守孝，自己一个人住在别院，脸出事的事还没告诉别人。贾氏带着甘草来的时候，被人从后院带了进去。这袁小姐是京城的大人物，一会儿见了要行礼。甘草想，这个有点麻烦，难不成还要给磕个头？他正这样想着，带他们进来的门房突然站住，看到前面的人慌忙低头，竟然是在城外盘问他们的那个人。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去？要是不能过去，我们就走了。是你主动来的，现在怎么又要走？不让你们过去是为了你们好，没看到管事对他毕恭毕敬的，肯定是个大人物。门房嫌弃地看了他们一眼。是，知道了，我们等一会儿就是。那边潘傲海已经看过袁威，认为没有什么大碍，只要脸上的伤好了就行。小姐，贤雅阁的老板来了，让他进来。袁威蒙着脸恼怒地说。阿彩示意他们进来。见过袁小姐，这是甘大夫特意为袁小姐找来的。这么年轻的女子会看什么？他说着抬手想按自己的脸。不要抓！甘草慌忙制止。现在方便看你的脸吗？袁威为难。除了甘大夫，你们都出去。等别人离开，阿彩关了屋门，袁威这才解开蒙面。看到袁威的脸，甘草也吸了一口冷气。你是不是吃别的药了？是一个美白的方子，我已经吃了很久了。袁威肌肤偏黑，一直都有些自卑。后来因为婚事，他更自卑，所以才执着于变白。我能不能看一下那个方子？阿彩为难。袁威看向阿彩，点了点头，阿彩才去取。我这脸会不会留下疤？只要小心一点，不会留下疤。其实你本来的肌肤就很好，不用追求变白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那要先知道什么是美。天下皆知美为美，似恶意。肌肤本来就以细腻光泽为盛，不要一味的追求白。这个时候，阿彩把方子拿来。这是个秘方，一般不外传。这方子有问题。袁威看甘草的反应。这方子倒真可以美白，但是损子嗣。我看一下，你用的时间短，没什么大碍，只要停一段时间就好。说用的时间长呢？若是用的时间太长，就不会有子嗣。可有办法？你认识有人用这个方子时间很长？袁威犹豫着点头。这个不好说，最起码先把药给停了，好好锻炼身体。那要不要吃什么药？袁威慌忙问。身体没有大碍，不要想着总吃药，好好锻炼，注意休息，保持心情愉悦，身体本来就可以自己修复。袁威不太确定的点头。那我先给袁小姐开个方子，只是这药煎着有要求，我要亲自煎。那就有劳甘大夫。大夫这边请。阿彩这一次对甘草十分恭敬。这段时间林寒用的都是繁体字，大部分繁体字甘草都习惯了，写完又让袁威念了一下，确定自己写的字别人能看清楚。去抓药吧。阿彩拿了方子出去。甘大夫这么年轻，医术竟然这么厉害，只是刚好擅长这类病，以前也没有听说长环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女大夫。我是到处游玩，悬壶济世没那么高尚。女子行医本就不易，只是遇到女子有疾，断不会袖手旁观。女子的确不易。那边袁家派人去抓药，药方刚到玉华堂，掌柜就拿到潘傲海那边。这药方是袁家送来的。潘傲海仔细看了看，的确对他有用。那这银鳞藤，给他。是。谢志谷行礼退下。如今有4种药，只要有人买，不管是出现在药方里还是单独买，都要禀报这个潘先生。潘傲海的眼眸紧缩。
若非那个人在长环出现过，他真以为那个人死了。那个人不死，他们不知道要死多少人。袁威的药很快就抓回来了，阿彩带着甘草去煎药，袁威立马给京城写信。没人说过这药竟然有伤子嗣，若真是这样，这个甘大夫对他们袁家就是大恩。甘草看阿彩离开，立马把药里的银铃藤给挑了出来，剩下的药草比例也变了。其实袁威的情况并不严重，但是用银铃藤再正常不过，所以即便是大夫看过，也不会觉得这药方有什么问题。这个时候楚凌寒过来，把这个收起来。药还有用吗？放心好了，保证药到病除。很快药草煎好，甘草又把之前拿出来的一些药草给混到药渣里，这才把药端了过去。不苦，不是所有的药草都是苦的。喝过之后你好好睡一觉，若是还痒就让人去毕家找我。你住毕家，我和你投缘，不如你住在我这儿，也好陪我说说话。小姐一个人独居，我带着夫君不好借宿。你夫君他皮肤有疾，春秋最盛，不好见风。那我就不强留了。只是甘大夫可有常用的调理女子身体的方子？还因为那个美白的方子问题？袁威点头。这样，我给你留3个方子，对应的情况也给你写清楚，到时候你们找信得过的大夫看一下。那就太感谢了。袁威站起来行礼。后面的楚凌寒眼眸低转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甘草写了方子才离开，两个人晃悠着去毕家。哎，甘草突然激动了，快看，长环书院。楚凌寒不知道甘草为什么看到一个书院就这么激动，也不知道四哥在不在。很快他四哥就从书院里出来，只是出门的时候一个趔趄，后面一群人哄笑起来。甘伟刚从你家住院爬出来，走路都不稳了。甘伟看了他们一眼，转身就要离开，那边有人拦住了他。夫子让我抄多少你也听到了，抄好了，要是有一点问题就小心点。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甘草已经跑了过去，拎着谢维奇的香笼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小妹，我告诉你们，敢欺负我哥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元兄，元兄。谢维奇看向一边的袁金胜，好大的胆子呀，敢在长魂书院门口打人。你说错了，我不是打人，我是教训教训他们。好大的口气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书院啊，就是因为书院我才应该教训你们。你们读的圣贤书，圣贤书可教你们欺凌弱小，狗眼看人低，你们简直有辱圣贤。我怎么了？我就是女子，也知道大道为公，也知道读书之人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生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你们呢？有脸说自己是读书之人吗？欺凌同窗，乌烟瘴气，落入仕途，是朝廷之败坏，是百姓之灾难。袁金胜没想到这个小妇人竟然如此牙尖嘴利。怎么，想用身份压我？讲道理讲不过就开始仗势欺人？我告诉你，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你觉得你尊贵？那我问你，你怕死吗？袁金胜被堵得脸都憋红了，之后的话生生的憋了回去。你们敢报复就试试，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报复。李夫子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夫子，何人在我长环书院门口闹事？夫子无目否？甘草很认真地看着李夫子。不瞒你说，我学过一点医术，目盲、目斜、目赤之类的眼疾都可以看个一二。你？李夫子指着甘草。夫子见谅，小妹没有上过学堂。我没有上过学堂，也知道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。看来夫子不怎么了解自己的学生啊。
都不知道自己的学生是什么德行。甘伟，你来说说是怎么回事？谢维奇让学生为他抄写罚抄的文章，还出言羞辱，舍妹实在是看不过，这才出手了。真有这样的事？夫子，甘伟本就不好好读书，每天抄书赚钱。你们书院可有规定，学子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？倒是有些人当着蛀虫还看不起自食其力的人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夫子，学生并未违反书院规定。读书应以学业为重。夫子，一个读书人从读书的第一天起就要明白为什么读书。若读书只是读书，不学以致用，那读书有什么意义？李夫子内心咆哮：这是谁家的小妇人？他男人都不管管吗？夫子也是这样认为的吧？是。李夫子甩袖走人。甘草想，这书院也不怎么样，转疾看向袁金胜：你姓袁，袁威是你什么人？你是何人呢？敢直呼我堂姐的名讳？哦，她是你堂姐，我是她朋友。既然你是她堂弟，回头我跟她说一下，都是自己人，别闹得不开心。袁金胜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眼珠转得飞快。不如我带你去袁小姐那里坐坐，咱们把话说清楚了。既然是堂姐的朋友，那就是我袁家的座上宾了，方才怠慢了。四哥，我们走。三个人找了一个茶肆坐下。小妹怎么突然来了偿还了？有一味药材在五华买不到，又急着用就来了。那袁小姐是怎么回事？我刚从袁小姐那里过来，我去给她看病。我们进城的时候没带路引，就给林寒编了一个假名字，叫杜亮。那药材可买到了？快了。四哥想吃点什么？哎，这里的饭菜贵。我请。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想用奶奶给你的银子买一个院子。能买得起吗？有那种小的，位置也偏，遇着急售的可以买得起的。我如今在外面租房，1年的租金也不少，若是遇到了合适的买上一套，到时候还可以慢慢的卖掉，这一进一出说不定还能赚一点。好，回头我再给四哥一些，四哥可以买一个好一点的。哎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比你年长，如今都还没有给家里带去一点的好处呢，净是花钱了。大不了我借给四哥，到时候房子卖了，四哥还我就好。甘伟没有拒绝，他自己很清楚，如果能买位置好一点的房子，以后好卖，而且收益也更高一些。三个人吃了晚饭，甘伟把甘草送到毕家。这贤雅阁在长环也是颇有名气，没想到小妹和他们掌柜认识啊。只是他刚好有求于我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说是小妹有事，到书院找我即可。甘伟刚走，贾氏就打开门：干神医，快进来！你要的药材都买回来了，你去看看。甘草径直去看那些药草，然后发现他需要的2味药草是假的。这药你哪儿买的？这冰心花和鹤金草只有玉花堂有，而且这些买下来花了80两银子呢。这是假的。假的？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们看，这里面的颜色一看就是煮过的，这是药渣又染色做成的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要是假的我也没办法。我去找他们去。若他们说你把药用了，然后去找他们，你该怎么说？唉，那玉华堂我们也得罪不起，闹也闹不得，怕是要吃了这个闷亏。也不一定，你们贤雅阁这批药膏关系重大，若是事情闹大了，谁也别想好过。此话怎讲？到时候脸出问题的不单单是袁小姐，还用你们贤雅阁东西的女子也都不是普通的女子。这要是闹起来，玉华堂也要给个交代。对呀，这冰心花和鹤金草平时用的少，却也不是不用。你现在去找玉华堂理论，就说做的修复膏要给袁小姐和偿还别家的小姐用，
看他们玉华堂怎么跟你说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让你儿子在外面守着，若是时间太长你不出来，就去袁小姐那里说一声。那干神医在家等着。很快，毕家母子就出门了，家里只剩下甘草和楚凌寒。还没来得及问你，你是不是认识袁小姐？不认识。撒谎！你肯定认识追杀你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和袁小姐认识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袁小姐？这丫头脑子里不知道想的是什么，真不认识。这个倒是真的，那个潘傲海也是因为他此次出行才认识的。至于袁家，他还真知道。好吧，反正药草到手之后，我们就离开这里，不和他们玩。好。两个人等了快2个时辰，毕家母子从外面回来。干神医，快看看，这次是对的。那就好。干神医，可以做面糕了吧？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？都准备好了。毕恒前面打开一个屋子，这是他平时做香膏用的屋子。你们到外面去。贾氏虽然想留下，还是带着他儿子出去了。甘草立马把冰心花和鹤金草收了起来，然后开始做面糕。毕恒在外面守了一夜，早起的时候闻到一股很奇特的香味。这个时候，甘草开了屋门，从里面出来。可是成了。你试一下。这味道。贾氏也意外。只要用这些面糕，把之前的养颜膏换了就行。好。这方子你卖不卖？你们的养颜膏多钱一盒？1两盒子一盒。我们做笔生意怎么样？我做好这个修复膏，1两银子一盒批发给你。这……贾氏觉得甘草是狮子大开口。价格的确高，但是效果也好。若是合作的话，以后还可以有别的合作。你们贤雅阁也不是只卖养颜膏。贾氏认真地想了起来，这修复膏若是能当他们贤雅阁的招牌，倒也不错。那甘大夫只能卖给我，在长环我只卖给你，而且卖到别的地方也不会低于1两银子一盒。好。贾氏也没想到自己能把生意做到其他地方。吃过早饭，甘草和楚凌寒又去了袁家。袁小姐的脸还痒不痒？已经完全不痒了。甘大夫今天来是有什么事？我在贤雅阁调制了面膏，等好了他们就会送来。只要袁小姐早晚擦一次，脸就会彻底好。那甘大夫为何不直接为我家小姐调制面膏？阿才，袁薇生气。贤雅阁这次的面膏出了问题，所以不单单是袁小姐出了问题，他们要给很多人送。那甘大夫今天来是有什么特殊的事？一来看看你的脸还痒不痒，若是痒了就要再诊治；二来有件事要给袁小姐道歉。道歉？袁薇不解。昨天遇到一位袁公子为难家兄，情急之下，我说我是袁小姐的朋友，那位袁公子才不做为难。袁薇也知道袁家人那些德行。无妨，我们本来就是朋友，我在长环也无人说话，若是你不嫌弃，可以经常来。我怎么会嫌弃？只是事比较多。好。袁薇也不为难。说了这些事情，甘草就辞行了。如今得了药草，他也不想在长环停留。到了城门口的时候，守城门的人把他们的马车仔仔细细地盘查了一遍，然后才放他们出城。他们刚出城，潘傲海就站在城门那里看着他们的背影。若不是年龄看起来差别太大，潘傲海真觉得杜亮就是他要找的人。五华镇马勇那边正想怎么对付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甘草，结果人消失了。夫人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家里出事了。太夫人那边有急事找你。行。他应了一声，看林寒。我回家一趟。楚林寒点头。奶奶，三姐。
怎么了？你来的时候可遇到李正家的人了？甘草摇头。你说李正不让你给人看病，李正找你说道呢？他真这样说了？真的。他指着孙文健把马先给治死这件事，把孙文健送进衙门。结果我先把马给治好了，孙文健也不赔他们家钱了，他就去找我试。他就是贪。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去长环买了点药草。我给村里人说是去林家了，奶奶不要说漏了。你去买草药，不能让人知道。就是去长环的时候，我带路引，用了点钱，托人用了假名进城。咱们这里去长环一般不用录影。我听那里的人说，是这段时间查得很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甘草觉得很有可能和林寒有关，但是他不会说。这事儿要他们知道了，估计又要生事儿。三丫头，嘴巴也严一点儿。甘云慌忙点头。听堂嫂说，奶奶着急找我，让你帮着买砖瓦，你怎么翻倍买了？我怕不够用。这盖房子啊，不单单是砖瓦的事儿，回头木材工钱也不少。再说，咱们家也住不了那么大的房子。那就盖点蚕室，以后家里总要多点营生。家里没钱。钱的事咱们想想办法。这房子盖一次不容易，不如好好盖盖。也不能一直只靠着你。你丈夫要不同意了，他不用担心。甘草笑着说。就是我现在也没钱。柳氏震惊地看着甘草，他手里可是有100多两银子，怎么会没钱？不过奶奶放心，我肯定给赚回来。奶奶不是要你的钱。这个没事儿，我也不会修房子，奶奶和爹商量着怎么修就行。我这回来还没进家门，就先回去了。那你先忙，我盘算着可能还够，你也不要担心。甘草点头。李镇那边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你爹也是去过学堂的，这是咱们甘家在秋水寨人丁单薄，想要图谋一点事情要慢慢来。奶奶要图谋什么？既然他说了不让你给别人看病，咱们村的病人只要不是太过要紧的，你就别看了。好。聊完了这些，甘草回了自己家。楚林寒已经把东西都搬到家了，唐泉也已经能下床，帮着在喂马。唐叔，甘草在门口打了个招呼。夫人，晚上要吃什么？家里还有什么就做什么。唐枣犹豫。怎么？甘草看着唐枣。先前和夫人说卖粮食的事，这个时候买粮食最便宜。吃过饭说。甘草说着去林寒的房间。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。甘草念叨着坐在林寒一边。我给四哥钱的时候就想着留个路上用的就好，把家里要花的给忘了。我可以打铁。倒也不用，你还是不要动武的好。你忘了我要和贤雅阁做生意，回头我做一些面糕之类的东西，按照他们给的价钱，我们也不会缺钱。楚林寒歪头看着甘草，没想到有一天他竟然会被女人养。你这什么眼神？林寒下意识地避了一下。我是男人。我什么时候说你不是男人了？这还是那个机智过人、制得药草的甘草吗？哦，你是想说你不能花我的钱？算不上你花我的钱吧。一家人本来就是谁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就像你擅长打人一样。楚林寒表示自己不擅长，但是甘草说一家人，没有人告诉楚林寒一家人应该怎么样，就像他现在成这样，全是拜他兄长所赐。好了，现在有药草了，从明天开始治你的嗓子和外伤。夫人，唐枣叫着进门。他看到夫人对面坐着的人，吓得脸色苍白。什么事？
老爷只是旧疾复发，过2天就好了。什么事？甘草又问了一声。饭菜好了。吃过晚饭，甘草把他的嫁妆搬了出来。家里没有银子了，但是楚凌寒给他送的彩礼里有不少首饰，这些首饰单单算重量也有不少。反正我不带，就拿去换成银子，我明天去镇上给卖了。可以直接融。你的意思是这些银饰可以融成银子直接用？甘草也反应过来，这些都是纯银的，买的话肯定不止这些银子。对哦，尤其是手镯和臂串，也值好几两呢。楚凌寒是想不到，有一天自己给别人准备的嫁妆竟然会直接融了当银子用。第2天，甘草并没有急着去镇上，一大早就开始煎药。好不容易凑够了这些药，还是先给凌寒治病要紧。夫人，我来吧。不用，你爹之前身体亏损严重，还是要好好的养一段时间。是。我有件事想和夫人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爹现在也没地方去，夫人可否给我爹找个事做？我记得你爹是个账房。是。行，让他留下当个账房，就是工钱得等我有钱了再说。多谢夫人。这个时候，林家的大门被人踢开，李章带人从外面进来。一波，这大早上的有什么事儿？是你跟别人说我不让你给别人看病的？李波这样给我说，我也只能这样给别人说，毕竟我人在秋水寨，还得仰仗李伯的鼻息。那你为何煎药？我没给别人看病，我给自家人看病。哼，你一边往我的身上泼脏水，一边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还知道你是秋水寨的人啊？李正，我救你儿媳，保住你家唯一的孙子，救你儿子，让你不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当初秋水寨人腹泻，就是因为你家的牛拴到水井一边导致的。我顾你面子没有说你，你与孙大夫的事本与我无关，我还是帮你证明孙大夫嫌疑有失，你却因为我救治病人马仙而谴责于我，如今又来我家闹事。我敬你是长辈，一直让着你，你却为老不尊，以为我好欺负。你如此是非不分，刚愎自用，不仁不义，有什么资格做秋水寨的李正？难不成你觉得秋水寨是你家的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还有你们，有什么资格冲闯我家宅院？既然你们敢闯进来，我也敢把你们都打出去。若是想撕破脸，我也不惧你们。我们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一个村的，你不给我们看病，说不过去吧？你们要搞清楚，是李正不让我给别人看病，你们找事也要找对人。李正不让我给别人看病，你们又和李正一起来找我的事，哼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那些人哑口无言。其实他们和甘草没矛盾，只是李章找他们，他们就跟着来了。你少在这里狡辩，因为你勾引你姐夫，秋水寨最近出了多少事儿了？出了多少事儿，也是我们甘家的事儿。柳氏带着甘家人进来。我甘家的女儿就算是嫁出去了，也不是别人能欺负的。谁不知道你是嫉恨我孙女婿买了你这宅院？那怨谁？我孙女好好给你儿子看病，你不但不陈情，还嫌弃他，非要找那孙文健。你找的他，你欠他钱，那都是你的事儿。觉得我们甘家是小户，想欺负我们甘家。别忘了，我们是从甘家领来的，我们过得不好，那些人不会搭理，但是我们要是有个好歹，那些人可不会不管。甘草没听说过甘家岭，难道他们甘家还大有来头？婶儿啊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既然不是那个意思，还在这里干嘛？你少拿甘家岭吓唬我们！你们就是被甘家岭赶出来的，甘家岭怎么可能会为你们出面呢？我们是被赶出来的，但是只要有足够的好处，他们肯定愿意出面。大哥，
要不我们先回去？李章气得脸色铁青，转疾看着甘草。以后你想给谁看病就给谁看病，自己不行，就别说我这个李正不让你给别人看病。好。甘草回答得很认真。很快，李章带来的人就从林家退了出去。奶奶、爹、娘，我正在熬药，你们先坐。你没事儿就行，我们家里还有事儿。甘家岭是怎么回事？甘草是想问这件事。一些陈年往事，不提也罢。哦，那我就先忙了。你忙你的。对了，我这次出门买了一些东西，娘看着给大嫂和三姐一起拿一些。家里还忙着呢，回头再说。堂嫂，你带我娘他们去厢房里拿。堂嫂带着杜氏他们去厢房。进了厢房，杜氏才知道甘草说的一些是多少。这丫头也太不会过日子了，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这丝线比镇上好看太多了。估计是小妹买给我们做绣活的，回头做了给小妹分一些就是。也对，如今晚上闲下来也没事儿做。等他们拿好之后，甘草也熬好了药。我就不送娘了。甘草端着药进屋。你忙你的。楚林寒看着那一碗琥珀色的药，好像也没那么苦。你做好准备，这药味道会很奇特，千万不要给吐了。他抬手示意甘草，他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这药方应该没问题，晚上再喝一碗，明天确定没事，你要连喝7天。楚林寒突然觉得自己有事。好啦，我们去镇上。等他出来，汤早已经在院子里等着。我去镇上买粮食，你觉得家里还有什么需要买？我已经列好了。其实我对镇上不怎么熟，这样我把银子给你，你和你爹把这些事给办了。我和我爹现在不能去镇上，若是遇到了马地主的人，肯定会给夫人添麻烦。行，我来置办。他想到了严大梅，严大梅也擅长做这事，而且他今天就是要去找严大梅。两个人到五华镇径直去找严大梅。你去长环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就好。我最近听说去长环很不太平，10个有6个都被劫。山匪这么猖獗，就没有人剿？也不全是山匪，有的就是当地的混混。一般到了夏收、秋收、过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出来。那严姐姐去过长环？自然去过。你杨大哥刚出事那会儿，我还带着他去长环看病，住了一段时间。那严姐姐知不知道长环有个咸雅？怎么，你想买咸雅阁的东西？哎呦，那可贵得很。是这样的，我会做面糕，咸雅阁的老板想卖，我就想找严姐姐中间跑个腿儿，到时候我分严姐姐。甘草看着严三尺，严三尺这事儿你们已经商量。甘草点头。严三尺想了想，行，只是跑个腿你就分我2成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当然还要严姐姐买齐。你们夫妻俩都是怕麻烦的性子，你这是让我给你置办东市的。甘草一笑，又拿出一张清单。这些东西倒是平常，这2天我给置办好了就给你送。那就多谢。甘草拿出银子。严三尺看着他那些碎银，两个人正说着，楚林寒从……那行。严三尺点头。你杨大哥这2天疼得厉害，你去瞧。恢复的不错。甘草检查。你们可做好了断骨再续的？严三尺犹豫。其实当时不会疼。甘草看着杨毅，只是续好之后需要静养，不能有任何异物。我做好准备。杨一丈很确定。好，那我开个方子，先吃我去给你们。孙大夫。甘草进门叫了一声。
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听你这意思是不想让我……没有，有您这么一位神医在五华镇，那是五华镇之福。甘草想，自己还没到让孙文健溜须拍马的地步吧？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？神医，你是不是有事有求于我？哎呀，神医说这是……其实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也想做一个悬壶济世的医者，可惜我遇到的师傅是个骗子，我也没学到真本事，长着就长。甘草没心情听他讲这些悲惨的青年阴影，好像变坏一旦有了理由就可以被原谅一样。如今遇到甘神医啊，让我想起了我年少时的志向。若是甘神医不弃，我愿拜甘神医为。你这种人，小能力小恶，大能力大恶。要是真有这心思，先把药……孙文健斜眼看了一下一边，看来恭维这一套不怎么管用。多少钱？孙文健看着甘草包好的药，习惯性的要说1两。10文。做个人不是挺好的吗？他说完就走。甘草把药送回杨家，又在杨家吃了午饭，之后才回秋水寨。晚上的药没有早上的药那么浓，楚林寒喝了还是有些顶不住。行了，你都喝了2次了，要学会习惯这药的味道。楚林寒觉得自己习惯不了，刚放下药碗，就听到外面有人敲门。草在家吗？苗氏敲门之后招呼。甘草听出苗氏的声音，想早上他男人来闹，现在他来是什么意思？唐早没得吩咐，站在院子里没有去开门。婶儿怎么来了？甘草亲自去开了门。家里柿子今天摘了，特意给你送来一筐。婶儿，这时候有事儿？哎呀，你大伯这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爱面子，要不然当初也不会为了你带着咱们村人去泽庄陈家给你讨公道啊。所以大伯是去泽庄是爱面子，也不是为了我。你这么说，你大伯是没一点好了。婶儿，人好人坏都有个定数，最怕的就是反复，不然怎么能说无常小人呢？苗氏听甘草这样说，也讨了个没趣。今天的确是你大伯不对，也是前几天找他的人太多给闹的。前几天我不在家。就你不在家那几天，你家那个下人逢人就说是你大伯不让你给人看病。大伯的确是这样说的。你也知道我们家被那个姓孙的给坑了，我阻止过。这事儿也是你大伯不对。哎呀，可是这事儿赶事儿，我们家也是遭了害了。你说咱们一个村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再差能差成什么样？那些低头抬头都不见的人也和我没关系。你大伯那腿呀，现在青紫还肿着，还是得你去看看。之前给来喜哥针灸的钱一直没给。甘草想，苗氏绕了半天是想让他去给李章治伤。这钱一直备着呢，如今我们家里也不宽裕。当初李伯把这宅院卖了，就算还了孙大夫的银子，应该也剩了20-30两。那个虽然之前剩下一些，但是家里现在也没多少进项。你来喜哥又那样。甘草认真地听着苗氏辩解，也不插话。他奶奶说的没错，有些事情若是他一声不响地做了，总会有些人认为理所应当。既然已经和李正家对上了，他就不会再退步。婶儿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我是正儿八经的看病，怎么能叫帮忙？苗氏听甘草这样说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他们以为甘草是大夫，自己随便挖点草药煮煮就好了。今天李伯要是真的把我的药罐踢翻了，枕巾和熬药的功夫就算了，这药钱肯定要让李伯出的。这的确是你李伯不对，我回去说说他。还差63文。
甘草直接提醒。苗氏点头，逃一样离开。甘草故意送到门口，提醒他到时候给凑齐了。楚林寒知道甘草不是这么计较的人，这次李家是真把甘草给得罪了。怎么样？李章看苗氏一个人回来，他不来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咋，你家倒不成？那丫头怎么说？那一篮子柿子算是白瞎了。那丫头现在油盐不进，我说了半天，她焦急的催账。啥？李章看着苗氏，你说啥？你今天替人家要罐子干嘛？那丫头说那一罐药就值20-30两。她说多少就是多少了。她还说拿药渣让你找人看，我看不像假的。谁不知道她和那个司文健现在是一个鼻孔出气的？会点医术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行了行了，要不是今天你把他得罪了，我用舔着脸去他那里说好话，还要受他白眼。不行，这甘家是越来越嚣张了，我一定要杀杀他们家的气呀！你有啥打算？他们家不是修房子吗？我就找他家找不到人干活。苗氏觉得这样不太好，但是没有阻止。甘草给林寒诊脉之后，又给他擦药。我觉得你要是能说话了，肯定吐槽死我。不会。你现在说不会，一般人失去什么就会珍惜什么。你这么长时间不能说话，到时候不管什么都不吐不快。习惯了。翻身。有些人说越长大越圆滑，我倒是认为是越长大越锋利。好钢要使到刀刃上，才能所向披靡。甘草突然按着他的胸口，你有事你就写，这心跳突然不正常，万一是什么突发的情况就糟糕了。楚林寒无语了，第一次意识到脸上的痂有点用处，最起码不会让人看到他脸红。甘草给他检查完离开，楚林寒睡不着，坐了起来，看来自己要重视这件事。毕竟一个这么可爱的丫头天天在他身边。隔了2天，严三尺带人把甘草要买的东西送来。这个时候粮食最便宜，我想你们养了马，就多买了一些鸡豆，这豆便宜，到时候喂马用。我倒把这个给忘了。你是不想这些事。马仙那婆娘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她找不到你，就隔三差五的去找我。生孩子这种事情谁都说不好，我给他说让他多做好事，你猜他咋说？啊，咋说？他说要去给佛祖添香油钱，马仙要是不做那些事，他就没钱给佛祖添香油。你得给他一个确定的期限，不能让他一直这样。甘草想想也是，那下次我去镇上了，就去看看他。2个人说着，柳氏从外面进来。奶奶，老夫人这身体还是这么硬朗。严大妹来了。那你们先说啊，我去看看他们搬东西，有些东西可不能磕了碰了。严三尺说着就往外面走。奶奶怎么了？你这丫头聪慧，家里的事儿还是得跟你说。柳氏坐下叹气。刚才啊，杨秋生去找我了，说之前打好招呼的匠人都说有事儿，不能给咱们家修房子了。啊？那我估摸着又是李章搞的鬼。听说苗氏来找你了？还给我送了一篮子柿子，后来我问他要来洗的纸巾，他就走了。我就知道那一家子也是什么便宜都想占，如今他这样是想杀杀我们甘家的气势。那奶奶有什么打算？你和严大梅很熟？他男人腿受过伤站不起来，我给诊治。这严大梅看着八面玲珑的，是一个做事有底线的，和他交好也不错。甘草倒没想这么多，只是觉得合得来。不如让严姐姐帮着找点匠人。这找人办事儿可都是人情。人情这东西，来往的多，情更深。柳氏点头。
甘草直接叫了起来，严三尺也只是回避一下，让他们祖孙俩说话。这会儿甘草叫他，他立马进来。严姐姐，我家有个事要找你帮忙。哎呦，什么帮忙不帮忙的，有需要就尽管说。我们的老宅走水没了，现在想修新房子，村里的匠人都很忙，就想请严姐姐从外面找些匠人来。哎呀，这算什么帮忙？你姐姐我做媒，别的不说，这些人认识很多，我这是给人找活干，回头他们还得谢谢我呢。柳氏听严三尺这样说，就放心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也不知道都要什么人，严姐姐和我奶奶商量，今天就留下吃饭。哎，好。他们商议，甘草去看那些人搬东西。夫人，你看这些可够半年用的，还多了不少，回头夫人刨制药材的东西放好就可以用了。咱们家劳力少，一会儿你让他们看着东西怎么放，回头给点赏钱。唐早有些意外，还是点了点头。柳氏送严三尺走的时候，竟然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这都是小事。柳氏还站在那里。奶奶，我们回去吧。你的命比我好，那以后奶奶的命也会好，不拦着奶奶。你这个丫头，倒是越来越会说话了，可以少生很多嫌弃。人嘛，为什么要闲着没事生气？柳氏越看她孙女越通透。对了，我让严三尺给咱们家也买一些粮食，到时候还得放在你这里。奶奶随便放。柳氏笑了起来。他们租的房子虽然能住，但是放粮食多，遇到刮风下雨的就不安全。晚上给林寒喝了药。这药真不错，你这肌肤开始发红了，这几天会比较难受，你忍着点。好。我有点好奇，你长什么样？甘草拖着下巴，认真地看着林寒。我若是长得很丑，你是不是会嫌弃？再丑有你现在丑。跟你开玩笑的。甘草觉得林寒生气了。一般来说，家境好的人家都会挑选好的配偶，当然也包括容貌好，几代人下来都会长得不错。楚林寒想，这个倒是真的。好啦，你早点睡。第二天喝过药之后，楚林寒找了砍刀站在门口。你干嘛？打猎。我说了，你的身体不能动我。带你熟悉一下那里。甘草觉得这个可以。好。他开开心心地背了背篓，和林寒一起上山。路过村子的时候，操，这是去哪儿呢？去山上看看。听说陈大雷到处说你勾引他的事，还说你有他孩子了。甘草目瞪口呆，他都快把那货给忘了，竟然这个时候出来作妖。哎，他肯定是瞎说，污你名声的。甘草点头。楚林寒看着赵氏，直接拉过甘草的手。赵氏看到他们这样，和甘草打了一个招呼就走。我和陈大雷真的没有什么，孩子不是他的。楚林寒自然知道。至于甘草之前为什么会找陈大雷，应该也是因为腹中的孩子。他拉着甘草的手就走。说到底，甘草如今经历的一切都是因为他，而他却不能解释。被林寒拉着，甘草突然觉得无比的心安，觉得一直被他这样拉着也不错。两个人进山，楚林寒走在前面开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甘草看到地上掉了一层的无患子，这里还挺多的。楚林寒看甘草开心的捡野果，前面很多。甘草一听，顿时觉得这些无患子不珍贵了，跟着林寒就走。两个人绕过一个山坳，竟然看到一片竹林。哇！甘草跑着就过去，结果一脚踏空，直直地摔了下去。甘草直接掉到一个大坑里，甘草的脚崴了。
楚凌寒站在陷阱口上看着甘草，估计是有人为了抓野兽挖的陷阱，周围也没个提示。他想了想，只好跳下去。你……他抬头看了看高度，准备带甘草上去。等一下。甘草的鼻子嗅了嗅，然后看着周围。雾灵山，真的是雾灵山。你等一下。他两眼冒光的开始捡。我背篓呢？楚凌寒看甘草像捡到银子一样，只好跃出陷阱，把甘草的背篓拿了下来。我们等天黑再下山，明天再来拿剩下的。楚凌寒想说他不用那么谨慎，突然外面传来奔跑的声音，楚凌寒也警惕起来。接着一头野猪直接撞到陷阱里面，凌寒看着那只一动不动的野猪。一只老虎围着陷阱不甘心地叫，两个人紧紧地靠着，楚凌寒也十分警惕。最后老虎不甘心地走了，陷阱里的野猪还是一动不动。死了？这山里竟然真有老虎？还有熊。甘草的眼睛亮了。你能打到熊？楚凌寒以为甘草会害怕，结果还兴奋起来了。算了，你现在不能动我。我们有一只野猪了，不但有乌灵参，还有一只野猪。今天的收获太丰盛。不对，甘草突然反应过来，有人在这里挖陷阱，肯定会定期来看。要是刚好撞见，又要掰扯，我们赶紧挖了走人。眼看天色变暗，两个人准备回家。楚凌寒扛着一只野猪，伸手要拎背篓。没事，我……甘草表示自己能背。等到村子的时候，天已经彻底黑了。两人一前一后，做贼一样回家。夫人，快烧点热水。唐早慌忙去盛热水。他知道夫人习惯用热水，家里的热水一直备着。甘草还没准备好东西，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。他意外地抬头看了过去。唐早看自家夫人这反应，想他们不会是去偷了一只野猪回来吧？我去看看。一开门是甘荣在外面。哎，你去干嘛了？今天去山上挖了一些东西。你进山的时候小心点啊！村里的人在山上挖了不少陷阱呢。没事，我已经掉进去了。什么叫没事已经掉进去了？你摔着没有？甘荣担心。没事，就是……怎么了？没事。大哥吃饭了没？留下来吃饭。哎，不了，爹娘还等着我回去吃饭呢。你进山的时候啊，小心一点啊。好好。晚上甘草洗了澡才睡觉，感觉睡得舒服了几分。第二天上午，唐早给甘家送了一篮子猪肉。刘氏被吓得跟着唐早去找甘草。你不过日子了，一次买那么多肉。甘草在院子里收拾那些乌灵参。奶奶，昨天上山捡了一头野猪。柳氏听这话怎么这么熟悉？那这乌灵参呢？就是捡乌灵参的时候顺便捡了一只野猪。有肉也不能天天撑着吃，去镇上换成钱，心里踏实。这个事奶奶不用担心。甘草脚缩了一下。脚怎么了？就是脚崴了，所以才捡了乌灵参。真不让人省心。我这脚真没事，估计明天就消肿了。奶奶来了就再拿点肉回去，家里人多。你这话说的，我来你家就是为了拿肉一样。刘氏装作生气。那奶奶拿点乌灵参。这个对咱们来说就是一口吃的，若是送到长环，肯定卖个好价钱。甘草知道会卖个好价钱，但是卖了他就没有了。奶奶尽管吃，不用担心钱的事。我担心的是你没钱。你孙女这一身的本事怎么会没钱？我还以为你买了肉给家里送，
以后不用担心家里，我们一大家子人，用不着你担心。这不是太多吗？我就送点。行，没事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这一天天爬高下低的，小心自己的身子。柳氏离开，唐早端了一点粉末过来。夫人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唐早拿的是碾成粉的香料。可以了，去把肉给腌了。你会做酱油不会？不会。家里大豆多，回头泡点大豆，做点酱油。好。唐早会泡大豆。过了2天，甘草的脚就没事了，他开始里里外外的整那些药草。楚林寒没有出屋门，找了一块木板在那里雕刻，日子难得的平静。草，赵氏在门口叫了一声：“赵嫂子什么事儿？”先前你说过1个月去给俺公公看病，这都1个月过去了，家里也没别的，这2只鸡你收下。甘草看他憨厚的样子，我就惦记着去呢，脚崴了。哎呦，那你的脚怎么样啊？今天好的差不多了，走，我和你去看看。甘草看着那2只鸡，这鸡嫂子也带回去吧。哎，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没钱。不如这样，我看山上有不少南酸枣，回头您给我捡2筐来。南酸枣？就那种长得像苦链子，皮厚核大，还很酸。哦，你说的是鼻涕果啊？你说你在咱们村长大，怎么会叫那么奇怪的名字呀？我就觉得酸。行，那东西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减多少。秋播基本上快结束了，村里很多人闲了下来。别和他们一般见识，他们就是嫉妒你们甘家如今越过越好。总算让我逮到你了。陈大雷突然冲了出来，伸手就要抓甘草的手腕。甘草灵敏地避开，一巴掌就抽了过去。陈大雷捂着自己的脸，还没反应过来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和赵氏一起离开。甘草给李旺看了一下，营养跟上之后，身体好了不少。我给你写个方子，你去镇上抓药。家里没笔墨呀。那嫂子和我回去一下。好。赵氏点头。带着赵氏再回来，陈大雷已经不在那里了。说来奇怪，之前出事的事情他不声不响的，这会儿怎么开始来闹事了？而且不找你三姐，怎么找上你了？嫂子觉得这里面有事。有事没事不知道，就是蹊跷。赵氏意味深长地说：行，我会留意。回到家，给赵氏写了方子交给他。这方子抓药要多少钱啊？一副超过30文，你就给他说，我说这药30文。啊，好，回头我多给你捡2筐鼻涕果。把赵氏送走，甘草扭头就看到了林寒。吓死我了！和人打架了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楚林寒翻过甘草的手，看他的指节。不是打架了，是我把人打了。我家以前的事儿，没事儿。楚林寒看着甘草，他总是说自己没事。真没事儿。我看你在刻东西，刻的什么？楚林寒笑了一下，转身带着甘草去他屋。到了楚林寒的房间，楚林寒得意翻过一块木板，上面刻着草堂2个字。你刻的？甘草一脸欢喜地看着林寒。楚林寒看甘草那欢喜的样子，心里也是美滋滋的。是不是我说过的话你都记得？林寒，万一我喜欢你了，不让你走了怎么办？甘草认真地看着林寒。楚林寒看着甘草的眸子，搬着木板去外面挂。楚林寒刚把匾额挂上，江良就找了过来。请问这里是甘神一家吗？楚林寒点头，示意江良进去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爹娘都好多了，让我来谢谢你。我爹说秋末正是采药的时候，甘参医要是有时间，就去我们那里一趟，带着我认一点甘参医需要的药材，也好及时给甘参医采药啊。行，那回头去你那里找你。哎，那我就回去了。甘草和唐枣在门前种蒜。夫人，唐枣压低声音叫了一声：“马地主来了。”看到甘草，马勇瞬间心里一紧，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刘雪飞，马地主有什么事？哦，走得累了，过来讨一口水喝。他觉得甘草这气势和刘雪飞都很像，家贫水苦，招待不了贵人。口渴之人不会在意这个。这水吧，在河里，在井里，谁喝都可以。可是到了我家的水缸里，得是个人才能喝。这位少夫人对马某有成见。我救唐枣的时候，那些人拿马地主的名声威胁我，我这个人记仇。马勇自嘲地笑了一下。哎，马某在五华镇有几分薄面，总是被一些混混利用，也是烦不胜烦呐。那我以后在五华镇遇不到混混的时候，再请马地主喝水。唐枣，回家。他叫了一声就回家。马勇脸上的笑意慢慢的冷却，一脸的冰冷和低沉。老爷，钱大富试探着叫了一声：“回去。”马勇转身就走。当年他还小，刘雪飞闹成那样，他没办法。如今他已经不是当年了。不过这甘家倒是出美人，这个甘草比柳氏更美。唐枣顺着门缝看马勇离开。夫人何苦为了我得罪马地主？没事。甘草目光也深沉。马勇肯定不是因为唐枣才找上门的，他这样对待马勇，马勇肯定有动作。楚林寒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。你都开始喜欢看热闹啦？甘草拉着林寒回他的房间。到了林寒的房间，甘草坐在窗户那里一言不发。楚林寒想了许久，我可以杀了他。甘草无语了。林寒做事还真直接，我奶奶可能不想他现在死。甘草有些惆怅地说，他爷爷的事还没个定论，若是这个时候马勇死了，他奶奶的悲愤可能没地方发泄。打草惊蛇，我如今这样对马勇，马勇可能有动作。楚林寒眼眸一紧，怎么觉得甘草这是打算以身犯险？你试着说说话。楚林寒自己试了试。算了，再养2天。之前马勇就打听过甘草，如今又详细的打听了一下，钱大富直接把陈大雷带到了马家。老爷，他就是陈大雷。马老爷，之前你的小姨子甘草勾引过你？是，他说让我带他私奔。后来呢？马勇见过甘草，觉得他不会做这样的事。那甘家太不要脸了，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？我就拒绝了他。他拿撞死威胁我，结果真的撞死了。甘家还一定要把他葬到我陈家的祖坟里，这不是脏了我们陈家的祖坟吗？结果他们秋水寨的人就去我们泽庄闹事去了，不曾想那贱人是装死的。听到贱人2个字，马勇挑眉看向陈大雷。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冤枉的，他们甘家下不了台，就拿他家3丫头说事儿，这还闹着把人给带走。你可咽得下这口气呀？自然是咽不下了，那贱人泼辣得很，动辄就打人，我身上这就是被他打的。我见不得有人这么霸道，回头你带宋长丽去秋水寨，一定要讨个公道。好，你去吧。马勇不耐烦地说。是。陈大雷点头哈腰的答应。钱大富带着陈大雷见了宋长丽，2个人有些臭味相投的样子，
很快就称兄道弟，约定好时间才分开。回到住处，竟然是林喜梅开的门。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？林喜梅一脸娇媚地说。要说林喜梅去甘家讨不到一点好处，林家看她没用处了，名声也不好，干脆把她赶出了旧义庄。就在林喜梅无处可去的时候，遇到了陈大雷。两个人原本也是认识的，又有甘家这个共同的敌人，于是用骂甘家在床上建立起了情谊。有好事儿？你这死鬼，莫不是甘家答应给你钱了？甘家算什么呀？是马地主。马地主？马地主听说了我的事儿了，觉得甘家太霸道了，让宋哥带着我去甘家讨公道。那就没什么好处啊。妇人之见，我这就和马地主搭上关系了，以后还怕没好处吗？你以后发达了，可不要忘了我啊。怎么会呢？这次有马地主撑腰，我让甘家家破人亡。林喜梅听陈大雷这样说，眼底也全是怨毒。甘家竟然敢那样对他，他也要让甘家家破人亡。甘草嚼好了，就想去山里看看。草，赵氏背着一筐的鼻涕果来。你要这个做什么？甘草慌忙过去。吃的。你是不是有了呀？赵氏说着，把一筐鼻涕果倒到甘草一边的筐里。这个可是酸得很。这才多长时间啊？那说不定呢，我明天再去捡。好，我看后山靠近竹林那里也有很多。你去那儿做什么？怎么？甘草不解。哎呦，自从薛家那女儿在竹林里吊死，听人说那里闹鬼，没人敢去那里了。甘草好奇，听说是和一个外村的男子好上了，结果那人没娶她，她想不开就吊死了。赵氏啧啧惋惜。也没事。甘草干笑。哎呦，那里阴气重，听说闹鬼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啊，我得赶紧回家做饭了啊。好。看来每个村子都有这样的八卦。那岂不是说那片竹林很少有人去？可能有什么好东西。楚林寒看甘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想他是不是被闹鬼的事吓到了。在想什么？楚林寒站在甘草的身后问。甘草转身震惊地看着林寒。你怎么不相信自己的医术？楚林寒看甘草震惊的样子，他刚开始说话还略微有些沙哑，但是他说话很慢，竟然有一种奇怪的好听。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医术，只是没想到你声音会这么好听。我开始期待你长什么样了。那你现在在想什么？我记得那个薛念长得挺漂亮的。楚林寒无语了。甘草的想法从来不会让人失望。哎，对了，我们明天去那竹林吧。好。你就不问问我去干什么？你想去？楚林寒觉得这个不需要问为什么。都能说话了还是惜字如金。我是想去看看是什么品种的竹子，能不能结竹黄、刮竹茹，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吃竹笋。楚林寒看着甘草，怎么觉得被他看到的东西不是食物就是药物？就这么决定了。唐枣，家里有老南瓜没有？啊，有。我们做酸枣糕去。因为做这个酸枣糕，晚饭差点给耽误了。夫人，你去休息，剩下的我来。你弄完早点睡。甘草是真的不想弄。那枣核都给我留着。嗯，好。甘草到林寒的房间，坐在椅子上。楚林寒看了甘草一眼。这一姨太，一能开口说话就开始嫌弃我的姨太。你忘了我是干啥的吧？你家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怎么会在意人的姨太？你不是江湖人士吗？
江湖人士就可以不注重仪态了。不管是鲜衣怒马对酒当歌，还是白衣林氏仗剑而行，都有自己的仪态。那他们打得累了，也会躺在地上不动。楚凌寒看到甘草这样，反倒笑了起来。你笑我？凌寒收起笑意，想他怎么笑了。那我丑话说在前头，等酸枣糕做好了不让你吃。他说完踢上鞋就出去。他没有去做酸枣糕，却在一边看着糖枣做，顺便和糖枣聊镇上的事。照你的意思，马地主要是没儿子，以后的家产就是那个女婿的。而且他女儿马婷到现在也没生孩子。听人说当初马家和杨家因为祖坟闹成那样，就是有人说马家的祖坟是无根之花，看着绚丽，结不出果来。哼，有病治病，没病积德，他这标准话是做多了。有人偷偷这样说，可是马家还是越来越有钱。甘草知道马勇的手段，有钱是正常的。那马家就没想过换个女婿？马家那个女婿可是秀才，虽然2次落地了，但是有着秀才的身份，马家很多地不用纳税，自然不会换女婿。那马家就不怕那个男人在外面养个小的，回头生了自己的儿子，翻脸不认马家？这个还真不用担心，马婷是镇上出了名的贤惠，别说给宋秀才纳妾，听说还带他去长环的楼子里见世面呢。糖枣说着有些不可思议。一个女人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。什么？根本就不喜欢那个男人。糖枣想想也是。可能是宋秀才对马家来说有用。估计宋秀才如今除了过得好一点，一点实际的好处都没捞到。因为做酸枣糕熬得有点晚，甘草不但没起床打拳，饭菜都摆好了他都没起床。楚凌寒吃过早饭，拎上砍刀看着甘草。干嘛？你昨天说想去刮竹鼠。哦。甘草想起来了。奶奶，奶奶，你上午去哪了？进山了。甘草怎么看他奶奶比他还紧张？上午那陈大雷带着一群混混去你家找事儿，还把糖枣给带走了。什么？怎么赶紧带人去把糖枣要回来？那个姑娘被一群混混带走，肯定要受折辱的。奶奶，糖枣是我家的人，我自己来想办法。我认识马仙，先去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奶奶不要担心。甘草说着就走。柳氏追到门口，也觉得他找一些人估计帮不了什么忙，可能还会给那些人惹麻烦。楚凌寒先到家，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，一脸的阴沉。我们赶紧去镇上。甘草匆忙的回来。夫人，夫人，救救我女儿！我这把老骨头当牛做马报答夫人。你看家，我们这就去镇上。楚凌寒驾车带着甘草，两个人直接去五华镇，却没有去找陈大雷，而是去找马仙。甘婶姨。何氏看到甘草，笑得眉毛眼睛乱飞。甘婶姨吃饭了没？你男人在家吗？啊，在，婶姨快进来看看。何氏带着甘草就进门。神医，我觉得我好了，不用吃猪肝了。我的丫鬟糖枣被陈大雷带走了，我不知道带到哪儿了，你现在立马给我找到。好。神医，他这身体……何氏担心。生龙活虎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就好，还不快去给神医找？好。神医啊，你不要担心，只要是在五华镇，他就肯定给你找到。何氏拍着胸脯保证，陈大雷压根就没想绑糖枣，他根本就不认识糖枣。可是宋长丽认识，他还觉得绑了糖枣，马地主肯定会开心。宋哥，这丫头是甘草的人，回头甘草问我们要人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陈大雷也不敢忤逆宋长丽，就当和他换了。你不是说甘草之前勾引你吗？是你的人，大不了你现在不要他了，改要糖枣了。陈大雷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他不在意甘家人，
可是别人他心里就会犯嘀咕：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，怪不得就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伙计。要不怎么让宋哥多提些呢？等天黑的啊，我们把这丫头往马地主那里一送，以后我们在五华镇也是一号人物了。陈大雷只好陪笑。甘草怎么觉得何氏的嘴就是一个永动机？从他来马家到现在，何氏的嘴都没停过。给他说自己的事，就差说自己5岁时尿床，床单是什么颜色了。咱们女子不容易，没有孩子更不容易。如果甘神医能让我怀上孩子，我给甘神医立个牌位，1天3顿的供着。今天要是能找到唐早，把唐早救出来，对你们来说是功德一件，说不定就能怀上孩子。真的吗？这神仙都是1年1禀报事情，做善事赐子这事儿总要有个过程。有甘神医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马仙气喘吁吁地从外面回来，被宋长丽那小子给抓回来，这会儿正往马家送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把人带回来？马仙表示自己只是找人，又没说把人带回来，一点小事都做不好。何氏说着，气势汹汹地往外走。娘子，等等我！马仙转身跟着。宋长丽往马家送人，自然要到天黑了，还得走后门。马家的人去禀报，他就美滋滋地等着马地主见他。宋长丽！何氏叫着就冲了过来。大嫂！宋长丽看到何氏，慌忙站好。我不是你大嫂，别叫我大嫂！我说你这小子能耐了啊！你敢抢人了，还往马叔家送？你经过你马哥同意了吗？甘草无语了，怎么觉得他们夫妻俩也做过这事儿？娘子，我不做这事儿。马仙小声说。我看你是不知道生你的是女人了。大嫂，宋长丽捂着脸不敢说。你还敢捂脸？何氏抽得更厉害。这个时候，马家的后门开了，钱大富带着4个护院从里面出来。钱管家。宋长丽像看到救星一样。怎么回事？在这里吵闹什么？甘草已经解开糖枣，带着糖枣站在一边，看着陈大雷偷偷地溜走。钱管家，莫非宋长丽抢卖妇女和你有关？你瞎说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钱大富立马撇清关系。其实马勇也在院内，就是听到外面吵闹，马勇也没有出来。你不知道他怎么把人往这里送，送的还是糖枣。别人不知道，我可是清楚得很。马叔早就看上糖枣了。甘草想，何氏这股子泼辣劲儿，还就克马勇那种喜欢玩阴的人。他把事情挑明了，马勇就得去掩饰。钱大富看向宋长丽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宋长丽没想到成了他的事。就是陈大雷。陈大雷哪儿去了？少扯一些乱七八糟的。你抓糖枣和陈大雷什么关系？是陈大雷说他小姨子是他的，他要给抢回来。我们去的时候他小姨子不在了，我想都是女的，就把糖枣抓来给他了。宋长丽说着额头冒汗，撒谎也很累的，毕竟要做一整套的逻辑出来。谁知道那陈大雷是想拐卖良家妇女的，说卖到马老爷家值钱，这就给送到这里来了。我们马家从来不要不是自愿的人，更不要偷抢来的人。钱大富说完，转身把大门给关上。你骗骗别人还行，想骗我没门。何氏用食指戳着宋长丽的头。那宋长丽就交给你们处理了。神医放心，我一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甘草看了一眼马家的后门，觉得马勇肯定就在院内，不过他没有深究，带着糖枣离开。黑夜里，马勇的眼底都是阴狠。老爷，
一会儿把马仙叫来。马勇吩咐完，转身就走。老实交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想马老爷想要糖枣，把糖枣给他送去，能赚点银子花。我说的是干神医的事。马仙生气。宋长丽知道马仙一生气后果很严重，立马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这件事说了。你先滚回你们村里去，再让我在镇上见到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好，谢谢马哥。宋长丽屁滚尿流地跑了。这宋长丽是想取代你？何氏看着马仙，还有那个心没那个胆。马仙一脸凝重。娘子，咱们真的要帮干神医？帮，当然要帮。你说说这五华镇还有谁能让咱们有孩子？你也知道马叔那个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如今干神医这样，估计不会善了。何氏点头，这事的确有些难办。这个时候钱大富从外面进来。马兄弟，我家老爷请马兄弟过去一趟。哎呦，马叔可算是想起我们小夫妻了。钱管家先回去，我们收拾一下就去。那你们可快点，时间可不早了。钱大富说完就走。你受伤那会儿，秋水寨李征一来，咱们李镇带着孙文建安去衙门，害得你只能在家里等死。马叔向来做事周到，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一点？再说了，孙文建犯了多大的事儿，也都要问上一问。李正不问就往衙门送，本来就不正常。咱马叔家家大业大，心眼儿也多，咱们跟着他混口饭吃，可不能被他吃了还要给他数钱。今天这事儿啊，他估计也不会明说，就是问问你的身体，让你多养养，没事不要出去，都是一些暗示，你敷衍一下就过去了，不要像以前那样拍着胸脯什么都保证。马仙都一一点头。那以后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一会儿跟你一起去。甘草带着糖枣回家。夫人，是我拖累你了，不如你把我卖到别处吧。糖枣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这样说。马勇针对的本来就是我，你放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可是糖枣担心。没事。楚凌寒在外面听着他们对话，有些懊恼。要不是他现在的处境也很危险，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小事。马仙和何氏到马地主家，钱大富带着马仙去见老爷，何氏去找马婷了。他和马婷年龄相仿，向来会逗马婷开心。平时马仙不过来，他也会过来找马婷玩。何姐姐总算是想起我来了，这都多长时间没来找我玩了？姑爷不在。何氏左右看看。又读书呢？读书是好事儿，回头高中了，你就是官爷夫人了。就他那样，离开我马家连吃喝都是问题。宋旦听说有客人来，就过来看看。走到门口，听到马婷这样说，就站住了。你是个有福气的，怎么能这么说？我的福气是自己的，可不是靠他当什么官爷夫人。马婷更加不屑。不说这个，你最近可找到什么方子了？何氏压低声音。两个人都没有子嗣，说的方子自然是求子的方子。这五华镇一带的方子都被我们搜罗遍了，不如我们去长环找找。听说长环来了个官家小姐，和宫里有关系，说不定有什么宫廷秘方。可那官家小姐多大啊？何氏担心。说是一个未出阁的小姐，我们去问这个不合适。马婷倒没想这么多。我花些银子打听打听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去。这要花不少银子吧？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这里出了个女神医？不知道。先前我家那口子都快没命了，他几根银针下去，我家那口子就变得生龙活虎的，而且还不用吃药，吃了几天的猪肝，身体比以前还好了呢。何氏最后一句话说的意味难明。
马婷扑哧笑了起来。当真这么厉害，被何姐姐说成神仙了。是不是神仙我不知道，但是医术是真厉害。我找他看了，他说我身体没问题，可能就是缘分没到。那姐姐带我去看看。马婷来精神了。好啊。何氏点头。女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。那边马仙等久了，将人来叫，何氏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马婷把何氏送到门口，约好了明天一起去。等马家的门关上，马仙才紧张地小声问：你和小姐约了什么？找干神医看病。马仙愣了一下。你这是？干神医的医术出神入化，到时候要是让马婷怀上孩子，他肯定会护着干神医。何氏来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。还是娘子想得周到。马婷送何氏离开，回到房间，看宋旦站在屋子里，阴沉地看着他。怎么？马婷不屑地看了宋旦一眼。今天伺候你的丫鬟不满意？我一直以为你是大度，原来你根本看不起我。我是大度也好，看不起你也好，有区别吗？事实上就是这些年你住在我们马家，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连女人都是我给你的。你……宋旦恼怒。行了，听到我和何姐姐说话了，那就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别在外面丢人。宋旦被气得差点吐血。这些年你们马家的地挂在我的名下，省了多少赋税了？知道自己有什么用就好，不要有别的非分之想。好，我宋旦从今天开始不住你们马家了。他说完就走。马婷嗤笑了一下，没搭理他。宋旦走到门口，没听到马婷叫他，恼怒地说：我去找岳父理论。他说着就换了方向。甘草回到家里，看院子里放了2头野猪。枣儿，爹，我没事，老爷和夫人在呢。老爷，夫人，这是太夫人那边送来的。上次那一只还剩很多，送回去一只，我们留一只就好。楚凌寒点头。2个人把野猪送回去了一只。杜氏他们推搡了一会儿，还是收下了。糖枣找回来了。找回来了，马仙帮着找的，差点就被宋长帝送到马家了。听到马家，柳氏眼底都是阴沉。奶奶你放心，马家做了那么多坏事，肯定有过线的，马脚肯定多，到时候我们自有办法收拾他。咱们庄稼人就和地里的庄稼一样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收成，家里要想有余粮，要积累好几年。甘草点头。不过他知道他等不了好几年，所以他得做点别的。今天事情多，甘草回家给林寒擦药的时候，困得差点趴在林寒的背上。太困。谁让你早上叫我？甘草记仇。楚林寒想，是时间太晚了。你一个人睡厢房，若是被人知道了，要说你是非。你现在都知道会被人说是非了。你放心，等到我们成亲1个多月的时候，我就会暗示别人我有身孕了，到时候我们分开住就很正常。甘草这样说，楚林寒沉默了。好了，甘草盖上罐子。我再给你行针，以免这2天会痒得厉害。这蛇毒啊，得省着点用，不然到时候就不够用了。到时候？楚林寒不理解。给你解毒的时候也要用。那可以再抓1条。再抓1条？你以为这黑眉井蝮蛇是随便能抓到的？而且天冷了，这些东西都冬眠了。楚林寒想想也是。甘草早上睁眼，天已经大亮。刚洗漱完，外面就传来一阵欢喜的对话。哎呦，我还以为村里都不怎么样，
甘神医这房子真是气派，草堂，字也写得好。甘草怎么听着像何氏的声音？探头一看，还真是何氏。甘神医，甘神医之前救了我家男人，一直还没有来谢。何姐姐，哎，何氏应得开心。今天给你带来一位贵人，这位可是咱们镇上马老爷的独女。马婷也打量着甘草，看到年纪轻轻又生得柔弱，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神医。马小姐，如今我家做宋家妇，叫我宋夫人即可。不知道有贵客登门，我都没有怎么收拾。收拾什么？我们来找你是有求于你。何氏说着，贴到甘草一边，说明了来意。那这边请。你这还专门有个放药草的院子，你丈夫对你真好。甘草笑了一下，这一点倒是事事顺着我。我听严大梅说他也是世家公子，不打算带你回家看看。以他的身份，家里人自然不愿意让他娶我这么一个乡野女子，只能等有了孩子，那边看在我们有孩子份上，让他带我回去。他胡编的，就是告诉马婷，他夫家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家，他对你也是真爱。我这里还没有彻底收拾好，让你们见笑了。看病又不是别的，没事。马婷没说话，一直观察甘草，看她落落大方，心想不是一般的女子。关于马婷不能生孩子这一点，甘草也没多想，毕竟生孩子这事真没什么定数。但是给她把脉之后，她的表情就变了。你这2年月事很少，而且异常的疼。甘草看着马婷，马婷点头，瞬间觉得这个甘草医术不错。你躺下。甘草示意马婷躺在一边的床板上，马婷过去躺下，甘草开始按马婷的腹部。马婷疼得吸了一口冷气。哎呦，神医轻点儿。何氏紧张地说。甘草又换了一个地方按。疼你就说。马婷点头。等甘草检查完，马婷已经疼得冷汗淋漓。神医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何姐姐，你先出去一下。何氏点头出去，知道甘草要问一些别人不能知道的事。我到底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想要孩子？我若是不想要孩子，怎么会到处看大夫？那就是有人偷偷给你吃了避子汤。甘草狐疑地看着马婷。不可能。马婷否认。这避子汤伤身，你吃的时间长了，很有可能以后都不会有孩子了。大夫，你帮帮我，我一定要生个孩子，我一定要生个孩子。虽然她嫁给了宋丹，可是她心里很清楚，如果她爹没有孩子，那马家的产业就是她的。而且一旦她生了男孩，她爹很有可能会把孩子过继到马家。不是我不帮你，只是你得知道避子汤是怎么喝的，不然我就是给你开药也无济于事。马婷茫然了，怎么会有人给她喝避子汤？多谢神医，可有什么办法知道哪个是避子汤？若是偷偷下的，肯定不会让你察觉。食物的话，放在味道比较重的东西里面。对了，你平时有没有吃什么药？避子汤也是药，有药味很容易被人察觉。我因为想要孩子，经常喝各种偏方。这个就简单了，若是那偏方被人动了手脚，别说普通人了，就是有些大夫都看不出来。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法子。马婷一脸希冀地看着甘草。给你下避子汤的人肯定会一直让你吃，你把所有的药都停了，若是谁反复提议让你吃什么，你就要谨慎一点。那这件事不要告诉何姐姐。你放心吧。甘草把何氏支出去了，何氏也不问他们说了什么。只是刚好到午饭的时间，他们到前院的时候，楚凌寒也在前院。
楚林寒看到他们，直接起身回房间。他这是……马婷觉得尴尬。他们夫妻就是这样，他们一起去我家那么多次，我都没听他说过一句话。石英说他的皮肤生痂了，就一直戴着围帽。马婷恍然，还以为是这家主人不待见他们。哦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也不好久留。多谢神医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甘草也不挽留，若是有什么异常，你可以再来找我。马婷点头，又看一眼在厨房里的唐早。唐早的事我会和我爹说的。他今天进门看到唐早的时候，就明白何事，为何一定要带他来林家了。唐早的事是我的事，你来看病就只是我的病人。多谢。不必客气。怪不得先前严三尺对何氏的评价挺高，这个看似风风火火的女人也是一个妙人。送走何氏他们，甘草回头就看到唐早站在门口。遇到认识的人为何不打个招呼？马地主如今想要个儿子，他女儿是知道的。甘草怎么觉得马家的情况还挺复杂？不用想他们家那么多事，若是感动你，要先问问我。唐早感激的点头。眼看要吃午饭，甘草也不去吃东西了，直接去找林寒。我是没想到何氏竟然想帮着解决唐早的事。好，他把马地主的女儿带来了，马地主的女儿也承诺过会问唐早的事。我也忽悠他们说你是大家弟子，因为我才在这里。想那马地主多少会有些忌惮。楚林寒看了甘草一眼，若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何止是忌惮那么简单？也不知道事情是变得简单了还是复杂了。没事。楚林寒想，再复杂能怎么样？我也觉得没事。马婷回家就去找他爹。以前的堂叔在的时候，一个人把账目理得清清楚楚的。现在他不在，找3个人都弄得乱七八糟的。上午去哪儿了？回来就找账房的麻烦。何姐姐不是怕得罪我们家吗？上午带我出去玩了。不就一个唐早，爹还一定要收了他？谁说我一定要收了他？我也想有个弟弟，可是这天不随人愿，这么多女人没一个能生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马勇的脸色有些黑，再好的地没种也不行，他也怀疑过是自己不行。给你找的偏方，你好好吃着，有孩子只是早晚的事。哦，唐早的事就算了，以前我还带着他玩，若真出现在爹的后院里，挺尴尬的。他说完就走。马勇现在在意的是唐早吗？他要的是甘草。这前前后后的，甘家还真的和他不对付。陈大雷提心吊胆了2天，看没人找他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你说你不去做事，家里1文钱都没有了。只做一个伙计，1个月也就300钱，能做什么呀？那马地主那边呢？我肯定是被那个宋长丽给骗了。不行，我得把这件事情做成了。那你赶紧去啊！陈大雷想到被甘草打，身上就疼，不敢一个人去。我再想想啊。再想咱们俩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要不你回家拿点钱。别烦我。拿点吃的也行。你从甘家拿了那么多银子，怎么1个子儿都不舍得拿出来？你个大男人，难不成还想让我养活？那你是我什么人呢？你要我养活？我随便跟个男人都比跟着你过得好。行，你爱跟着谁就跟着谁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哭丧呢你啊！林喜梅被吓得不敢哭。哎呀，这钱怎么这么难赚呢？倒是有来钱快的。什么？我听说镇上的魏家要给他儿子配阴婚，出20两银子。魏家？就那个收蛇的魏家？可不是嘛！听说前段时间镇上来了贵人，他
他们家那些东西啊卖了不少钱，如今张罗着给他儿子配阴婚。他儿子死了好多年了。陈大雷觉得这件事不靠谱，所以听人说，只要是女子的骨骸就行了。你说这又不是杀人放火的，只要是找来一副女子骨骸就行了。如果能找到那种不能葬入祖坟的孤魂野鬼，那还是做善事了。这么说来，你是知道有这样的骨骸了？我当然知道了。要不怎么说你忘我呢？这事要是成了，我风风光光的给你娶回陈家。陈大雷压根儿就没想娶林喜梅，他要娶也是娶一个黄花大闺女。林喜梅这样的货色娶回去丢死个人。这可是你说的。秋水寨有个叫薛念的，先前被人抛弃，想不开自杀了，就埋在秋水寨后山的竹林里。刚好我知道埋在哪儿。陈大雷想，怎么又是秋水寨？和甘家有关系没有？甘家又是甘家，你说你是不是还想着甘家呢？你说你是不是还想着甘云呢？怎么会呢？我现在眼里心里呀都是你。那甘草呢？如今他跟了陈大雷，便觉得甘草也是和他抢男人的。林喜梅看陈大雷不说话，当即生气。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小贱蹄子呢？谁想他了？我就是憋屈的慌，明明是他勾搭的我，如今所有人都觉得我对不起他一样。那丫头心比天高，先前也就多看苏家那秀才2眼，谁知道去你家闹腾一次之后变得乖巧了。我条件不好吗？不是说你条件不好，就是觉得有些奇怪。林喜梅越想越觉得奇怪。甘草以前也不会医术，更不喜欢曹氏，现在想想就像突然之间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不说这些没用的，你怎么跟魏家联系？我肯定有我的办法，只要确定了，咱们就去挖。甘草想，马婷应该是有点办法，马地主竟然真消停了。这天给林寒擦药，擦着身上的痂吊着，看得甘草忍不住想笑。你走，我自己擦。我觉得你就像一条蛇在脱皮。甘草说着又笑了起来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这皮粉嫩粉嫩的，你这几天不要洗脸。甘草提示。两个人正说着，外面严三尺进来。唐早在外面禀报：严姐姐。甘草从屋里出来。你捎信让我来是有什么事儿？给你看样东西，严姐姐试试。这么好的面糕，你做的？这些劳烦严姐姐送到长华那咸雅阁，到时候我们分钱。严三尺看着那些瓶子。这些是多少？50瓶，1两1瓶就是50两。哎呦，这东西这么值钱，我可不敢用了。严姐姐随便用，以后严姐姐的面糕我包了。只是这去偿还还得找一个人。谁？马仙。其实去偿还道上那些劫匪多多少少都有联系，而和五华镇联系的就是马仙。那这钱分他一成就是。我们也就是送个货，怎么总让你让利？再说是我请的他，就从我那里给他分一成。那怎么行？甘草摇头。怎么不行？你这生意真做大了，我和他就是跟着你捡钱。托你吉言。严姐姐去送货的时候，把杨大哥送过来，我给杨大哥治腿，刚好在我家里出什么事好照看。严三尺听甘草这样说，眼眶有些湿。好，和严三尺商量了这件事，让他赶着马车回去了。林寒也喜欢吃竹果，一旦开始给杨大哥治腿，估计好几天不能出门。想着他就直接去竹林那里了。这里几乎没人来，只有风吹过竹林沙沙的声音。甘草径直去有竹果的地方，摘了一会儿，突然听到有掘地的声音。
他皱眉，左右看了看。这里很少有人来，怎么会有掘地的声音？而且这个时候也没有笋，掘什么？想了一下，甘草循着声音过去，还闻到了烧香烛的味道。这薛家也是舍得花钱，把墓打得这么结实。说不定里面还有好东西。陈大雷一想也是，于是挖得更卖力。陈大雷、林喜梅，甘草想，他们两个怎么到一起了？甘草走了过去，看到一个挖开的坟墓，突然想起来，薛大伯说他女儿就葬在这里。草儿，魏夏好歹也是你二嫂，你不会告诉别人吧？他们两个这是在盗墓？说，我们也是好心呢，他孤苦伶仃的埋在这里，只能做一个游魂怨鬼，给他找个地方埋了，还能受点香火。即便是阴婚，也是两家人商议之后决定的。你们这是在偷挖尸体。配阴婚？甘草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但凡和人沾边的事，你们是一点不做。我们也是好心。那就让薛大伯来说，你们是不是好心？草儿，你就放过二嫂吧。你回去叫人。甘草二话不说，直接离开。甘草一走，楚林寒盯着陈大雷和林喜梅。算起来咱们也是挑担的，只要你放我走，我以后当牛做马的报答你。楚林寒不搭理他们，就那样站着。我以前是草的二嫂，但是有些话我不得不说，你肯定是被草骗了，他之前就勾引他姐夫。对，我有责任，你就能把他给休了。这样的脑子就不要当坏人了。两个人一言一语把甘草说的水性杨花，朝三暮四。很快薛家人就来了，看到薛念的坟墓被挖，也都愤怒不已，又把陈大雷和林喜梅打了一顿。那我们就走了。这次多谢你们了。应该的。晚上甘草在配药，薛南风突然来找他。忙着呢。薛大伯有什么事？薛大伯里面坐。甘草把他带到屋子里。草儿啊，这件事你能不能不和别人说？薛大伯放心，我不会说的。那怎么处理那两个人？我是这样想的，你念二姐啊，一个人在那里孤苦伶仃的，以后我和他娘没了，都没人记得他。要是葬入魏家祖坟，以后也有点香火。甘草无语了，意思是他们家想让薛念和魏家配阴婚。至于那两个人，你们也打过了，也算是给过教训。薛南风越说声音越小。至于魏家出的钱，现在算薛念的聘礼都给了薛家，现在竟然有点皆大欢喜的样子。就是你今天看到的，以后千万不要给别人说。我知道了。甘草也不好说什么。那大伯就是谢谢你了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找大伯。那时候不早了，大伯就回去吧。送走薛南风，甘草没有回院子里，而是坐在门口的椅子上，看月亮倒影在水塘里无比的清冷。楚林寒出来。不开心啊？谁遇到这样的事儿能开心？我看到酿娘那么伤心的时候，还想总算有不重男轻女的父母，现在竟然这样。他们也是为了女儿着想。楚林寒倒是能理解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不为人知，为己知。甘草看着月亮。你说他们会不会做噩梦？那你想怎么样？让念二姐有身孕的那个男人，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过自己锦衣玉食的日子。你若是这样做了，会毁了整个薛家。你不要想那么多。回去睡觉。甘草起身就走。虽然不是自己的事，心中依然会有不平，这便是生而为人的天性吧。转眼6天过去，严三尺他们从长环回来。这是50两银子。马仙也激动地坐在一边，他怎么觉得这钱更好赚？吃过晚饭，
甘草开始盘算自己手上的钱能用多长时间。早知道这样，我这次就应该送100瓶过去。他正这样说，外面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外面唐早已经去开门。太夫人，草儿呢？奶奶，薛家的事儿你知道吧？什么事？就是他家女儿和镇上魏家配阴婚的事儿，人家都找到咱们家了，说你知道。我知道什么？甘草更加不解。薛家女儿是不是有身孕才死的？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薛家说是你把这件事儿告诉魏家的。我都不知道魏家的门朝哪边开。甘草被这口大锅砸得脑瓜子嗡嗡的。那你知不知道薛念死的时候有身孕？甘草觉得这事应该是被魏家知道了。我也是那天看到了骸骨才知道的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回去跟我商量商量？我答应薛大伯不说这件事。你答应人家了，人家现在找到咱家，说是你说的，咱去把话说清楚。咱们没做过的事儿，不能背了。楚林寒看着柳氏拉甘草出去，也起身跟了过去。那现在是啥情况？现在魏家要把薛念的尸骨从魏家的祖坟里扔出来，这事儿压根就不能开始。他们到甘家的时候，魏家人都在甘家。都是因为你！薛南风，管好你家婆娘。甘草啊，你明明答应我不说这件事，为何要告诉魏家？我没有告诉魏家。我若是想告诉魏家，你们觉得这件事能成吗？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？你就是见不得魏家给我们20两没你的份儿。既然你们这样认为，为什么不找魏家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我们家干嘛？连女儿的尸骨都要卖，就不要在这里哭天喊地的假慈悲。你们听清楚了，我说你什么都没说。他说没说就没说了，那魏家是怎么知道的？当时甘草看向薛南风，是陈大雷和林喜梅挖的墓。魏家要配阴婚的事，应该也是他们告诉你的。你倒先怀疑到我头上，是觉得我好欺负吗？什么？柳氏还不知道这里面有陈大雷和林喜梅的事。既然闹到我家了，我就把事情说清楚。薛南风，我说你怎么来找我家甘草的麻烦？你办的是人事儿吗？从你隐瞒陈大雷和林喜梅开始，你就枉为人，现在还有脸来我家闹？你声音再大点，让村里的人都听听。你们简直不给人活路呀！我女儿本来就是不能入祖坟的孤魂野鬼，没有香火，做鬼都可怜，你们怎么就不放过她啊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们到底是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的？她被男人负了，你们不敢为她讨公道。她有身孕，为了孩子都会苟活，为何还是走上了绝路？你们薛家既然心疼她，让她入薛家祖坟即可。你们怕被人笑话，说有违祖训，就把她一个人埋在竹林里。如今她尸骨被人盗挖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放走盗挖尸体的人，直接把女儿的尸骨送去配阴婚，还冠冕堂皇地说为了她能享受香火。现在又来我家闹，不过是要找个人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，就显得自己多无辜，自己可以对得起所有人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一切孽都是你们自己做的，做到现在你们都不敢让别人知道。你这样的女人谁敢娶？我。楚林寒说着从外面进来，众人都看向楚林寒，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说话。我夫人说的有什么不对？如此明辨是非、讲曲直的夫人，能娶到她是我的福分。已经嫁人了，而且嫁得很好，就不劳你们操心。既然都说清楚了，你们不用在我们家待着。以后有头疼脑热都可以找我。薛家却没有回甘草，灰溜溜地走了。你进来。甘草看了林寒一眼，这才跟着他奶奶进了屋。你说说你这个丫头，你二娘好歹是你长辈，你怎么能那么呵斥她呢？柳氏压低声音装作生气。当时我就说把陈大雷和林喜梅交给村里处置，他们家怕丢人，如今又找我的事，
我能不生气吗？一个个说的有多宝贝，因为女儿都精神失常了，结果20两就把女儿的尸骨给卖了。你可知道，薛家偷偷把女儿埋在竹林，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了，肯定会找他们的事儿，他们才不敢说。柳氏觉得她孙女如今懂事是懂事，可是有些人情世故实在是太不懂。赵奶奶这样说，未婚的女子就没地方埋了。好一点的人家呀，给送到乱葬岗，好歹掩埋一下尸体。条件差的，过一张席往深山里一丢就过去了。那条件再好一点的人家呢？再好一点的人家呢，虽然不能葬入祖坟，也会给找个风水好的地方下葬，在寺庙里供牌位，点长明灯。唉，柳氏说着叹气。甘草这才知道哪儿是什么固定的规矩，不过是穷闹的。祖孙两个说了一会儿话才出来，楚凌寒还在门口那里站着。你们快些回去吧，女婿在这里站了很久了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杜氏看着他们离开，回头就去找他娘。娘，我看这草的夫婿好像不怎么待见我们家人呢。只要他对草好就行。你听他今天说的话，有几个男人会那么说呀？再说草成亲之后不停地往家里拿东西，可见他对草儿有多纵容。杜氏想想也是，出嫁的女儿往娘家拿点针线都要和婆婆说说，更不要说什么都往家里拿。他可能只是不知道怎么跟我们相处，以后他不愿意说话就随他。好，杜氏点头。花钱如流水，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让你花这么大的价钱？你看，这么红，染布的，做口脂的。哦，怪不得呢。两个人正说着，何氏和马婷从外面进来。呀，严大妹也在这里啊！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自然是来找甘神医的。神医，我的月是没来。啊？甘草想不会这么快。我看看。何氏抬手。身体无碍，只是时间尚短，不太确定，你自己注意点。好，好。何氏就是认定自己肯定是怀上了。神医，严姐姐先陪何姐姐一会儿，我去给马小姐检查一下。甘草说着就去一边的院子。严三池也不问这些事情，陪着何氏聊天。神医，你看看这个东西。甘草拔开另外一个瓶子，加了玫瑰露。有什么问题啊？玫瑰露可以养颜，但是也会活血，孕妇不能用。如果你一直用这个东西，即便是有身孕也会流掉。马婷直直地坐在一边的竹凳，一脸难以置信。这两样东西，一样是他爹提醒他一定要吃，一样是宋旦提醒他一定要吃。这两个人，甘草看马婷的样子，觉得这两样东西应该是对他很重要的人给他的。你现在的身体，只要把这两样东西给停了，养个2-3年，还是会有孩子的。我不明白。我只能看病。他们一个是我父亲，一个是我丈夫，为什么？那边聊天的严三尺和何氏听到这声音，齐齐地看了过去，好像没听到一样，继续聊自己的天。要是杨大哥真能站起来，以后就是甘神医的活招牌。我觉得京城的大夫都不如甘草妹子的医术好。马氏哭够了，才慢慢的平复下来。我要是坚决不吃这些东西，他们会不会用别的东西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你有身孕，他们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依然会有各种办法不留这个孩子。我要和宋大和离。你想好之后的生活了吗？身体方面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。
马婷点头。两个人到前面的时候，严三尺和何氏头抵着头，说的那叫一个起劲儿。两位姐姐在聊什么呢？聊得这么开心？我们在聊魏家的事儿呢。前段时间大张旗鼓给自己亡故的儿子配阴婚，结果找了一个死的时候有身孕的，你说晦气不晦气？这有什么晦气的？就是活人成亲，也有可能遇到寡妇带个孩子的。话是这样说没错，但是好像觉得有什么不对。那魏家仗着手里有几个臭钱，可不像甘神医这么大度。要说那女子也是不检点，没有出嫁就有了身孕，得亏的死了，活着也是被人用唾沫星淹死。为什么你们都不谴责让女子怀孕的男人呢？怎么一说贞洁的事就都是女人的事？严三尺和何氏对视了一下，然后看向马婷，三个人都愣住了。如果连我们女人都这样认为，那男人会更肆意觉得这些是理所应当的。操，你这话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，会说你大逆不道。你们聊。三个人都有些尴尬，怎么感觉是他们错了一样。那我们先回去吧。啊，行。不再坐会儿。严三尺把他们送到门口。甘草去烘干胭脂虫，这些胭脂虫要慢慢处理，他也要着手准备别的东西。还生气呢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？夫子天出头，家里要是没个男人，立马就被吃绝户。唉，你是不知道一个女人有多不容易。我们家你杨大哥还活着，别人也不敢怎么样，要不然别说马地主，就是杨家别人也都盯着我们镇子上那个宅院。甘草依然没有说话，他觉得这样不对。算了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严三尺觉得甘草不想听他说。楚凌寒的皮肤已经彻底好了，早上还起床照着甘草练的太极拳练了2套。甘草起床看到凌寒在练太极拳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看你练的时候。练的时候感觉身体怎么样？还好。楚凌寒没具体说。我看看。甘草过去掀开凌寒的袖子，看他手腕的肌肤。下个月开始要育。楚凌寒点头。甘草又开始做面糕，现在这面糕是他最直接的经济来源，只是不知道贤雅阁的面糕卖得怎么样。另外他开始买蜂蜡，但是一般人不留那东西，竟然没收到。我知道后山什么地方有蜂蜜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大不大？挺大的。楚凌寒点头。行，回头我们去割一下回来。甘草美滋滋地说。结果下午就下雨了，秋雨一来就感觉特别冷。甘草和严三尺他们围着火盆聊天。你男人不来？他不合群又不是1天2天了。你倒是心大。若是换成别人，定然觉得自己的夫婿心里没自己。心里有没有一个人还可以这样看？算了，你这丫头向来和别人的想法不同。严三尺不说这件事了。几个人聊着，外面有人敲门，甘荣穿着蓑衣来了。草儿，奶奶叫你回去一下。哦。楚凌寒顺着窗户看甘草出去，自己没有跟过去。从那天开始，甘草对他表面上和以前没什么差别，但是还是感觉有些不同。因为下雨，甘家人也都在家。大哥说四哥来信了。你把钱给你四哥买房子了？四哥在长环有个落脚的地方多好，而且以后可以把租房子的钱省下来。以四哥的眼光，以后要是把房子卖了，说不定还能赚点。你这丫头心怎么这么大？别人手里有点钱抠都抠不出来，你还这样给？林寒知道吗？知道，我们一起去给的。柳氏这才放心。这账我让你四哥记着，回头要跟你算清楚。甘草憨笑，
他没在意这件事。你4哥信里说他同窗想买你给他做的貂油，问你什么想法？啊，能赚钱的事为什么不做？只是你要明白一点，你有这本事，得会护着这本事才行。奶奶放心，我有很多本事。甘草笑得开心。看到甘草这样，柳氏就放心了。可惜去偿还路上不少的劫匪，回头要是出点事儿，也是大麻烦呀。我让严姐姐和马仙去，严姐姐说那些劫匪多少会给马仙一点面子。这几天因为收胭脂虫的事，甘草觉得自己也得考虑找一些护院之类的人，回头也好办事。那个马仙现在还很听你的话吗？他媳妇儿总是来找我玩。不过4哥还是得以学业为重，这件事回头我来看看怎么做。咱们在偿还也不认识人，这个没事儿。和他奶奶聊到吃饭的时候，甘草才回家。下午，甘草和严三尺说貂油的事情。这是好事啊。严三尺当然支持。你会这么多东西，只待在这个小地方实在可惜了。自己喜欢待在一个地方，有什么好可惜的？这样的话就要麻烦严姐姐再跑一趟了。没问题。严三尺一口答应。那面糕也做一些，要是贤雅阁要，我们就直接卖给贤雅阁；要是他不要，我就当街摆摊给卖了。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不愁卖。不用，我和贤雅阁的老板娘有约定，在偿还只卖给他。你怎么和他做这样的约定啊？严三尺觉得甘草傻，甘草当时只是想着比较省事。这雨下了3天，到了第3天的时候，甘草就差把袄穿出来了，而且雨停之后天变凉了。楚凌寒走在前面，甘草跟在他后面，2个人一前一后的进山去割蜂蜜。哟，草，哪割了这么多蜜呀？又不吃你的，看把你吓得，话都不敢说了。那人给他一个白眼。甘草根本不在意，和凌寒一起快速回家。只是他刚回家，他背了2背篓蜂蜜的事就传遍了村子。草儿，哎呀，听说你们进山割了很多蜜。苗氏笑着说：“你来喜哥的身体你也知道，得喝点蜂蜜水补补。”是啊是啊，我家那口子就好一口甜的。我儿子哭着吃糖，已经哭了很长时间了。一群妇人一人一嘴像嘎嘎叫的鸭子，停不下来。甘草看向一边，背篓已经不在了，估计是被糖枣给收起来了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这一说话，众人齐齐地看向严三尺。怎么，都是一家老小的问人家小夫妻要蜂蜜，还要脸吗？这要是让别的村知道秋水寨的婆婆都这样，谁还敢把女儿嫁进来？严三尺最会拿捏这种事情。我们也不是向他要蜂蜜，就是问我在哪儿割的，我们也去多少割点儿。哼，你咋不告诉别人你家钱放什么地方呢？野外的无主之物本来就是谁发现了就是谁的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谁在野外发现一点好东西都是藏着掖着，想占为己有。话是这么说，可这都是一个村的，乡里乡亲的，他就好意思吃独食啊？你……严三尺生气。割蜂蜜的地方不是秘密。甘草打断了严三尺的话。就是很危险，我们也是急需蜂蜜，冒着生命危险去的。你们确定真的要去吗？众人立马开心了。看样子甘草要告诉他们。你说说，去不去我们自己掂量。就在穿过小竹林，再翻一道沟后面的悬崖上。不过那里有毒虫猛兽，我们去的时候遇到了一只熊，我丈夫受伤了。甘草清冷地说。众人吸了一口气，相互看了看。那个地方已经到黑龙山深处了，黑龙山深处连猎人都不会去。
地方我说了，我也给你们说了很危险。如果你们执意要去，那就是你们的事。我还很忙，就不留你们了。甘草让他们走。我严三尺活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村子。那些妇人却不在意严三尺说什么，心里都有自己的盘算。这都是一群什么人呢？用得到你的时候舔着脸来求你，好像你不帮他们就是罪大恶极似的。不过是些普通人，在这泥潭里打滚，谁都不能干净。严三尺听到甘草这样说，认真地看着他。莫非我脸上有东西？你肯定不是普通人。不管是什么人，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夫人，蜂蜜在这里，先收起来。甘草现在没心思处理这个。刘大娘，刘大娘，怎么啦？我听人说甘草割了很多蜂蜜回来，苗婶带着一群人去讨要呢。这是觉得我孙女好欺负。林家在秋水寨没人，我们甘家可不是好欺负的。他说着就走。赵氏没跟着柳氏过去，他不敢。刘婶儿，苗氏热络地和柳氏打招呼。你家甘草可真是个福星，咱们秋水寨多少年都没人割到蜂蜜了，他一次割了2筐。怎么，看着眼红？哎呦，这话就见外了。我们一个村的，那都想过得好一点儿。是啊是啊，草儿已经跟我们说在哪儿割了，回头咱们一起去，有啥也不怕。你们是不是欺负我孙女了？哪能啊，是草自己告诉我们的，还说那里危险，让我们小心点儿。众人纷纷点头。柳氏自然不相信，他们这么多人去，不是威逼是什么？当即也不搭理他们，径直去找甘草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去割蜂蜜了，还告诉村里人在哪割的？我本来想买点蜂蜡，结果没有买到。林寒说山里有蜂蜜，我们就去碰碰运气。碰碰运气？要是那么容易找到，早就被村里的人找完了。你们是不是进深山了？甘草也不否认。你要蜂蜡做什么？连命都不要了？也不是不要命了，去的时候以为很近，谁知道那么远。现在好了，整个秋水寨都知道你割了很多蜂蜜回来。要是他们去割蜂蜜出了什么事儿，回头又要赖到你身上。所以我就给他们说了哪里很危险，奶奶就放心吧，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。回头我取了蜂蜜给奶奶送2罐。奶奶是缺你那一口吃的吗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让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！我以后不去了，我真不去了。想要蜂蜡我就去长环买。甘草再次保证。行，你找几个小罐子装一些蜂蜜给我，回头我去走动几家。要是他们还坚持去，这件事儿奶奶给你顶着。好。甘草点头，灌好了蜂蜜，柳氏背着走了。晚上，甘草用一个大锅煮药，煮的整个秋水寨都是药味。我要泡这个东西。这可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，这可以缓解你体内的毒性。今天进山的时候，我发现山谷里反倒比外面暖和一些。这几天胭脂虫收完，我打算让江良带着进山一趟，先找到有七叶虎角莲的地方。我也去。楚凌寒直接说：“你这身体还去？”我这样也比很多人要厉害。楚凌寒不想自己被看扁了。行，这2天看一下药浴的效果。外面，严三尺已经扶着杨一丈下地走路了。看到甘草出来，就慢悠悠地走了过来。我这腿好像真的好了。我给你接好，但是现在很脆弱，不要乱走动。第2天，秋水寨不少壮劳力一起去采蜂蜜。他们觉得甘草2口子都能采那么多，他们去，这么多人肯定能采得更多。夫人，你真的是什么都会。你说是想学就问。唐早点头。他们正在蒸蜂蜡，楚凌寒从屋子里出来。甘草说的没错，药浴之后，他的身体感觉好多了。你要是觉得累，就再休息一会儿。这几天没去13里坝取胭脂虫，我去给取回来。
去胭脂虫不急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胭脂虫也收的差不多了。回头我和你一块儿过去，还得让他们采一些药。甘草这样说了，楚凌寒就不说什么，又去后院了。草儿，快救救你苏叔！甘草想是哪个他苏叔，然后看到好几个人抬着人往这边来。汤枣，准备热水，干净的布巾。草儿，快来看看我儿子，快看看我男人，快看看海他爹。楚凌寒从家里出来，直接挡在甘草面前。你们先把人放好，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时候，唐全拎着一把算盘出来。需要看病的，先来这边交一下诊金。甘草在心里默默给唐全竖了个大拇指。唐叔，真有你的。严三尺也出来了。哎呦，这么多人啊！你们昨天逼着我家草说割蜂蜜的地方，我家草还说了提醒你们很危险，你们怎么还这么不小心呀？草儿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。许氏慌忙说。那你就忍心看病不给钱，把我这个大夫活活饿死？草，能记账吗？这离得也不远，人在这里又不会丢了，你们赶紧回家取钱。你先给我男人看，我这就回家取钱。蒋氏说着转身就跑。你说这诊金要多少？许氏慌忙说2两。什么？许氏不自觉地拔高了声音。付不起就赶紧送到镇上去，别耽误了病人。这个时候，苏沐安和苏萧也跑来了。爹！你现在就叫你爹死，你就晃。甘草凌厉地看着苏萧。你敢诅咒我爹？草儿。苏沐安柔声问道。叫我林夫人。甘草没好气地说。甘大夫，我爹到底怎么样啊？摔伤和踩踏都不严重，严重的是风毒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会造成脏器衰竭而死。哥，都怪李小翠，要不是她找我，爹也不会去割蜂蜜，得让他家赔咱们钱。周围的人听到苏萧这样说，当即也觉得这件事怪李正，是李正找他们去割蜜的。怎么都怪我家小翠了？是你们想要蜂蜜，我们又没逼着你们去。李小翠尴尬地想拉着他娘。你拉我做什么？这事咱们一定要说清楚，不然别人还以为我们李家故意的。你们李家不是故意的，为什么一家一家去说呀？一边的人忍不住了。就是甘家已经给我们说过了，太危险，要不是李正亲自去说，我肯定不去。你们赶紧决定治不治，不要耽搁时间。2两银子你怎么不去抢？那就当我抢银子，顺便救他一命。许氏当即愣住了，自己被架在那里，不知道说什么。这苏沐安直接说：去唐叔那里付一下诊金。我这就回去取。苏沐安转身就走。甘草忙了1个多时辰，中午吃了几口东西，这会儿又饿了。夫人，你快吃饭。苏沐安听到他们对话，走向门口，看向甘草。因为担心他爹，他到现在也没有吃饭。把门关上。唐早过去把门关上。苏沐安站在门口十分尴尬，只好折回去照顾他爹。楚凌寒看甘草那恶狠狠的样子。他对你来说和别人不同。我不想让他进来吃饭，看着闹心。你们男人是不是都非常奇怪？你说谁就是谁。就这个苏沐安，以前一副天仙都入不了他眼的样子，你看他刚才那样，就差直接要饭吃了。你说这一点奇怪？楚凌寒想，只是苏沐安虚伪。不是，就是你稀罕他的时候，他对你爱答不理，你不搭理他了，就成了他高攀不起的样子。楚凌寒怎么觉得甘草在内涵他？总结出来就一个字：贱。还是换个话题吧。甘草也没继续说下去的意思。柳氏听说村里人割蜜受伤的事，他原本是要过去的，但是看到有人回家取钱，就知道他孙女没吃亏，就没过去。
一直到吃过晚饭，他才去找甘草。奶奶，人都走了。叔叔刚走。奶奶放心，我今天看诊收钱了，收了苏家2两银子呢。2两银子把你开心成这样，你那可是救了他的命。我又不是孙文健那样的人。刘氏这才察觉到不对。你一直住厢房？不是，这个月月事没来，可能是有了，就分开睡。真的？哎呦，你是大夫，赶紧给自己看看。差不多是有了。那你可要好好养着啊，头3个月最紧要了，不要再进山了。你要想要啥呀，就回家说，我让你大哥二哥给你找。我都嫁人了，怎么什么事儿都让娘家做？你再嫁人了，那也是甘家的女儿。你是大夫，知道的比奶奶多，我也不说别的了，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怀孕可不是儿戏。好。甘草认真的点头。你这是头胎，紧要的很，到时候也不好生，你可别大意啊。我知道。祖孙2个聊了许久，柳氏才不舍得离开。送走了他奶奶，甘草抚了一下自己的小腹，这孩子总算是过了明路了。楚凌寒晚上泡了药浴，早上起得略微有点晚，2个人正准备出门，苏慕安已经找上门了。何事？我是来找甘大夫的。找我夫人都这么理直气壮。楚凌寒站在门口，不让苏慕安进去。我不想与你计较。那你最好言行合一。楚凌寒依然没有让开的意思。这个时候甘草过来。草儿，他慌忙叫道：叫我林夫人。哦，我爹的肿还没消退，你去看看吧。肿成那样没有消退是正常的，给他多喝点温水。白水喝的人难受。哎，先前你采的蜂蜜能否卖我一些？不能，那蜂蜜我有用。你若觉得喝水喝的难受，放些糖进去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出去还有事。2个人驾车去了13里坝。甘草回到秋水寨的时候，天又彻底黑了。谁家的马车？夫人，老爷。唐早看他们回来，慌忙跑了过来。这谁家的马车？从长环来了个小姐，说是找小姐的。小姐？甘草第一个想到了袁小姐。他看了林寒一眼，觉得可能是找林寒的。不是找我的，我就不出面了。甘草一脸狐疑地进了院子。哎呀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怎么找来了？你忘了，你4哥和我堂哥都在长环书院。袁小姐有什么事吗？你给贤雅阁的面糕出问题了。不可能。甘草很确定。你看看。袁薇把瓶子拿出来给甘草。是不是你做的？瓶子不是，里面的面糕倒是我做的，但是……怎么？袁薇看甘草疑惑。甘草抠了一点擦手背上。白铅？你是说这里面有白铅？我做的面糕里没有白铅，但是这个面糕里有白铅。那就对了，我相信你做的东西肯定不会有问题。那这面糕在长环出问题了？这面糕在长环卖得很好，但是有几个女子烂脸，就去贤雅阁闹事。贤雅阁说这东西是你做的，还找我作证，我才知道这件事。这是假事。甘草一阵无奈。这面糕1两银子一瓶，用得起的都是长环有头有脸的人家。假是把这一切责任推到你身上了，我和知府说和你相熟，先来问问你是怎么回事。袁薇看着甘草。那太谢谢你了。严姐姐，把我们装面糕的瓶子拿过来一个。严3尺立马去拿了一个瓶子过来。这个，你们的瓶子这么大，这样一瓶面糕怕是要用半年，不好吗？甘草想，他这保质期挺长的。不是不好，就是太多了。有钱人家买的东西精细，
你看贤雅阁的瓶子，小巧又漂亮，让人觉得这东西很好。你再看看你的，我们这小地方买不到漂亮的瓶子。这个是你原本做的面糕？这是我原本做的。我能试一下吗？随便用，这里面没有什么容易过敏的东西，一般人都可以用。你是大夫，比我们懂这些。你吃饭了没？还没。本想着你再不回来，我们就先去镇上。那我让唐早做饭，你吃了饭再走。好。让唐早去做饭。袁薇和甘草说这件事。你放心，只要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，知府那边我会说清楚。只是你还要和贾氏继续合作。袁薇看着甘草，如今我也不能自己去开店。甘草无奈地说。袁小姐这样问，她就知道袁小姐有自己的打算，不然也不会大老远的跑来找她。不如和我合作怎么样？袁小姐又不了解我，怎么就找我合作？我了解你的医术，你们行医之人讲究医者父母心，所以你做出来的东西定然不会错。甘草觉得这个解释满分。那袁小姐打算怎么合作？我和你年龄差不多，你叫我袁薇就行。好名字，那我就叫你袁薇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你若是不愿意离开这里，就像和贤雅阁合作那样，你做东西定个价，我给买走。若是我的售价超过你定价的1倍，那我们再5-5分。这么有诚意。甘草觉得这个袁薇可能还有别的事找他。合作自然要有诚意了。我看你家的匾额是草堂，那我们以后的胭脂铺就叫草堂书色。罐子我买了送过来。你出了这么好的条件，我要是不和你合作，就显得有些不识抬举了。不如我们大干一场。好啊，那行，要不要列个文书？这样我们各自写一个，明天看看对方写的，然后再合计出来一个，弄出个章程，以免以后说不清楚。好。两人刚说完，唐早就来说开饭了。李相公呢？不用管他。甘草没有解释。送走袁薇已经是深夜。甘草一回头就看见林寒在那里。你吓死我了。你想和他交好？今天江伯说的挺对的，只有是我自己的地，我能收到的胭脂虫才稳定。现在咱家几乎没钱了，若是不尽快找个人合作，我们家就断顿了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楚林寒就不说话了。你不想我跟他合作？一旦和权贵牵扯到一起，就会有很多身不由己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权贵？你不会认识他吧？楚林寒没有回答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袁薇就带人来了。甘草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？我的章程还没有开始写。没事，我们慢慢写。甘草带着袁薇到堂屋，甘草看着袁薇写的章程，关于分利和经营方面写得很清楚。铺子和人你都出，还给我分5成，你会不会亏了？怎么亏？东西是你出的，成本呢也是你负责。那你就不怕我把价格定得很高？不怕，你个贾氏的价格都那么低。那是我不知道行情，现在知道行情了，肯定不会那样定价。长环只是个小地方，你是不知道女子为了美会做什么。只要你的东西好，价格不是问题。再说我又不傻，你定价太高，我不买就是。也是。两个人商量了1个上午，把文书商量出来。就你给贤雅阁的面糕，我先500瓶，瓶子回头我给你送来，你给我装好，最好呢用蜡封一下。那你把蜡给我准备好。行。甘草送走袁薇，颠颠地跑到后院找林寒。走，买地去。袁小姐给你钱了500两。太大方了吧？你不是说她是权贵子女吗？可能她觉得这是小钱。楚林寒想想也是，他人都亲自来找甘草了，这500两的确不算什么。他就没提什么条件。
我们两个不是合作吗？他要买500瓶面糕，先付的钱。走了，买地。你还不如把这事交给严氏去办。对哦。甘草颠颠地跑去找严三尺。严三尺知道这件事始末，也是目瞪口呆。甘草这是什么运气？赚钱也太容易了吧？严姐姐，虽然不用你去玄雅阁了，但是我这边事情很多，你要是愿意在这边做事，我也给你开工钱。你都治好你杨大哥的腿了，还跟我说这些，也太见外了。你们两个也得生活。你放心好了，你杨大哥的腿一好，我们家不靠我挣钱。哦，13里坝那个地方我也知道，穷的别村的女子都不愿意嫁过去，那里的荒滩地根本不值钱，你这400两能买他们村1半的地了。那么多？之前那几十亩我还花了30两呢。嗨，那要看你怎么买了。你从别人手里买，人家出什么价就是什么价。你要是找到门路买朝廷的地，再给李正一些好处，那就是划一片给你。那就有了严姐姐了。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你奶奶昨天来看你，遇到袁小姐了，你去看看你奶奶，别让她担心。好。甘草应了一声就出门。甘草。苏木安突然拦住甘草的路。你想干嘛？你收别人家都是几十大钱，却要了我们家2两银子，你是不是恨我，故意针对我家？甘草无语了。他自己是不是偷偷的编了200万字的爱恨情仇，然后把自己感动了？病入膏肓和头疼脑热能一样吗？你爹当时什么样，你没看到啊？可是他第2天就好了。那是我医术好。咋的？你还想让你爹躺在床上3-5个月，才对得起你们家付的钱？苏木安无语了。别在这里没事找事儿了，别一天天的自我感动了，有那时间撒泡尿自己看看自己，提高一下自我认知，别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，活成一个笑话。甘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甘草对着他们一耸肩，转身就走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奶奶，甘草叫着进门。你家来的客人是什么来头啊？就是之前去长环认识的，他当时脸烂了，我给他治好了，他觉得我的面糕好，就找我合作。那怎么说认识你四哥？我四哥和他堂哥是一个书院的，我们提到过，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，就去问四哥了。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奶奶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等我有了钱，奶奶就什么都不用操心啦。他真是这样想的。虽然甘家对他不是极尽宠溺，却也是一直护着他。如今他和甘家人也真生出亲情来。你这丫头，先顾着自己，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。没事儿，我看村里人见我一个比一个纠结。那是他们活该。奶奶之前不是送蜂蜜劝他们，怎么不同情他们了？我仁至义尽，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事儿了。有奶奶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柳氏看着甘草，以前总觉得造化弄人，如今想，这何尝不是一场造化？咱家房子上大梁，我要不要回来？不用回来，你们好好的过日子就行。陪着他奶奶聊了一会儿，赵氏突然跑来了。哎，草，苏家那妮子在你家门口骂人呢。什么？他骂什么？哎呦，骂得可难听了。走。柳氏先一步出门。甘草，你个黑心烂肚肠的，骗我家那么多钱，谁不知道你喜欢我哥啊？你不能嫁给我哥，就想报复我们家。就你那点小心思，还当谁不知道呢？多那2两银子，我照你断子绝孙！柳氏拉过苏潇，一巴掌就抽了过去。你小年纪，你竟然能骂出这么恶毒的话！你们苏家还自诩的读书人家。柳氏看着苏潇，苏潇胸口起伏，脸色越来越苍白，
然后一个白眼直接晕死过去。哎呀，柳氏一巴掌把苏潇打死了。草儿，奶奶没事。唐嫂，过来帮我一下。赶紧叫苏家人来。甘草，你不能把人给藏起来。估计苏家人不想让他这样在这里。那谁知道啊，赶紧去叫苏家人。等他们到的时候，苏潇已经醒了。呀，女儿差点被打死。你个老东西，年轻的时候就不检点，现在还想打死我女儿，我跟你拼命！你女儿并不是被我奶奶打晕的。你睁眼说瞎话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我女儿不是被她打晕的，是怎么晕的？凌夫人，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为何还要把怒火撒在舍妹身上？周围看热闹的人一阵唏嘘，纷纷看向甘草。咱俩之间什么事儿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做什么？当我这个李正不存在吗？你们这么多人欺负到我家门口，今天苏木安不把这话说清楚，谁都别想走。修舍寨的人谁不知道你心悦于我，迫不得已嫁给他，对我因爱生恨，所以陷害我和李小穗。刚说过让你撒泡尿看看照照自己，你是一点都没有听进去。就你这德行，不过一个秀才，就觉得全天下都要围着你转了。没有你，明天的太阳都升不起来了。你给我相公提鞋都不配。的确不配。你别说那么多废话，你们打赢我女儿怎么说？许氏看他儿子落了下风，就换话题。你确定让我说你女儿晕倒的原因？是你说不出来吧？你今天要是说不出来一个理由，以后就别想好好过。你最好问一下女儿，你们一家人统一一下意见，毕竟我只要说了，你们就没有机会后悔了。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，你吓唬谁呢？什么并不敢说。那你们苏家人都确定了吗？当然确定了。甘草看向苏潇，你自己的情况你自己知道，你确定要我说？我有什么不敢让人知道的？是你说不出来。苏潇今年16岁，却还没有来癸水，每个月都有那么1-2天腹痛难忍。苏潇听得脸色苍白。你确定还要我继续说？你什么意思？女儿家这么私密的事情你怎么能说？是你让我说的，她突然晕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女子癸水有早有晚，没来癸水怎么就会晕倒？许氏不服。因为她是一个使女，癸水在她腹中淤积，让她气血不活。刚才她是……你……许氏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了。怒急攻心造成的突然晕厥，她跑到我们家对门对我辱骂诅咒，我奶奶打她是活该，如果你们不服气，我再打她一顿。苏家人听甘草这样说，都听愣了。立马把她带走，不然我把她扔出去。你身为秀才，不以身作则，反而让你妹妹做出这样的事来。据我所知，大齐的秀才要德行兼备，若有人举报秀才德行有失，可被捋了秀才的身份，以后都不能入仕途。楚凌寒看着苏木安，苏木安瞬间不敢说话了。娘，我们走。甘草看向李章和苗氏。李正和苗氏也来了。苏潇来我家门口辱骂诅咒，是因为他认为我让李小翠有机会进他们家门了。李章和苗氏的脸色有些难看，可见苏家是多厌恶这件事，即便厚着脸皮把自家女儿送过去了，在苏家也抬不起头来。我家的事不用你操心。李章说完就走。柳氏和甘草进了院子。那苏潇真是个使女。是，甘草很确定。这苏家也是作孽多了。没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不用怕他们，咱家人也不少。好。严三尺回来得很晚，毕竟13里坝距离秋水寨挺远。13里坝有2片滩地是可以直接买的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要370两。我去看了，如果能把一边的山也买了，就能连成一片。就是买那个山的话，470两，估计不能低于这个价格。严姐姐是觉得这样划算？13里坝的滩地贫瘠，山也不高，而且那个山包很大，比那2片滩地加起来都大。严三尺说着，竖着耳朵听了起来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锣鼓响器的声音。
大晚上的怎么会有锣鼓响器？我是建议你都给买了，如果钱不够，我们就凑凑。甘草想，钱倒是够，就是最近钱到手还没暖热就要花出去。既然严姐姐这样说了，那就一起买了，我这里钱够。两个人正说着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夫人，马夫人来了。甘草起身，看到马仙和何氏进来。快点拿浆糊把这符贴了。怎么回事？那宋旦啊，真不做人，说的是明天晚上做法事，我想着明天把这符纸给你送来，谁知道他今天就来做法事了。宋旦啊，就是马婷的男人。你说他把你们村的薛念给祸害了，怎么有脸去马家吃软饭？等一下，你是说宋旦来我们村为薛念做法事？啊，哎，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马家会同意宋旦这样做？那天我们从你家离开，马婷就冷不丁地说她要和离，他爹怎么会同意她和离？也不知道马婷怎么知道宋旦和薛念的事了，而且说薛念和他孩子的冤魂会让宋旦无后，就坚持和宋旦和离。宋旦平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一听说和离就慌了，而且马婷他爹也不让他们和离，就说给薛念母女做一场法事，化了煞气就好了。甘草没想到这件事会有这样的回环。那马婷愿意？他不愿意怎么办？他爹都发话了，你说他好好的日子突然闹什么呀？宋丹不想和离我可以理解，但是马地主知道他女儿受了这样的委屈，还不让他女儿和离，是不是不喜欢他女儿？怎么可能？五华镇谁不知道马地主最疼惜他女儿，捧在手里怕冻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那马婷和宋旦不和离，宋旦没有子嗣，马婷就不会有子嗣。马地主忍心看着他女儿老无所养。何氏听甘草这么一说，觉得也是。这法事一做，这件事儿估计就这样过去了。我看那宋旦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他当然不是什么好人，我看马婷挺坚决的，就算这法事做了，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轻易松口的。符纸贴好了。贴好了就贴好了，没看到我和甘神医在说话吗？神医，你给我娘子把把脉。何氏立马把手腕抬起来。甘草心想，你们夫妻俩这是唱双簧呢，好像是真喜脉，虽然还不是很明显。真的吗？你注意点，应该是了。哎呀，太谢谢甘神医了，你真是神医啊！娘子，你慢点。看把你紧张的。那我们就先走了啊。行，路上慢点。你放心，我们赶的牛车，走不快。这夫妻俩有时候也是一对活宝。燕三尺看甘草不说话。你和你们村的那个女子很熟？不是，只是觉得女子不易。正因为女子不易，才要更加自爱。那明天我和严姐姐一起去把地卖了。行。马勇站在院子里，宋旦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让他也没面子。婷儿是怎么知道那个薛念的？那个薛念是秋水寨人，前段时间何氏带着小姐去秋水寨林家，可能是那个时候知道的。林家？看在婷儿的份上，我打算放过他，没想到他却在暗地里对付我。去查一下他最近在做什么，有我在，他什么都做不成。是。早起，楚凌寒赶车，带着严三尺和甘草去13里坝。江里镇。顾大梅都和你说过了吧？说过了，我打算把中间的那个山包也买了。行，我这就跟你写地契，咱们去历界庄，到时候去县衙钱一交，这些地就都是你的了。好。一夜无语。第二天，他们约定在五华镇见。结果到了五华镇，却找不到江正浩。这人怎么这么不靠谱？再等等，可能是还没到。甘草看时间不早了，心想不会出什么意外吧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曲晓偷偷摸摸地跑了过来。甘神医，甘神医，是不是买了13里坝的地？你消息倒是灵通，怎么了？那个地被马地主买了，
一大早上，钱管家就带着13里8的礼证去偿还了。什么？昨天明明说的好好的，今天怎么突然就变卦了？哪有？甘神医，你是不是得罪马地主了？这一带谁不知道13里8穷山僻壤的，能离开那个地方的人都离开那个地方了。谢了。怎么回事？马家的管家带着江礼正去了偿还了，马家要买13里8的地。什么？严三池也愣住了。马家那么多良田，怎么会看上13里8的地？严姐姐，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们现在只能追上江礼正，说服江礼正把地卖给你。严三池也没别的办法。可是现在进偿还需要录影，五华镇一带只有五华镇的礼正才能开录影。那我们赶紧去开录影。甘草本来是想等江礼正来一起过去，谁知道会有这样的意外。两个人风风火火的到了许家，结果大门紧闭，根本没有人。你不要着急，我去找找。不用找了，他应该是故意避开我们。严姐姐，你留在五华镇帮我办一件事。你说。你去找何氏，告诉他秀才生并非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若德行有亏，或者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一样会被撸了功名，断了仕途。关于秀才家不用纳赋税的事，朝廷也是有规定的，对于挂在名下的产业也有要求。甘草说完，对严三池一行礼就走了。严三池点头，看甘草已经走远。楚凌寒也知道甘草遇到麻烦了，一个小小的地主竟然敢这样无法无天。你会骑马吗？楚凌寒点头。好，我们再租一匹马，骑马去偿还。两个人晚上追上了马家的马车。甘神医，江礼正，你确定要毁约，把13里8的地卖给马家？五华镇，我们马家想要的东西，没人能和我们抢。你讲好了，我这里有你写好的地契。只要没有到县衙交钱过户换正式的地契，那地就不是你的。那江礼正可要想好了，你一地二卖，到时候你这礼正的位置可能就保不住了。13里8的礼正有什么油水啊？再说，你确定要和我们马家为敌？现在是你马家和我为敌，那地本来是我先买的，是你们马家横插一脚。真稀罕呢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马家和谁为敌的。你不配！你要做什么？你写给钱大富的地契在哪儿？是你钱大富买地100两。他看向江正浩，江正浩表情尴尬。严三池怎么谈都只能谈到470两，这马家一出面只用给100两。甘草想了一下，直接给撕了。你撕了也没用，江礼正在这里可以重写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江礼正跟我去偿还过户，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如果马家坚持要这块地，那后果自负。甘神医不会以为去了偿还，我们马家就没办法了。五华镇的地，马家说不卖，谁也买不走。是吗？他说完就走。甘草没有录影，但是他认识袁威。到了偿还城外，甘草给钱让人进城找袁威。楚凌寒看着偿还的城门，依然查得很严。我就不在这里等你了，等你办好了事，让袁小姐把你送到虎头庄。甘草看着楚凌寒离开，自己坐在茶棚那里等袁威。结果袁威没来，潘傲海却路过这里。我们见过。见过，上次就在这外面的客栈里。你丈夫叫杜亮，你们是做小生意的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又来偿还了？我不能来偿还。不是不能来，这时候一个乡野妇人频繁的进城有些奇怪。你才是乡野莽夫。那你一个人来就有些不正常了。因为我认识了一个贵人。什么贵人啊？我家有祖传的治脸方子，上次治好了偿还的袁小姐，她和我说合作卖我家的面糕。她这那宅子啊，彩儿。袁威下车就看到甘草和潘傲海坐在茶棚那里。袁威，
袁小姐，潘大人和草认识？就是他。上次我们进城忘了开录影，他去客栈里查我们。职责所在。我只是一个守孝在家的官眷，本不应该过问这件事儿。但是长环辖地进城本不用录影，潘大人说特殊时期，怎么本小姐瞅着，以后长环都要特殊了。袁小姐见谅。罢了，我带甘草进城，你可要盘查？袁小姐，请。正好你来了，我让人画了几个样式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好啊，要是可以，我真想让你住到长环来。若是有什么问题，咱们也好当面说。那还是算了，我刚买的房子还没有住热乎呢。不过这次这么匆忙来，可有什么急事？真有事求你。甘草把买地的事说了一下。居然有这样的事？上次你说县衙那边你有关系，能不能帮我问一下？江聪，小姐，去县衙。你和县衙很熟？也不怎么熟，上次因为咸雅阁的事情他找过我。长环的县令已经50多了，到了这个年龄，眼看升迁无望，再过2年就告老还乡。这样的人一般没什么才能，到了这个年纪，算是抓着权力的尾巴，能捞一点是一点。大人，大人！康捕头匆忙地进来。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袁小姐，袁小姐来了。甘草第一次来县衙，怎么觉得比自己之前去看的古迹差远了？哎呦，袁小姐，袁小姐有事，派人叫老手一声就好，怎么亲自来了？甘草歪头看了一眼县太爷，好像也不怎么样。这位是？她是我的好姐妹。哦，名副甘草。甘草自我介绍了一下。客气。上次于大人找我说有什么事儿就直说，不用客气。刚好有一件事情需要于大人帮忙。袁小姐请说。我这姐妹想买一点滩地，和当地里镇已经商议好了，还写了地契，立了界庄。谁曾想那里镇竟然又把地低价卖给另外一户人家。要说有人出高价，这地契又没到衙门交钱过户做底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可是低价卖给别人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这下面的里镇就是这么作践朝廷的东西的？岂有此理！一个小小的里正，竟然这样藐视天威！听说那人已经在来长环的路上了，于大人到时候要给我一个交代才好。一定。那我就等于大人的消息了。于大人客客气气地把袁威他们送到门口，看着袁家的马车走远，才擦了一下汗。大人，那个江正浩是怎么做事的？这次一定要把他丢到牢里。是。康捕头点头。钱大夫他们是下午到的，到了之后直接去县衙交钱办过户。这个要拿给于大人看看才行。这地契有什么问题？地契没问题，地有问题。钱大夫眼眸一转，他们怎么都想不到，甘草在长环还真有点关系。难道是甘草给县太爷银子了？大人，这就是13里坝的地契，来的人是钱大富，是马地主的人。马勇怎么了？也太不把本大人放在眼里了！先把那2个人关起来。这总要有个由头啊！让他们自己想。康捕头，去抓人。是。一直到被丢到大牢里，钱大夫和江正浩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钱管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？甘草和袁威围炉煮茶，聊草堂书色的事，2个人说得正欢。阿才禀报于大人来了。于大人。袁小姐，这次多亏了袁小姐，让下官知道江里正欺上瞒下，竟然以50两的价格把朝廷的地给卖了。50两。甘草想，那个钱大富真是够贪的。那这种事情于大人秉公办理就好了，
还是说，那地儿本来就不值那么多钱？我的姐妹被那个李正坑了。朝廷的地每一寸都金贵，不过这价格差的的确离谱。若是于大人愿意卖，不如2个价格折中一下，这样就不会错了。袁威看了甘草一眼，想给他砍价呢，他倒是大方。也是啊，13里坝的李正也在，那您过去交一下钱，过一下户。今天也不早了，明天吧。于大人也不急吧？不急，不急。那本官明天静候袁小姐。多谢于大人了。甘草看着天色，书院要下学了吧？你想去找你四哥？我好不容易来一趟。甘草表示是想见他四哥。行，刚好我请你们吃个饭。一大早，甘伟去书院，甘草去袁家。吃过早饭没？吃过了。你还要换衣服？我们身形差不多，这些衣服是我以前的，也没怎么穿过，你拿去穿了。还是算了，你这衣服都是丝绸的，我穿1天全给勾丝了。袁威听甘草这样说，有些尴尬。我倒是忽略了这一点。那这几匹绢你拿去做礼衣。你送我这么多东西，我都没什么好送你的。我让江聪去送瓷瓶，顺便把你送回去。你给我拿一点上次的东西。没问题。2个人说了一会儿就去衙门，于大人真在那里等着了。袁小姐，13里坝的李正可来了。来了，快把他带上来。康捕头立马去提人。大人呐，草民真的什么坏事都没做呀。江正浩，于大人义正言辞起来。你看看他，还说你什么坏事都没做。江正浩看向甘草，整个人都傻眼了。你先和甘草写了地契，立了界庄，却又把朝廷的地贱卖给钱大富，你可知罪？大人明察呀，大人，这些事情都是马勇逼我的。他一介草民能逼你什么？他女婿是秀才，他说他女婿要是高中了。这个时候，康捕头匆忙地跑了进来，在于大人耳边一阵低语。于大人感觉屁股下面长钉子了，尴尬地看向袁小姐。于大人秉公办事即可。让马小姐进来。甘草意外地看向门口，没想到马婷来得这么快，看来是恨极了马勇和宋旦。很快，马婷就进来了。这里是后衙，不用公堂那一套。民妇马氏，你说你要举报？是，民妇宋家马氏举报相公宋旦，他一个秀才坑害良家女子，使其怀孕又抛弃，导致女子含恨而死，实在是狼心狗肺。竟然有这样的事！不仅如此，他名下挂很多非自己的田产，帮人逃避朝廷赋税，收取好处。求大人为民妇做主，允许民妇和离。这事怎么赶到一起了？于大人照章办事即可。袁威点头。来人！于大人无奈。在。康捕头行礼。你带人去五华镇查一下是否属实，若属实，本官必禀明朝廷，绝不姑息。朝廷重德，竟然有这样的秀才鱼目混珠，简直是朝廷之耻。马氏，你可还有别的诉求啊？马婷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这么简单，他本做好了击鼓鸣冤挨板子的准备。没有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且回家等着吧。是。马婷退下。袁威看马婷离开，这得受了多大的委屈才能下定决心做这样的事情。不过马家和你说的是一个马家吗？江正浩都懵了。是。看来这个马家问题不小。于大人在长环这么多年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甘草坐在一边听着。这个袁威还真给力，这是要把马家按死的节奏。这下边也没人说，
本官也是第一次知道啊。下边没人说，朝廷为什么会出巡查制度呢？就是担心下面没人说，百官在职本就有纠察之责，不然就是失职，甚至是渎职。袁小姐说的是，本官一定好好查一下这件事。于大人这是什么意思？说的我好像在过问这些事一样。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也挺新奇的。回头也有话和父亲说。是。彩儿，办完事情我带你去玉华堂逛逛。那这第7的事儿，按昨天说的办。江正浩在一边听得目瞪口呆。这个甘草也没听说有什么厉害的关系，怎么连县太爷都对他客客气气的？托你的福，今天我结账。好啊，走，去玉华堂。2个人正准备上马车，看到马亭在远处站着，甘草看了袁维一眼，走向马亭。你故意告诉我这些事？对，我买13里8的地，本和你马家没有关系，你爹故意从中作梗。这样的事他做得多了。你不生气？一点小事。你什么时候回去？明天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不会告诉我爹这件事。谢谢。甘草觉得现在的马亭好像有点黑化。走了。到了袁家，明天第1批瓶子就做好了，我让江聪带人送你回去。你今天晚上就住我这里。我和我4哥说好了，晚上过去。刚好江聪跟我去，我让他把做好的口纸给你带过来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若是可以，就把我们商议好的口纸盒子送过去。好。你还能做什么？慢慢一起做了，到时候草堂书色就都是你做的东西。行。一大早，袁威和江聪就来了。这瓶子不止500个，是1200个。不过你这次只用装够500瓶就好了。好，我家有个账房，回头我让他入账做好，到时候给你看。你家有个账房？就你上次见到的唐早的父亲。别忘了给我准备吃的。好。袁威把甘草送到城外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看着甘草的马车走远，袁威的眼睛眯了一下。潘傲海看着甘草离开，知道甘草是和袁小姐合作，这样他来偿还也说得过去。只是袁小姐一旦过问这件事就可能传到京城。还没到虎头庄，马车突然停下了。甘夫人，路上有个人。甘草看前面空荡荡的，哪儿有什么人？江聪走了过去，甘草才看到是躺着一个人。死了。甘草看那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把他搬到车上。这路边遇到的人还受这么重的伤，万一是什么歹人。我不能见死不救。长环这一带有很多的武林高手吗？没听说过，不过我跟着小姐到长环没多长时间。甘草恍然想，这段时间他先遇到了林寒，那天遇到了莫幽，现在又在路边捡了一个。到了虎头庄，江聪打算再租1辆马车，总不能让甘大夫一直坐在车前面。楚林寒看到江聪送甘草，还2辆车，不是只把甘草送到这里的样子，就戴了帷帽走到甘草一边。怎么回事？刚好袁小姐给我送瓶子，江聪顺便把我送回去。好，我跟在你们后面。在虎头庄租了1辆马车，他们一行人又上路。晚上到驿站的时候，路上救的人醒了，姬无懈警惕地看着周围的人。你受了很重的内伤，一会儿我给你熬药，等你能走了就自己走。姬无懈听甘草这样说，打量着他，好像是怀疑甘草说的话。难道又是个哑巴？甘草嘀咕了一声。可是驿站没有药铺。江聪提醒。没事儿。甘草出去了，驿站没有药铺，但是他马车上带了很多药，也能凑够几副药。楚林寒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一边。吓死我了！你晚上怎么睡？那个人是谁？不知道，不过他武功挺高。先前是浮云山的墨家，如今又出现一个高手，难道都和假药的事有关？他本是奉命查假药的事，
潘傲海是他的随从。谁知道潘傲海早就是三皇子的人，不但对他下毒，如今还要赶尽杀绝。你小心一点。他现在伤得不能动，你放心。两个人没说多长时间，楚凌寒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好了，找个人守着他，他要是醒了就叫我。是。半夜的时候，姬无谢醒了，甘草被叫了起来。能吃东西吗？是你救了我。对呀，我叫甘草，你叫什么？无谢。姬无谢下意识地去掉了自己的姓。自己虽然死里逃生，但是不知道他师兄会不会放过他，他还是谨慎一点好。你能吃东西不能？好像能。袁家的大旗多少有点用处。再说他们又没什么贵重的东西，那些山匪不至于冒险。就这样顺顺利利地回了秋水寨。唐叔，帮我把这些瓶子都入账，以后单独做个账本。好嘞。严三尺看甘草开开心心的，知道事情肯定是成了。你这丫头门路不少，听马婷说你在县太爷面前都是坐着。我那是狐假虎威。甘草笑着说，马地主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大的亏。昨天衙门里来人了，但是钱大夫和江里正还没回来。看来这于大人是真的被吓怕了。你到底认识什么大人物？严三尺不解。就那个袁小姐，来头不小。那可要好好谢谢人家。甘草自然知道，这次的人情欠下了，回头肯定要赴汤蹈火。这是谁？严三尺看唐早扶着姬无谢进院子。路上捡的。甘草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严三尺打量了一下姬无谢，偷偷地把甘草拉到一边。你看他眉宇之间充满贵气，不像是普通人，小心惹祸上身。等他好了就让他离开。哦，对了，江家送了一车药草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价。他说等你回来再说。药材呢？在侧院。老爷。马营带着宋长丽进来。宋长丽来了。马老爷。如今马仙娘子有孕，马仙也不出来了，你拿着这些钱带兄弟们吃点好的。多谢马老爷，兄弟们一定会感念老爷的恩德的。你好好做事，本老爷不会亏待你。是。宋长丽知道马地主这是想扶持他，他以后不用听马仙的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宋长丽美滋滋地走了。马勇眼底一片阴沉。老爷，那姑爷让他们和离。楚凌寒一路风餐露宿，身体又弱了几分。晚上甘草立马给他准备药浴。你傻呀，你戴着围帽，他们又认不出你。那为何你能认出我？认出你很难吗？楚凌寒无语了。可能我认识你的时候不是靠脸记住你的。甘草试了一下水温。你先泡着，我去给无谢煎药。煎药不是唐早的事吗？他现在用的药要求比较严格，我要看汤色，过2天就让唐早煎。楚凌寒看着甘草离开，想他是不是对谁都这么好？甘草不是对谁都很好，只是对诊治病患都很严谨。结果楚凌寒今天异常的暴躁，一会儿叫着水热了，一会儿叫着水凉了，甘草屋里屋外不停地跑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觉得身体忽冷忽热的，可能影响了对水温的判断。是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在你身边煎药，你的水温应该就好了。楚凌寒无语，怎么说的他是没事找事一样。对了，我去长环的时候见到江长胜了，玉华堂卖的养荣汤里用的龙眼就是龙力。也许养荣汤里本就是龙力入药。你想什么呢？养荣汤是养生的汤药，并不是什么治病的药，里面加了毒药。你觉得这样说得过去吗？可能是方剂特殊。这就简单了，只要找到养荣汤的方子，如果上面写的是龙眼，结果用了龙力，那就是用假药。
那如果对方说用错了呢？用错了还有理了？出这么大的纰漏，先关了再说。楚离还想自己怎么没想到，而且养荣汤是作为固定方剂买的，应该公布成分。那些秘方药铺是不会公布的。一个方剂除了药草还有用量，用量才是关键，所以公布成分没什么。再说了，这种中药包回去拆开包用的什么，用量是多少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楚离寒表示只有你能清清楚楚，别人连是什么药材都不认识。就算普通人不专业，不知道这些东西，但也有专业的人可以探讨，而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？这不是常识吗？那你觉得药草业行应该怎么管制？只要制定标准就好，但凡已成药，流通就要公布成分，这样就有据可查。药草要有专门的标志，有据可依，方可定真假。就拿之前的银铃藤来说，银铃藤是真的，但是煮过之后没什么药效的，你怎么说它假？还有养荣汤里的龙力，养荣汤如果没有说用的是龙眼，你怎么说用龙力不对？怎么了？你水不凉？甘草这么一说，楚离寒立马觉得水冷了。不冷，你先去忙。嘘，甘草看林寒装的那么假，就让他冻着吧。甘草一走，楚离寒立马从浴桶里跳了出来，想事情想得入神，竟然没发现水凉了。甘草没搭理他，直接去给吴谢送药。楚离寒感觉自己被忽略了。你为什么救我？那就要问你为什么刚好躺在我回来的路上了。多谢。你有钱吗？你要是有钱付诊金和药钱就好，我是个大夫嘛。我现在身上没钱。逗你呢，自己把药喝了。甘草说完就走。等他到前院的时候，楚离寒已经换好了衣服。那个人要在我们家多长时间？再有3天就能下床了，大概10天左右，他想走就可以走了。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他了？楚离寒怎么可能关心吴谢？就是不想他在他们家。问问。要不你直接去问他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早起，甘草在吃饭，唐早给他说这几天家里发生的事情。草儿，快看！甘草看了过去，杨一丈能自己走路了，怪不得严三尺这么开心。等会儿我去检查一下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？严姐姐回家还有事？是倒没事儿，但是一直在你们这里住着也不是事儿啊。我这段时间事多，严姐姐在这里住着，刚好给我看着，我也省了不少事。我是想等杨大哥车底好了再走。也不用，还是等车底好了。这断骨再续，如果不好彻底，出了问题以后就再也治不好了。多谢。那你歇着，我去帮草收拾那些药草。甘草知道严三尺想问他事，就和严三尺一起出去。你是不是担心马地主会对我们不利？总要防着点。以我对马勇那个人的了解，他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表面上不可能做什么，但是肯定会报复，所以才要防着点。严姐姐也要谨慎。你这丫头太实诚，真担心别人说点什么好话，你就对人掏心掏肺了。我是实诚，又不是傻。看完杨一丈的情况，甘草去看他奶奶。结果一到家门口，就看到一群人围在他们家门口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爹，桃儿啊，你快进去看看你奶奶。你们甘家人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房子别想继续盖了。对，我们把你们甘家的房子给推了，大伙说是不是？是。这乱糟糟的，甘草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先进院子看他奶奶。草，怎么了？甘草看他大嫂和三姐都愁眉苦脸的。就是这少和草说什么？奶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哥和二哥呢？你回来了，就好好在家待着，没你什么事儿。到底怎么了？我回来了，我肯定会知道。你们有必要瞒着我吗？就是那房子，不知道谁在大梁上倒了油，
今天他们去修房子的时候，泽庄的段磊从上面摔下来了，这事儿就赖到我们身上了。人怎么样？人被泽庄的人带走了。也就是说，人还活着？谁知道呢？带走的时候全都是血。怎么不找大夫？唉，我们这一代只有孙大夫。自从出了李家的事之后，他都不敢去找孙大夫了。那他们现在要干嘛？他们要我们甘家说清楚房梁上的油是怎么回事。现在是说油的时候吗？甘草说着就出去。大家冷静一下，我们甘家会在自家的房梁上倒油，我们能做出这样的事吗？楚红站在前面，他是修甘家房子的大工匠。是你们村人说你们要用人命计量，我们甘家怎么可能做活人计量这种事啊？他已经给这些人解释很多次了，但是这些人就是不相信。那谁知道啊？你们甘家刚走水就盖这么大的房子，那钱来路正不正都不知道。你们村人都这样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如今你们围在这里也不是事，我现在去泽庄看受伤的人是什么情况，然后再查清楚房梁上的油是怎么回事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你们跑了怎么办呢？你们是严大梅找来的，严大梅现在就在我家，我以我们家村口的房子作保。草儿啊，那是人家林家的房子，我们又不会跑，担心这个做什么？我和你去见严大梅。好，不管你们愿意留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去林家，都不能再闹事。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煽风点火，那就是别有意图。甘草这话一出，众人齐齐地回头看着后面的李四娃。你们看我做什么呀？甘家要是没有邪门歪道，那哪来的钱修房子呀？他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今天早上一出事就出现了。走吧。几个人跟着他去林家。严三尺看甘草出去没一会儿，就带着一群人回来。楚师傅，甘家的活干完了。哎，出事了。严姐姐收拾一下，我们去泽庄一趟。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泥瓦匠，遇到过这么实在的主家没有？这倒是真没有，就天天有肉这一点，连马蹄主家都不会有啊。他们甘家被秋水寨里正排挤，不知道多少人想陷害他们，你们还跟着起哄。楚师傅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今天一开始干活，我让段磊上梁上支个东西，他一上去就摔下来。我们一看房梁上有油，还好奇房梁上为什么会有油啊。这个时候那个李四娃神神秘秘的过来，说是甘家计量，他还看到甘家买了好多香烛在家。我一问，你们家还真买了很多香烛，就觉得是你们家故意的。计量是什么？计量就是祭祀衡量，普通人家烧个香烛，有钱人家呢献祭3处，更有钱的献祭活人。什么？唉，这种人家都是用歪门邪道，当然不敢明目张胆的献祭，就弄出点意外，让人死在正在修的房子里，然后找人把魂给镇在那儿，这样就可以保他们一家富贵。楚红在一边点头。他们做这个行当，虽然不说，但是有些东西是就是那么一回事。这些是普通人家的勾当，若是达官显贵都是直接祭的，还找人做法。若是修大桥建大宫殿，都会填一些人进去，说这样可以保工程顺利。甘草觉得这种事情很矛盾，一方面他们怕冤魂，一方面又制造冤魂，觉得会带来富贵。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还真是怎么编排都可以。加上你们甘家这段时间的确不同，所以他那么一说，我就相信了。这个不怪楚师傅，那泽庄的人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带的人里啊，本来就有几个是泽庄的，听到李四娃那样说，觉得段磊留在甘家肯定会被甘家人给害死，就把他给抬走了。如果受伤严重，被他们这一抬走肯定没命了。你放心，你大哥和二哥也跟着去了。操，是不是有人要害你们家？那个李四娃是我们村的一个混混，无利不起早，今天这么精神的在村子里叫，肯定不正常。那个李四娃天天去蹭饭，
他脸皮厚，你娘也不好不给。刚到泽庄门口，就看到段高山带着一群人出村，马车挡在那里，众人也纷纷停下。你们甘家就让你来了。段磊现在怎么样？都是你们甘家做的好事，还有脸问怎么样？我侄子要真没命了，你们甘家以后也别想好过。那就是还有命。甘草松了一口气。我是大夫，我现在去治好他。至于这件事，我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他肯定是去杀段磊的，不能让他去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这里是你们的地盘，我们就这几个人，如果段磊的性命不保，任凭你们处置。楚红也从马上下来。大家伙都冷静一下，这件事可能真的另有隐情，先救人要紧呐。你们这样拦着不让救人，是不是你们心里有鬼？你说什么话呢？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只要段磊能好好活着，那么你们异色甘家的事就不攻自破。难道你们想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侄子要是不能像正常人一样，以后你们甘家负责。我负责。听到甘草这么保证，一群人簇拥着甘草去了段磊家。把他抬出来，屋里太暗。众人把段磊抬了出来，他按了按段磊一边，段磊痛得惨叫起来。谁家有烈酒？我家有。拿2坛过来。好。甘草检查段磊的情况，外伤并不严重，冲击造成了一定的内伤，还有几处骨折。来了。再给他拿一套衣服。他哪有别的衣服啊？我去给他拿一套我的。段高山说着又回家了。等段磊换了衣服，伤口都包扎好，看起来也没那么吓人了。我一会儿把他要用的药送来，你们谁负责照顾他？现在虽然过了农忙，但是谁家都是一堆的事，实在没时间。他在你家摔的，理应你家人照顾。对啊，你不是说你负责吗？现在怎么让我们村的人照顾了？是这样的，你们怀疑我会对段磊不利，那么我们来照顾他，你们会不相信？之前的确有这样的误会，不过你把段磊治得这么好，我们相信你。那我要是把段磊带走照顾呢？众人又有些不愿意了。他们希望的是甘草负责在泽庄照顾段磊。你们家有事，我们家也是一大堆的事，不如这样，我把段磊带走，你们村每天去看看，这样多放心。众人相互看了看，觉得可以。大哥二哥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你是小妹，家里一出事还得让你来。我能处理这个事儿，我来很正常。到底是谁和我们甘家过不去，做这么缺德的事？你们之前怎么不跟我说李四娃天天去蹭饭？那李四娃谁都不愿意招惹，给狗吃的算了。给狗吃的就算了，你是把他的胆儿给养肥了。甘荣和甘茂不敢说话。大哥，你知不知道谁家的狗出了名的鼻子灵？就生元宝那只母狗，哼，有名的鼻子灵。那你去找人家出点钱，让人家的狗帮咱们找个人。找谁啊？大哥去把狗找来就行。甘草也不解释。行。二哥，听我的，不要让人发现了。好。甘茂觉得他小妹肯定有用意。楚凌寒看了甘草一眼，大概知道了他的打算。这丫头一旦用起脑子来，就没别人什么事了。本来觉得林家大了空落，这一个一个病人安排进来，心想幸亏这么大。我不在村里这几天，村里就没发生什么事。你不在这几天可热闹了。发生什么了？之前因为你，李家一定要把李小翠嫁到苏家，后来因为苏家那女儿是使女的事，苏家又埋怨起李家，两家人闹了2天，苏小跑了。跑了？跑哪儿了？哎呦，谁知道呢？这使女的名声传开了，也没人会娶她，估计是不想在这里受人白眼。甘草想想也是，世人套在女子身上这把锁，对谁来说都不好受。不光跑了，还把苏家的银子都卷走了。
那可是苏木安读书的银子。然后呢？然后苏家那许氏就天天到李家闹，还让李家还钱，诅咒李小翠嫁不出去。你说这样一个人家是怎么出了一个秀才的？甘草也不知道，只能说祖坟冒青烟，还说自家儿子就是打光棍都不会娶李小翠。李小翠是个水性杨花的，不知道和多少男人勾搭。总之李小翠的名声也毁了。甘草无语了。我听说那李小翠还差点上吊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这让别人觉得李小翠是羞愧难当，无颜再见人，就一死了之了。难道不是以死明志？一个小丫头片子有什么好明智的？总之是闹得挺厉害，要不是你们甘家今天出事，估计他们两家还闹呢。甘草听完慢慢的点头，他想李小翠不会把这件事算到他的头上吧。你们村没见日子过得多好，吵架这件事估计不会输。都是一群窝里横的，回头指不定拉着外村的人欺负自己村的人。那你打算怎么找凶手？严姐姐在家看着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你要去干嘛呀？找往梁上倒油的人。甘草说着出门。堂嫂，按时做饭，晚上别忘了给吴邪煎药。是。楚凌寒跟着甘草出门。我走一步你跟一步，怕我跑了不成？你腿短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都开始嫌弃我了。两个人玩闹着，甘茂快速地跑了过来。小妹，拿到了。走。楚红已经到了甘家，段磊没事，那之前对甘家的猜测就不攻自破。奶奶，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泽庄的人打你了？我没事。娘，先说正事儿。你二哥都成。先说正事儿。草儿，那个段磊怎么样啊？伤得并不严重，就是有几处骨折，要养一段时间。人没事就好，我们正商量着这事儿是谁干的。楚师傅一直在那边，觉得是谁干的？我带的那些人呢，都是外村人。你们家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肯定不会做这种缺德的事啊。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人针对段磊？不可能，今天是我随机叫的段磊，没人知道我会让谁上去。甘草看着楚红，这出事儿我也有责任，我肯定不想自己修的房子出事啊。我不是怀疑楚师傅，那李四娃每天都去吗？是，每天都是快到饭点的时候去，搬几块砖头瓦片就要去吃饭，吃了饭就走。那今天呢？今天，楚红想了一下，今天出事的时候他就在，还是他叫着你们甘家突然富贵了，不知道做了什么阿杂事，不然我们也想不到计量这一茬啊。难道说……众人相互看了看。如此说来，这个李四娃的嫌疑的确很大。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可没少他一顿饭。有些人的胆子就是被喂大的。草儿，你觉得这件事儿和李四娃有关吗？今天我来的时候，李四娃不停在外面拱火，谁不知道他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。现在听你们这样说，那李四娃最近在我们家蹭吃蹭喝，应该过得很滋润。可是我今天早上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眼底发黑，显然是没睡好，可是人却十分亢奋。甘草分析。听甘草这样说，众人更加觉得那个李四娃嫌疑大，可是实在想不出来李四娃为什么要这样做。这个时候外面传来狗叫声，甘荣带着一个人进来。草儿，狗找来了。胡说，这狗能闻气味找东西吗？我这狗十里八乡出名的，每次下崽子别人都抢着要。那一会儿请胡叔叔帮忙找一下。那得有那东西的气味。好，我们一起去找李正，就说往房梁上倒油的人掉了东西在那里，但是不是那些匠人的东西要在我们村里找。胡大成牵着他的狗，觉得肯定是大事。行，只要能找到凶手，
我也不怕得罪你们李正。一群人出了甘家，甘草却落在最后。有事让我做。我相公怎么这么聪明呢？一会儿我们去李正家，如果李小翠出门，你就跟着李小翠；她若是直接出村，你就把她带回来。如果她去找了李四娃，让李四娃离开，你就把李四娃带回来。你自己小心。你放心。很快，一行人就去李张家了。你们做什么啊？李张，出来！怎么，你们甘家来我家炫威风来了？李张，以前村子的人修房子，哪次我们甘家人没去啊？这次我们家修房子给钱，你都不让村里的人去。这些事情就算了，这次我们甘家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泽庄的人把我家老大跟老二打成这样，你还装看不见？你们甘家差点把人给害死了，我没带着你们去赔罪就不错了，还让我为你们甘家出头。就上次你们家甘草的事情，还不够丢人的吗？那是你女儿丢人丢大了吧？柳氏嘲讽说：“你们家的事儿怎么扯到我女儿身上了？你们来这么多人想干嘛呀？”段雷已经没事了，这件事和甘家没关系。我们那些匠人都是外村的，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这事儿是我们村的人做的？是不是你们村的人做的？找找就知道了。在梁上倒油的人掉了东西在那里，我们找来了狗闻过了。如果倒油的真是你们村的人，狗肯定会找到。李张低头看胡大成牵着的狗，一只畜生能做什么呀？我家这狗十里八乡都出名，马地主花10两银子我都不卖。胡大成急了，说别的行，说他家的狗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好啊，那就让你的狗找一找，要是找不到，甘家就得给村里一个交代。你想让我们甘家给秋水寨什么交代？既然你们家觉得秋水寨的人要害你们，你们也不用在秋水寨了，这秋水寨也容不下你们。好，不过找到了人，得由我们甘家处理，村里不能过问。行。李张一口答应，当即他连饭都顾不上吃，拿着铜锣把村里的人都召集到一起。大家都知道甘家的新房子出事儿了，他家说是村里有人往他家的房梁上倒油，还找来了狗来闻了。大伙儿都让狗闻闻，让人家看看是谁。你们甘家是什么意思啊？谁会做那缺德的事啊？是，谁做的就让谁断子绝孙。谁知道是不是你们甘家自己有什么想法？你们这里但凡这些年有修房子的，哪一家我们甘家没有帮忙啊？轮到我们家修房子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说的？不少人闭嘴了。如今这事已经出了，就是确定一下是谁，也省得一个村的有了芥蒂。甘泉环视着他们，你们怕什么？谁怕了？赶紧让他畜生闻，我们都还没吃饭呢。甘草意外地看着他爹，他爹以前不怎么说话，家里大多事都是他奶奶做主，没想到他爹在外面也能成起事。对，赶紧的。有人不耐烦地说：胡叔，辛苦你了。胡大成也有些不开心，当即让他家狗子闻了闻那块布，然后开始在人群里走。甘草看到李小翠也在，嘴角还有些得意，看来这件事真和他有关。一圈下来，那狗没在任何人身边停留。胡大成牵着狗到甘泉身边摇头：我就说了，怎么可能是我们秋水寨的人呢？甘泉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有一个人。楚凌寒拎着李四娃过来，看到李四娃，李小翠的脸色苍白。胡叔，麻烦了。胡大成牵着狗过去，刚到李四娃身边，那狗就狂叫了起来。秋水寨的人吸了一口冷气，就是他，一个畜生也能相信？先前可是以李正的名义把这狗从胡家家里叫来的，现在说不信了。说，
你为何要往我家房梁上倒油呢？我……李四娃看向李小翠，你可不要胡说。他会胡说什么？刚才我去你家的时候，你偷偷的溜了出去找李四娃，之后你到这里，他就出村子。小翠，我是担心四叔被诬陷，他天天去甘家蹭饭，万一甘家找他当替死鬼怎么办？是吗？楚林还一脚踩在李四娃的小腿上。我说，是李小翠让我在甘家的房梁上倒油的。她说事成之后给我找个媳妇儿。他胡说，他就是一个混混，他的话不能信。我没胡说，先前他还说帮我把甘草骗到月亮堤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甘家就只能把甘草嫁给我了。后来呢？楚林寒脚上用力。后来我在那里等了半夜都不见人，他才不能相信呢。李小翠，你一直说我们是好朋友，是你让我帮你约莫安哥哥的，你明明知道我也喜欢莫安哥哥。你喜欢茅坑，不能认为别人都要跟你抢吧？你一直说带我去苏家玩，其实是你想去苏家玩，可惜我以前还真以为你是我朋友。秋水寨每个人的八卦之心都是扑通扑通的跳，他们村竟然还有这么多八卦，长见识了，长见识了。那油还是他给我的，我家里连灶台都没有，哪儿来的油啊？小翠，到底是不是你？他们甘家活该，要不是他家，我肯定能嫁到苏家。现在莫安哥哥不可能娶我了。他说完转身就跑。李正，现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你们甘家想怎么样？首先，那大梁出过事，我们甘家肯定不能用了，换大梁的钱李正要全出。其次，泽庄的段磊受伤，治伤的钱也要全出。你们甘家那么大的房子，是想坑我们李家？不然就按之前约定的，人给我们甘家处理，泽庄那边还等着我们给个交代呢。油是李四娃倒的，他任凭你们处置。可是主使是你女儿，谁办案也不可能放过主使去处理从犯。不就是要钱吗？给！什么叫不就是要钱吗？段磊差点没命，我2个儿子都被打成这样。如果李正做不到公正，那咱们去县衙走一趟。秋水寨的人没人说话，这件事的确是李正的不对。你少拿去衙门吓唬我。李章硬着脖子说，这不是谁吓唬谁，咱们一个村的，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。理应李正赔偿的，多出1文我都不会要。好，该赔的我1文都不会少。大家散了吧。他这样说话，众人却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多谢乡亲们来做个见证，回头啊，我家的房子修好了，定设宴款待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哪个村子也不能有这样的人。是，谁知道以后会祸害谁家呢？那这个李四娃怎么办？你们兄弟俩把他送到泽庄，给泽庄李正说明一下情况。别呀，咱们一个村的，再说真不是我故意的，都是被李小翠蛊惑的。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众人准备回家。草儿，你过来。奶奶。柳氏带着甘草回家。你给我老实说，李四娃说那事儿是怎么回事啊？想想有那么几天你是不正常，还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我真去了。甘草只能这样说。什么？不过奶奶放心，我当时藏起来了。见到去的是李四娃被吓到了，那几天不敢出门，是怕遇到李四娃。我也是那个时候看清楚了李小翠和李四娃，心想三姐过得不好，我应该做点什么。只要你没事就行。回头啊，你和凌寒解释一下，他是个男人，在意这个。好。那你赶紧的回去吧，今天这么多事儿，你也累了，注意点身体。甘草离开甘家，
楚凌寒在门口等着。你怎么不进去？他家人看我的目光很尴尬。知道我被李小翠骗出去过，他们面对你的时候是挺尴尬的。那你……楚凌寒不知道怎么问。孩子不是他的。你这么直接合适吗？我也不知道孩子他爹是谁啊。要是让我知道了是谁，怎么样？闹心。闹心？楚凌寒没想到会是这个回答。为什么？举个例子吧，你正在兴致勃勃地听别人说家长里短，结果发现那些人说的竟然是自己，尴尬不？那要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。甘草觉得这个不重要。严三池已经知道了结果，简直是大快人心。哎，草真是神了。都是一个村的，一出事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们这个李小翠可真了不得，可能要嫁不出去了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对。夜深沉，月亮堤那里传来异常的喘息声。翠儿，没想到你为我能做到这一步。为了莫安哥哥，我什么都能做。严三池收拾好前面，也过来。13里8那块地已经是你的了，你不去看看？家里都是事儿。甘草也想去看看。你这摊子越来越大，就没想过找几个长工？有合适的再说，现在这些事情别人也不能做。我爹可以去给夫人看地。真的？是，以前在马家的时候，我爹就会去给马地主看地。就是让你爹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。我看那个曲晓很听你的话，不如让他来当你家的长工，也算是给他一条正路。你这说的，我回头得谢谢他。那小子机灵，放在我家是大材小用了。有一个人，唐早提议。谁？田大力。你可养不起。怎么养不起？那可是五华镇出了名的大力王，超能吃。8岁的时候，因为他太能吃了，他爹娘没办法，带着他哥哥姐姐跑了。后来马地主觉得他有趣，就让他在马家做了长工，吃东西举10年给别人看。等到他再长大一点，可能马地主也养不起了，就让他离开。唉，严三尺叹气。不是马地主养不起了，是他自己要离开。他刚去马地主家的时候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要有吃的就行。后来长大了，知道马地主只是把他当玩物，不听话就饿着他，他就离开马地主了。那他现在做什么呢？他现在给人当短工，他力气大，好几个人干不了的事他一个人就行，然后就去打猎，听说一顿能吃半头猪。但是他力气很大，五华镇没人敢惹他。这个倒是真的。不过你可要想好了，他一个人吃的可能比现在家里所有人加起来吃的都多。甘草认真地想了起来。其实他想找一个习武的，就像林寒那种很厉害的。林寒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能动武，家里的确需要一个能镇得住人的。枣儿，那你去找找他，问他愿不愿意来咱们家当护院，饭管够，工钱另说。好。唐枣一口应下。煎好药，甘草给林寒端去。我想雇个护院。怎么突然想雇个护院？楚林寒想，自己这是被嫌弃了吗？我们拿到了13里8的地，以后肯定要频繁往来，咱俩肯定不行。唐叔可以去，可是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。雇个护院的话，就让护院陪着唐叔去。好。楚林寒点头。就这么定了。暑间越来越冷，他来了也能去砍柴，等我们需要进山的时候也多个帮手。楚林寒点头，看向窗外，的确是到冬天了。上午段高山亲自来了，看到段磊的确没事，而且已经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。你小子倒是因祸得福了，你长这么大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没啊？叔，甘家挺好的。甘家是挺好的，可惜他们家得罪了他们村的李正，这次更是把李正都给得罪死了。他们家有一个读书人，校试考中了秀才，不就没人敢欺负他们了吗？秀才是那么好考的？
你说你从小不好好种地，想着做这个做那个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等你好了，你攒的那些钱拿出来，我看看村里哪个地方的地便宜，再赊一点，你也置办点地，说不定还能找个媳妇儿。段磊听他叔这样说，低头。唐叔和田大力回来的时候，唐叔脸上有几道血印。爹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。谁把你的脸抓成这样了？13里坝的李正、江正浩怎么还没回来？不知道。可惜他们家人说是因为你，江正浩被丢到牢里，可能还会流放。田姐姐，啊，什么事儿？田姐姐明天回镇上一趟，看看马家现在怎么样，钱大富回来了没有？哎，好。唐叔，你说。江家人说了，如果江正浩不回来，你就算买了13里坝的地，也别想种。我估计马家是把这件事情都推到了江正浩身上了，然后又告诉江家人是因为我。唐全点头。本来还指望13里坝的村民给我种地，暂时别想了。你可以雇佃户。对，只是夫人买的滩地都是荒地，应该没有佃户愿意种。13里坝有多少佃户？据我所知，13里坝只有10几户佃户，而且种的都是清河的地。麻烦唐叔再走一趟，问他们一年的收益是多少，我可以给他们更高的工钱。佃户的日子苦，没有自己的地，若是年景好了还能吃饱，若是年景不好，要给地主交的粮都不够，甚至要落得卖儿卖女。那唐叔算一下，一年佃户一年多少钱够生计？只要他们愿意按照我的要求种那些滩地，按照他们的生计双倍给他们。可是江家人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把江家的事详细给唐叔说一下，唐叔明天去的时候给13里坝的人说清楚。唐全点头。听甘草说了过程，唐全也十分意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于大人是什么态度？自然是严查。如果是这样，事情就简单了。甘草觉得不简单。好，我从姜温家带回来不少药材，搬到侧院去。本来想让严三尺明天去镇上看看是怎么回事，结果他们刚吃了饭，马仙和何氏就来了。甘神医，你到长环到底惹了多大的事儿啊？我没惹事啊。你没惹事儿，那镇上怎么来了那么多官差？马地主那么干脆的让马婷和宋旦和离了？哦，官府可能是来查宋旦挂免赋税田地的事儿，还有江正浩低价卖朝廷田产的事儿。这还是没事儿？何氏都傻眼了，这甘神医的心得有多大？而且马地主如今开始扶持宋成立了，我们家马仙和你走得近，被马地主提防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什么好事呀？回头宋长立在五华镇做大，会放过我们吗？何氏知道其中的厉害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来找你。马仙之前在镇上那么有威望，不可能那么快就被人替代。哼，你太看得起他了。他们那些人本来就是混混，有奶就是娘。如今宋长立天天带着他们吃香的喝辣的，他们早就把我们家马仙给忘了。要不让他改邪归正，以后做个好人。那他靠什么吃饭？如今是你找我解决问题，这本来就是你们的事，你还一直说各种困难，让我说什么？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何氏也是着急。你连田大力都雇佣了，这不能给我们家马仙找点事做？那你早说嘛。我家是有点积蓄，但是没有田产呀。如今断了和马地主的关系，以后就没进项了。你倒是还会过日子。我们都是普通人家，都得瞻前顾后，精打细算的。你们想不想去13里坝管理佃户？13里坝，何氏为难。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连佃户都不种自己村里的地。我买了那个村子的地，如今要雇佣村里的佃户，缺个人去管理。你们要是愿意就可以去。一年多少钱？多少你能接受？
甘草看着何氏，怎么也得5两吧？行。如今13里坝的人闹事，他也刚好需要马仙这样的人。那我们回去收拾东西，明天就去13里坝。甘草把何氏他们送到门口，严三尺也跟了过来。你答应了他们夫妻俩什么？何氏来找我给马歇事做，我让他们去13里坝管理佃户，他们竟然非常开心。估计是怕了。怕什么？他和马婷走得近，上次也是他直接告诉马婷怎么扳倒宋代，可能是担心马地主找他们事儿。哦，我倒把他们给忘了，竟然又和我有关。和你有关，却不是因为你。所有人都错了，就没有人敢做对的事。那明天严姐姐就不用去镇上了。潘傲海和于大人在房间里谈话。这户籍统计去年才做过，按照朝廷的法度，若有特殊情况，朝廷可以随时进行统计。是这样的，没错。可是，一个小小的五华镇都敢在田亩上造假，那偿还还有多少漏洞？这次统计彻底的弄清楚偿还的田亩和壮丁，对于大人来说也是功绩。是。五华镇由我派的人去。潘傲海说完就走。于大人头大，他知道潘傲海一直在找人，可是找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。第3天，马仙和严三尺就赶车去偿还了。他们出发这一天开始下蒙蒙雨了，天异常的冷。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让他们这个时候去了。也是好事。好事？阴雨天劫匪都不出门。我这去了几次偿还，也没遇到劫匪。有时候不是夫人没遇到，是那些劫匪觉得没有水，就没出现。甘草无语了，他这是没被劫匪看上？那些劫匪能在这一带盘踞这么多年，也不是什么人都劫，没有水的不劫，不敢动的不劫，也就是劫一些小商贩，有些有水，又没什么势力。甘草恍然，劫匪也有属于劫匪的生存法则。我见过他们。长得怎么样？是不是那种刀疤脸、大光头？和普通人没两样，对马地主还很客气。形象不行，扣分。晚上的时候，雨下得大了一些。你说9叶虎角莲，真的必须等到夏天？而且要在花开一瞬的时候。那种东西若是随随便便就能采到，我也不会。甘草想，自己在那个世界怕是连渣渣都不剩了。不会什么？不会一直拖着。我去睡了。因为下雨，院子里的人都睡得比较早。唐早伺候甘草睡下，也去睡觉了。半夜的时候，门外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。田大力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过了一会儿还有，他就到门口看了看。一个身形单薄的女子趴在他们家门口，已经昏死过去了。田大力把她拎进来，先把唐早叫醒了。唐早看人昏迷，只好把夫人也叫醒了。去烧水，先喂她喝点蜂蜜水。甘草看着躺在床上的女子，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女子。等给这女子用热水泡了，喂了蜂蜜，又灌了姜汤，她才慢慢的转醒。姑娘别怕，是我家小姐救了你。谢谢你们。叫什么？曲宁。您怎么称呼？这就是我家夫人。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你是又累又昏又冷才昏过去的，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多谢。我是大夫，你倒在我家门口，我救你是应该的。好了就走吧。我已经无处可去，求夫人收留我。你会做什么？我会做衣服。你为什么会流落到这里？我家开了个绣楼，有歹人看中我家的绣技，陷害我家入狱。
刚好那天我不在家，就逃了出来。如今真没地方可以去，明天再说。早上，甘草起床，屈宁已经站在甘草屋门口了。恢复的这么好，求夫人收留我。你都会做什么衣服？我什么衣服都会做，自织刺绣都会。养蚕织布呢？会，只是我知道怎么做，我自己并不是很熟练。会就行，不用熟练。甘草开心了，他奶奶要养蚕，到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人才。我这里有一些水貂皮，你来看看做什么好。因为屈宁来了，甘草去堂屋和林寒一起吃早饭。你要把他留下来。以后家里的事越来越多，堂嫂一个人也忙不过来，而且奶奶想重新养蚕，她会养蚕织布，到时候你不想让她在这里，就送到奶奶那边。你都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头，就都留下。没那么想知道。楚林寒无语了。人这一生能有几个认识了就能一直走到头，大部分都是陪着走一段，就像我治好的病人会离开一样。你真的不在意，哪怕这些人会给你惹来祸患。我是大夫，见到病人就要救治，至于以后要看眼缘。楚林寒也不再说什么，他这样问甘草，他在甘草的生命里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？他看了一眼外面，看到屈宁站在屋檐下，没进去和堂嫂他们一起吃饭。甘草想，屈宁的来历可能也不简单。你去吃饭吧，家里不用等着伺候。屈宁还站在那里不动。怎么了？我不该瞒夫人的，我是听说县衙在统计户籍，但凡不能说明来历的都被抓起来，所以才逃到这里。统计户籍？楚林寒在屋里也听到了，潘傲海还是用了这个手段。是，我是逃犯。你先去吃饭，我来处理。谢谢夫人。先去吃饭吧。看着屈宁去和堂嫂他们一起吃饭，甘草转身回到林寒身边。你都听到了？那个潘傲海应该是找我的。我就说嘛，他那么厉害一个人找你，你是不是更厉害？他有什么好厉害的？还有谁知道吴谢在咱们家？就袁小姐派来的那些人，还有现在家里的人。好，若是来查户籍，让他扮成我，就说我是渭南人。你确定这样行？我带着屈宁离开，躲到山里去。只要家里这边不出问题就行，你给他们都交代一下。行，一会儿我让堂嫂给你准备干粮。楚林寒看着甘草，他还真什么都不问，是觉得他也会离开。甘草吃了早饭就去找吴谢。你是渭南人？姬无谢没有回答。我好歹救了你的命，现在有个小忙需要你帮一下，你倒是给点反应啊。什么忙？扮演几天我男人。姬无谢听得目瞪口呆。他这么说，他男人知道吗？不用问什么，就是我说什么你做什么，你的诊金和药费我就不收了。我总得知道为什么吧。那你告诉我的名字是不是真名，家住哪里，是做什么的，为什么被人伤得这么重？我帮。姬无谢立马答应。这不就行了？一定要搞得那么麻烦，又不是让你做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。姬无谢无语，谁让自己欠人家人命呢？回头给你说一下细节。甘草笑眯眯地走了。姬无谢一个人在那里凌乱。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一个村姑那么简单。第二天，甘草也觉得无聊，就去叮嘱吴谢到时候怎么做。唐嫂和唐全也不敢问。关于让那个吴谢假装他们家老爷的事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。这个时候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田大力立马去开门。你是？奶奶，他是田大力，我雇来的护院。甘草站在屋门口，看到是他奶奶。哦，去你屋里，咱商量一点事儿。村里要统计户籍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李振今天去咱们家说的，这突然统计户籍，指不定是要有什么劳役，朝廷要人了。也不一定，奶奶是怕咱家人要去充劳役。不是这个，那林寒到底是哪的人啊？家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他那边没有家了，那不如趁着这次统计，把他的户籍落到咱们秋水寨。这个不用吧？你要是不好说，我给他说，以后他的户籍落在这里，你们做什么也方便。我觉得我们就不用操心这种事儿了。你这丫头，天天什么都觉得不用，他到时候要是走了，你连个人都找不到。奶奶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怎么不对了？朱氏连自己的儿子都找不到，林寒要是真想走，谁有什么办法？我是觉得夫妻过日子要信任对方，要承认对方，而不是想着怎么拿捏对方，那日子过得多累。不是拿捏，就是想你们以后有了孩子，不管做什么都会方便一些。那我提一下，要是他不愿意就算了，也不能因为这样的事儿让我们夫妻之间有嫌隙。行。这几天下雨，楚师傅他们怎么干活？甘草转移了话题。留了几个木匠在那里做事，剩下的都回家了。好事多磨，慢慢来。要是缺钱了就跟我说。你最近又做什么啦？家里总是来很多人。就是和长环的一个大家小姐合作做面糕，她来看看。大户人家的小姐眼眸滴转呀，就是100个心眼儿，你可得小心一些。有心也没什么，就是看用在什么地方。反正我就是卖东西给她，价钱不合适了不卖就是。以前指望着你爹能出人头地，你爹不是读书的料。后来就是你3个哥哥，你大哥、二哥肯定是指望不上了。如今就剩你4个。没想过咱们家还要指望你。都是一家人，只要能过好和和睦睦的，哪有谁指望谁？咱们家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你的靠山。他倒真没想过靠谁。柳氏和甘草说了一会儿话就走了。每个村子的户籍统计，县衙都会来人看着。林家原籍是哪儿啊？说是要在咱们秋水寨落户，要拿了原籍去过户的。渭南。也不落户，他生病那段时间录影什么的都丢了，李伯看怎么办？这个要村里面做保，他临时住在咱们村即可。那就辛苦李伯了。那我就帮你跑一跑，你们最近最好在家里，不要到时候找不到人，这次核查的比较严。好。甘草应下。送走了李章，甘草回去给吴谢施针。我封了你的穴道，别人通过脉搏无法察觉到你习武，你只要注意别人试探即可。这么说来，你丈夫也有武功？好奇心害死猫，不该问的事情就不要问。那你就没有什么好奇的事情吗？或者让你开心的事情？我活着很开心啊，种田、采药、给人看病赚钱，这些都是开心的事情。你就甘愿平庸？那要看你怎么定义平庸。若与世人比较，觉世事不公，自然会生出诸多平庸。若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哪怕是晨起去挑水，入木生炊烟，也不会觉得平庸。姬无羡认真地看着甘草，总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。行了，给你说的你都记住，要是出错了，后果很严重。甘草说完就走。这一天快中午的时候，李章带着2个衙役和一个年轻人来。草儿，草儿，来了来了。李伯，怎么了？差爷来你家看落户了。李伯也不通知一下。堂嫂，赶快过来给差爷煮水。不用了，让你夫君出来。当家的。姬无羡穿着林寒的衣服，戴着林寒的围帽，慢慢地从堂屋里出来。季昭言看到出来的人戴着围帽，眼底一抹激动。让他把围帽摘下来。把围帽摘下来，给差爷看看。无羡有些不情愿地摘下围帽，看到姬无羡的容貌，季昭言眼底都是失望。叫什么？林寒。姓什么？姓林，名寒。
哪里人？渭南。渭南哪里？季昭言逼问。渭南泰安府嗣德县树平镇林家。甘草心里惊讶，这会不会真知道一个林家吧？姬无谢的回答，季昭言找不到一点毛病。关键这个人的口音的确不是偿还的。为何到此处？家产纷争，被迫离开。你们家还有几个人？我们就买了一个丫鬟，糖枣。糖枣慌忙从厨房出来。这是糖枣自愿卖身到我家的，有生气。他爹唐泉是我家雇来的账房，还有一个雇来的护院。可别人说你家不少人呢。我行医，有时候伤得重的人就来我家住几天，来来往往的比较多。好了，做好登记。送走那4个人已经过了饭点，糖枣去厨房做饭，严三尺他们用了马车，甘草去镇上只好去租于老头的牛车。哎呦，你家不是有马车吗？怎么还来租牛车呀？我想，看来我老头子的牛车香乎着呢，好儿都来租啊。为了赚那几个子儿，可别把你家的牛累死。看他带那个人多重。我不坐车。哎呦，那是草一个人坐车，我还想去镇上买点盐，草儿帮我带点回来。对哦，草儿帮我带1斤灯油回来，给我带一些丝线。众人一时间都开始有东西要买了，而且都是嘴上说着，也不起身给钱。于老头有些看不过去了。我在这里半天也没听你们说急需买东西，这会儿都要买了。你一个赶车的，跟你有什么好说的？蒋氏给了于老头一个白眼。我帮带也行，但是你们去镇上来回要4个大钱，我就收你们3个大钱。买什么东西去哪家买，是不是和人家说好了都写清楚？你们这么多人我也记不住。啊？让你带个东西还要出车钱？不然呢？我是坐车过去的，自然要出车钱。你们又是灯油又是盐，路上还要扶着，不然磕了碰了就洒了，我这就不算钱了。你也太计较了。其实啊，你们要是给我带东西，我也不用去镇上，我这单子都写好了，你们谁去？我给你们3个大钱的路费。众人的表情精彩，他们就是吃定甘草的脸皮薄。都是一个村的，也不用算得这么清楚。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现在算不清楚，回头不知道要怎么被人说。好儿，车好了。好，还有谁要带东西？这边给一下钱。我买东西的时候会让掌柜的一写好收据，随便你们怎么查。哎呦，我可用不起你，我们穷苦人家走着去镇上就行了。没有人就算了，回头你们林家找人帮忙了，可别说我们不讲情面。不讲情面？秋水寨有一户算一户，谁家修房子我们甘家没有去帮忙？等我们家修房子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一提这件事，不少人不说话了。哼，你们甘家有钱，花钱请人都不请自己村的人。我到底该说你厚颜无耻，还是该说你没皮没脸？甘草看着蒋氏，是我们甘家给你们工钱你们都不去，这会儿阴阳怪气的干什么？别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。哎你！田大力往前一步，暴毙看着蒋氏。哼，别以为你找了一个男人我就怕你。田大力，回头去他家，我把债要回来。蒋氏的脸红了又黑，最后低头不说话了。到了镇上，等他买了东西要离开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群人簇拥着马地主过来。甘神医啊，听说你医术无双，我家里有几位病人，还请甘神医去看看。不去。哎，医者父母心，甘神医竟然不救治病患。医者可以说自己医者父母心，但是别人不能用这句话要挟医者，毕竟生而为人，才为医。甘神医为何对我如此芥蒂啊？可能是外形的原因。她们都是女子，不好抛头露面。那我倒是可以先给马老爷看一下。甘草左右看了看，甘神医也不问问我有何不适啊？你要是知道的话，就不找我了。那就有劳甘神医了。甘草还真认真的给他把脉。没事，
就是用了无忧葵，对马老爷来说也是有裨益。他嘴上这样说着，心里却是震惊。怎么觉得绝子药在马家又被凑齐了？无忧葵是什么？马勇并不了解。就是女子用来避子的药，男人吃多了同样有用，而且会让男人身体康健。马勇再看不出表情的脸，这会儿也黑得不能再黑，眼睛里是要杀人的光。甘草就安静地看着，看他能掀起什么样的暴风雨。可有解？到了这个年龄，无解。那甘神医可能看出我是什么时候吃的？少说也10几年，而且吃的时间很长。多谢甘神医。老爷，回家。马勇说着转身回家。今天甘草到镇上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打听衙门的人走了没有。听说走了，他就放心了。回到家，甘草就开始捣鼓之前那个孔明灯，等天黑的时候立马给放了起来。甘草，甘草，你给我们出来！赶紧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！甘草，你要给咱们村一个交代。就是，这都冬天了，你让咱们村的村民怎么过？赶紧把地给人家马地主，去赔礼道歉，不然你们林家别想在秋水寨了。草儿，为了咱们秋水寨的百姓，你就去求求马老爷吧。你们的理解不对。我们怎么不对了？就是，你说你去买13里坝的地干嘛？我看是有钱烧的。这个时候，甘泉带着甘家人跑过来。谁敢欺负我女儿？哎呀，甘泉，不是谁欺负你女儿，马地主要把咱们村周围的山林都给买了，这事儿你也知道吧？这冬天了，没地方砍柴，日子怎么过呀？那和我女儿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人家马地主本来是要买13里坝的滩地的，结果你女儿给抢了，人家是没办法才买了咱们村周围的山林的。什么叫没办法？13里坝的滩地本来就是我先买的，是他从中作梗。你看看，是不是他？让我女儿把话说完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你们这么多人都围到我女儿家门口了，还想要我什么态度？我女儿只要是正正经经买地，走了官契，不违朝廷法度，那就没错。马地主要买地，那也是马地主的事。你们利用受损，不找马地主理论，反倒来我女儿家闹事，那就是不对。马地主说，因为我孙女买了13里坝的地，她只能来买秋水寨的地，这不是摆明了故意添堵？话不能这么说。那要怎么说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村的人得罪不起马地主，这事儿你们家招惹的，你们家说吧，怎么办？我们家说怎么办？亏你还是秋水寨的里正，村里出事儿了就会把村里的人卖了。今天是卖我们甘家的女儿，明天要卖谁啊？你不用说这么诛心的话，咱们村里的人谁敢得罪马地主啊？众人觉得柳氏说的对，但是觉得李正说的也没错。是没人敢惹马地主，但是就任着马地主随意欺压。你不要给我说这个，你就说说这个冬天咱们村的百姓怎么过。要是冬天冻出个好歹来，回头免不了卖地成了佃户。你家日子过得好，你在村里没地，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？什么叫不管别人的死活？要不是……奶奶，甘草叫住了他奶奶。现在秋水寨的确有这个问题，你们解决不了马地主，就想逼我去解决这件事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马地主真是要为难我，我去求他也没有用呢？你没去，你怎么知道没用啊？那我去了没用，这个责任谁负？甘草看着李章，众人也看着李章。都看着我做什么呀？他去了没用，是他没诚意。那不如这样，李正先去找一下马地主，若是说我道歉可以，我就当着全村的人面对他3跪9叩都行。这谁能给你保证啊？对啊，说白了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的诚意问题，是马地主愿不愿意的问题，而李正也无法确定这件事，那找我又有什么意义？那你说怎么办吧？
你是我们秋水寨的李正，是我们秋水寨的主心骨。这个时候让一个小丫头说怎么办？你的脸呢？李章的脸很难看，但是他无法应下这件事，或者说他压根就不想解决这件事。要不是他惹事儿，也不会有这么多事儿。你一口一个我孙女惹事儿，我孙女是不该保住你孙儿，还是不该救了你儿子？身为一村李正，村里人都敬重你，你却因为一己之私不停地跟村里人。谁不知道一个地主刚开始在一个村子买地，和本村的百姓有冲突，你倒好，直接把冲突引到我孙女身上了。你拿了什么好处？你胡说八道，我什么好处都拿。那你这么巴结马地主干嘛呀？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这件事我们甘家会想办法，总不能让村里人冬天没柴烧啊。你能想什么办法呀？不管什么办法，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冬天总得想办法过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嘞。我看这事儿真和甘草没什么关系了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趁着还没立借庄，赶紧多砍一些柴回家。这么一说，不少人也立马离开。我看你们一家人肯定会把秋水寨的日子折腾得越来越穷。他诅咒一般说着离开。不用搭理他，你们该去干嘛去干嘛。他扭头吩咐杜氏他们。本想着买了李家的宅院住一个村子，正好有个照应，如今却成了麻烦。你们要是在镇子上住，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。想做事就会遇到麻烦，那人还不活了。你这丫头，为何要去13里坝买地？那里的滩地没水没肥，根本不能种庄稼，你花那冤枉钱干啥呀？我有用，不过这次的事倒是给了我一个提醒。给你提了个醒？说说，你还长能耐了。这段时间咱们甘家的日子在别人眼里是风生水起，可是和村里的人没关系。他们还想有什么关系？奶奶是想让爹当李正吧？他说着看向他爹。你这丫头倒是机灵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不是担心，只是奶奶要这样做，那我们就必须和村里人有关系，还是好的关系。我们吃肉，总要让别人喝点汤，大家的日子都好了，别人也会念着我们的好。我们是外来户，本来就不容易融入这个村子。只要能赚钱，谁会不愿意？你有让他们赚钱的法子？咱们这后山多黄金，我看也没有什么人挖，回头教他们认识。我打算收村里的黄金，还有吴焕子和南酸枣都可以拿来赚钱。我们周围不是没有换钱的东西，而是没有换钱的门路。你说的对，只是当下马地主若是把周围的山林买了，那这东西就断了。刚才听说借庄还没有立，那就只是打算买。我估计马地主并不打算买咱们村的山林，只是想利用咱们村的人对付。若他真买了，柳氏担心。我去打听打听，不行我给买了，然后再卖给村里人。啊？柳氏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到时候我收那些东西，村民肯定争着挖，没2年就给挖掘了。说是他们知道那些东西值钱，又成了自家的地，就会好好养着。你倒是想得周到，只是一次性买这么多，你有钱吗？钱嘛，慢慢赚就有了。柳氏听他这样说，就是没有了。不行，让你4哥把房子买了。那倒不至于，我来想办法。奶奶先回去忙吧。柳氏知道甘草要做的事情，他已经帮不上忙了，就带着甘泉离开。甘草坐在院子里想这件事，他真不能赌马地主很纯粹的是想给他添堵，只能等严姐姐他们回来看一下原威那边是什么情况。楚凌寒坐在堂屋里听了他们的对话，他还是觉得把马地主杀了比较简单。夫人，这是我新做的账本。堂叔先收着，家里就那一点钱，我自己掰着指头都知道是少。夫人说了要收药草，
也是一笔大开支。又是钱。甘草吐了一口气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来想办法。楚林寒犹豫了许久，还是去找吴谢了。什么事啊？渭南口音，擅长技巧，阡陌宗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如果你想帮他，就帮我找到凌家。凌家？你说的是哪个凌家？江湖上只说凌家，那就只有一个凌家。你和凌家？姬无谢觉得不可能。虽然他叫林寒，可是林家人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只要你找到林家即可。让你失望了，江湖上已经没有凌家的消息了，而且我没有入过江湖。楚林寒听到姬无谢这样说，也十分失望。本以为吴谢可以帮他找林家。你和凌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欠我一个人情。能让凌家欠你人情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觉得呢？楚林寒头也没回地离开。姬无谢感觉不出来，但是他深深地知道，这样一个人落难了，那么能让他落难的人是更不可思议的存在。甘草并不知道楚林寒已经试图帮他，还在想短时间怎么能来一笔钱。哎呀，可算是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让我歇会儿。出什么事了？马地主派人到13里坝散播你陷害江里镇入狱的消息，现在13里坝的人都闹着要来找你的事儿，你赶紧躲躲。这件事我不是已经说清楚了？你说清楚了，可是架不住马地主会编呀。还有那个宋长丽，但凡是人干的事儿，他是一点都不干。他说你……何氏说到这里，把话咽下去。说你勾引县老爷和县老爷睡了，所以才买了13里坝的地，还让江里镇坐牢。那个宋长丽呢？估计在镇上。13里坝的人还找我的事儿，我先来你这里躲躲。你躲那里不好，躲枪口上。没事儿，只要有你呀，哪我都不怕。他们估计明天就来了，咱们都出去躲躲。不，甘草拒绝得很干脆。随即他就去取药方了。吃过晚饭，甘草一脸讨好的找林寒。直说。林寒觉得甘草这会儿要是有尾巴，尾巴一定摇到天上去。咱们去趟镇上呗。好。甘草以为要商量商量，这答应的也太快了。走。两个人趁夜去五华镇。他们到五华镇，把马车停到杨家，然后去找曲晓。谁啊？哦，甘神医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里面请。宋长丽在哪儿？现在他取代了马哥的位置，招惹不起。你只用告诉我他在哪儿就行。这边。曲晓带着他们就走。老远就听到嬉闹声和恭维声。跟着宋哥就是快活。可不是嘛，那个马县还有婆娘管着，根本不让玩女人。这个女人，哥玩的就跟你们玩啊，有福同享，回头再给卖到篓子里，稳赚不赔。桌子腿那里绑着一个女子，也就12、13岁大。我哥哥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陶灵儿生气地叫着。我们都是你哥哥，哥哥会心疼你的。楚林寒一脚把屋门给踢开。哼，还没去找你呢，你倒找上门来了。哥几个，今天……甘草一甩袖子，白色的粉末飞出，众人慌忙抬手扇。随即他们开始抓自己的手背，接着是脸和脖子。甘草看到桌子腿那里绑着一个小女孩，直接过去解。你……宋长丽想阻止，结果身上太痒，开始在地上打滚。甘草把人解开，直接掏出一颗药丸，站到后面。哎呀，杀了他们，他们都是坏人。不要动辄就喊打喊杀的，会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。他们……陶灵儿说不出口。你看他们现在是不是生不如死？
楚凌寒突然开始担心甘草这育儿方式，以后孩子得长成什么样？哎呦，饶了我们吧！哎呀！是谁指使你们去13里坝说我的坏话的？是马地主。你去和13里坝的村民说清楚，我就给你解药。那宋长丽不敢了。如果他和13里坝的百姓说清楚，那就是得罪了马地主，他们还指望马地主过活呢。那你就继续养着，也就养3天3夜，没事儿。我们走。我说，那就走。去哪儿啊？13里坝。大姐姐，我觉得你是好人，你会送我回家的吧？我为什么要送你回家？因为你送我回家，我就可以直接给你钱，你也不用担心我欠钱不还。那我不送你回家，你就不欠我钱，我就不用担心你欠钱不还，完美不？这样你就会丧失一个赚大钱的机会。还赚大钱的机会？甘草打量着陶灵儿。那你给我说，你是怎么被他们抓住的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没事儿。我知道大姐姐是好人，但是我不能说。你连自己怎么被他们抓住的都不能说，我怎么相信你？算了，不想说就不说，回头你自己回家吧。那大姐姐能不能收留我一段时间？明天再说。马勇听到13里坝的消息。宋长丽呢？连夜逃走了。老爷，长环传来的消息，甘草和袁家那位小姐关系匪浅，于大人把钱大富和江正浩都办了，这事情才压下来。一个女子能做什么？那秋水寨的山林，因为13里坝的事，卖秋水寨的山林估计不会那么简单。先放着。是。去通知殷老大。是。殷老大是黑龙寨的老大，也是五华镇一带的山匪头子。从五华镇去长环遇到的劫匪很多都是黑龙寨的。秋水寨的朱广武逃出来之后，就投靠了黑龙寨。二弟。殷毅恼怒地从外面进来。人没找到。吕光之看殷毅那气恼的样子。你说那个小丫头能跑到什么地方去？自然是人多的地方。真是晦气，这些年好不容易有肥肉了，可惜一块都没有吃到。大哥，还是准备干一票大的，换个地方吧。为何呀？我们好不容易积攒下来这样的家业，为何又要换地方？这长环不太平啊，一个两个都出那么高的赏金，肯定不是普通人。我管他是不是普通人，老子只认刀子。大哥，这是何必啊？我们做山匪的刀口舔血，只是为了活着，哪有什么安稳啊？大哥何必在意这点基业？殷毅听吕光之这样说，犹豫了。可还是不舍得呀。这种基业守不住的。你们读书多的人是不是都这么豁达呀？读书2个字好像刺激到了吕光之，让他的眼眸一紧。哎，不说，那就听你的了。甘草起床的时候都快中午了。大姐姐，你这精神倒是挺好，回头我给你准备点干粮，你自己回家。我肯定会走丢的。你就不能肯定点别的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把我送到衢州。我都没有去过衢州。那你刚好可以去一趟。不去。大姐姐，你怎么甘愿把自己困在这么小一方天地里呢？你这小小年纪忽悠人倒是一套一套的。甘草兴致勃勃地看着陶灵儿。心若有囚笼，四海为困兽，不是困在这一方天地，就是被困在那一方天地。外面有很多好玩的。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心中存欢喜，什么都好玩。你哪学的？忽悠人这种事情还需要学？若是有固定的套路能学会，那就配不上忽悠二字了。陶灵儿认真地想起来。甘草看陶灵儿那认真的样子，还想套路她，小心自己被忽悠瘸了。老爷带着田大哥出门了，
说中午可能不回来了。没说去哪儿？没说。你把你爹请来。唐泉很快就过来。夫人找我。昨天我们晚上去了一趟13里坝，13里坝的问题算是解决了。唐叔这2天去13里坝一趟，辅助姜温家收药草，另外扶持姜温当他们村的里正。啊！唐泉有点懵。接下来的药草和众仙人掌会是13里坝的主要事务。姜温认识药草，知道在哪采药草，他有很大的优势。我们在13里坝有很多地，短工、长工和佃户都会用到。我们在13里坝有很大的话语权，只要唐叔适当的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。好，我下午就去。他们村那个姜长胜想当里正，唐叔要多留意一下。和唐泉说完这些，唐泉就去收拾东西。走，带你看看我这一方天地。一景点而已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行，希望你早点翱翔。甘草说完就走。陶灵儿看着甘草潇洒地离开，她叉腰站在那里，看着甘草的背影，想自己什么时候连一个乡野村妇都忽悠不了。她一路到甘家修房子的地方。你怎么来这里了？你现在是有身子的人，好好在家养着。没事儿，我这一路过来怎么没见村里有人？都忙着砍柴了，担心马地主把周围的山林都买了，他们要给马地主砍柴。奶奶，咱们长环的位置有没有比较特殊？比较特殊？你遇到什么事了？没有，就是那个袁小姐吗？好像很厉害，还到长环来。难道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要说长环隶属衢州，衢州是大旗枢纽，是个好地方，治下多经纬之地，也算是要塞。唯独这长环是个胳肢窝的位置，尤其是到了五华镇一带，周围都是大山。甘草听了恍然，他只是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出现在五华镇。那长环距离衢州近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和袁小姐聊天总不能什么都不知道。距离的不近，却是挨着衢州，中间没有别的县。奶奶，那你有没有去过衢州？大地方没小地方安稳，小船不要在大浪里行。甘草听他奶奶这样说，是不想继续说这件事。又和他奶奶聊了一会儿，甘草就离开了。就少吃点。甘草一进门就看到陶灵儿在吃酸枣糕。在哪买的？真好吃。自己做的。这个消食吃多了不舒服。甘草想，严三尺他们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是路上出什么事了吧？楚林寒过了午饭的点才回来。田大力果真扛了小山一样的柴禾回来。你还真带田大哥去砍柴了？我想去找砍柴的地方。找到了？深山一点的地方也方便砍柴。可是深山危险。这无妨，到时候组织村民一起相互照应，若是遇到野兽，就顺便打猎。吃过晚饭，甘草给林寒泡上药浴。唐早说赵氏来了。甘草到前面，看到李春来和赵氏都在院子里。春来哥，你们有什么事？你给你嫂子看看。赵氏慌忙挽起袖子，露出手腕。甘草无语了，这让他看什么？不过他还是抬起手给赵氏把脉。咋样啊？喜脉。恭喜嫂子。你嫂子以后要注意什么吗？四哥。甘草算着他四哥也该回来了。李伯。哟，甘伟回来了。说不定明年你们甘家就出一个秀才了。多谢李伯了。说不定四哥这次回来就不去了，在家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的好。甘伟一愣，随即觉得家里可能出大事了。甘草让田大力去喂甘伟骑回来的马，自己带着他四哥去堂屋。
家里可是出什么大事了？就上次娘去你那里之后，回头就处处高人一等的样子，又被李大风家蒋氏给骗了，差点把三姐嫁给武华镇，李镇的傻子弟弟。这事闹得挺大的，我担心娘再稀里糊涂的把三姐给嫁了，就给了她3两银子，逼着她写了文书，以后三姐的婚嫁她不能过问。那不是挺好吗？可能因为这件事，娘觉得咱们一家子都跟她作对，都跟她不一心，她就又被罗氏哄骗了。提到罗氏，她眼底都是厌恶。前几天我不在家，听说她带着杜家一家住到咱们家新盖的房子里，不然就去告你不孝，让你不能走仕途。所以刚才你是故意让李商听到的？我是这样想的，娘不会真不让你走仕途，只是拿这件事威胁咱家。先前若不是你劝我，我已经不读书了。你看，咱们这样的家庭，还没等到桃子熟呢，就因为桃子打起来了，动辄就要砍桃树。最起码现在还是自家的事，若是以后闹起来，那就麻烦了。甘草是想趁着这个时候让这些人都看清现实，可是他想的简单了，就像他和他大嫂说的一样，有的人的变化只是年龄，一点都不长进。奶奶他们还没有回来，4个先吃些东西，一会儿奶奶回来了，你跟奶奶说说。好。以前甘家的日子不好，都不会想那么多，如今还真是一个比一个会折腾。罗氏这些天端吃端喝地伺候着杜氏。妹妹这好皮囊，以前嫁到甘家真是委屈了。婆娘，什么事儿呀？慌慌张张的。杨二也在呢，你家老四回来了。什么？他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不知道啊，在你们新宅那里收拾院子呢。我看一定是那个草丫头搞的鬼，你们家呀就她没良心。妹妹不用担心，老四回来了也好，只要老四答应了，这事儿不就成了？万一……杜氏心里没底。怕什么呀？你是他亲娘，他能把你怎么着？妹妹啊，你姓杜，他们姓甘，只有咱们都姓杜的是一条心。他们现在敢这么对你，那以后谁知道会怎么对你啊？要是没有你哥给你撑腰，你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呀？爹娘死得早，我就你这一个妹妹，你要是过得不好，我以后没脸见爹娘。大哥，我……妹妹，你想想以后，咱们都住在一个院子里，那甘家还能给你脸色看啊？你再想想，甘家这日子越来越好了，万一妹夫有个二心，那个小的回来，以后你可怎么办？他不会。这个杜氏很坚定。男人有钱就变坏，你想想以前妹夫把你气得回娘家过没有？现在不过是盖了新房，以后啊，甘伟要是真出息了，他指不定会怎么样呢。罗氏这些天天天给他说男人有钱就抛妻弃子的例子，大部分都是他编的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娘家可是你唯一的靠山，你现在啊就回去给他们说，不让我们住在甘家，那甘伟啊就别想考功名。可是杜氏觉得甘伟还是要考功名的。我和妹妹说了多少遍了，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，甘家肯定不会让甘伟不考功名，我们又能住到甘家为你撑腰。真会这样？那是肯定。罗氏很确定地说。杜氏最近心烦意乱，罗氏给了他一个确定的答案，他觉得这事好像可行。吃了午饭，杜氏就一个人回家了。你说他一个人行吗？看你那没出息的样，行不行我们也没损失，让他们一家闹吧。嘿嘿，还是你厉害。你请的那些人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就是请他们吃饭的钱花完了。又花完了？你是直接吃钱呐？给他们的好处费还不知道去哪找，现在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。他们挨了打，天天大鱼大肉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行，得尽快的住到甘家去，把这个破房子卖了，
不然这日子是没法过了。是。杜氏到甘家新宅的时候，甘家人正在商量家里每个地方放什么养什么。他站在门口犹豫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娘，甘云看到他娘在门口。娘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家里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，我打算不读书了。不读书了？你别听他们瞎说，你好好读你的书，家里的事。娘，甘伟打断他娘的话。其实小妹成亲那次，我回来就是打算不读书了，是小妹劝说我好好读书，说一个家庭进一步不容易，要靠一代一代人的积累才能好一点。也许娘认为读书就能出人头地，的确有个功名在身上，就不会任人欺凌。可是这一条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，本就是遍布荆棘，一步踏错，可能就会累及家人。每年春闱，大齐所有的应举学子之中，能中举的不过是10数到几十数。想我没有经天下之才，能考个秀才已经不容易了。考个秀才也行，你就是考个秀才，咱们家也有个盼头。然后呢，家里不过盖了新房，就有人用我的前程威逼，说我中了秀才，他们还要做什么？杜氏直接愣住了。娘，你生我养我，我没有抱怨你的意思，只是我若是读书人，仁义礼智信，忠孝廉耻勇，一个不全就会身遭大祸。伟儿说的对啊，咱们种了一辈子地，也教不了孩子什么。他自己有想法，能为自己负责，我很欣慰啊。你欣慰什么？杜氏瞬间吼道。我们一家老小辛辛苦苦省吃俭用，就是为了能让伟儿出人头地。你是为了让你们杜家人飞黄腾达？我没有，我不是。那你是什么？我真的没有，我就是让两家人都过得好一点。我没想不让伟儿考功名。不计较这些了，反正我已经决定好了。都是娘不对，都是娘不好，你回去读书好不好？我不让我哥他们住进来了。娘，甘伟看着他娘，恕孩儿不孝地问一句，舅父他们有什么资格住进来？是娘未出嫁的时候善待过娘，还是我们年幼的时候给过我们一个好脸色？当初三姐在泽庄被那样子苛待，她连个口信都没有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认识一个人，定义一个人，不都是因为他过去做的事情吗？过去不是消失，过去是继续。杜氏有些听不懂甘伟说的这些话。那怎么说都是你大舅。甘伟算是知道草儿为什么绝望到放弃，所以我打算回来好好种地，帮娘照顾大舅。你不能回来，你一定要读书。孩儿不能不孝，看着娘一个人拖着大舅一家人。不是，你大舅他一家和我们住一起就好。我也想天天和他们住在一起。你读你的书，不用管这些。怎么能不管？娘可是我用考功名这件事情威逼爹答应这件事的。杜氏给甘家一个死结，现在甘伟把这个死结丢给了他娘。最后杜氏实在想不通的离开了。晚上曹氏到草堂，拉着甘草把这件事详细的说了一遍。这家里的事看起来谁说谁有理，那就是谁都有理亏的地方。人处的还是心。今天这么一闹，估计娘很快就想明白了。能想明白最好，咱家的日子好了，不能让别人看笑话。两个人正说着，甘云也过来了。草儿，你们姐妹聊，我去伺候奶奶睡觉。三姐有事？也没事儿，就是奶奶说我们明天可以搬过去了，来和你说说话。这么快？这房子只要盖起来，就比以前好太多。那倒是。咱娘……甘云其实也想说说这事。你四哥不会真不读书了吧？人各有志。甘草也没说。甘云不知道怎么说这件事。两个人模棱两可的聊了一会儿，甘云就去睡了。杜家那边有点懵。甘家供了甘伟那么多年，
不会真不攻了吧？杜伟有些担心，若是甘伟真回来了，他们之前的打算就彻底落空了。我看未必，那甘伟读过书的人，猴精的，估计也只是做给我们看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绷不住了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算空过？罗氏得意，你等着看吧。可是万一……哪有那么多万一？你没见到甘家的宅院比甘家的夫家都大呢。罗氏那叫一个嫉妒。杜氏哪来的好命，竟然能住那样的房子，他的心里很不平衡。听你的。甘家搬走，草堂就冷清下来。这个时候吕光之跑着回来。李家说咱们的秤不对，闹起来了。你是不是……黄金的确是少了3000多斤，但是不是秤的问题，是黄金放的时间长了缩水。怎么闹的？那苗氏和蔡氏撒泼打滚，说凌家欺负他们家，还……吕光之有些说不出口的样子。怎么？甘草奇怪，还散发解衣，实在是……走。甘草说着就走。哎呀，你这没良心的丫头可算是来了，你看看，怎么会少这么多啊？既然苗婶觉得少得多了，那就不要买了。你威胁我？卖黄金一事是李家被动，是李家求着甘草卖的，所以苗氏觉得甘草这就是在威胁他。威胁？甘草笑了一下。买卖一事本就是双方自愿，你们不想卖可以不卖，怎么叫威胁？难道你们想卖还要按照你们的意思卖？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这黄金一下子少了这么多，肯定是你们做了手脚。我还说你家的黄金不新鲜了呢，你看那一个个放的蔫巴的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怎么，苗婶自己把东西放蔫巴了，还想让人按新鲜的价格和斤两买？你觉得这可能吗？你们可得了便宜，赚了大钱了，现在在这里说风凉话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当时你们家要收，又不是我们逼着你们收。就是，谁知道你们捞了什么好处了？和一个外乡人合作？哼，如今有人给你们家托底已经不错了。李章听外面议论，在门后面也藏不住了，生气地走了出来。胡闹什么呀？丢人现眼的！这新鲜的东西有个折头是正常的。婆娘不懂，甘草不要和他计较了。甘草看李章这样是找个台阶下。那李伯还卖不卖了？卖。李章咬牙肉疼地说。好，老吕，让李伯看着，继续过秤。好。甘家安宅，一大早甘草就带着唐枣和田大力来帮忙。奶奶，我娘是不是不知道今天安宅？知道，我让你二哥去告诉他了，只是你娘会怎么回来就不知道了。娘不会真要在这安宅的大日子来闹吧？甘草觉得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做这样的事。怎么不会？他们赌这大日子，我们甘家为了面子不会让他们太难堪，就像当初朱家以为大喜的日子，我不会硬逼他们一样。那奶奶什么打算？咱们这样的家庭，谁装点太平，谁就要忍气吞声。你四哥都走到这一步了，没有退路。两个人正说着，甘云从外面匆忙地跑了进来。奶奶，你快出去看看吧，娘带着杜家人来了。秋水寨的人都围在那里，不让杜家的人往前走。娘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亲家？谁和你是亲家？你是想让我把当初你们嫁了女儿，还天天上门要钱的事儿说一遍？我们甘家今天安宅，我就不打你了，赶紧滚！你个老玉婆，和谁说话呢？杜富贵说着挽袖子。田大哥。田大力站在杜富贵面前，吓得杜富贵往后退了2步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别以为你个头大我就怕你啊！杜氏，直接说来做什么？不要耽误大家吃饭。杜氏低头不说话。你说呀！
在家不是说的好好的，现在怎么不会说了？我哥他们的房子漏风，这冬天又没钱修，就先在咱们家借住几天。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只要杜家人住到了甘家，想让他们走就不可能了。不行，甘泉直接拒绝。我都把妹妹嫁给你了，在你们家住几天怎么了？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呢！一家子想住妹妹家，还这么理直气壮。可不是嘛，当这里人都是傻子呢，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呢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你们是想今天是甘家的大喜日子，不好和你们闹。众人一言一语尽是嘲讽。大家静一静，实在对不住了，我们家的安宅宴闹成这样。婶儿，这是什么话呀？这明明是来我们秋水寨找事儿的。就是几个泼皮，当我们秋水寨的人好欺负吗？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我家，不打得他们满地找牙，我跟他姓。多谢大家，不过这是我们甘家的家事儿。众人听柳氏这样说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又觉得甘家做事真是仁至义尽。杜氏，你若是还认这个家，就和你哥嫂划清界限，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想让我妹妹没有娘家？你们一家人好欺负她？如此说来，你们杜家愿意好好护着杜氏，那是自然，这是我亲妹子，我不护着谁护着？如今罗氏只有把杜氏牢牢抓在手里，才能图谋甘家的东西。听你这样说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有人护着了，也不需要我们甘家了。甘泉，写和离书。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尤其是杜家人和杜氏。娘，你本就是杜家的人，如今觉得甘家和你不一心，回到杜家也应该。你好歹啊嫁到我们甘家一场，若是一直这样闹，反倒是成了仇家，不如好聚好散。我们甘家盖房子借了林家不少钱，房子盖好你也没住，这债务就不分给你了。哎，柳氏叹气，你这是想休了我妹妹？和离，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。你说的好听，那和休了有什么区别呀？你们甘家这是日子好了，嫌我妹妹年纪大了，想把她休了，给你儿子找个年轻的。娘，和离书。有人护着你了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罗氏夺过和离书，撕得粉碎。想休了我妹妹，门都没有。既然你们不要和离书，那就是休书。放眼整个大齐，有出嫁的女子照顾娘亲双亲的，却没有带着哥嫂侄子住到婆家的。你们杜家想折腾小告官都可以，别总是在这里吓唬我们。你家孙子还要读书呢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他怂恿他爹休妻，他也别想读书了。我已经辞了书院回来了。你是装的，就是不想让你娘照看娘家，我就不信你真不读书了。母亲，说到底，你还是让他们以我的前途威胁，做出这样的下作的事。我没有，我不是。哎呀，你看你生了个什么东西啊？就看他爹把你给休了。诸位做个见证，这是杜氏的休书，从此我与杜氏恩断义绝。杜氏直接跪在地上，他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就成了这样。你吓谁呢？你敢休妻，我们就去偿还告你儿子。大家进去吃饭吧。秋水寨的人一个个摇头嘲讽，想甘家摊上这叫什么事？这杜氏真被休了，以后还怎么做人？看着甘家人都回家，杜伟想跟着进去，结果被田大力拦在外面。你想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是甘家的亲戚。你妹妹都被休了，你算哪门子亲家？
杜氏跪在地上哭成了泪人。罗氏没有扶他的意思，叉腰想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。甘家真能脸都不要了，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娘，爹，咱们咋进去啊？要不咱们……杜伟想说去偿还把甘伟给告了。你就不能声音大点儿？人家把你休了，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，你跟着他吃了半辈子苦了，白吃了。杜氏听罗氏这样说，也开始委屈，哭的声音更大。甘草和甘云不用招呼客人，就在门口那里听着。草儿，咱娘事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能怎么办？甘草在这里就是担心有人会心软。一直到秋水寨的人吃了饭出来，杜氏还在外面哭。他娘，叫什么叫啊，烦着呢。我要吃饭，叫花子不能进门。你说谁叫花子呢？好饭吃的就是叫花子。这个时候甘家又有人结伴出来。哼，还没走呢，还在这里丢人现眼呢。真不知道这杜氏怎么想的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折腾。可不是嘛，她刚嫁到咱们秋水寨那会儿啊，瘦得柴火棍似的。杜家知道她能吃个鸡蛋，都来甘家问她要不是留守护着，她早就被蹉跎死了。做人还是要有良心，不然老天都不放过。嗨，我娘家有个老姑娘，30多，人长得不错。杜氏听那些人这样说，只觉得人走茶凉。这个时候姬无谢鬼鬼祟祟的过来，看到甘家门口的情况，顿时又八卦起来，小碎步快速的跑到甘草一边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在草堂，那几个人实在是无聊，你快说说这是什么情况？甘草觉得不说不行了，就大致说了一下。我算是发现了，你也太好说话了，什么事儿都不计较，这事儿放我这里，这些人都不在了。咱们不一样，你生来便4亿，而我只能让自己有4亿的能力。什么叫你要有4亿的能力？举个例子，那个时候我身无分文，根本无法离开秋水寨。后来我有了一点银子，但是想做什么还是很难。若不是我有医术，谁都可以把我捏扁搓圆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，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我可以给人看病赚钱，可以收药草赚钱，可以做成药赚钱，可以做胭脂水粉赚钱。而和他们计较那些事情，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，不划算。那你也不能被人欺负吧？敢对我动手的人已经断手断脚了。要不我去废了他们的手脚？不用，自作孽不可活。甘草看了一眼杜家的人，不再关注。一直到天黑的时候，杜家人看甘家是真的不会再搭理他们了，这才离开。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，还不快去做饭？你是想让我们一家人饿死啊？你想干嘛？还想在我家白吃白喝？嫂子，别叫我嫂子，听着就晦气。赶紧去做饭，明天去甘家要东西，要不回来东西你也不用回来。杜氏难以置信地看着罗氏，之前说的那么好听，这突然是怎么了？还不快去！早知道趁你年轻的时候卖个好价钱，现在能做什么？大哥，别叫我大哥，快去呀！一个老废物。杜富贵嫌弃地说：娘，不如我们让他去秋水寨讨饭，我倒要看看他那3个儿子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对呀，罗氏大喜。哟，还是我儿子聪明。杜氏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之前还说要护着他的家人，这会儿是怎么了？到时候只要甘家敢对他好，我们就去骂甘家，怄死他们。大哥大嫂，你说你们会护着我的。杜氏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。要不是想用你霸占甘家的房子，谁会和你那样说？对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还真以为杜家会养你啊？杜氏如遭雷击地站在那里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
还敢吼了？骗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心甘情愿的回来，让我们骗吗？你儿子能不能读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又不姓杜。就是，谁知道你这么没用，甘家没一个听你的，你被休了也是活该。我活该，我活该。哭丧呢！赶紧去做饭！杜家人一个个火冒三丈，把杜氏绑起来打发泄。要不是这个祸害，我们杜家也不会这样。杜富贵拿着鞭子抽杜氏，杜氏头一歪，罗氏试了一下杜氏的鼻息，手猛地缩了回来。没气儿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我。快，我们把他丢到甘家门口去。当即3个人拉着架子车悄悄地出村，把杜氏丢到甘家门口。甘草准备睡觉了，听到外面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草儿，怎么了？快看看你娘！柳氏拉着甘草就走。等甘草看到他娘的时候，也吃了一惊。天黑离开秋水寨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才多长时间就成这样了？众人看得紧张，一时间也忘了之前杜氏做的事。过了一盏茶的时间，杜氏才长长的吸了一口气。娘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啊。娘，哎，你先别说话，让草儿把你伤口处理好。其实杜氏并不是被打死的，是一口气没上来憋着造成昏厥。这边我们看着，你赶紧去睡吧。哎呀，这一天天的竟让你为家里的事操心了。好，那我先去睡了。这回心里清楚啦。你这个人啊，耳根子软又不知好歹。我知道你是和草置气，你觉得你是他娘，你说什么他都应该受着。可是你也不想想，你能给草什么指靠啊？现在是咱们甘家要靠着草儿。你要是有本事能给人看病，能让家里的日子过好，别说家里人要听你的，以后连祠堂都能进呢。本事没有，日子好一点，脾气就上来了，以后怎么守家？男人拼着把东西捞回来，女人就要好好的守着，不要男人拼命的在前面捞，你后边就给漏走了，日子什么时候能好啊？这一夜柳氏和杜氏都没睡，说了一夜的话。早起，甘草想去看看他娘怎么样了，被唐早给拦住了。昨天太夫人和老夫人说了一夜的话，刚喝了药睡下。吃过早饭，他爹来看了看，知道他娘还在睡觉，就回去了。那边杜家也是等了一夜，想着甘家要是发现尸体，他们就去坑甘家一笔钱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杜氏醒了。娘，甘草听到动静进来。你不要动，想吃什么给我说。杜氏看着甘草有些愧疚，他都那样对甘草了，甘草还是这么关心他。把我送回泽庄。甘草愣了一下，随即眼底一片平静。他以为都这样了，他娘还是惦记着回杜家，不愿意认清现实。之前是娘不对，娘糊涂，以后不能拖累你们。你是我娘，怎么能说是拖累？不管出什么事，咱们一家人商量着来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杜氏又开始流泪。娘，你别哭啊。娘，对不起你们。知道对不起就对了，也算是长了一点记性。看到他奶奶进来，甘草总算是舒了一口气。我去给我娘准备点吃的。甘草说着就出去。甘草正在和唐早一起给他娘准备吃的，他奶奶从厢房出来。草儿不用准备了，我们走了。那也吃点东西。甘草从厨房出来。不吃了。柳氏带着杜氏就走。甘草把他们送到门口，也不知道他们火急火燎的是去做什么，
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甘草才知道，原来他娘去泽庄李正那里把杜伟一家人告了。之后杜氏被甘家带回了甘家，休书一撕，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这件事总算是过去了。我娘那个人爱面子，就算没有彻底想通，在村子这么一折腾，她也没有脸出门了，能消停一段时间。你就没想她会彻底变好？你不知道什么叫彼一时此一时吗？当外界条件变了，就会出现新的幺蛾子。最起码这次好了。那看你这么轻松。其实就像人会生病一样，不能说生了一次病以后就可以不再生病，只是生病了对症下药，治好了就行了。若人都像你这般想，便会少受许多痛苦。反正我觉得人最不应该为常态痛苦，比如生老病死。你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，如今又不为生老病死而痛苦，那你说什么会痛苦？痛苦这东西经历的时候就知道了，过去了就不觉得是什么事了，一定要去计较，那就是痛苦。楚林寒听得笑了起来。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？怎么说呢，没人烦我的时候挺好。你不是说想做一个小富婆？女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这有什么冲突？这当然有冲突。他想赚钱，别人也想赚钱，撞到一起不就冲突了？我要出去几天。你要回家？我就是回去，也会带你回去。那你放心，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家就好，别的事情我来解决。那你带着老唐，到时候是个帮手。不用。楚林寒摇头。我回来了。莫幽兴奋地从外面跑了进来。你这段时间在外面没事儿吧？没事儿，原本是想回家的，但是收到我大哥的信就回来了。被官府通缉，劫富济贫都不方便。甘草无语。看来这莫幽就算被通缉都不消停。哎，那潘员外你是怎么收拾的？甘草把陶灵儿来了的事说了一遍。那陶家的确有这个能力。莫幽点头。你猜我在外面听到了什么？什么？甘草也八卦起来。那个周秋意要嫁给三皇子了，当侧妃。皇子？皇子怎么了？他还求娶过我呢。你没答应？我怎么可能答应？那些个皇子明争暗斗的，没一天消停。哎，你知道火之草为什么会出现在衢州吗？甘草摇头。因为五皇子到了衢州。怎么又一个五皇子？哎，这个不重要。你知道重要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周秋意喜欢五皇子。当时衢州的官员为五皇子接风的时候，周秋意还特意去献舞。什么时候的事？这都过去了大半年了吧。周秋意爱面子的很，周家还一直护着，怎么会让这样的流言传出？甘草不解。好像是有人找五皇子，然后这件事儿才传出来的。有人找五皇子？甘草怎么觉得这件事越来越离谱？就是五皇子奉旨到衢州玉华堂迎接五皇子，说要把火之草送给五皇子，结果之后五皇子就失踪了。为此衢州不少官员都掉了脑袋。莫幽也是零零碎碎的听的，然后自己编排一些。我觉得那周秋意可能不是喜欢五皇子，而是要和乔春染争五皇子。你这都是哪跟哪儿？甘草觉得莫幽说的越来越离谱。大齐谁不知道大齐双珠一直暗暗较劲儿呢？周秋意的出身没乔春染好，所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比乔春染拔尖儿。那五皇子到底是什么人，能让两大美女争成这样？说起来这五皇子我也不知道。行了，回来好好休息一下。甘草听得没头没尾，兴致全无。楚林寒在屋里听到莫幽给甘草八卦，表情十分凝重。他和甘草说了一声，离开草堂。灵岩到衢州已经1个多月，查了潘傲海在衢州的所有轨迹，还是没有找到主子。谁？灵岩警惕地叫了一声。楚林寒从影子里走了出来。王爷，属下以为我的确九死一生，
刚解毒。都怪属下，属下应该早想到。可是王爷还写了折子回京，属下……有人要杀他，已经计划了很多年。幸好王爷还活着，同属下赶紧回京吧。我还不能回去。为什么？假药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。没什么比王爷的安危更重要了。想杀我的人一直在案，如今我也在案，也许可以一搏。有人要杀王爷，不然本王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敢？好了，关于假药一事，我已经有了眉目。你先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。那王爷……凌言听王爷这样说，怎么觉得王爷没有回京的意思？属下出京的时候，乔小姐送属下到城门口。乔小姐听说王爷失踪，每日都去大圣寺求佛，而且说王爷不归，她就不嫁。听到凌言这样说，楚林寒的眉头皱得更厉害。所以就算王爷暂时不回去，也给乔小姐报个平安呢。不了。楚林寒很确定。你先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那王爷如今住在哪儿啊？你不用知道。听说朝廷要打仗，彪国已经占了北境3座城池了。谁带兵出征？梁将军。梁将军年逾60，朝廷真没人了。那些大臣只想着自己的利益。当年元和公主被诛杀，王爷主张出兵，所有人都说挑起战事会危害百姓。如今彪国占北境3城，听说男子尽数被屠，女子被折辱之后烹而食之。王爷，凌言想让王爷尽快回去。梁将军虽然年迈，却老当益壮，军中很有威信，由他带领，应该能收回北境3城。可是，凌言觉得问题不在这里。好了，我来找你，是让你不用大张旗鼓的找我，好好把假药的事情查清楚。梁将军去打仗，少不了用到药草，这个时候不能出意外。王爷说得如此坚决，凌言也只好领命。楚林寒吩咐完这些，又连夜回秋水寨。男人没有一个靠得住的。哪个男人得罪你了，让你把天下的男子都一竿子打死？你男人啊，他生病的时候天天在家里伺候他，他病一好，直接跑个没影了。他会回来的。我看你不要那么有信心。那你这是不打算找男人了？不是不打算找了，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配得上我？你让我认为。莫幽点头。我觉得天下的男人都配不上你。甘草笑了起来。甘草看着凌寒做的那些东西，我怎么觉得你打算离开？彪国占了北境3城，城内男子尽数被屠杀，女子羞辱之后烹而食之。你想去打仗？楚林寒点头。好。古来征战几人回，可是林寒要去，甘草也不会拦着。准备什么时候走？孩子出生之后。其实你……甘草想说，这个孩子又不是他的，难道是爱屋及乌？不要担心。夫人，袁小姐来了。你若不舒服，我去见她。没事。不好意思啊，半夜吵醒你了。这天太热，本就较浅，没事儿。是不是出了什么紧要的事情，让你亲自来？先前让你去京城，你不去。如今你去我那里住一段时间可好？他来偿还了。袁薇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。必有重谢。行，那你收拾一下。现在就走。最好不要让人发现。行。带上凌寒和唐千山一起上路。第2天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就到长环。袁薇把他们安排到侧院。我看你怕热，这个院子阴凉，你就在这个院子里。多谢。你跟我客气，倒是让我不好意思了。袁薇小声说。院子里都是可以相信的人。还是扯了吧。门口放一个，若是我需要什么，让他去置办就行。
那你们早点休息。好，把我们带的驱赶虫蚊的药在这院里撒一下，这院子阴凉，可能会有蛇。休息了2天，我带你出去转转。太热，不想动。可能是长环热得早，京城这会儿还是夜雨阴啼呢。京城，你知道打仗的事吗？朝廷征壮丁都征到这儿来了，谁还不知道？大齐很弱。甘草问道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大齐讲规矩，讲仁义治理性，可是不管是标国还是荣国，都是茹毛饮血，每次说好了不打了，没过2年又开始打。谁说不打的？怎么说的？这样的事情谁会给女子说？甘草听袁薇这样说，也就不问了。你怎么从不问要给谁看病？不管是谁，都是病人。我是看病，又不是看人。第一次见你，便觉得你比一般人要豁达，没想到这么豁达。怎么做到的？可能学医的人很清楚，心情不好折寿，所以就要让自己的心情好。想要心情好，就不能计较那么多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袁薇竟然真的认真想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江聪匆忙跑进来，俯身在袁薇耳边轻声禀报。甘草看到他们主仆这样，头歪向另外一边，距离他们更远一点。我先去忙，你准备一下看诊。袁薇说着，匆忙地离开。甘草知道他要等的人来了。袁薇前脚刚走，楚凌寒就从房间里出来。我的箱子呢？你明知袁家的身份，能让袁薇这么谨慎的人，定然不是一般人。你还要趟这趟浑水？说是行医治病成了趟浑水，那天下不就没有大夫了？你放心，我只做大夫应该做的事。楚凌寒知道甘草不会改变主意，很快阿彩就来找甘草。甘草跟着阿彩过去。草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病人。隔着纱幔，甘草看到一位女子手臂从纱幔里伸出来。甘草看着那白皙修长的手臂，觉得一定是一位大美人。他坐过去给对方把脉，许久慢慢的皱眉。大夫，有什么话直说就好。之前吃了药感觉好转了，结果最近又开始心慌、关节酸痛、易怒、力不从心的情况。对，大夫真是神医。我这是……你是精气被耗损，导致精液干枯。那可有办法？办法自然有，也不难。只是若是找不到症结，我即便治好你，你还会反复发作。那怎么找到症结？这样，你们准备一下，我先给病人行针，要裸露背部。甘草说完，转身离开房间。甘草一出门，袁薇立马掀开纱幔。姑姑，这个甘草当真厉害。如今我们已经是谨小慎微，姑姑怎么可能又出事了？宫里那些手段，防不胜防。如今她是宫里年纪最小的妃尉，深得圣宠，宫里的女人哪个不想除掉她？那怎么办？无妨，先让甘神医给我行针吧。我姑姑这情况要多长时间会好？很急，自然是越快好越好。很快的话，你给她准备一次药浴，我连续3天给她行针，之后开个方子养着，就不用我了。行，你血需要什么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我姑姑这种情况是怎么引起的？可能是吃了什么药，也可能是食物相克。食物相克？袁薇意外。食物相克也是有原因的，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也真会把人吃坏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回头写个忌讳，如果有些菜是按照那样的顺序出现的，就要警惕一下。多谢。甘草没再说什么，袁薇也帮了他很多。回到住的院子，甘草先写了药浴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开始写菜单。想吃？我怀疑袁薇的姑姑可能是被人在饮食上动了手脚，如果这些食材交替出现，就要警惕了。
我看这些都是普通的食材，这才是最为致命的地方。都是普通的东西，却把一个康健的人吃成病人。那一定是个高手。这人不但医术了得，还非常会吃。楚林寒想，京城有这样的人吗？甘草也不知道这些食材这里有没有，反正都写上就对了。药浴是第2天的，甘草交代了注意什么，对方不想透露身份，他也不想问的具体。我姑姑让我问你，说是身体调理好了，能不能有子嗣？他能生，但是生孩子是2个人的事儿。袁薇点头。甘草看袁薇那么低落，有心事。其实我有婚约。你这年龄有婚约多正常。但是我不想嫁，我家人也不想嫁。我来偿还替父守孝，就是想拖延时间，避开这婚约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你父母都不愿意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嫁？这事儿说来话长。袁薇这意思就是不想说了。甘草想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。突然几道黑影闪现，护在袁飞泡药浴的地方。甘草还没反应过来，林寒和唐千山已经护在他身边了。怎么回事？快走！楚林寒拉着甘草就走。袁薇那边已经一群护卫把袁薇护在中间，保护好他。可是院子里已经打成一片，双方都是黑衣人，甘草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分辨是不是自己人的。楚林寒护着甘草，甘草突然吃痛。怎么了？我好像要生了。回院子。他把甘草横抱起来。当即唐千山护着他们回到之前住的院子。那些黑衣人的目标不是他们，也没几个人追过来。我去给你请稳婆。这个时候怎么请稳婆？你扶我起来。又来了2个黑衣人，唐千山直接给杀了。甘草想，袁薇这是惹了什么人？这是一定要把他们给杀了。不行，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。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如今他这样根本无法离开，唐千山执剑守在外面。你知道吗？人的幼崽其实都是早产儿，所以生下来之后还要再精心的照顾一段时间。甘草试图开玩笑转移疼痛。后悔来帮人看病吗？不后悔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充满了意外。只是有些意外我们能够承担，有些意外我们承担不了。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？也许我来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孩子。如果我出了意外，你也不要难过。我本就是这个世界的过客。你肯定不会出意外。你放心，说不定我在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尸骨无存，我还会有自己的家人。这段时间不过是黄粱一梦。你放心，我会安排好一切。你要不是长得好看，估计没有女人喜欢你的。你不会讨女孩子欢心，不风趣幽默，不会甜言蜜语，不会山盟海誓，就会想着怎么把事情安排好，让对方没有后顾之忧。这样不好。少年，自古真情留不住，总是套路得人心。楚林寒不知道甘草为什么突然说这个。不过喜欢你的还是会喜欢你的。这个时候外面突然亮了起来。不好了，他们放火烧院子。看火势怎么样，多长时间会烧过来？我们不能在屋里。自己把3个房间的铺盖都铺到那个秋树下，然后用桌椅把甘草给围了起来。甘草看着火光照亮的秋树叶子，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呼吸。突然能理解，女人都说生孩子是在走一道鬼门关，可是还是会生孩子。黑衣人已经撤了，但是火势还在蔓延。我们再不离开，就无法离开了。可是甘草还在生孩子，这个孩子一开始来的就不是时候，如今甘草拼了命都要护住。他觉得自己向来理智，唯独这件事没有理智过。楚林寒也觉得自己这是在找死，可是他就是陪着甘草，他欠甘草的。
唐千山看他们都不回头，背对着他们站在那里，也没有离开的意思。突然，婴儿的啼哭声响起，随即一声惊雷，不等风起云涌，豆大的雨滴就砸了下来。唐千山抬头，雨滴砸在他脸上，还有些温热，但是他知道他们得救了。楚凌寒把孩子抱给甘草，用身体为他们挡着雨。是个男孩，真好，男孩像娘。楚凌寒看红猴一般的孩子，依然觉得像他。很快，大火被雨淋灭了。楚凌寒把甘草和孩子抱到屋子里。不知道袁薇他们怎么样了？楚凌寒一脸凝重，幸亏袁薇聪明，没有叫甘草的名字，不然对甘草来说是大麻烦。奇怪，这么大动静，怎么到现在都不见官府的人呢？那个于大人还是不要指望了。但是楚凌寒不这么想，袁飞生得甚宠，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眼中钉。我们尽快离开这里。3个人趁着夜色，直接去甘伟买的院子里。也不知道袁薇他们怎么样了。应该没事。一大早，袁薇就带人来敲门。草儿没事吧？唐千山不搭理他，让他进来。草儿，你……他看着甘草一边放着一个小孩，昨天晚上生的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袁薇更加愧疚。可否回避一下？甘草抱歉地看着楚凌寒，楚凌寒转身离开房间，背对着他们，没有关门。这次实在对不住，其实我姑姑是皇上的元妃，当年皇上看上我姑姑，我姑姑不得不进宫。如今我姑姑无所出，若是皇上没了，按照大齐宫规，我姑姑要陪葬。昨夜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他不得不把真相告诉甘草。之前你跟我说美白方子不利子嗣，我们才知道我姑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无所出。原本想着按照你说的慢慢调理好，结果却恶化了。我们也是不得已，寻了借口让我姑姑出宫，偷偷来到长环让你诊治，没想到这件事情还是被人知道了。那你姑姑没事吧？甘草没想到袁薇的处境也这么难。我姑姑已经连夜回京了，他们在这边刺杀我姑姑不成，京城那边肯定会出事。你说是早点告诉我，我也不是绝对不能去。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。还真不能去。凌寒能解毒也是阴差阳错多了一份运气，若是他这个时候去一趟京城，凌寒还真就没命了。你没事就好，我姑姑离开的时候最担心你。袁薇都这样说了，甘草也不能再说什么。你住的地方烧了，那你现在住哪？一大早袁家人就去找我了，想让我去他们那边住，我拒绝了。那你住哪儿？我在长环临时买个院子就好。豪横。甘草瞬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等我买好了院子，你就搬过去住。不了。甘草看了一眼床里面的孩子。行吧。若他想说这个孩子早产，现在立马回去肯定会被人看穿。早产的孩子怎么会长得这么壮实？行，那我先去忙新宅院的事情，回头我让阿彩给你送一些用的东西来。如今凌寒的毒已经解了，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完成了，是时候和离了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甘草一直没看楚凌寒，这让楚凌寒觉得肯定有问题。一个下午，他不停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，想不明白甘草是怎么了。林公子，我看林公子在这里踌躇良久，可是有什么事？我看草儿心情不好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听闻女子产子之后都会状态不好，毕竟鬼门关走了一遭。那可有什么办法排解？这个林公子平时是怎么逗草笑的？这把楚凌寒问住了，他从未逗过甘草开心。说是林公子不知道，我也爱莫能助。
他说完就走。楚凌寒站在那里苦恼，逗女孩子开心这种事情，别说他不知道怎么做，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身为男人要做这样的事。袁薇，你不用为他准备那么多小孩用的东西，老唐已经回家取了。一点小事，带孩子不容易，别的事情就不要操心了。你和你夫君吵架了？袁薇也只想到这个，毕竟他一未成亲，二未生子。没有。那我看他在外面转了半天，刚才还出去了。不让他去买点东西，需要什么跟我说就好，不用亲自去买。他呀，我生孩子他帮不上，忙着愧疚呢，使唤他，让他有存在感。袁薇惊讶，原来夫妻之间还可以这样。长环夜里没有店铺开门，街上也没人，楚凌寒只好一个人回去。他蹑手蹑脚地进屋，生怕吵到甘草。你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身上什么味儿？甘草气鼓鼓地看着凌寒，这浓烈的胭脂味，莫非是掉到胭脂缸里了？有吗？算了，你身上想有什么味儿就有什么味儿。甘草又转过去不看他，自己这是想什么呢？想管着他吗？他毒解了，就是翅膀硬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飞了。我去花楼了。好不好玩？应该不好玩，不然你不会这么早就回来。甘草嫌弃地看着凌寒。怎么，身体一好就想去试试自己行不行？我看你心情不好，袁薇说要逗你开心，我不知道怎么逗人开心，便去找女子问问。所以你觉得我和那些女子是一样的，所以开心的原因也是一样的？不是啊，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就是想让你开心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让你开心。我就想让孩子姓凌。这个楚凌寒又为难了。算了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楚凌寒想，他不姓凌，孩子怎么姓凌？只是要给他解释这个比较麻烦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甘草就想要一答案。这个时候，外面响起尖锐而悠长的声音。我很快就回来。楚凌寒说完就走。甘草看着凌寒的背影，看来这次他是真的要走了。王爷，大量来历不明的刺客到长环了，属下担心王爷的安危。是谁的人在刺杀袁飞？刺杀袁飞？难道不是有人发现了王爷的踪迹？我谢谢你。难道那些到长环的刺客是刺杀袁飞的？查一下这件事。是。假药的事涉及到了三皇子。楚凌寒猜到了，不管是玉华堂还是衢州周家，都和三皇子脱不了干系。查。估计上面不会想让查得彻底。查。是。此番刺客入长环，属下为了确定王爷的安危用了暗号，王爷怕是要和属下一起回去了。楚凌寒没有说话。如今朝中局势紊乱，虽然梁将军出兵，但还是有人主张不战。楚凌寒沉默，他能猜到，朝廷向来如此，张口闭口都是为了天下百姓，谁不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一点利益都不想让？王爷，说是王爷彻底失望了，凌言便不再劝了。你先把这件事情办好，其他的不用关心。楚凌寒说完就走。他回到袁家的时候，甘草已经睡着了。下午唐千山来了，把甘草之前准备的东西带来了。袁薇和甘草一起翻着看。这绣工有什么问题？怎么感觉像是天一阁的手法？你看错了吧？不会看错，这是天一阁特有的藏针技法。缝合衣服看不到针脚，而且穿起来舒服。甘草无语了，他大意了。你家有天一阁的人？我家绣娘做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哪的人。那你带我去见他。
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屈家之事，也是因为我们袁家。1年前，屈家为元妃做了一套衣服，要在皇上寿宴穿，结果试的时候发现里面藏了毒针。当时景妃在看元妃试衣服，扎到的是景妃。景妃说幸好扎到的是她，若是元妃侍寝的时候扎到皇上可了得。因为这样一句话，屈家就莫名其妙背上了刺杀皇上的罪名。有这个罪名，谁也不敢为屈家求情。屈家不管怎么喊冤都没用。屈宁父亲给处斩，剩下的家眷被流放。之后元妃疏通关系想照看屈家的时候，屈家所有人已经死在被流放的路上。这件事过去半年，我姑姑才敢再提，顺便想为屈家平反。皇上可能觉得我姑姑说的有道理，最后让大理寺判屈家一个证据不足，可是屈家人已经全死了。甘草这才知道屈宁经历了什么。那诬陷屈家的人就不追究了？谁诬陷屈家？送进宫里的东西都是层层把关的，而且景妃和我姑姑貌合神离，辈分又高，怎么可能突然去帮我姑姑整理衣服？你是说……甘草明白了。袁薇点头。所以就算是皇上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也不会再追究这件事。屈家人的生死都比不上皇室的家和万事兴。如此说来，皇室是不讲理的。你想讲什么理？即便是确定是景妃下的手，那又如何？屈家满门已经死了，景妃最多也不过是被废。那她也应该被废。这样的话可不敢乱说，小心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甘草看袁薇那惶恐的样子，觉得京城实在太吓人了。回头我能不能去见见那个女子？还是算了，她不想让人知道她的过往。任凭是谁经历这样的事情都不好受。我听你这样说，那景妃是借你姑姑之手灭了屈家，那屈家和景妃有仇？有仇倒是算不上，只是屈家因为我姑姑而忠心，不管做什么，自然是紧着我姑姑先做，自然会得罪别人。景妃这是杀人诛心，借我姑姑的手杀我姑姑的人。甘草点头。怪不得他奶奶说袁薇这样的大家闺秀，眼珠子一转就有100个心眼。今天知道屈家还有人活着，我十分开心。他遇到你也是造化。2个人聊屈家聊了许久，看楚林寒一直在外面晃悠，袁薇就告辞了。你说是有事就直说。我想去打仗。去做什么是你的事情，你告诉我了，我知道了就好。楚林寒觉得甘草是真不在意这件事。什么时候走？我给你准备点盘缠。等孩子满月了。甘草是越来越不明白林寒了，都不想让孩子跟着他姓，却又表现出很在意孩子的样子。甘草产子的消息已经传回甘家，就让甘伟带着甘云到了长环。甘伟见过甘草之后就去找辛百里了，到黄昏的时候才回来。是你散播我治理五华镇一带大旱的事情的？具体的都是吕秀才做的。4个也别多想，吕秀才不是过分的人，他说的事必然是4个做过的。其实，甘伟犹豫之后叹气。怎么了？如今大齐的形势不容乐观。甘伟觉得不应该和他妹妹说这个。今天他去见辛百里，2个人聊了不少大齐的情况。2个人聊了之后，甘草沉默了。他突然能理解林寒和他说想去打仗的时候的纠结。4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五华镇一带度过这次干旱。甘伟点头。书中讲大义，学子振臂乎。可是那些当权者曾经也是读书最好的一批人，如今呢？如今他们尸位素餐，就算大齐边关被破，他们还在讲利益。
甘伟带着甘云离开。楚林寒回来，你坐下。楚林寒坐在一边的古凳上。谢谢你，是你让我避开世俗的流言蜚语，给我一个让别人都羡慕的大婚。楚林寒意外地看着甘草，甘草突然和他说这个，让他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我一直觉得皇宫、打仗、天下兴亡都是距离我很远的事情，可是我竟然经历了一次刺杀，知道我身边的小丫头是因为皇室争斗而家破人亡，原来那些事情随时可能落到任何一个人头上。听甘草这样说，楚林寒心里更没底了。只是落下的时候能不能承受得住？你想去打仗就去吧。楚林寒不解地看着甘草。之前那样对你，我的确是因为有点生气，但是现在我为你感到骄傲。等我回来。好。1个月很快过去，甘草和孩子的情况都很好，甘草还胖了1圈。这天早上，甘草收拾了一下准备出门，唐千山拿着一封信和一个小盒子进来。甘草看着唐千山拿的东西，知道林寒已经走了。他拿过信看了看，原来林寒也不知道怎么分别，这让甘草笑了一下，给他留了一个盒子，让他3年之后再打开。你今天出月子了，我们到外面走走，中午好好吃一顿。不用了，我这一次出来这么长时间，家里人肯定担心坏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那也不着急这1天。真不用了，我都打扰你这么长时间了。再说我带着孩子不能赶路，路上也要2、3天。行，那我给你准备一些东西，你带着。甘伟在秋闱的时候考中秀才，名声在外。第2年虽然没有金榜题名，却也被举荐做了一个县令，还是长环的县令。唐早嫁给了他二哥，越长越像他爹。这3年，甘草算是彻底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他儿子能不像他吗？他还没写信回来。他好歹给你留了个孩子，以后的日子还有盼头。甘草想，他还得谢谢林寒了。这个时候，门口响起了敲门声。甘大夫。沈铎得意地出现在门口。沈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我未婚妻，顺便来看看你。这是你孩子？他爹呢？可能战死沙场了。哪有这样诅咒自己丈夫的？你来这里接你未婚妻，你未婚妻是谁啊？说了你也不认识。我可给不起你彩礼。谁要你那点彩礼啊？哎，你这院子叫草堂？那草堂洛尘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和别人合作开了一个卖成药的铺子。我那药铺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你能不能把貂油卖给我？不能，我没那么多。那你把卖给兵部的直接卖给我，我让你做中间商赚差价。你这话说的，我给你价格更高。我赚的不踏实。我跟你说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不想明白。这3、4年过去了，甘草是一点都没变。行，别到时候吃亏就想起我了。还有别的事没？哎，你这儿子都这么大了，我总得给个见面礼。秋儿，来叫叔叔。叔叔。这小脸长的，叫一声叔叔，给一张。叔叔。秋儿叫的口水都往外冒。好了，和你娘一样会坑人。娘亲从来不坑人。谁说的？她曾经。行了，见面礼也给了。哎，这时候不早了，你就不留我吃个饭啊？行。快做好午饭的时候，袁薇来了。他一进院子就愣住了。
沈公子为何会在这里？我还没问袁小姐怎么来这里。袁薇，甘草从厨房出来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是来和你辞行的。你们认识？沈多看着甘草和袁薇，你们认识？她就是我未婚妻。甘草无语。大气这么小的吗？你们未婚夫妻俩都没有地方去吗？甘草拉着袁薇进屋。那你这是要回去嫁给他了？这亲事一拖3年多，本想沈夺是个纨绔，这段时间他耐不住寂寞娶了别人，我们也好趁机退了亲事。谁曾想他亲自来迎。这么说来，他也是喜欢你的。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，沈家不择手段的要和我们家联姻，也是为了利益。我觉得沈夺人虽然看着纨绔，却也不坏。也不明白，这不是人坏不坏的问题。你也千万不要和他走得太近。3年前轰动大齐假药一事，便有沈家的手笔。什么？甘草意外地看着袁薇。京城的关系错综复杂，你这个局外人是不可能懂的。那你就这样认命了？不然怎么办？这亲事是景妃提的，皇上点头的。我们袁家难道还能忤逆皇上的意思？若你病危呢？你想的简单了，就算我成了尸骨，也要抬进沈家。你家就不想想办法？能想的都想了。我如今也成了老姑娘，还能怎么办？甘草想到自己当初的无奈，没想到大户人家也会有这么多无奈。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这件事儿，我就是来跟你告个别，却让你为我担心了。你和沈夺是怎么认识的？甘草就把他和沈夺认识的过程说了一下。我还不知道他竟然是你未婚夫，身份这么高。你说他3年前来过长环？来收黑眉井蝮蛇的。他那么高调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偷偷来长环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到吃饭的时候，袁薇和甘草才从房间里出来。看不出来啊，沈大公子的身份竟然这么不一般。就是一个小官，给朝廷跑跑腿。给朝廷跑腿都能跑出个媳妇来，改天我也去给朝廷跑腿，看能不能跑出个夫君。我也是啊。沈夺也不想娶袁薇。行了，吃饭。沈夺想，这事怎么就成了他的错了。下午沈夺离开，袁薇也跟着离开了。回家，甘草就给辛百里写信，问辛百里最近怎么样。结果信还没发出去，就有一只鸽子飞了过来。是辛百里写来的，说草堂洛尘的药出事了。老唐。唐千山立马进来，骑马追上沈夺，让沈夺立马回来。沈夺本就没走多远，听说甘草找他，他立马就折了回来。你今天一定要买草堂洛尘的貂油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有人打上那貂油的主意了？打那貂油主意的人多了，要不是朝廷在和彪国打仗，军中又指定要草堂洛尘的貂油，早就有人动手了。包括你们沈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沈夺觉得甘草在怀疑他。和我合作的人都被官府抓了，说草堂洛尘的药出问题了。什么？你不要急，我们要先弄清楚是什么问题。甘草自然明白要先弄清楚是什么问题。你为什么愿意用兵部的高价来买貂油？因为兵部的账是可以做的，而且一旦控制了貂油，那么也可以打开其他采买。你们要发国难财？不是我，是他们。我是从来不做这些事的。谁不知道沈家二公子只会吃喝玩乐？那你怎么突然说这件事？我是知道貂油是你的，顺便和你说一下。就你这么一个地方，护不住我。他说的没错。这样吧，我们先确定一下辛老板是怎么回事，回头再想办法。但是沈公子不能出面。为什么？
你要是想让草堂洛尘打上我们沈家的记号，我肯定出面。一旦沈铎出面了，那就说明草堂洛尘属于沈家。行，先确定一下是怎么回事。那我带几只鸽子走，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给你写信。好。两个人再次离开的时候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甘草一个人在堂屋里坐了很长时间。夫人，屈宁谨慎地叫了一声：“晚饭好了。”好了。屈宁点头。吃过晚饭，甘草看着林寒给他留的和离书。再有1个月，就到了和离书上写的时间，他和林寒就没关系了。隔了1天，甘草就收到了袁薇的信。信上不是说兴百里的消息，而是他姑姑有身孕了，希望甘草可以和他一起进京，保证他们袁家一定竭尽全力帮他。屈宁，夫人，你们收拾一下，咱们去京城。啊？屈宁意外。你放心，你们屈家虽然没有平反，却也是证据不足无罪，不过我会为你讨一个公道的。夫人，这3年你没有跟我说过你的身份，我就没说这件事。好。他激动地去找唐千山和姬无谢。第2天，甘草把唐早找来，家里的事情还是要交给唐早。夫人真决定去京城？要不出事了，我得亲自去解决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，家里这些事情你都能处理，就全部交给你。到了衢州，甘草意外地瞪大了眼睛。商旅往来如织，路两边店铺林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草堂书色的胭脂，要不是我有关系，都进不来货。草堂洛尘的大力丸呢，能治百病的大力丸。甘草无语了，没想到他的草堂已经这么有名气了。袁薇也听到了，之前听店里的管事说有人冒充草堂书色，我也没有注意，没想到已经这么严重了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少爷不见了！若是被人盯着，我会发现。秋儿刚到衢州都一脸好奇，估计是人多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车，自己挤不见了。甘草掏出一个哨子吹了起来，这是他叫秋儿的方式，只要秋儿听到哨子声就会来找他。可是等了一会儿，秋儿没出现。你不要着急，我去知府那里一趟，让知府把城门给关了，确定秋儿还在城里。好，我们赶紧分开找。姬婉，你这样跟着我有用吗？灵异不胜其烦。以你的美貌和聪慧，对我这样死缠烂打，岂不是失了身份？我觉得这不是死缠烂打，而是坚持不懈。我说过，我已经有了家室了。那我就让他去见阎王，让你丧偶。你们家和阎王做生意的呀？差不多。我还有儿子呢。你有儿子的确有些麻烦，有本事带来让我看看，我便不纠缠你。林毅想说，这女人真够狠。爹爹！林毅一愣，低头看到身边出现的小屁孩，这一看直接愣住了，怎么会这么像他？爹爹！秋儿又叫了一声。姬婉听到稚嫩的叫声，想着林毅还真能找个人来糊弄他，不过也直接愣住。跑哪儿去了？娘亲在外面呢。走，我们去找你娘亲。站住！他是你儿子，他叫什么？婶婶，我叫秋儿。婶婶叫什么？姬婉听到秋儿这称呼，瞬间不淡定了。我娘说生气会变老。姬婉，我儿子说的对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见到你的女人。爹爹，他好凶，我好怕。你！姬婉觉得这小屁孩有点过分了。听到没有？别吓到孩子了。
林毅抱着秋儿就走，姬婉生气地跟了过去。林毅刚抱着秋儿出酒楼，唐千山一剑刺了过来。林毅侧身护着秋儿，双指把唐千山的剑弹开。敢动我的男人！姬婉挥袖，林毅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爹爹，他是唐叔叔。唐千山听愣了。爹爹。他这才注意到面前的人还真和林寒有点像。你叫他什么？爹爹呀！你看他是不是和我很像？我的毒可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能解的。说，他是不是这个男人的儿子？唐千山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。这个时候，甘草带着屈宁跑了过来。秋儿，你怎么能乱跑呢？我找到爹爹了。爹爹？甘草看向林毅，竟然真的和他儿子有点像。林毅也意外地看着甘草。娘子，你竟然偷偷地把孩子给生下来的？老娘是光明正大生下来的。你真是他的女人？我不认识他。我知道娘子生我的气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加倍补偿你们母子的。打住！不知道你们什么关系，别拿我当挡箭牌，我跟你不认识。我的孩子有爹，不是你。姬婉有些得意地看着林毅。那你介意给你儿子换个爹吗？你肯定是有什么大病。林毅，你宁愿喜欢一个有儿子的女人，都不喜欢我。我们走。爹爹再见。林毅看着秋儿，想怎么会有这么像他的人。他叫着跟了过去。姬婉一甩袖子，7枚细如牛毛的毒针飞了过去。林毅转身拿着扇子挡了6枚，还有1枚刺在甘草的肩膀上。甘草慢慢的转身，拔了肩膀上的毒针。拔了又如何？上面有毒，你命不久矣。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解药。我过分很正常。你没事吧？唐千山紧张地看着甘草。你的女人？不是。不管是不是，按住她。你想做什么？你不会这样为了这个女人和我为敌？姬婉看林毅看他的眼神。林毅，你这样这么做？姬婉，这是你做的事。甘草捻着那1枚银针走向姬婉。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把你的东西还给你。甘草说着，抬起姬婉的手腕，把那1枚毒针慢慢地刺入姬婉的手腕，一直到没入肌肤。甘草一按姬婉的穴位，那毒针就彻底消失。这才是这种毒针的正确用法吧？没有伤口，进入人体之后，就算不中毒而死，毒针也会流入心脏，损伤人的心脏而死。你不能杀他。我没杀他，他自己晦气。说来不怎么公平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，若是再有这样的事情，我可以让你见识见识我的东西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的事情不要和我有关。娘亲疼不疼？快疼死了。秋儿呼呼就不疼了。那你还乱跑吗？保证不再乱跑。这个时候，袁薇他们也过来了。秋儿找到了。袁小姨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乱跑了。那我赶紧让人去找沈公子，城门不用封了。你不知道你娘多担心你。直接去客栈。一个头戴斗笠、一脸阴沉的女子看了看两边的人，然后走向甘草他们那一边。你中毒了，怎么还能这么淡定？无妨，那里有个青色的鼓包，你给我划开就行。划吧，那里有毒，我不疼。按照甘草的指示，用脱脂棉清理了伤口，又用了止血解毒的药粉，然后包扎了一下。你是怎么被人下毒的？秋儿，你臭小子，见人就叫爹爹，正好遇到一对男女冤家，那男的要拿我当挡箭牌，就被针对了。
那女人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你给杀了。这时候，屈宁带着一个戴着斗笠的女子进来。夫人，他找夫人。来找我，最起码对我的人客气一点吧。绝无恶意。叶蓉很平静地说。那找我做什么？做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救我一命，我帮你杀2个人。我救你一命？甘草打量了一下叶蓉。你怎么知道我能救你？刚才你和你的人中毒了，都没有反应，你肯定能解毒。刚才你就在一边？是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会出现在那里？我跟着那个女人很久了，她是个用毒高手，也是一个解毒高手。也就是说，你原本跟着她，结果发现我比她厉害，所以来找我。不单单是。叶蓉没有否认。我不需要你杀人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为我效命3年，3年之后你就可以离开。好。叶蓉一口答应。你过来。甘草拉过他的手，给他把脉。甘草给叶蓉把脉，表情越来越凝重，狐疑地看着叶蓉。怎么，你解不了？你好像中过很多毒，却也不能说是中毒，而是一些激发身体潜能的药。只有一种是真正的毒，而且你长期吃解药。你能解吗？能，就是需要的时间有点长。多长时间？3个月左右吧。叶蓉舒了一口气，他还以为要3、5年。那3年之期可以从解毒之后算。我不至于占你那点便宜。你叫什么？叶蓉，戎马的戎。女子用这个字比较少。甘草看向屈宁。你带她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屈宁点头，带着叶蓉就退下。你不问她的来历就留下她，你觉得我有什么好图谋的？那你也要留意，对人有图谋就会献殷勤，不会像叶蓉这样上来就做交易。你若是再动他，你知道后果的。你不会真喜欢他？怎么不会？他有孩子。你不觉得他的孩子很像我吗？说不定真是我留下的风流债呢。只是他不记得我了。好啊，那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让他喜欢你。不许你对他下手。我就跟着看看你笑话。下午就带着秋儿去逛街。秋儿昨天惹了麻烦，今天乖乖的，一直坐在田大力的肩膀上。爹爹！秋儿突然指着林毅叫了起来。甘草无语。难道这孩子一直想有个爹，只是以前太懂事没说过？林毅看到秋儿，立马走了过来。秋儿伸手要林毅抱，林毅要伸手，结果被甘草拿着糖人放在他手上，黏糊糊的，让林毅没法抱秋儿。孩子小就算了，你一个大人怎么能乱让儿子呢？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诱拐儿童。是他。林毅手上黏糊糊的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了他是小孩，怎么你还想让一个小孩负责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昨天的确是我不对，我是特意来道歉的。空口白牙道歉有什么诚意？那我以身相许。你这个是不要脸。甘草嫌弃地看着林毅。袁薇在一边笑。你还笑？甘草看向袁薇。我觉得这位公子也没有恶意，再说袁薇也觉得秋儿和这个男人长得太像了。甘草男人总是戴着围帽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这就是秋儿的父亲。再说你和他一起逛街。甘草转身看着秋儿。你再叫一声试试。我们走。我看他真没恶意。你是不是看他长得好看？你是觉得沈铎没他长得好看吧？甘草看着袁薇。玩笑。袁薇不说这件事了。一行人一直逛到天黑。楚凌寒日夜兼程回到京城，第一件事直接去了刑部，把辛百里提了出来。辛百里一直到韩王府，整个人都是懵的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楚灵寒刚脱了铠甲，宫里就来人请楚灵寒进宫。儿臣叩见皇上。你凯旋不回京城，竟然径直去衢州，你让朕颜面何存呐？江山无虞。楚灵寒平静地说：你为大齐守住边疆是应该的。那该儿臣做的，儿臣已经做了，剩下的就是我想做的。你想做什么？和乔家小姐退婚。绝无可能，她等了你3年，你就这样对她？3年前我就和她说清楚了。除非你交出兵权。绝无可能。你要造反不成？皇上盯着楚灵寒。不是，就是我那丫头和人打架的时候，我总要有人帮她打架。为了一个女人？皇上难以置信。皇上就当是为了大齐，毕竟没了她，儿臣已经死了。儿臣死了，如今大齐疆土还剩下多少就不好说了。你以为大齐离开你不行吗？可是当年是我出征的。皇上无言以对。当年的确只有五皇子一人愿意出征。皇上，儿臣一直对皇位都没有兴趣，对皇室的颜面也没兴趣。楚灵寒行礼离开。站住！皇上呵斥。楚灵寒脚步都没顿一下，径直离开御书房。皇上一脸颓败，却无可奈何。果真是那个女人的儿子，和他一样张狂。五皇子回来了。莫夜航进院子就开心地说：五皇子是谁？秋儿睡觉，娘亲要和你莫叔叔商量正事儿。为什么五皇子是正事？你去睡觉，我给你找个爹爹。好。秋儿拉着屈宁的手就去睡觉。五皇子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下午，回来之后直接去刑部大牢把辛先生提了出来。如今辛先生在韩王府。他不会也想要调右方子吧？好歹辛先生如今不在大牢，而且办草堂洛尘这个案子的官员被丢入大牢了。他这什么意思？也许五皇子觉得京城这些人针对草堂洛尘是向他示威，五皇子这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不管怎么说，神回来了就好，尽快安排见到五皇子。好。莫夜航点头。我这里有一颗夜明珠，不行，拿去给五皇子送礼。这个不用师傅担心。好。但是这个时候想见五皇子谈何容易？京城那些权贵估计排着队要见五皇子。结果天还不亮，一队人马就破门而入。你是师爹？草儿在哪儿？在那边的院子里。带路。莫夜航小跑着前面带路。到了门口，楚灵寒却犹豫起来。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有起床，你们回去。王爷。凌颜犹豫。回去。王爷，要不我们先进去？让他好好睡觉。他这3年过得好吗？挺好的，就是草堂洛尘突然出事，师傅才来的京城。多谢。莫夜航意外地看了一眼韩王。你就给我说说我离开之后的事。天光变亮，田大力开了门，站在那里愣住了。老爷，夫人可醒了？醒了，醒了。田大力激动，转身往里面跑。夫人，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楚灵寒径直走向甘草，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。这个拥抱他期待了3年。你，甘草想和凌寒理论一下，结果感觉肩膀一沉，凌寒竟然昏死过去。快把他扶起来。田大力和莫夜航慌忙过来，把楚灵寒给扶了起来，放在床上。师傅，师爹他就是五皇子。甘草猛地看向莫夜航。
娘亲，他是爹爹吗？不是。师傅，有什么话等师爹醒了好好说。师爹已经找到这里，师傅的身份肯定藏不住了。我为什么？甘草想自己为什么要藏，可是看到秋儿那天真的表情，瞬间知道为什么了。他和林寒遇到，一切便不可能和他无关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我们的宅院围起来了。我出去问一下是怎么回事。莫叶航说完离开，外面来的是金鸡营的人。大人，王爷就在里面，不过大人可敢进去？莫叶航看着梁硕，你们吓唬谁呢？梁硕说着就要进，灵异一脚把梁硕踢了出去。想要自己的小命，就赶紧滚！你是谁？这么说吧，楚凌寒见了我都要客客气气的。灵异嗤笑，他是怎么都没想到，甘草竟然是他表弟的娘子。少在这里糊弄人！我……梁硕说着，听到铁蹄的声音，扭头一看，凌岩带人过来。公子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梁父指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下官听说，王爷被人骗至陋巷，担心王爷有危险。这破借口，谁给你编的？你找谁去？喂，公子，我家王爷睡着了。林毅转身就走，凌岩也不敢多问，命人守在外面。莫叶航突然就知道林毅是谁了。凌家，那是朝廷都忌惮的存在。等他到院子里，所有人都等在那里。你们这儿干嘛？他真是五皇子啊！我也刚知道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甘草还没想好，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。算了，你们该干嘛去干嘛，别都围在这里。如今整个京城的人都盯着这里。吕光之提醒，盯着你们就不吃不喝了，别在这里杵着。一个小工人小跑着从外面进来，把折子交到许公公手里。许公公看了一下，转身。皇上，说，韩王殿下班师之日就独自带人去了衢州，昨天回来到刑部大牢提了一个叫辛百里的犯人，之后找到了墨家兄妹，现在在墨家兄妹前几天安置的一个人那里。女人？是衢州长环的一个女大夫，前几天和沈家公子、袁家小姐一起进京的。难道说老五退婚不按时回京，就是为了那个女人？如今外面有韩家军守着，没有人能靠近那里。去查。许公公行礼下去吩咐。甘草用了1天时间才消化完这些，感觉京城套路深，他还是回秋水寨的好。娘子，屈宁，把药拿来。屈宁慌忙端了药进来。你喂。屈宁不敢，放下药就跑。醒了就自己喝。楚凌寒努力地支撑着身体坐起来。你看了我留给你的盒子里的东西？3年前就看了。你听我解释。先把药喝了。甘草看他打算怎么解释，楚凌寒全身都疼的，还是努力伸手端碗要喝药。别给弄洒了。我可以的。别浪费了。这药苦的楚凌寒感觉胃都是苦的，还是硬着头皮喝了下去。苦了你就说。不苦。没事的，苦很正常，证明你的味觉没有问题。真的不苦，不信你尝尝。楚凌寒拉过甘草，直接附上他的唇。师傅。莫叶航听到动静慌忙进来，然后尴尬地转身离开。丫头，我想你。你不是要给我解释吗？你解释啊。那就从我去衢州查假药一事开始说。4年前的春天，南云省一处发生了疫情，十分严重，感染了2座城池。朝廷只好把那2座城市封锁，派医官过去为百姓诊治，
结果疫病并没有得到控制。后来2座城池先后发生了火灾，2座城池的百姓几乎都死在那里。疫病随着他们的死亡也结束了，但是有人密报，当时疫病之所以没有被控制，是因为运往2座城池的药里有假药，2座城池的百姓几乎都死在那里。疫病随着他们的死亡也结束了，但是有人密报，当时疫病之所以没有被控制，是因为运往2座城池的药里有假药。此事关系重大，需要一个背景强大却单一的人去查。皇上就派我去查。我本来是秘密到衢州的，可是到了衢州那里，官员和士绅还是接待了我，并献上了珍稀的火云芝。那天是在一只画舫上，周秋意献舞，我察觉到酒水有问题就要离开，结果遇到了杀手，被一路追杀到了秋水站。那个时候我中了鸳鸯笑，已经完全控制不住毒性，所以就伤害了你。你说我身中冰兰蝉毒和火纹蛇毒，我不知道谁给我下的毒，但是他若知道你的存在，肯定不会放过你。我跟你说过，只要你问，我就会回答。甘草想了想，的确有这么回事。潘傲海出现，周秋意出现，都在提醒我，若是他们知道你的存在，你会很危险。结果就在我的毒解了的时候，朝廷终于知道我失踪了，林岩去衢州找我，同时京城的战事也爆发了。我想带你回京城，要是我不在京城，你一个人怎么办？你不熟悉京城，而京城那些人会对你虎视眈眈，所以我给自己定了3年之期。3年我肯定要有能力保护你。想着如果能够做到，我就回去毁了那盒子，你看不到和离书。如果做不到，你也会自由。那你没想到我3年前就看了吧？我写的是3年后的日期。那日期也到了。可是我不是凌寒，我是全名的楚凌寒。甘草想，楚凌寒还和他玩文字游戏。哼，你骗我还有理了。行，和离书写的是凌寒，那娶我的也是凌寒，咱们俩一开始就没有关系。楚凌寒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笑了起来。你还笑？那就从现在开始有关系。和你有关系的人多了，你还有未婚妻呢，人家可是等了你3年。你这是吃醋，生气？不。甘草磨牙。好了，不要生气。我的解释完了，你可满意？不满意。那怎么才能让你满意？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适应。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我商量，也只能和我商量。我没事儿。你放心，如今有我在，没人敢把你怎么样。没你在，也没人敢把我怎么样。王爷，乔小姐来看你了。不见。就说本王和娘子重逢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是。谁是你娘子？你呀。我还没吃晚饭。那一会儿我们一起吃。乔小姐，我家王爷现在不方便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无妨，听闻王爷一路劳顿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我会传达的。林岩点头。秋儿很认真地看着楚凌寒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爹。秋儿看向他娘亲，认爹这种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确定？甘草看着他们2个，还真认识。我表哥。娘亲，他真的是爹爹。甘草很纠结。骗小孩是不对的。你好好想想，你若是认了，他可是你们楚家孙子辈长子呀。单单这个身份，就可能让秋儿陷入巨大的漩涡之中。甘草也听懂了林毅的意思，不管楚凌寒说的再好听，就看他敢不敢承担。秋儿，我是你父亲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们母子。秋儿还是看着他娘。他是你爹爹。爹爹，秋儿好想你。既然他们一家子都决定了，林毅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甘草看着秋儿，他想有个爹又不是什么过分的事。秋儿不哭，爹爹以后不离开你。真没想到，他的夫君竟然是你。林毅那叫一个惋惜。怎么，羡慕了？还不至于。林毅酸酸地说：“你确定你能护着他们母子？”昨天皇上问我要兵权了，你怎么说？不给。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，他向来擅长这样干。你不给，他肯定会一直要。那我就一直不给。到时候他断了军中的粮草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表哥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得去睡觉。行，不打扰你们春宵一刻值千金了。对了，姬家盯上了草堂洛尘的药方了。听林毅这样说，楚林寒微微蹙眉。今天秋儿太兴奋，娘亲，我有爹爹了。好，秋儿乖乖睡觉。那明天爹爹能带我买风车吗？买那个小木人，还有那个琉璃炮。能。楚林寒从外面进来。秋儿想要什么，爹爹都给你买。真的吗？那爹爹能陪秋儿睡吗？爹爹要陪娘睡觉。那爹爹和娘亲一起陪秋儿睡觉。行。不行。甘草直接拒绝。秋儿，你是男子汉，男子汉要自己睡觉。可是娘亲说秋儿还小，可以找娘亲帮忙。爹爹和娘亲都没一起陪秋儿睡过。好，今天就一起陪秋儿睡。甘草看秋儿那一脸希冀的样子，就一晚。好。秋儿兴奋地跳了起来。爹爹和娘亲快去洗漱，我们睡觉了。吃过午饭，甘草带着秋儿玩了一会儿，就给哄睡了。秋儿睡了，咱们商量一下这件事。商量就商量，你搞得像密谋一样。那我们密谋一下这件事，正经的。如今皇上逼我娶乔春然，目的是逼我交出兵权。不能交。我和娘子想的一样。你不叫他同意？他当然不同意，这不是逼我结婚吗？所以说，你不交兵权就要娶乔春然，娶了乔春然还可以不交兵权。差不多是这样。你这话让人听着多少有点不识好歹了。明明可以美人江山同时有，你却不愿意。你当初怎么说的？我当初说什么了？你当初说，心若自由，秋水寨就是天地；心若不自由，天地也是牢笼。我有说过这么有哲理的话？要不要我帮你想想？我想起来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去一趟乔家，说明我的态度。如果皇上和乔家都想丢脸，我也无所谓。那乔小姐要是再跳一次湖呢？威胁这种行为，只能用在意自己的人身上。可惜，乔春染跳湖对我来说没什么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描淡写一个人的性命？举个例子，两军对垒，敌方将军以死逼我退军，我怎么办？你这例子不恰当啊，人家算。对我来说就是这样。要不我们迂回一下？怎么迂回？你刚回京，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宴请京城权贵，我就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，这样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有娘子了。若是那乔小姐还往上贴，那就是她的事儿了。娘子这是要为我证明？想得美，收的礼物全归我。下午就有不少人来拜见五皇子，乔太傅也听说了这件事，回来直接来后院找他孙女。春然，你放心，不管那个女人是什么来路，你一定是韩王妃。因为孙女的事，让爷爷受累了。你到底喜欢五皇子什么？女子无垢，孙女早就被指给了五皇子，便认定了五皇子。你放心，五皇子如今行事乖张，已经犯了众怒，皇上也一定会让他低这个头。
乔太傅笃定，莫要伤了韩王。也就你善良，这个时候还担心他。甘草把吕光之找来商议办宴席的事。东家，这样做会不会太高调了？的确高调。而且现在东家没入皇室御蝶，也是名不正言不顺，反倒会触怒了皇上，到时候就更难办了。听你这意思，我还必须让皇室认可我。的确是这样，既然东家是想用这办法让乔小姐知难而退，但是仔细的理论起来，东家也站不住，落了下乘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在别人看来，东家就是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别人会更看不起。不，甘草生气。我知道东家没那想法，可是东家想借助众人让乔小姐知难而退，那自己得先站住，不然啊，就是弄巧成拙。甘草听了也有道理。你继续说。我觉得现在就先这么着，毕竟东家刚到京城，咱们先稳住，慢慢来。多谢吕先生，是我思虑不周。东家说什么话？我就是为东家分忧的，想东家没在意的事。那先生是打算住在王府，还是住在外面？我还住外面吧，既然东家的身份已经被人知道了，原来的宅院我也不能住了，我想置办个宅院。应该的，一会儿我给你拿2万两。用不了那么多。那先生就放着慢慢还。和吕光之谈过，甘草去找楚林寒。你和吕先生这么快就商量完了？你老实说，我以女主人的姿态主持宴席，你是不是挺为难的？不为难，一点都不为难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想让乔春染知难而退，却忽略了自己也是名不正言不顺。谁敢说你名不正言不顺？来王府的那些人，他们就算怕你，心里还是会那样想。若是……楚林寒是真不在意这个。好了，我在外面就是想等你忙完了，咱们再说这件事。你先忙，我自己再想想。我很快就忙完了，等我。甘草坐在一边看大齐的地图，楚林寒忙完，看甘草在认真的看地图。这是大齐最完整的一张舆图，比皇宫那张都完整。北境怎么样？北境苦寒，地广人稀，倒是一马平川，开阔得很。春秋时节景色也很漂亮。我去北境的时候，标国已经到普罗城，占了普罗城，整个北境都要沦陷。当时我到的时候，普罗城的将士几乎全部战死，百姓也上了城墙，不乏有妇孺。那个时候我很深刻理解你说的，天下是百姓的。后来呢？普罗城保住了？当时情况危急，我带了5000人去，保住了普罗城。我记得冬天军营里缺粮食，北境的百姓凿冰捕鱼，他们能把鱼腌的刺都是软的，就是为了将士能好好的吃一口东西。甘草不知道楚林寒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，可能是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现在好了，北境的百姓也安稳了。所以我不可能把北境百姓还有无数将士用血肉铸成的兵权交出去，交到那曾经试图把北境划给标国的人手里。甘草点头，我们一起守护。楚林寒抱着甘草，果真有甘草在身边，心里就是安稳。丫头，想做什么就做，不要在意什么名正言顺。那你给我说，如果真的和皇上闹翻了，和朝臣闹翻了，你真能护住所有人的周全？北境的，我的。楚林寒顿了一下，你在赌？甘草知道了，赌现在的朝廷不敢把事情做到那一步。也不是完全护不住。楚林寒看着甘草，大不了我们去北境。我不想有任何无谓的牺牲，我要用他们的方式战胜他们。他们的方式？楚林寒有些不解。纵横6合，攻心为上，给北境和你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，成长到他们不可匹敌的高度。好，那你早点睡，我先回去了。秋儿要爹爹和娘亲一起陪着睡。你别得罪静池。
甘草看着楚凌寒，你给秋儿起名字了没？反正秋儿不跟着你姓。你再说一遍。想好了，叫怀琛。姓什么？那要看你了。我并不在意我的孩子被不被别人认可，他有自己的人生，但是他想要姓楚，要看你。那就姓楚。好。我能去睡觉吗？能。楚凌寒和甘草一边一个把秋儿哄睡着。你和你爹真没可能和好。最无情的是帝王家，这个你应该知道。包括你，神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。甘草自然知道是这样。那你娘呢？我娘，你知道林家吗？不知道。林家掌管凌云榜，传言可以窥破天机，画龙点魁，加上是隐世大宗，朝廷和江湖都很忌惮。我娘是林家那一代的嫡系独女。那岂不是很厉害？在外人眼里，她的确很厉害。当年把皇上都绑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有了我。你娘把你爹给……甘草觉得这女人也太威武了。这个事怎么说呢？当年我爹虽然是太子，但是声望并不高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林家的消息，于是用激将法让我娘出来见他。我娘一见到他，便有了林家说太子是真龙的传说。我娘生气去找他，外面的传言就更多，还有模有样的。这是皇上故意的。那个时候他们也还年轻，都有自己的心气儿。所以你娘就把皇上抓走了？这是后来的事了。后来皇上登基，把这件事给忘了，我娘就把他给抓走了。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皇上，林家也不会纵容我娘那样做。甘草想想也是。你说你娘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楚凌寒也不知道。我4岁多被我娘送到皇宫，皇上不喜欢我，但是也不敢怠慢我。那个时候还试图讨好他，毕竟好不容易有了个爹。他说着看向秋儿。虽然甘草把他照顾得很好，但是有些东西是替代不了的。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东西，用来装点太平。那你也是最贵的东西，睡觉吧。楚凌寒看着甘草和秋儿，前所未有的满足。上午楚凌寒有事出门，甘草在院子里带秋儿。哟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要当王妃了。羡慕不？你不觉得无聊吗？趁着能无聊的时候抓紧时间无聊，不然回头忙起来你都没时间无聊了。请让我现在就忙。这个时候辛百里从外面进来。刑部的人让我去结案。这事不是已经处理完了？但是还有流程要走，毕竟进过刑部大牢。甘草点头看向姬无羡。你不是无聊吗？陪辛大哥去。我一个人就可以。别见外嘛，我和你一起去。甘草和楚凌寒说的振振有词，纵横攻心。现在他连一个切入点都没有，只能等着。正这样想着，门房来禀报说乔小姐来了。给她说王爷不在。乔小姐说她是来找王妃的。什么？她是来找王妃的。你称呼我王妃？是，王爷吩咐的。甘草心想，楚凌寒有了姓，尾巴就翘起来了。那王妃……门房犹豫。让她进来。门房去带人。甘草让曲宁把秋儿带走。王妃，乔小姐带来了。你先去忙吧。乔春染一个人来的，看到甘草愣了一下。那日街上不知道是你，实在抱歉。不过是一场意外，很正常，只是怎么处理意外就是问题了。你说的是？来找我什么事？听闻你为韩王殿下生了个孩子。那是我的孩子，不是为谁生的。我不是那种为了一个男人要死要活的人。乔春染听到甘草这样说，脸色微变。从一而终在你嘴里，怎么就成了要死要活？
怎么说呢？从一而终是你的事，而不是别人的事。说自己的事一定要别人才能实现，说的再好听都是强人所难。还有别的事？想必你听说我与韩王殿下有婚约，是皇上赐的。所以呢？甘草看着乔春然，人贵自知。乔春然看着甘草，你可以把这句话送给楚凌寒。你怎可直呼王爷名讳？直呼他名讳怎么了？他为我洗手做羹汤为吃的。乔春然目瞪口呆，想韩王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会下厨？不可能。天冷了他给我暖被窝，出行了他为我驾车，这有什么不可能？其实吧，我和楚凌寒之间的事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你和韩王的事是你和韩王的事，你应该去找韩王，而不是来找我。以你的出身，你只会让别人嘲笑王爷。一个男人若是因为一个女人就被嘲笑了，那也不怎么样。好了，你找我若是因为韩王，那你直接去找他，我这里只有楚凌寒。我想王爷肯定会像3年前那样想清楚的。祝你成功。乔春染无言以对，有些狼狈地离开。屈宁看乔春染离开，才悄悄地跑过来。夫人怎么把他赶走的？他自己离开的，我为什么要赶他走？夫人想的简单，回头别人肯定会说他是被夫人赶走的。甘草并不介意。没过多长时间，辛百里匆匆忙忙地跑了回来。甘大夫，甘大夫，怎么了？姬公子殴打朝廷命官，被抓起来了。你们2个就去结案，他怎么就殴打朝廷命官了？我们2个去结案，负责卷宗的主事各种打听甘大夫的事，还出言侮辱。姬公子一个没忍住，就把人给打了。你先不要急，慢慢说。那是刑部大牢，姬公子在那里打的人还拒捕，不能不急啊。灵异，甘草叫着就去找灵异。灵异这2天状态也不好，毕竟刚有一个心仪的女子，结果成自己表弟媳了。灵异，你都是有妇之夫了，还来找灵异做什么？我有急事。有急事找你男人去。什么事？姬无谢被抓了，你和我去刑部，把姬无谢救出来。走。你敢和他去，我就把他给杀了。甘草和灵异到刑部的时候，刑部的人不放他们进去。让开！大人，大人不好了！什么事大惊小怪的？有人闯刑部，已经快到刑部大牢了。来的人里可有女子？有。好啊！要使人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一个乡野女子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以为自己有多厉害。西东松听得迷糊。这样，你去多找一些人阻拦，让他打，使劲儿打，打得越多越好，切不可把他给伤了。西东松想，自家大人这是怎么了？若是被人知道自家衙门被砸了，多丢人。那边林毅手持令牌已经到大牢。你总算是来了。谁干的？冷静，不走。姬无谢看着甘草。怎么走？甘草看着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牢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出不去了？我可以带你们出去。林毅很确定。你那令牌是什么东西？逍遥令，除了皇宫，别的地方都可以自由出入，天下只有2块。另一块在哪？姬婉身上。什么破令牌，都不能进皇宫？是不可以随意进皇宫，只要通报一声就可以进了。那是进去之前通报，还是进去之后通报？那你出去不出去？不出去。甘草直接说。林毅听甘草这样说，知道他什么打算了。真这样等着？不然呢？甘草想，楚凌寒要是不来，就等着。楚凌寒在兵部。王爷，您和我说没用，这是皇上决定的，国库也吃紧呐，
这3年打仗，国库都空了。我不是来和你商量的，我是来通知你的。若是北京的粮饷真减半，后果自负。这是皇上的意思，不然王爷找皇上商量商量。那要你这个兵部尚书何用？楚林寒问道。王爷班师不回京，如今又因为一个女人。楚林寒盯着姜文仔，吓得他不敢说话。这个时候林岩跑了进来，贴在王爷耳边小声说了2句。楚林寒立马起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王爷，楚林寒策马到了刑部，看到刑部的人都在牢房那里围着。楚林寒走到最里面，看到甘草坐在地上，袖子上有血迹。谁干的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他们把姬无懈打成这样了。甘草指着那2个酷吏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小的也是奉命行事啊！楚林寒示意了一下，丁岩一剑一个，直接杀了那2个酷吏。后面的人彻底吓傻了。韩王是谁？那是大齐的战神，人称活阎王。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。把施信广叫过来。那边施信广听说韩王来了，吓得不知道怎么办。大人，西东松叫了一声。这样，一会儿王爷问起来，你就说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，和本官没关系。可是，西东松傻眼了。本官可以保你。下官知道，这件事是下官一个人做的，大人根本不知道。知道就好。很快，2个人就到了刑部大牢。下官不知韩王殿下来此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把他绑起来。王爷，下官做了何事，王爷要绑下官啊？下官是朝廷命官，即便是有事，那也是要大理寺提审。还知道规矩？刑部随意抓人用刑，是目无王法。还有这样的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西东松看到一边地上的尸体，已经被吓得神不附体。西主事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西东松惶恐地左右看看。说。楚林寒看着西东松。王爷饶命，这些都是施大人吩咐的，让小的故意刁难辛老板和姬公子。姬公子没忍住打了我一下，我就说他打朝廷命官，把他抓了起来。之后也是施大人让人对姬公子用刑的，施大人还吩咐了阻拦来见姬公子的人，还让下官把刑部的人都叫来。下官说的句句属实，可以对天发誓。施大人还有什么话说？他胡说八道，他肯定是被人指使陷害本官。西东松反水太快，施信广有些反应不过来。那施大人觉得他会受何人指使？施信广听王爷这样问，一时间答不出来。不然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他说的是实话。楚林寒示意了一下林毅，林毅拿着鞭子就开始打。施信广没想到王爷竟然真的敢打。本官是朝廷命官。那又如何？王爷的人私闯刑部也是大罪，如果……看清楚了。林毅打断施信广的话。这是逍遥令，阻拦我进刑部，即便我把你杀了，你也只能受着。施信广懵了，逍遥令已经20多年没有出现了，怎么突然又出现？打！楚林寒下令。我来打。唐千山从后面走进来，甘草看唐千山目光阴沉，知道他动怒了。唐千山一鞭子下去，施信广直接惨叫起来。王爷，本官也是朝廷命官，王爷这样用私刑，圣上震怒。接着唐千山一鞭子跟着一鞭子抽了下去。
施信广忍痛叫了一声，他现在真的很痛，但是无法昏死过去。她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也只会有她一个女人。你若是觉得自己命大，可以再试试。施信广看了一眼甘草，眼底都是惶恐。这个女人的身份，皇室不会认，朝廷不会认，连百姓都不会认。走。楚凌寒说完就走。楚凌寒带着甘草回到王府。你们是游街观花呢？明天怕是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你们的事了。甘草看向楚凌寒，看他眼底掩饰不住的笑意，知道他是故意的。你先去看看金无羡。唐千山看着甘草。对了。甘草带着唐千山就走。说真的，你在哪儿找了一个这么有趣的娘子？本以为你会在这无情的皇宫禁锢到终老呢。如今看来未来可期啊。我倒想问问表哥怎么突然来了。楚凌寒看向林毅。林家不会随便出现，即便出现了，也不会向人表明自己的身份。还不是因为你娘又跑出来玩了？真的。这次谢谢表哥。林毅觉得自己糊弄过去了。姬无谢都是外商，药他们有现成的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们也不会来京城，姬公子也不会受伤。行了，想想重开草堂落成的事儿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回头做个章程给甘大夫看。好。甘草点头。许公公亲自来的，还带了一队赤甲军。韩王殿下，皇上有请。走吧。楚凌寒说着先走。许公公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还真担心韩王不去，他控制不了局面。楚凌寒一走，甘草就开始想这件事。叶蓉，夫人。叶蓉从外面进来。你换一下衣服，我们去袁家一趟。如今他也就只能通过袁威知道楚凌寒的情况。许公公带着楚凌寒直接到御花园的凉亭。启禀皇上，韩王殿下到了。见过皇上。皇上示意了一下，许公公立马退下。你从衢州回来，便不再称朕父皇了？不是，是从皇上让我用我的婚事换乔太傅的支持开始。春染那丫头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只是皇上觉得合适，并不是微臣喜欢。若不是你认识的那个甘草，你也不会反对这件事。皇上把这件事怪到甘草头上。楚凌寒觉得这说法和甘草的有几分相似。我只是幸运地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他刚到京城，就仗着你的身份，连刑部尚书都敢打，回头是不是连朕都不放在眼里啊？所以皇上找微臣来，是为了什么事？皇上叫楚凌寒来之前，反复给自己说不能生气。逍遥令出现了，说不定林雨薇那疯子就在附近。刑部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既然施大人已经受到了惩罚，就暂且作罢。朕是让你给朕一个交代，不然朝廷的法度岂不是形同虚设？法度要是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，就改改。就像皇上认为北境的粮饷可以砍一半一样，法度是为了公平，公平是为了最广大的百姓可以好好生活。若是不对，那就改改。既然你这样说，那北境粮饷一事就这样定了。楚凌寒没有说话。你和春染的婚事，朕已经让礼部开始准备了，你也准备一下。除非皇上有能力按着我的头和乔春染成亲，不然丢人的只可能是朝廷和乔家。你敢这样和朕说话？我跟父亲说话，已经是念及父子君臣了。这并不意味着皇上想要让我做什么，我就要做什么。我翅膀硬了。皇上气得呼吸变重，还是生生的忍住。好，好，很好。
没有别的事，微臣就回去陪妻儿了。你走。皇上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楚凌寒转身就走。甘草找到袁家，门房去禀报之后，袁威亲自出来接甘草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袁威觉得甘草有大事。你和韩王，我不是说你配不上他，就是你如今势单力薄的，全靠着韩王护着，说是韩王一个照看不好。袁威的担心，甘草不明白。这件事很严重。听我大哥说，如今朝廷官员都在议论这件事儿，而且对韩王不利。说到这个，你和沈多怎么样了？沈多如今铁了心的不娶我，我父亲也坚持不让我嫁，可是沈家还是不松口。甘草觉得沈家真的挺拼的。没事，都3、4年了，也不在意这么几天。说说你吧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我来找你是想要草堂书色，你目前所有的铺子我全部接手，以后每年我给2成净利。怎么突然？袁威不知道怎么说。我需要钱。甘草也不拐弯抹角。我可以保证，我给你的2成，你拿的比我们现在分成的多。就是这样，袁威才更不愿意放弃草堂书色。行，他只要还想和甘草交好，就只能答应甘草这个要求。我知道这个挺霸道，抱歉。你如今的处境和以前不同，肯定有自己的考量。你可知道韩王处境不好就是了。韩王殿下虽然为朝廷保住了北境，打得标国不敢再进犯大齐，可是在朝廷之中没有根基，又接连忤逆皇上。2个人聊了许久，甘草算是大致知道了，这楚凌寒就差众叛亲离了。袁威把甘草送到门口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甘草看林岩在马车一边，就知道车里的人是谁了。好。袁威点头。甘草也不扭捏，径直上了马车。2个人到王府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三皇子的马车停在王府门口。那是三皇子的马车。就是为了乔春染，把周秋意搁置了3年的三皇子。你怕他？我就是给你说一下他。当年我离开京城的匆忙，并没有查到谁给我下的冰蓝缠毒。所以你怀疑是三皇子？他是所有皇子里最得宠的，一直在觊觎皇位。哦，太子不行。楚凌寒想，甘草说这太子不行是几个意思？太子一言难尽。那让三皇子多等一会儿，你慢慢说。回头你见了就知道了。楚凌寒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2个人说完，楚凌寒才牵着甘草的手进府。三皇子在前面堂屋等着。龟王好清闲，有时间了。这便是你落难之时的结发夫妻？是。武帝真的是重情重义啊。龟王殿下来，不会就是来说我重情重义的吧？哦，武帝回来的晚，错过了宫里的庆功宴。本王略备薄酒为武帝庆功，还望武帝不要推辞。三皇子直接说：“龟王殿下亲自来了，我自然会去。到时候还请你们夫妻一同前往。”好，那我就先回去准备了。三皇子说着告辞。楚凌寒也没亲自送三皇子，他这明显没安好心。不然呢？楚凌寒当然知道三皇子没安好心，那也要知道他是什么心。甘草也没拒绝，不过晚上就把楚凌寒关在外面了。别人安的什么心他不知道，楚凌寒是肯定不能放进来的。娘子，夫人，二大娘，被窝凉不凉？娘亲，是爹爹。你听错了。我没听错。林岩在一边没脸看，这还是自家王爷吗？王爷。林岩着急。
这就是一脚的事儿。最终，楚林寒还是没有敲开甘草的门，自己泱泱的回书房了。看着那边边关急报，若是把北境的粮饷砍掉一半，北境的人马根本无法过冬，而且寒了军心。王爷，急报，镖国使团带着10万两黄金、各色珠宝、牛羊和美女已经出发了。秘密传令给飞鹰，结了。啊？林岩以为自己听错了。等他们进了北境，就给结了。这种事情不应该偷偷做吗？让他们都恐慌起来。是。安排完这件事，楚林寒并没有多开心。既然要针尖对麦芒，他要有足够的实力。早上，甘草故意起得晚，想避开楚林寒。爹爹！秋儿立马跑了过去。来看看爹爹给娘亲准备的东西，好看不好看？爹爹给娘亲的一定是最好的。楚林寒邀功一般看着甘草。秋儿，你以后有喜欢的女孩子了，要问人家喜欢什么，不能自己想给什么就给什么。那娘亲喜欢什么？娘亲喜欢秋儿。哼，秋儿也喜欢娘亲，爹爹也喜欢娘亲，这样娘亲就多一个人喜欢了。秋儿说的对。楚林寒觉得以后要对儿子更好一点。秋儿，你要记住，喜欢这东西宁缺毋滥。娘亲说的太深奥了，秋儿还小，秋儿不懂。你若是不喜欢这些，我再让他们买一些回来。秋儿乖，先跟着曲宁姑姑去吃饭。你这是嫌弃我穿的不好？不是，咱俩又没什么关系，我穿的不好也不会给你丢人。怎么？甘草看楚林寒把人支开，更嚣张。觉得和我吵架在家人面前丢人？你要是不介意，我可以把他们都叫进来。还生气？你说呢？你是想让我穿这些去参加三皇子的宴席吧？原来你是这样想的。楚林寒知道甘草为什么生气。这两件事没有任何关系。去三皇子那里，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。甘草狐疑地看着楚林寒。我只是想把好东西都给你，和别的没关系。至于你喜欢怎么样，就怎么样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身为王爷，就不担心自己找了一个给自己丢脸的女人？只有没本事的男人，才会觉得自己女人丢脸。那你呢？我的女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带着曲宁去买点衣服，她对这些最了解。你好歹是一个王爷，没事干的吗？仗打完了，卸磨杀驴，还能有什么事？你就甘心情愿被杀？没想好。楚林寒很认真地说。关于这件事，他的确没想好。若是他完全不对朝廷妥协，那么只能反了。那你慢慢想。甘草说着就走。吃了早饭，甘草带着曲宁和叶蓉去买东西。这京城还真是繁华迷人眼，怪不得那么多人挤破了头想在这里立足。曲宁，京城最好的绣楼在哪？我离开京城4、5年，对这些不了解。甘草看曲宁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想他如今是睹物思人，心里可能不好受。你爹娘知道，你活着肯定很开心。滚！一声呵斥，引得2个人都看了过去。再来勾引我家男人，小心我抬你进猪笼！是你家男人说让我来为你做衣服的。给我做衣服，你衣服都差点脱了，赶紧滚！曲宁听着声音有些不相信。表姐，宁可听着声音熟悉，扭头看到曲宁有些不敢相信。宁儿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？我们都以为刚才是你泼的水。怎么？我在自家门前泼水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蔡氏叉腰。你这话说的好像只要是你家门口，天王老子都管不住你呀。
泼到我的马车上了，你说怎么赔吧？我没听错吧？溅到你马车上一点水，你要让我赔？我觉得你是故意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值得我？蔡氏开口就骂。叶蓉一巴掌扇过去。哎呦，打人了，要人命了！哎呦！甘草觉得泼妇这种生物分布之广让人啧舌。快来看呀！打人了，要命了！你嚎啊，你继续嚎。当家的，你死在里面了吗？你婆娘都要被人打死了，你还不出来？谁吃了？刘长宝叫嚣，叶蓉一脚踢在他膝盖上，把他踢倒在地。甘草看向宁克，你说他做了什么？这刘长宝一直给我说让我给他夫人做一套衣服，我让他带着他夫人过去，他不同意，说是给他夫人一个惊喜。我看他对他夫人还算用心，就答应来给他夫人量体做衣。谁知道他对我动手动脚，还说他家的肥婆不配穿好衣服。你说什么？蔡氏指着刘长宝，夫人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都是他瞎说的。宁克举手发誓，我宁可要是胡说八道，就让我不得好死。你可敢发誓？何必和这样的泼皮一般见识？娘，咱们做人堂堂正正，没什么不敢发誓的。轮到你了。刘长宝眼珠乱转，低头不敢应。好啊，你还真有这想法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住我的，还敢起别的心思？蔡氏说着，对刘长宝拳打脚踢。刘长宝不敢还手，一个劲儿的在那里说听他解释。甘草觉得没什么好解释的，示意屈宁一起离开。多谢这位夫人仗义相助。表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甘大夫。原来是娘的救命恩人。别听屈宁说的那么夸张，你们好不容易重逢，要不找个地方好好叙叙旧，可以吗？这有什么不可以？如今你有了亲人，我也为你开心，去吧。屈宁犹豫了一下，表姐，如今京城最好的绣楼是哪家？他虽然很想和表姐叙旧，也不能耽误了夫人的正事。是天一阁，不过如今的天一阁已经是安家的了。安家？屈宁听他表姐这样说，脸色阴沉了一下。甘草知道天一阁是屈家的，看来这里也有些渊源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你问绣楼做什么？我家夫人想买几套成衣。自从你们屈家出事之后，天一神迹已经消失。如今若论最好的成衣，还是天一阁。我刚才听你说你也是做衣服的，可有成衣？是有几套，但是面料都很普通。无妨，合适就好。那你们找个地方等着，我回去拿来给你们看看。那我们就在这个茶楼上等着。好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他说完就走。甘草看屈宁想跟着去，你表姐一个人可能拿不了，你去帮她拿一下。好。屈宁说着就跟过去。叶蓉看着甘草，你故意的。你若是好不容易见到亲人，也会想和亲人多待一会儿。我没有亲人。叶蓉冰冷地说。甘草转身要进茶楼，差点撞到跑过来的人。是你？他看着迟墨，原为他们都说这个于景侯世子很难结交。你还记得我？上次走得匆忙，还没来得及自报家门。于景侯世子？是了，石香姑姑在夫人面前提了一句，夫人真是好记性。你别一口一个夫人的叫，我姓甘，是个大夫，你叫我甘大夫即可。原来你是一个女大夫。失敬失敬，之前甘大夫说有缘再见，我们今天能再见就是有缘，可否赏脸一起喝杯茶呢？好啊。请。迟墨侧身让甘草先走。请。迟墨让甘草坐在一边。
甘草看着一边的香炉，这是什么香？感觉如此怪异。哦，这是难用的香料。他说着把香给灭了。小侯爷不必这样，每个人的喜好不同，我只是觉得有些怪异。我请甘大夫上来，若是让甘大夫不适，就是我的过错了。甘草看了迟墨一眼，想这样的人怎么会难结交？甘大夫平日喜欢喝什么茶？平时不怎么喝茶，偶尔煮一些汤水喝，对这个也不讲究。这样说来，甘大夫是个性情中人，一切随心。小侯爷平时也这么风趣？这个自然要看人。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甘草点头。那小侯爷也是性情中人。两个人随意地聊了起来。甘草听到下面的马蹄声，但是直接忽略了。他觉得那马蹄声和他没什么关系。很快楚凌寒就上楼了。甘草被吓了一跳，怎么有一种被捉了的感觉？在下见过韩王殿下。京城第一公子，鲜与人结交，如今和一个有夫之妇相谈甚欢，是不是要给本王解释一下？你干嘛？甘草看着楚凌寒。接你回家。难道甘大夫的夫君是？正是本王。楚凌寒很确定地说。你想在这里你就在这里，我走。在下不知道甘大夫就是韩王妃，失敬。韩王殿下，既然您认定了甘大夫是您的王妃，应相敬如宾才对啊。你这是要过问本王的家事？不敢。听闻王爷为了王妃敢违抗圣上，在下十分敬佩。既然如此在意，还请王爷对王妃尊重一些。听见没有？甘草瞪楚凌寒。楚凌寒听到了，也认可。可是在别的男人面前不能退缩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尊重？甘草一听楚凌寒这语气，就觉得他在想奇奇怪怪的事情。看到甘草离开，韩王殿下请留步。韩王殿下和王妃的事，在下也略有耳闻，恐有人对王妃不利，王爷谨慎。本王的王妃，不用别人提醒。楚凌寒转身离开。迟墨一脸失语，走到弗兰那里，看甘草带着他的侍女离开，韩王在后面追了过去。看到韩王的样子，迟墨没忍住笑了一下。堂堂战神也有被拿捏的时候。三皇子安排的是晚宴，邀请的人不多，迟墨竟然在其中。原本迟墨是不想来的，可是听说邀请的是韩王和韩王妃，便答应过来。乔春染到今天依然病着，若不是绿萼扶着，眼看着人都要倒了。周秋意竟然也在邀请之列，还有人见人爱的七皇子楚允初。乔姐姐，楚允初看到乔春染进来，就欢喜地跑了过去。三皇兄真是过分，乔姐姐还病着，就让乔姐姐来。你乔姐姐可不是因为我来的。三皇子说着，一脸感慨。那是因为谁？七皇子左右看看，周秋意已经来了，看到他们几个人有说有笑，他眼底都是怨毒。要不是乔春染，就算他只是一个侧妃，他也已经在贵王府了。你五皇兄。三皇子直接说。听到五皇子，七皇子不着痕迹地撇了一下嘴，显然不怎么喜欢。几个人正说着，外面通传韩王到了。楚凌寒站在那里不动。韩王殿下，我家王爷已经在等着了。睁大你的狗眼，没看到韩王妃也在这里吗？为何不通传？门房一个机灵，他不敢通传，那岂不是说他们家王爷认了这个韩王妃？凌烟拔刀，韩王妃到。门房通传完，直接跪在地上。听到这一声通传，几个人齐齐地看向三皇子。本王去看看。
三皇子说着就走。他虽然想让乔春然死心，但是也不敢这么招摇。回头别人要说他承认甘草是韩王妃了。不等他出去，楚凌寒已经带着甘草进来。屈宁给甘草做了新衣服，但是甘草觉得太重，最后还是穿着自己日常穿的衣服来了。贵王殿下匆匆忙忙的要去做什么？武帝来了，本王自然要亲自去迎接。五哥和乔姐姐有婚约，怎么说别人是五哥的王妃？给你五嫂道歉。楚凌寒看着楚允初，我只认乔姐姐的五嫂。那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你五哥。众人都没想到楚凌寒会这样。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，人都到了，我们就入席吧。三皇子带着他们往里面走。乔春染从甘草进来就一直看着甘草。甘草的确没有她漂亮，但是站在楚凌寒身边是那么的耀眼，让人无法忽视。而那本来是她的位置。在下见过韩王殿下、韩王妃。小侯爷，你叫早了吧？乔姐姐还没成亲呢。七皇子，乔春染尴尬地压低声音叫道：七皇子莫不是不认韩王殿下这个五哥了？韩王殿下说是韩王妃，那就是韩王妃。若是韩王殿下抛弃糟糠，才让天下人所不齿。楚凌寒意外地看着迟默，大齐就没有一个贱民王妃。允初，怎么能这样说话？快道歉！我又没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韩王殿下大度，不会和一个孩子计较，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坏了兴致。我们赶紧入席吧。对，赶紧入席。这一唱一和的，若是楚凌寒再计较，反倒是他们小气了。七皇子今年13有余，如此言语刻薄，三皇子还如此宠着，他日定成大祸。小侯爷此言差矣，三皇子这是宽以待人。那为何不见三皇子宽待韩王妃？七皇子说出那样的话，都可以一笔带过。小侯爷，为何总是护着甘夫人呢？三皇子看着迟默，在下只是就事论事。迟默坦荡地说：三皇子邀约，在下感激不尽，只是还没开席便这般作为，这宴席不吃也罢。老七，给你五哥道歉。五哥，对不起。五弟，七弟已经道歉了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楚凌寒看了甘草一眼，觉得他想留下，带着甘草就入席。乔小姐，十分抱歉，没想到五弟竟然把这个女人带来了。乔春然很不自在地挤出一个微笑，跟着三皇子入席。五弟回京之后事情实在太多了，好不容易才请来，我们兄弟一定要好好的喝上一杯。听闻五弟去衢州的时候喜欢周小姐跳的舞，我就特意把周小姐也请了过来，给五弟跳舞助兴。周秋意努力地让自己保持微笑。三皇子把他当什么了？舞姬吗？周小姐，去准备一下。周秋意硬着头皮起身，转身的时候猛地崴了一下脚。小姐，小柔慌忙来扶着。实在抱歉，扫了贵王殿下的兴，我这脚怕是跳不成舞了。甘草敬周秋意是个狠人，为了不跳舞，差点把自己的脚废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快扶周小姐下去休息。我是大夫，帮周小姐看看。那就麻烦了。我陪你过去。周小姐是女子，你过去不方便，叶蓉陪着我就好。扫了几位的兴致了。我对看跳舞本就没有兴趣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三皇子有些尴尬。其实请五弟过来，是想五弟和乔小姐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乔春染怯怯地看向楚凌寒，好像怕楚凌寒生气一样。该说的，我3年前已经说过了。
如今也不会有什么变化。可是你们有婚约在先呢。三皇子这样说着，眼底有些兴奋。看来楚凌寒是要一条道走到黑。所以呢？楚凌寒反问。周秋意带着甘草去一边的厢房。难得你不计前嫌，不过是给人让个位置。你真舍得。周秋意也不装了。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，三皇子这宴席是为韩王和乔春然摆的。是为他们两个摆的没错，但是真正目的是什么就不一定了。你觉得你凭什么和乔春然争？凭他喜欢我。甘草得意地说。当时在秋水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熟悉，原来他真的是五皇子。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他的身份吧？他可是骗了你。他堂堂一个王爷，愿意骗我一个小村姑，看来他对我是用心良苦。那是以前，如今他恢复了身份，你以为他会喜欢你多长时间？喜欢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，总比有些人不择手段也一点用都没有。周秋意咬牙，看来甘草知道他对韩王做的事了。你这脚好好养着，别乱跑了，不然废了，回头想给别人跳舞都跳不了。三皇子想要草堂落尘。周秋意直接说。你这么出卖他不好吧？我只是告诉你，他想要你守不住。你长得也不错，怎么就沦落成一个玩物了呢？甘草说完就走。周秋意恼火，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甘草刚离开周秋意的房间，却看到乔春染在那里等着。乔春染看到甘草过来，迎了上去。周小姐的伤怎么样？伤筋动骨100天，脚腕全是筋骨，估计要养2个月。那就好，说是好不了，就是罪过。之前冒失的去找甘大夫，也是我不对。甘草想这是没赢，所以觉得自己不对。没事儿，我先过去吃饭了。甘大夫留步，之前你照顾韩王辛苦了。和自己夫君是过日子，哪有照顾不照顾？甘草笑盈盈地看着乔春然。我和王爷是有婚约的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阻止你们母子进门。甘草想，这乔春然多少有点大病，你阻止得了吗？他说完就走。乔春然站在那里看着甘草的背影，一个乡野村妇竟然如此嚣张。甘草回到宴席，晚上到现在才吃饭，饿了吧？下午吃了点心。甘夫人，乔小姐也去看周小姐了，你们可遇到了？三皇子问道。遇到了，不过我出来她才去。不对呀，乔小姐也去了一段时间了。三皇子狐疑。是吗？那她可能先去别的地方了。先前安家的事情本王听说了，本王在这里给甘夫人赔一个不是了，我们一笑泯恩仇。甘草看了一下酒杯，然后看着楚凌寒。那人不胜酒力。楚凌寒这样说着，也没替甘草喝的意思。五哥，你眼里只有这个女人。你今天倒是说对了一句话。韩王和韩王妃的感情实在让人羡慕。迟墨一脸开心。今天迟墨的表现着实把楚凌寒整不会了。难道真是他太小气？可惜五弟和春然从小是一起长大的，青梅竹马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春然就喜欢和你玩呢。不说了，都过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乔春然从一边过来。乔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。乔春然说着，胆怯地看了甘草一眼，同时露出脸上一个清晰的巴掌印。春然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没事。乔春然急得要哭的样子。大家快吃饭吧，别因为我扫了大家的兴致。甘草想，不会是周秋意把乔春然打了吧？是不是这个贱人打的你？甘草看向七皇子。
这不是童言无忌，这明明是恶毒。虎弟，不管因为什么，你都不该对乔小姐动手的。乔小姐什么都没说，你们怎么就认定是韩王妃打的人啊？石墨站了起来，气氛瞬间剑拔弩张。乔春然，是谁打了你？甘草盯着乔春然。除了你还能是谁？你一个乡野村妇，依仗着和武帝的一点恩情，就想鸠占鹊巢。楚凌寒拔剑对着三皇子，直接把三皇子想说的话斩断。乔春然被吓了一跳。韩王殿下竟然因为一个女人对兄弟拔刀相向。乔小姐，不过问问是谁打了你，有这么难回答吗？是我自己。乔春然惶恐地说。春然，你不用怕他。武帝，你可想好了？三皇子盯着楚凌寒。我们走。楚凌寒还真不能把三皇子给杀了。等一下，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打的乔小姐，但是我可以证明不是我打的。你要如何证明？甘草走到乔春染一边，一巴掌打了下去。乔春染直接被打懵了。小姐，你们看看，我的手艺明显大一些。甘草看着乔春染的脸，众人都愣住了，谁都没想到甘草会这样证明。的确是我打的，后院有蚊子，我被咬得难受，不小心挥手打到了。原来是个误会，乔小姐那样实在太容易让人误会了，以后有什么事直说。那你也不能这样打乔小姐。在三皇子看来，我的清白还比不上一只蚊子。甘草看向三皇子，三皇子的确认为是甘草打的乔春染。好了，你们府上蚊子多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那我们走。楚凌寒带着甘草就走。母妃。三皇子进宫行礼。五皇子把太子接出宫了。那个甘草说能治好太子的脸。景妃压低声音。不可能啊，这么多年了。景妃瞪了三皇子一眼。三皇子知道自己失言。如今看来得赶紧让韩王娶了甘草。母妃。三皇子不理解。今天元妃一句话倒是点醒了我，若是韩王娶了个乡野村妇为妻，便没有女方助力，对我们来说大有好处。只是元妃为何会突然帮我们？她牡丹入梦，司天监说是个女儿。景妃嗤笑。皇上听说是个女儿，送了不少赏赐去，估计她是看清形势了，想靠向我们这一边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袁家和沈铎闹退婚是怎么回事呢？提起这件事，景妃也头大。沈铎那小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不愿意，没人能按着他的头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太子不能治好自然是最好了，若是治好了，我们也要有办法应对。当务之急是不能让五皇子有助力。景妃一脸凝重。是。昭妃平日里深入简出，天天泡在禅室里。今天也说想四皇子了，让人把四皇子传召进宫。四皇子楚允剑，如今在国子监任职，为人做事也十分低调。母妃。四皇子行礼。今日景妃娘娘招了不少贵女入宫，母妃就想起你的婚事。太子和三皇子没有成亲都有原因，听说五皇子儿子都3岁了，你也该想想了。兴许是缘分还没到。你这孩子，最近老六的学业得你父皇夸赞，看来在国子监学得不错。老六本就聪慧。过几天就是他母妃的忌日，你陪他去祭奠一下。是。母子2个人拉了一些家常，吃过晚饭。夫人，袁小姐来了。袁小姐怎么又这么晚来了？我姑姑让我来给你传个话。甘草就知道是元妃让袁薇来的。我姑姑好不容易找机会，
让景妃娘娘消除了对你的敌意。如今你要治好太子，势必又要和景妃为敌。彩儿，你不知道京城的水有多深，你治好了太子会有大麻烦。我给太子治病，就像当初为你姑姑治病是一样的，仅仅是因为他有病。至于你们说的利弊，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袁薇看着甘草，别人说这样的话他不信，但是甘草说他肯定相信。这里蚊虫太多，袁小姐还是早些回去。甘草开始赶人。多谢袁小姐来告知。彩儿，我不是。袁薇听甘草对她的称呼改了，心里就慌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袁薇解释。既然袁小姐来提醒我，我也给袁小姐一句话，没有明哲保身，只有分清是非。甘草打断袁薇的话。袁薇没有再说什么。那我先回去了。甘草还是把袁薇送到了后门口。甘草一转身，发现楚林寒站在他身后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一直都在。全家还是很担心你的。我们的行事方式不同。甘草也没说什么。其实他说的没错，像袁家那样的门第，做这样的选择，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。甘草不太清楚袁家是什么样的门第，以前觉得很厉害。袁薇的父亲袁琴，如今是户部尚书。他在当上户部尚书之前，也是沉沉浮浮。后来袁妃进宫，深得圣宠，袁家才稳定下来。我没怨他。楚林寒知道甘草不会怨袁薇。我要治好太子，对你没影响吧？我又不想当皇帝，对我有什么影响？那谁想当皇帝？说起来也就2个。包括太子吗？不包括。那就3个了，一个是3皇子，另外一个呢？4皇子，楚隐剑、倩王。皇上一共几个儿子啊？一共7个。2皇子早夭，如今你已经见过太子、3皇子和7皇子。那4皇子和6皇子是什么样的人？4皇子如今在国子监任职，待人温和，为人低调。6皇子如今在国子监读书，学业有成，却是个书呆子。7皇子为什么不在国子监读书？7皇子顽劣，还住在皇子所，跟着皇子所的夫子读书，却因为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平日里没人管束。你这不在京城，对京城还挺了解的。就这么几个人而已。楚林寒说着，眼底一抹落寞。2个人一起出门，看到一队马车停在王府门口。见王殿下。楚林寒看着刚从马车上下来的人。五弟啊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兵部。得亏我来得及时，不然要叫人去把你请回来。你快看看，我帮你把谁给请来了。楚林寒看了过去。奶奶。甘草看着从马车里出来的人。剑王真是有心了，把王妃的家人都接到京城。五弟事多，我也就能帮五弟这点了。剑王笑着说。楚林寒还以为剑王会一直隔岸观火，没想到却来了个暗度陈仓。多谢奶奶。甘家大部分人都来了，甘荣在家看家没来，甘伟是个知县，也不能随便离开。草民见过韩王殿下，冒昧而来，请韩王殿下恕罪。甘草看着他奶奶这样，有些不是滋味。娘子，先带奶奶他们回府。甘草点头。多谢剑王殿下，王妃的家眷刚来，本王有事要忙，就不请剑王进去坐了。应该的，五弟先忙吧。剑王点头离开。楚林寒看着剑王离开，剑王突然把甘家人都接来，他的确有些措手不及。王爷，赶紧收拾出来一个院子安置。是。剑王一脸悠哉地坐在马车上。沐雨不明白，王爷为何要费那么大的功夫把甘家人接到京城呢？老五之所以那么肆意，不过是因为没什么能拿得住他。如今他不是一个人，就有软肋。
沐雨还是不太明白。你看吧，这下京城才热闹。甘家人都坐在后院的小厅子里。是剑王把你们挟持到京城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如今韩王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，把我们送回去即可。他是回不去了。甘草想，剑王费尽心思的把他家人接到京城，可不是为了让他们回去的。那甘泉担心。爹不用担心，先安心住下。没想到凌寒竟然是皇子，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配得上皇子啊？哎呀，他说着叹气。不是咱们草儿巴着要嫁的，你个当爹的，你就不能为女儿说一句硬气的话呀？奶奶说的对。甘草笑了起来。太姥姥、外公、外婆。看到秋儿，甘家人都开心了。秋儿，太姥姥，秋儿可想你了。是吗？甘草看楚凌寒站在外面，他也起身走了过去。奶奶他们还习惯吧？刚来，肯定惶恐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就让他们在府上住着。也是我想的不周，一直没让人安排他们。我家人都好好的，用不上你安排。我丑话说前面，那个剑王若是敢对我家人做什么，我就让他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。你放心。甘草一点都不放心。他派人把屈宁叫了回来。屈宁和他家人熟，又来王府了一段时间，也好说话一点。林叔的动作很快，收拾好了院子，就让柳氏他们去休息。柳氏看着屋子里的陈设，韩王府对他们这么礼遇，应该没有亏待他孙女。奶奶，一路上走了这么长时间，先好好休息一下。屈宁对府上也熟，奶奶有什么需要尽管给他说。屈宁站在一边慌忙点头。屈宁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事儿和你们夫人说。柳氏看屈宁离开，你凌寒对你还好吧？比以前好。甘草笑着说，我也知道我们被这样带来肯定会对你不利，可是他在那位置上，我们本就有很多的身不由己。奶奶不要想这么多，既然是因为他，那也就只有他能解决，我们就不要操心了。你来京城这么长时间，皇宫里的什么态度啊？甘草一脸一言难尽。肯定是不接受你，皇室是不会允许一个平民称王妃的。听奶奶这样说，好像对皇室很了解。这还用了解吗？普通人家都讲究一个门当户对，更何况是皇室。你孙女也不差。我是想劝你避其锋芒。避其锋芒？甘草不解。如今你已经为韩王生了个儿子，王府会有你一席之地的。不过你不能当王妃，还是趁早让韩王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王妃，你们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儿。奶奶，那我宁愿这日子不过了。我知道奶奶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我想要的好，我自己努力。傻孩子，你可知道这样有多难呀？我想要的不是普通的东西，难很正常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柳氏知道甘草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行，只要你确定就行。柳氏也不再劝。甘草离开，屈宁进去伺候着。唐早站在院子里等甘草。老爷真是王爷？唐早到现在都有点不敢确定。是，你来了，你爹怎么办？还有大哥呢，家里那么多人，那我们是不是不该来？来了就来了，不过你看好二哥。放心吧。等安置好这一大家子，已经黄昏了。楚灵还让厨房准备宴席给他们接风。甘草有些头大的躺在躺椅上，
毕竟是他自己的家人，他得自己安置。去你厨房看看还要准备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家人喜欢吃什么。你安排了那么多，他们吃自己能吃的就行。咱们好好商量一下这件事吧。不是已经商量好了？什么时候商量好了？就是王府，我来负责。我是说他们暂时住在王府，要是一直住在王府，别人要说我们一家人都靠你养。我养得起。楚凌寒得意。我也养得起啊，他们自己也能养得起自己。我们两个不在意别人怎么说，但是这么多人，随便出点什么事，那就一天到晚别想安生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甘草想，男人就是不在意家长里短的事。甘草陪着他奶奶吃了晚饭，又在王府的后院溜了一会儿，简单的说了一下离开秋水寨之后的事情。我现在别的不担心，就担心你四哥。我四哥怎么了？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把我们接来京城，也就是让你丢丢脸而已。你四哥好歹有个官职，万一……柳氏担心，若是甘伟被算计，到时候牵扯到甘家，韩王肯定会很被动。奶奶放心。甘草也只能这样说。怎么越想越觉得接他娘家人进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。甘家进京了。三皇子看着沈策，还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。甘草自己还名不正言不顺，就开始为他家人筹谋了。是四皇子把甘家人接到京城的。沈策补充。老四。三皇子想着想笑。哼，他向来都是剑走偏锋，看别人斗的。王爷英明。盛寒楼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三皇子突然问。沈策听自家王爷这样问，靠近王爷小声回禀。三皇子听得开心。好，到时候我看他们怎么收场。甘家人拉着甘茂，那边林管家拦着香絮，两边吵得不可开交。闭嘴！小妹，你可回来了，你说说你家下人，我不就折了几枝花给你二嫂吗？他至于那么生气吗？王妃，这是王爷特意让我们从北京带回来的林香芽，说是给王妃的。香絮也委屈。那花盆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了二爷一句，二爷生气把花盆给砸了。小妹，花花草草咱们秋水寨多的是，我不就折了2枝，他一个下人还敢说我？这林香芽如今在京城值多少钱？甘草压制着胸中的怒火。去年京城安国公得了一盆，不如这一盆好，价值2000两。什么？这破花2000两？二哥，这花是破花，这王府也是个破落门户，怕是容不下二哥。你因为这一颗花这样和我说话？这是一颗花吗？这是你们对我的试探，看我会不会在王府一直护着你们。甘草这话一出，甘家人的目光都有些闪烁。夫人，的确是我没拦住你二哥，奶奶被气得晕倒了，还没醒。甘草盯着甘茂。2000两，一文不能少的还钱。甘茂愣住了，偷偷地看向他娘。杜氏也不敢说话。王妃，其实……林管家想解释，先把地方收拾一下。甘草打断林管家的话，林管家躬身行礼，不敢再多说。甘草给他奶奶行针，他奶奶深吸一口气醒来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草儿，你安排一下，我们这就走。不至于。这烂泥在堂子里还能开出个花来，一到大雅之堂啊，那就是烂泥。奶奶先消消气，我想想办法。你若是有办法，便不会出去躲清闲了。甘草也不是躲清闲，就是怕麻烦。这样一家子人到了京城，只会给你添堵。这人已经来了，哪有那么轻易的离开？柳氏听甘草这样说，无奈的叹气。
陪着奶奶说了一会儿话，甘草才从奶奶的房间里出来，看到他娘等在那里。你奶奶没事吧？没事能晕倒？哎，你奶奶这身体，跟她说不要操那么多心，她偏不听。你看，这么说来，还是我奶奶的错了。哎，也不是。你说，这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。甘草看着他娘，他娘尴尬的不知道怎么说下去。你这嫁人了，我们好歹也得见见亲家。甘草想，他娘真够天真可笑的，竟然把皇室当成他的亲家。你四哥好歹也是个当官的，你给凌寒说说。娘，甘草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你知道直呼王爷名讳是什么罪吗？叫女婿名字能是什么罪？轻则掌嘴。甘草看着他娘，若是言语不敬或是辱骂，可以割舌。咱们以前不都这样叫的吗？天地君亲师。甘草深吸一口气。君在前，亲在后，他是王爷，他的父亲是皇上，皇后的父亲见了皇后，也要行叩拜之礼。杜氏依然不信。哪有父亲给女儿行礼的？甘草嗤笑了一下，一下子飞得太高，果真够飘。爹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你爹他老实巴交的，想着也见到你了，赶紧回家去。你不会舍得让爹娘回去过苦日子吧？家里的日子很苦吗？我倒是天天都想回去。你，杜氏觉得甘草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哎呦，这王府一盆花都2000两，别的肯定更值钱。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要回去？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，杜氏不解地看着甘草。你们好好待着。甘草说着离开。杜氏觉得甘草是攀了高枝忘了娘，他们不能这样等着，回头要和凌寒好好说说。王妃，林管家行礼。晚上送饭的时候把我奶奶接出来，从明天开始不给他们送饭。王妃这是？林管家用自己的手段让他们怕。甘草说完就走。林静文意外地看着王妃的背影，虽然他很担心王妃无底线地袒护自己的家人，可是王妃这样处理同样让他怕。楚凌寒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太阳落山地上凉，怎么让王妃坐在这里？我自己想这样做。我听林叔说你要把你爹他们关起来。因为一盆花不至于。林香芽虽然珍贵，却不用这样。不是林香芽，你不知道我二哥今天那理所应当的样子，我看了就生气。你若是不想和他们一起住，我给他们置办一个宅院，让他们过去住。这不是住的问题，怎么跟你说呢？甘草有些无奈地看着楚凌寒。你可能太累了，我知道你担心一个不慎，他们就会给王府带来大麻烦，他们也会丢了性命。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，有我在。别的事情可以有你在，但是这件事……甘草有些想不明白。帮我查一件事。什么？楚凌寒意外。我今天在外面听人说，是我撺掇着袁威和沈多退婚，你查查是谁说的。有这样的事？甘草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和楚凌寒说了一下。原则上这件事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。我知道了，你家人做的事也不要想太多。晚上甘草去陪了一会儿他奶奶，他奶奶压根儿没问为什么把他单独接出来。曲宁，你陪着奶奶。是。曲宁点头。回去哄秋儿的时候，秋儿已经睡着了。香絮从屋里小心地退了出来。王妃。香絮看到王妃，慌忙行礼。今天你受委屈了。奴婢不委屈。你是林叔的女儿，不用自称奴婢。看你今天气色不好，我给你看看。香絮意外。这……我是大夫。
甘草给香絮把脉之后松开，的确需要调理一下，回头我给你开个方子，你先吃着。多谢王妃。都是一家人，谢什么？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就是，不用试探，太麻烦了。奴。香絮紧张。甘草看着香絮，我之前不敢。之前不熟，不敢也很正常。只是王妃把爹娘关起来真的没事？什么叫关起来？是住在王府。甘家人一晚上没睡好，昨天晚上院门被锁了，到现在都没开。你说小妹是什么意思啊？甘茂在院子里转了一会儿，回屋和唐早商量。自己当了王妃，觉得我们给她丢人了。唐早不知道怎么说，他之前还觉得公爹挺明事理，昨天这事的确不对。你向来有主意，你说话呀。要我说，咱们在秋水寨过得挺好。那能和京城比吗？你来的时候没看到那大街上多热闹，那些人穿的衣服，也不知道奶奶是怎么想的，不让小妹给我们做衣服，我们这样穿出去不是给小妹丢人吗？他说着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不行，我得让小妹给我做一身好的，比老四那官袍还好。你是怎么了？以前在秋水寨的时候，你还说不能占夫人的便宜，现在怎么？那能一样吗？甘茂不以为然。那个时候他一个人挺可怜的，有个那人和没有差不多。我一个当哥哥的再占他便宜还是人吗？现在他可是王妃啊，还有不可能忘了我们吧？这还是别人把我们接来的，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成王妃了。唐早十分无语地看着甘茂，说这个呢，今天怎么还不来送饭？甘茂说着往外走。杜氏也在絮叨甘泉，说甘泉不会说话。你可是王爷的岳父，那是王爷的半个爹，闷着一声不吭，连个下人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你是没见草儿现在是怎么说话的，张口就是2000两，我看他有脸让自己家人还。杜氏一直在吐槽，甘泉觉得这样不对，可是又想草儿现在是王妃了，也不在意这个。就这样，他们从早上议论到中午，才意识到王府的人一直没给他们送饭。林管家也没一直晾着他们，带了一队护院进了院子。看到这样的阵仗，甘家人有点怂了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不给我们送饭？小心我小妹把你们都赶走。诸位可能不太清楚，王妃并不是名正言顺的王妃。你蒙谁呢？我小妹早就嫁给王爷了，孩子都3岁了。那充其量算外室。真正的王妃要入玉蝶，得到皇室的认可。甘家人更懵了。以王妃的出身，皇室不可能让她入玉蝶。至于你们为何是别人接近京城的，不过是为了羞辱王爷。你骗谁呢？杜氏不信。别以为我好骗，秋水寨谁不知道他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？即便天下人都知道，也只是一个未入玉蝶的外室。不管你怎么说，只要韩王喜欢我小妹，她就是你们王府的王妃。甘茂理直气壮。林管家脸上依然挂着笑。既然诸位坚持这样认为，那就好好冷静一下吧。他说完带着人就离开。爹娘，怎么办？那四皇子说我们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，不如我们……甘泉一巴掌打在杜氏脸上。咱们算个什么东西啊，去求人家。他说完闷头回屋。你不是男人，你没本事就会打女人。甘茂看到这样不敢靠近，一溜烟回屋了。唐早看到婆婆这样也没搭理，转身去甘云房间。草儿不会真不管我们了吧？我觉得夫人的处境也不好。唐早担心地说，这里又不是秋水寨，
那怎么办？早知道我就不来了。唐早看着甘云，他突然明白接他们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甘云来了，因为他们以为甘草在意甘云。王妃，我按你吩咐的给他们说了，看紧了，别让他们有出去的机会。好。林管家点头。甘草看向他奶奶住的地方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过去了。夫人，你下去吧。听曲宁说你在京城开了个医馆。刚来京城想救新百里，想着开个医馆，成为闻名遐迩的神医，到时候我对别人有用，便不会被随意拿捏。你这想法是好的，就是太危险了。所谓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风会摧残每一棵树，只是长得好看的那一棵，人知道它被风摧残了，别的压根儿就没看见。你这丫头哪来的这么多歪理？我知道你在为你爹娘的事儿烦心。自从我知道凌寒就是五皇子，吕秀才劝我退一步，奶奶也劝我退一步，出了这韩王府，没有人认我是王妃。还有，甘草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凌寒本来和乔小姐有婚约，虽然3年前就要解除，却一直挂着。皇宫我倒是进了2次，不过也是闹了2次，没有人愿意承认我是韩王妃。新百里刚从牢里出来那会儿，姬无羡又出事了。对了，我还在京城遇到了苏萧。甘草突然想起来这件事。苏家那丫头，柳氏也意外，她怎么到京城了？不知道，在楼子那种地方。那你可千万不能让苏家人知道，回头又要怨到你头上。苏萧已经死了，尸体也找不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柳氏意外，我也没有查清楚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那苏萧的死，柳氏看着甘草，确定和我没关系，我只是刚好遇到。那就好。其实你爹以前虽然不那么心疼你，也想着你能过得好一点，只是他们认为一家人要相互帮衬。如今你成了王妃，那就是人上人了，家里人也应该这样。他们只会看到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富贵，却不知道其中的艰难啊。这些超出了他们的认知，就变成了无根的浮萍。甘草听他奶奶这样说，才能理解他家人的思维。那奶奶有办法吗？知错能改，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错了，才有改正的可能。若是他们认为这样没错，甘草自然知道这个道理，这也是这件事最为无奈的地方。这件事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们不给你添麻烦，你能保他们平安。甘草点头。他奶奶说的保他们平安，不过是活着。甘草正说着，门房禀报说陶小姐来了。柳氏看着甘草，就以前住在我家的陶灵儿，她是丰州陶家的小姐。那你赶紧去吧，别让人家等时间长了。好，那奶奶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就让曲宁找我。陶灵儿在前厅转来转去，看到甘草过来，立马凑了过来。你这是干嘛？你家里人不是过来了吗？我给他们准备了礼物，也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。算了，你都拿回去吧。怎么？你们吵架啦？以前也不见你这么喜欢我家人。那不一样，以前他们在秋水寨，那是他们的地方，如今他们来京城了，也不认识什么人。甘草看着陶灵儿，这个倒是真的。行了行了，都放这里，我给他们。听说你和盛寒楼很熟。你怎么什么都能听说？听说因为你经常去盛寒楼，都被宫里传唤了。甘草无语。陶灵儿一离开，灵叔，
甘草把林管家找来。王妃，麻烦林叔去成衣铺子给我爹他们置办2套衣服回来。好。林管家想都不想就答应。晚上去春和楼订桌酒席，我带他们出去吃饭。订最好的。甘草点头。府里的人也不用迁就他们，王妃一定要讲道理。好，那我让厨房把午饭给送过去。有劳了。甘草有些抱歉。吕光之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。进盛寒楼的名额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呀，自从确定小侯爷去盛寒楼之后，我便传出盛寒楼新开业，只有预约才能进的消息，制作了300张预约卡，然后我直接拿走了200张，制造出很多人预约的假象。等那100张预约卡被预约完，就在黑市放出可以转售预约卡的消息，结果效果非常好，今天已经120两1张了。那你和金元妈妈怎么分？分？吕光之觉得东家太实在了。我给他保证有300个客人，他还要再给我分钱。甘草打量着吕光之。东家放心，这些钱都会入账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太顺利了？那是东家低估了京城第一公子的影响力。你赚了这个钱就要给盯紧了，千万不要出岔子。吕光之看东家这么在意这件事，就凝重的点头。下午，甘家人兴奋的试衣服，唐早却开心不起来。他觉得夫人突然换了态度，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。赶紧换上呀！甘茂看唐早心事重重的坐在那里不动。我去看看夫人。你都嫁给我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他二哥，他应该叫您是二嫂，怎么还是夫人夫人的叫他？夫人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变不了，人不能忘本。那你去看他吧。唐早没有搭理甘茂，径直去找甘草。王妃，下人带着唐早过来。坐。下人离开，唐早站在那里不动。怎么了？甘草看着唐早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回秋水寨不会那么容易，夫人可想好怎么安置？其实你们来京城也没什么，只是人多定然是非多，若是被人利用了，那就是大麻烦。我知道。你要是知道，就多劝劝我二哥。爹还好，娘耳根子软，就二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我想想办法。你也不用太担心。甘草安抚唐早。人来了，我陪着该做的事情做了。好。楚林寒听说甘草安排甘家人吃饭，就提前回来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林叔说你要带他们出去吃饭，我回来陪着。你可千万不要去，他们见你对我百依百顺的，还不想骑到你头上。你这是为了我好。倒也不全是，没你撑腰，我好说话一点。楚林寒怎么觉得自己被嫌弃了？待会儿我带他们出去，你过去看一眼，谁也不要搭理，转身就走。楚林寒想了想，点头。好。对了，说我撺掇袁威和沈铎退婚的源头查到了吗？是袁家。楚林寒也不隐瞒，估计是袁家试图造势，让沈家知难而退。这是甘草最不喜欢的结果。其实那天袁威突然从正门来找他，他就应该想到。罢了，知道就好。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诡异。什么？今天陶灵儿来找我，说盛寒楼的预约卡黑市卖到100两1张。我找吕光之问了，这件事的确是他做的，但是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，有些匪夷所思。你怀疑什么？你想，盛寒楼得罪过安家，我又因为盛寒楼的事被传唤进宫，莫幽都知道这件事，别人不可能不知道。我总觉得会有人用盛寒楼做文章。我让林岩去查一下。没事儿最好，若是有事，我们也好做个准备。楚林寒点头。行。两个人聊了一会儿，外面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。甘草带着秋儿去前院，甘家人已经等在那里，衣服很合身，但是穿在他们身上总觉得怪怪的。
你可算来了，带爹娘吃个饭都要我们等着。二舅舅很饿吗？这把甘茂问得很尴尬。这个时候，楚凌寒看似路过这里，妹夫，甘茂叫着就跑过去。甘草正想楚凌寒会怎么解决，一边的护卫直接提刀挡住了甘茂。妹夫，你家的下人。楚凌寒瞥了他们一眼，径直走了。他这什么意思啊？给我们脸色看呐！闭嘴！柳氏生气地呵斥。甘泉虽然不愿意，还是低头不说话。走吧走吧，马车已经在外面了。不就是吃一顿饭吗？好像谁没吃过一样。马车到了春和楼，甘茂才意识到自己真没吃过。整条大街都灯火通明，看起来比白天更繁华。哟，那可都是香烛啊，这一天得烧多少钱啊？柳氏看着京城的一切，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奶奶，小心点。几个人没见过世面的东张西望，看得店小二都有些看不过去了。哎呦，客官，小心脚下呀！到了雅间，甘茂看得吃惊。小二，我们订好了席面。是，客官稍等，马上上菜。甘泉坐在那里不自在。我见爹娘在王府吃饭不自在，就特意出来订了一桌。你们大老远来京城也不容易，吃好喝好。我明天带着你们在京城转转。哎，小妹，你进过皇宫没啊？进过2次。那皇宫是不是白玉围墙、金坐马？皇上吃饭都是用金筷子。 2次都差点把命丢了。怎么回事？柳氏担心地看着甘草。我这名不正言不顺的生了皇室长孙，都想着怎么除掉我。你给他们家生了一个孙子，他们家怎么能这样呢？就你这话，他们把你砍了也就是砍了。甘泉低头，他们也太不讲理了。杜氏小声嘟囔：“好啦，好好吃饭。”要说唐早进门也1年多了，肚子也没个动静。说来也是，甘草认真地说：“之前林氏进门那么长的时间也没动静，也不可能接了2个人都没动静吧？”你说什么呢？杜氏一拍桌子，看着甘草。柳氏一个眼神过去，杜氏觉得委屈。娘，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？哪有当小妹的这样说自己二哥的？草又没说错。不可能。好啦，吃饭，什么可能不可能？孩子这种事情要看缘分。刘氏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要喝酒。”甘茂生气地说。甘草示意了一下，让小二上酒。没吃一会儿，桌子上又掉了一层的菜。秋儿伸长脖子看着桌子。外婆，二舅舅不会用筷子吗？草儿怎么教孩子的？秋儿现在筷子用的可好了，吃饭1粒米都掉不出来。娘亲说1粥1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外公顶着大太阳种庄稼，更要知道不易。秋儿，你爹又不欠这一点，你哪来这么多话？二舅舅说的不对，我爹欠不欠都不能浪费。你把菜种在桌子上，它又长不出来。甘茂喝酒喝得脸红，想教训一下秋儿，被唐早一脚踩在脚背上。你干嘛？他恼怒地看着唐早。我看你吃的差不多了，慢慢吃。哎，客官，你喝醉了。你知道我妹夫是谁吗？甘茂。柳氏呵斥。客官，你真的喝醉了。不管你妹夫是谁，这账肯定是要结的。谁欠你那1点银子？这可不是1点银子呀！你喝的是春风醉，我们春和楼最好的酒，1壶10两呢。什么？你说这1壶10两？对，客官这都喝了第3壶了。
你少蒙我，我可是有靠山的。我们春和楼出了名的童叟无欺。再说了，这京城谁没个靠山？知道我们酒楼老板是谁吗？谁？陶国公。陶国公很厉害，只能说皇上都要客气3分。这天下还有皇上怕的人？哎呦，客官你可慎言啊！皇上倒是不怕谁，但是皇上吃饭也要给钱呢。甘茂拧眉，不是说天下都是皇上的吗？要说这京城最靠不住的就是靠山了，知道元和公主吧？甘茂摇头。公主那可是皇上的亲生女儿，还不是送去和亲被彪国给辱杀了。甘草听得皱眉，他没听说过这件事。那靠山大不大呀？那还有朔喜郡主呢，那可是郡主啊，被人凌辱了，丢到了大街上了。甘草觉得这店小二平时肯定没少听八卦，说起什么来一套一套的，把他二哥都给唬住了。你现在把这酒壶丢下去，说不定就能砸到一个权贵呢。这京城最不缺的就是权贵了。对了，你妹夫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妹夫是谁？又是一个攀亲戚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亲戚。你说谁见不得人呢？我看你们穿的绫罗绸缎的，却一个个皮糙肉厚，指不定是乡下来的攀上了什么亲戚了。这样的我都见得多了，自己没有根基，想着攀上别人就能一飞冲天，无一例外，都死得很惨。甘茂和店小二的话，一边的人听得清楚。甘草想，这店小二不会是楚凌寒安排的吧？能把他二哥给说怂了。甘家人听了这样的话，也都有些尴尬。原本以为自家出了一个王爷女婿，那就是人上人了。结果发现京城到处都是这样的人，他们还真没法和人家比。原本甘草还想带着他们逛逛，结果甘茂喝醉了，一家人只好回去。林管家在门口等着，担心王妃回来有什么需要。我二哥喝醉了，让厨房准备一碗醒酒汤。好。林管家点头。王爷一直在书房等王妃。甘草让叶蓉带秋儿去睡觉，自己径直去书房。等我有事。今天晚上吃饭没事吧？没事。是不是你安排那个店小二打击我二哥的？我……楚凌寒疑惑。看来不是。看来有新鲜事，跟我说说。甘草就把店小二打击他二哥的事简单的说了一下。我发现我一直都想保护他们，结果让他们觉得我是坏人，就应该受点打击，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没事就好。那边唐枣扶着甘茂回房间。枣儿，我说那店小二说的是不是吓唬我们的？我看不像。唐枣知道甘茂那点小心眼儿，他吓唬咱们有什么好处？不过草儿是真的有钱了，一壶酒就10两银子，他真舍得。所以你要知道谁真正对我们好。咱们来京城是因为啥？不就是因为夫人在这里？你还和夫人生气，让夫人更加为难。那我不是担心他攀了高枝不管我们了？我们在秋水寨过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别人管？再说，你说的不管是他不给你好处吧？哎，行了行了。甘茂听得厌烦，我头有点晕，睡觉了。唐枣看着甘茂没有说话，早起甘草打算带他们逛街。唐枣一个人过来找甘草。二舅母。秋儿开心地叫着。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？甘草看唐枣换回了之前的衣服。一会儿咱们去逛街，你不换一下衣服？不用，这衣服穿着方便。没事儿，这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了，穿了绸子也不用担心钩丝。可是我这手，丝挂在手上，手也疼。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我是想。唐枣犹豫着说。叶蓉，带秋儿出去玩。甘草让秋儿跟着叶蓉出去。房间里只剩下甘草和唐枣。什么事儿？我和你二哥的确成亲1年多了，
一直没。唐早也想有个孩子，男人的问题一般都不愿意承认。甘草无奈地说：“若是我二哥说什么了，你告诉我。”他倒没说什么，是我把事情想得简单了，当初不听你的。后悔了？没有。唐早慌忙说：“嫁给我二哥那样的人，后悔也正常。你也不用委屈了自己，什么时候我说就是。”甘草一开始就知道唐早是怎么想的，他也觉得二哥有个人管着会好一点。如今看来是他们想的简单了。我会处理好。上午，甘草带着他们逛街，带着他们逛了银楼。甘草坐在一边等他们。突然，几个人冲过来打量银楼里的人，尤其是看女子，惹得叶蓉差点动手。干嘛呢？甘茂生气地看着那几个人。几位爷啊，有什么事能帮上忙的，别惊扰了店里的客人呐。那几个人内外打量了一下，快速离开。银楼里的人不满地议论纷纷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东乡侯的女儿好像丢了。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我倒是听说他去撒泼，要他女儿当太子妃。太子突然传出选妃的消息，江城可有热闹看了。可不是嘛，之前听说太子失宠，一个个说什么只想让女儿嫁给普通人家，现在都开始奔走了。甘草听那些人小声议论，倒是听了不少新鲜事。杜氏他们听着这些议论，怎么觉得那些王侯的家事只是普通人的谈资？中午，甘草带着他们在外面吃饭。吃过午饭，林管家就在下面等着。王妃，我二哥说他不累，林管家带着他去采买吧。当即，甘茂跟着林管家去采买，剩下的人都回家了。哎，你去哪了？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甘草看陶灵儿穿着男装。奶奶好。柳氏仔细看了看，才反应过来。真是越长越好看了，穿成这样我都没认出来。要不是奶奶和甘草姐姐在一起，我也不敢认奶奶呢。这一身派头，像是大户人家的老夫人。哟，这丫头真会说话。你们俩，我逛了半天累了。那奶奶慢着走。我不是让人把预约卡给你送去了吗？甘草看着陶灵儿那紧张的样子。你不去？陶灵儿想的是和甘草一起去。我家里人来了，怎么去？晚上吗？晚上他们都休息了。你们都不去，我一个人去很没意思。还有谁不去？何西霞啊。陶灵儿想，还有谁？他为什么不去？他在准备选太子妃呢。甘草无语。他怎么觉得何西霞对太子是早有图谋？人家都准备选太子妃了，你就不想想自己的终身大事？我的终身大事，想或者不想，都是那样。那你一个人去过你的单身时光吧。不管陶灵儿怎么磨，甘草就是不去。最后他只好离开。甘草派人把楚凌寒请了回来。楚凌寒以为有什么大事，匆忙的回来，把保护你的暗卫调到圣寒楼。楚凌寒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他不反对甘草帮圣寒楼，但是也不能帮到这个程度。我之前就觉得有些不对，今天婵娟来找我，我几乎确定今天晚上圣寒楼肯定会出事，还是大事。那种地方能出什么大事？甘茂在嚷嚷了很长时间了。二哥这是做什么？甘草看甘茂火气很大。你让我去采买，他们让我搬东西，那么多东西让我搬。买东西自然要搬回来。二哥以为采买是做什么？是二哥说在家里天天干活，这点算什么？你……甘茂看着甘草。二哥不行就不要影响。你当了王妃就是这么对我的？那二哥觉得应该怎么对你？好歹给我弄个官当当。
甘茂都想了很久了。甘草听笑了：“二哥，就算你没有好好读书，好歹也识字，知道人字怎么写吧？”你什么意思啊？甘茂没听懂。意思是，二哥先做个人吧。甘茂恼火地离开，看甘草的眼神有些仇怨。甘草看到了那眼神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，就不知道会放出什么。他以前也不这样。甘草惋惜。甘茂离开，楚林寒才走了过来。不然我来处理。再看看。甘草还不想让楚林寒处理。甘茂回到后院抱怨，被柳氏训斥了一顿，又要行家法。你出来跪着！柳氏站在门口呵斥。听见没有？赶紧出去！杜氏看着唐早。杜氏！柳氏呵斥。杜氏的脸色很不好看，还得出去跪着。娘，她是草儿的娘啊，被下人看到了。丢人总比丢命强，你们这一个个的，是不是觉得不把大旗给你们，就是对你们不好？甘泉自然不敢这样想，后院的事甘草也不在意。天黑了，盛寒楼要开门了。晚上灯火亮起来，可以掩饰所有的破败。楚林寒和甘草摆了酒肉，坐在书房前的院子里赏月。今天的月亮不圆也不亮，只是和对的人一起赏，就可以说有一种朦胧美。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？什么？天下有道，走马以粪。那不知道有多少英雄要感慨生不逢时。要什么时势造英雄，不过是乱世枯骨的幸存者。我倒觉得走马以粪挺好，下雨的时候地上有个小水潭，就能开开心心的踩半天。你想要什么样的水潭？无趣。楚林寒自嘲一笑。那娘子说说什么有趣？心里有趣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看山间云停云去，看水中鱼翔浅底，随鱼而喜。看草木有趣，看鱼虫有趣，看人吃完饭牙齿上沾了菜叶子也觉得有趣。如此说来，这世间便没有娘子认为无趣的事。非也。甘草一本正经地说，争夺一个男人便很无趣。楚林寒不知道怎么接这话。争夺一个女人也很无趣。硬生生把占为己有说的用情至深更是无趣。楚林寒怎么觉得甘草在说他很无趣？若争，便与天争，与地争，与人争，争出一个其乐无穷。楚林寒看着甘草，一旦让他不怕麻烦，他就是别人最大的麻烦。王爷。林岩快速跑了进来。王妃。何事？甘草比楚林寒先问出来。盛寒楼出事儿了。慢慢说。东乡侯府的人冲到了盛寒楼去找他们家小姐，结果发现余景侯府的小侯爷和陶家小姐在床上。什么？甘草有点懵。哪个陶家小姐？就是王妃认识的丰州陶家的小姐。东乡侯府的人为什么去盛寒楼找他们家的小姐？听说是找到了拐卖小姐的伢子了，说把人卖到了盛寒楼了。你去盛寒楼盯着，看余景侯府和陶家怎么处理这件事。是。他们两个。甘草看着楚林寒。我知道。迟末是因为甘草去盛寒楼的，陶灵儿也是甘草给的预约卡。这件事追究起来都会追究到甘草这里。你来。楚林寒拉着甘草进书房。迟末。甘草点头。他的为人你清楚。此时东乡侯府的人大动干戈的去那种地方找自家小姐，定然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。不是巧合。对别人来说确实不是巧合，但是对东乡侯来说，那就可能是巧合。为什么？别人家的女子，别说被卖到那种地方，即便只是普通的丢了，
也不会大动干戈的找。而东乡侯会，他是京城出了名的泼猴，谁被他缠上都要被扒一层皮下来。那这一看就是选好的。如果出现在迟墨床上的不是陶灵儿，而是董小姐呢？那迟墨肯定要娶董小姐，这是东乡侯设计的。你可知东乡侯为何敢那么撒泼？为何？因为他坦荡，他理直气壮的不要脸。你能确定不是东乡侯？应该不是。楚凌寒也不能完全确定。之前你就说过，安家和盛寒楼有过节，为何会让韩盛楼如此顺利？甘草想了想，这里有安家的手笔。今天晚上这个局牵扯到韩王府、于景侯府、东乡侯府、丰州陶家，你觉得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布置的？甘草想了一会儿，三皇子。楚凌寒笑了一下。迟墨最近身上发生最大的事是什么？皇上指婚。甘草想到这里，吸了一口气。而三皇子一直都想要娶乔春染，而乔春染不会嫁给迟墨。为何？因为她不会输给周秋意。若是她嫁给了迟墨，就算是正妻，那也矮了周秋意一头。甘草点头，女人的胜负心的确有这么强。到这里，这个局就非常简单了。设计想董家小姐和迟墨在一起，还在众目睽睽被人发现，那迟墨是百口莫辩，只能娶董小姐。他娶了董小姐，和乔家的婚约自然就不作数了。经过这么多，三皇子娶乔春染就容易很多。所以陶灵儿是个变数。甘草恍然，这其中肯定是出了什么意外，陶灵儿才出现在迟墨的床上。楚凌寒也觉得是个意外，因为这个意外牵扯到六皇子，四皇子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去问问他。先等。楚凌寒安抚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暗卫拎着一个女子回来。怎么回事？楚凌寒看着地上的女子。她是董小姐，如今董家在盛寒楼掘地三尺的找她。甘草无语。韩王殿下，我家王爷已经在盛寒楼了，听闻盛寒楼和甘大夫有关，还请甘大夫。楚凌寒一巴掌甩在陆凡脸上。本王的王妃岂是你这样称呼的？陆凡不敢反驳，低头行礼。甘草在一边听得清楚，看来今天的事他们一定在局中，逃是逃不开了。那我们就走一趟吧。娘子想去，我们就去看看。本王倒要看看，不过一个盛寒楼重新开业，这些人能折腾出什么事来？盛寒楼里的客人已经离开了，几个人坐在大厅里，脸色都很难看。四皇子坐在中间，一边是低头不语的六皇子，一边是一脸阴沉的于景侯府老太爷。东乡侯生的五大三粗，看谁好像都要骂几句。陶灵儿的长兄陶渠坐在那里，眼神意味难明，却也不卑不亢。楚凌寒带着甘草进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五弟可算是来了。四皇子走到楚凌寒面前，托将王殿下的福，家里人多，需要处理的事情多，家人能在一起挺好的。五弟入座。既然大半夜把我们夫妇请来，定然是我们非常重要。现在可以说说是什么事了吗？这盛寒楼重新开业，是韩王带回来的这个女人鼓捣的。楚凌寒一个眼神过去，林管家一脚踢在东乡侯的膝盖上。东乡侯一个趔趄，单膝跪在地上。怎地？东乡侯一脸不服。她不是明媒正娶，又没入玉蝶，王爷想让我怎么称呼啊？楚凌寒听到东乡侯这样说，看向甘草。平时他们称呼我甘大夫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四皇子看了甘草一眼。这个女人不简单。嘿，一个女子当什么大夫？东乡侯一脸不屑。
东乡侯大晚上把我请过来，不会是讨论怎么称呼我和我是不是大夫吧？反正我女儿是在圣寒楼丢的，你要是不交出我女儿，谁都别想好过。你何时把你女儿送到圣寒楼的？你欺人太甚！我再被人说成泼猴，也不会把女儿送到这种地方。那你女儿怎么会在这种地方丢？甘大夫有所不知。四皇子慢慢的开口，董小姐已经失踪2天了，东乡侯说被伢子拐了去，卖到了圣寒楼。有这样的事？那应该找这里的老鸨。我听说圣寒楼后不在册，所有人的户籍都很清楚。来人，把老鸨带上来。一边的人看向四皇子，四皇子微微点头，他们才把老鸨带上来。金月妈妈，你可曾买了东乡侯府的小姐？哎呦，就是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呐！他一个楼子的老鸨，自然不会说实话。那圣寒楼就这么大，你们可找到了？若是找到了，我在这里费什么劲呢？那就是说，董小姐并不是在圣寒楼丢的，而是有人告诉侯爷，董小姐在圣寒楼，而侯爷也认定自己的女儿就在这样的地方。到底是谁给侯爷说的，让侯爷如此认定？众人看着东乡侯，东乡侯有点懵了。你们都看着我做甚呢？不会以为是我把女儿送到这样的地方吧？我董长亭要是做这样的事，就不得好死。那到底是谁能让侯爷如此笃定董小姐就在这里？侯爷。四皇子一脸询问地看着东乡侯。今天吃过晚饭的时候，圣寒楼的伙计拿着我女儿的首饰找上门，说我女儿在圣寒楼，晚上就要接客。既然事情都闹成这样了，那侯爷肯定见过圣寒楼的伙计了。可有那个伙计？他为我女儿通风报信，自然不敢再回来。如果那个人压根儿不是圣寒楼的伙计呢？那……东乡侯有点理亏。就算他傻，事情到这一步，他也察觉到不对。甘大夫的意思是，有人故意把东乡侯骗到圣寒楼，借东乡侯之手毁我妹妹清白。陶渠的语气十分僵硬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好像我家木儿没有清白一样。老太爷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陶渠不乐意了。难不成还要我们陶家负责吗？说是他们2个都能为对方负责，这也是势均力敌的缘分。老太爷，陶小姐和六弟有婚约的。剑王殿下，如今这样，我这个老头子只能去向皇上请罪了。剑王听到老太爷这样说，也无奈。他是怎么都没想到事情为何会这样。今天这事必有蹊跷，本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那王爷可要查清楚了。首先通知侯爷来圣寒楼的到底是谁。甘草笑着说。陶渠看向于景侯府老太爷，既然老太爷这样说，我们陶家也不会咄咄逼人，不如换个地方商议吧。好。时候不早了，六弟也先回去吧。东乡侯。楚林寒看着东乡侯。事到如今，想必东乡侯也知道自己被利用，好好配合剑王殿下，查出是谁骗了你。要是让我知道是谁骗了我，我去他家门口骂上3天3夜。不过还是找回董小姐要紧。东乡侯听到楚林寒这样说，敷衍地行了一个礼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武帝倒是找了一个好王妃呀，这么简单就平息了这件事。剑王这是承认了甘草的身份。这件事本就简单，堂堂东乡侯的女儿被卖入户部在册的楼子，这么不正常的事，是个人看一眼就能明白。岛上被叶蓉轻轻地晃醒。董小姐醒了，在那里寻死觅活呢。楚林寒呢？好像去上朝了。甘草想，他竟然也会去上朝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刚到董优的房门口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敢动我一根汗毛，管你们没完！
谁要动你汗毛了？董优打量了一下进来的甘草。你是谁？甘草，就是韩王从外面带回来的野女人。甘草无语。此处有人欠揍，不知当揍不当揍。放肆！敢对我家王妃无礼！一边的婆子呵斥。董优斜眼打量着甘草，只听闻韩王宠她宠得紧，没想到在韩王府有这样的地位。你们先出去。周围的人担心地看着他。没事儿。你想干嘛？你有3个月的身孕，不要动怒。甘草直接说。你就不好奇你为什么在这里？肯定是。董优想想觉得不对。那我告诉你吧，昨夜你父亲去圣寒楼大闹，说你被卖到圣寒楼了。甘草盯着董优的表情。好巧不巧，你爹因为找你，发现陶家小姐在于景侯府小侯爷的床上。董优听到这里，眼珠乱转，显然心慌了。幸好呢，我之前给圣寒楼里的姑娘看过病，有人认出是你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就让我派人把你接过来。董小姐喝了大量的安神药，就出现在圣寒楼。如果董小姐没有被人发现带出来，出现在于景侯府小侯爷床上的……你闭嘴！董优慌了。其实你就算出现在小侯爷的床上，也赖不上小侯爷，毕竟你已经有3个月的身孕了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刚来京城，能知道什么？只是你这肚子瞒不了多长时间，4个月就大起来了，到时候怎么办？董优的眼神飘忽，他最近也因为这件事烦心。你醒了就自己回去。甘草说着就要走。等一下！董优慌忙叫着甘草。听说你有狐媚之术，可以让韩王殿下对你百依百顺。但凡人说的话，你是一句都不说啊！你能不能教教我？董优眼巴巴地看着甘草。什么狐媚之术？不过是母凭子贵。男人的话都是假的，做了什么才是真的。女人想什么就直接要，他们才没有那个心思去揣摩。真的？你跟你爹是一点都不像。昨夜我见到你爹了，在剑王和韩王面前张嘴就骂人，他们2个还得忍着。董优有些无语，但是知道这是一个事实。就你爹那气势，动辄就到别人家门口骂个3天3夜，皇上都得让着。对了，你回去可别说过你来过我家，我怕你爹找到我家门前骂。真的可以母凭子贵？你和那个人的关系不就是孩子吗？不然你觉得你被人睡了，那个人就是你的了？要是那个人位高权重呢？你被皇上睡了？不是，你好歹是一个侯府小姐，担心什么位高权重？总之，只有吃到自己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，你在这里胡思乱想根本没用。董优想想也是，你现在挺着肚子还为他着想呢，他想你了吗？但凡想一点，你至于3个月了还是一个人？董优有些失落。行了，想那么多也没有用，你该干嘛干嘛去，别说来过我家。甘草这次真走了。董优坐在房间里想了一会儿，让韩王府下人把他领到后门离开。你这样让他走真没事？不让我养着他。甘草本来想去一趟陶家，问问陶灵儿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楚离还上朝了，今天肯定会说昨夜圣寒楼的事。王妃，外面有个姓彭的年轻人说认识王妃。姓彭的？让他进来。很快彭一就被带了进来。彭一哥哥。秋儿夫人。你怎么来了？夫人，你们都来京城了，我想着我多少能帮点忙。夫人放心，家里的生意我给堂叔和马哥了，他们也熟悉，不会出问题。行，你来也好，吕秀才也有个帮手。你去找吕秀才，先好好休息一下，回头我找你。好。彭一笑着点头。这个时候外面吵了起来，门房先进来。王妃，有个姓金的在外面吵着要见你。
甘草想自己认识姓金的吗？让他进来。金月被门房带进来。王妃，求你救救我娘吧！你娘怎么了？天快亮的时候发热，到现在都不退。叶蓉，带上药箱。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林毅今天实在无聊，你还是在家待着。甘草觉得林毅本身就是一个麻烦。林毅觉得自己被嫌弃了。甘草带着金月就去盛寒楼。甘大夫，您可来了。金月妈妈面无血色，气若游丝，把甘草吓了一跳。你们让到一边。她给金月妈妈把脉，表情变得凝重。把药渣拿给我看。婵娟慌忙出去拿，很快就回来说药渣已经被倒了。这些人平时懒得饭碗都不洗，这次倒药渣倒是勤快。把药罐拿来。甘草觉得药出了问题。我给你写个方子，你去草堂洛城抓药，让幺娘给你熬好，你带着药回来。好。金月拿着就跑。甘草给金月妈妈行针。金月妈妈总算是恢复了一点意识。我知道我活不了了。有我在，没事儿。不是甘大夫治不好我，而是我不能活。甘草知道金月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哪有什么不能活的，你放心。我知道王妃是个好人，若是我有什么闪失，王妃可否给金月一条活路？她沾染了不少坏毛病，心地也不坏。你好好休息，不管是身体的病还是谁要你的命，我都保你。王妃不用自责，这和王妃没关系。我不是自责，我以前也被人欺负，好像不管我做什么，总有人让我不自在。但是我现在很好。金月妈妈知道王妃如今的处境也不好。两人正说着，婵娟跑了进来。甘大夫，外面来了很多官兵，剑王殿下也来了，你和我出去看看。来的是大理寺的人，盛寒楼的事交给四皇子办。剑王看到甘草在这里，有些意外。昨天盛寒楼闹成这样，他今天还敢来这里？见过剑王殿下。甘大夫怎么在这里啊？给人看病。剑王莫不是觉得今天在这里能找到董小姐？人总是要找的。那为什么不去东乡侯家找？说不定人已经回去了。莫非甘大夫知道点什么？我一个乡野村妇，刚到京城不久，连人都不认识，能知道什么？剑王想想也是，楚凌寒在京城本就没什么势力，这3年又在北境。甘草更不用说了，身世那叫一个简单。甘大夫太过自谦，昨天晚上不是说的头头是道吗？不过是事情已经摆在眼前了，有脑子的人都会想到吧。如此说来，是本王愚钝了。那甘大夫觉得这件事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哪件事？昨天晚上盛寒楼的事。不是已经说完了？是这样的，昨天这件事涉及到2个王府、2个侯府，还有陶家。父皇让本王彻查是何人告诉东乡侯他女儿在盛寒楼的事。